黑风岭的夜色此刻浓得像化不开的墨，隐秘山洞内仅靠岩缝中漏下的星子微光，勉强勾勒出2道身影。叶云背靠冰冷的岩壁，指尖触碰着掌心的老茧，这是3年来卡在武者3重巅峰，日复一日挥拳练出来的，却连半点突破的迹象都没有。他今年17岁，10年前从蓝星穿越而来，成了青云城的孤儿，幸得叶家家主叶苍兰收留，认作义子。5年前，叶苍兰外出历练遭遇意外身故，偌大的叶家便由他的遗孀柳如烟支撑。叶云曾以为穿越者的金手指总会如期而至，可10年过去，他依旧是那个被青云城同辈嘲笑的武道废柴。而叶家在3大家族的联手绞杀下，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此刻山洞外风声呜咽，像是亡魂的哭诉，洞内的空气却凝滞得让人窒息。柳如烟就坐在不远处的石块上，一身素白长裙沾了草屑与尘灰，却丝毫不减她的风华。作为青云城公认的第一美人，她本就天生丽质，守寡5年，非但没添半分憔悴，反而沉淀出成熟少妇独有的柔媚风韵。柳眉如远山寒带，眸似秋水横波，琼鼻挺翘，唇瓣不点而赤，尤其是那身段浓纤合度，腰肢纤细得仿佛一折就断，裙摆下隐约露出的小腿白皙莹润，肌肤在微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淡淡的兰芷香萦绕在她周身，与山洞的湿冷气息格格不入。她双手抱膝，将脸颊埋在臂弯里，肩膀微微耸动，压抑的啜泣声断断续续传来，像小猫爪子似的，挠得叶云心头发酸。柳姨，叶云喉结滚动，声音沙哑，她想安慰，却不知从何说起。叶家数百口人惨死，她亲眼看见赵家的武者提着族人的头颅狂笑，看见孙家的人放火烧毁叶家大宅，而她连保护柳如烟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带着她仓皇逃窜，躲进这不见天日的山洞。柳如烟抬起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长睫上挂着的泪珠摇摇欲坠，看得人心头发紧。云儿，我们该怎么办？3大家族不会放过我们的，叶家真的没了。她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语气里满是绝望。叶云的心像被重锤砸了一下，酸涩与无力感瞬间席卷全身。叶苍兰待她恩重如山，教她读书识字，传她武道基础，哪怕她天赋奇差，也从未有过半分嫌弃。柳如烟更是将她视如己出，衣食住行无微不至，冬天为她暖床，夏天为她扇风。虽名义上是柳姨，可2人之间的感情很重。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毫无感情的机械音突然在叶云脑海中炸响，检测到宿主身处生死绝境，灵魂波动符合激活条件，双修暴击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系统激活要求需完成首次双修即可解锁全部功能，获得新手大礼包。系统提示双修对象无限制，完成后可掠夺目标修为、体质、武道本源，并有概率触发暴击倍数。叶云猛地瞪大了眼睛，瞳孔骤缩，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原地。系统金手指，他穿越过来整整10年，从懵懂无知到认清现实，从满怀期待到心灰意冷。无数个日夜，他都在幻想自己能得到穿越者的标配金手指，可一次次的失望早已让叶云接受了自己是个武道废柴的事实。可现在，在这个最绝望、最狼狈的时刻，系统竟然觉醒了，而且激活条件竟然是双修。叶云的脸颊瞬间滚烫，心脏狂跳的仿佛要跳出胸腔。他下意识地看向不远处的柳如烟，目光掠过她绝美的容颜，掠过她玲珑有致的身段，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涌上心头，却又被强烈的道德感死压制。柳如烟是他的柳姨，是叶苍兰的遗孀，是他敬重的长辈，做这种事无疑是欺师灭祖，背逆人伦。可系统的诱惑太大了，武者3重巅峰的他在3大家族面前不堪一击，想要复仇，想要保护柳如烟，想要重振叶家，没有金手指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而这个双修暴击系统是他唯一的希望。叶云的脑海中，理智与欲望疯狂拉扯，一边是养父的恩情与道德的枷锁，一边是绝境中的一线生机与复仇的执念。他看着柳如烟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模样，看着他为了叶家覆灭而绝望痛哭的样子，一个荒唐却又无比坚定的念头渐渐在他心中滋生。眼下山洞里只有他和柳如烟2个人，想要激活系统，只能柳姨。叶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却依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叶家不能就这么断了根。柳如烟愣住了，泪眼婆娑地看着他。鱼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义父一生磊落，为青云城做了那么多事，不能让他连个后人都留不下。叶云的目光灼灼，紧紧盯着柳如烟，语气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现在叶家就剩我们2个人了，想要留下叶家的血脉，只有一个办法。柳如烟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眼神里充满了疑惑与不安。鱼儿，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生个孩子吧。叶云艰难地吐出这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完，他的脸颊更烫了，不敢去看柳如烟的眼睛，只能死死盯着地面的石块。你说什么？柳如烟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站起身，后退了2步，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甚至带着一丝恐慌。鱼儿，你疯了吗？我是你柳姨，是你义父的妻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脸颊瞬间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他怎么也没想到叶云会说出如此被逆人伦的话来。我没疯。叶云也猛地站起身，上前一步，目光坚定地看着他。柳姨，我们现在走投无路了，三大家族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能不能活过今夜都未可知。就算侥幸逃走，也必须分开藏匿，此生或许再难相见。唯有这样，才能留下叶家的血脉，才有复仇的希望。不行，绝对不行！柳如烟拼命摇头，泪水再次汹涌而出。这是欺师灭祖，是违背道德的。我对不起你义父，也不能让你背上这样的骂名。鱼儿，你快打消这个念头。骂名？叶云惨然一笑，眼底闪过一丝猩红。叶家都没了，族人都死光了，我还有什么可在乎的骂名？我只知道，不能让义父的心血付诸东流，我必须要让杨母你活下去。他上前一步，逼近柳如烟。山洞本就狭小，叶云这一靠近，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柳如烟身上那淡淡的兰脂香愈发浓郁，几乎将她包裹。叶云能清晰地看到她眼尾泛红的模样，能感受到她因为惊慌而微微颤抖的身体，那份脆弱与无助让她心头一软。可系统激活的诱惑与复仇的执念却让她无法退缩。柳姨，就当是为了义父，为了叶家，委屈你了。叶云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哀求。不，你别过来！柳如烟吓得浑身发抖，步步后退，直到后背抵住了冰冷的岩壁，退无可退。她双手护在胸前，眼神里满是惊慌与抗拒，像一只受惊的小鹿。鱼儿，你清醒一点，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叶云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模样，看着他眼角的泪水，心中的道德挣扎愈发剧烈。他想停下，想转身离开，可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仿佛还在回响。而且如果现在不觉醒系统，他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带柳如烟安全的活下去。叶云猛地闭上眼，在睁开时，眼底的犹豫尽数褪去，只剩下决绝。他伸出手，想要去触碰柳如烟的脸颊。别碰我！柳如烟惊呼一声，下意识地偏头躲开，可身体却被岩壁挡住，无法再退。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脸颊因为惊慌而泛起红晕，反而更添了几分魅惑。叶云的手停在半空中，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模样，心头一阵刺痛。可她还是硬起心肠，再次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她的手腕。柳如烟的手腕纤细而柔软，肌肤微凉。叶云一握住，她就像是被烫到一般，拼命挣扎。放开我，鱼儿，你快放开我！她的力气不大，在叶云武者三重巅峰的力量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叶云紧紧握着她的手腕，另一只手轻抚上她的脸颊，指尖触碰到她微凉的肌肤，感受到她细腻的触感，叶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分。柳姨，对不起。叶云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可我别无选择。柳如烟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哽咽着说：鱼儿，我是你柳姨啊，你义父待你那么好，你怎么能？正是因为义父待我好，我才不能让叶家就这么断了根。叶云打断她的话，语气坚定：我要复仇，我要让三大家族血债血偿，我要重振叶家，让那些人知道叶家没有彻底灭亡。他的另一只手缓缓揽住了柳如烟的腰肢，入手处是细腻的布料，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腰肢的纤细与柔软。柳如烟的身体猛地一僵，挣扎得更厉害了，可她的力气实在太小，根本无法挣脱叶云的束缚。不要！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哭腔，眼神里满是哀求，看得叶云心头一阵发软。叶云将她轻轻搂进怀里，能清晰地感受到她温软的躯体，能闻到她发间的馨香，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与哽咽声。她的脸颊贴着她的额头，感受到她肌肤的微凉，心中的燥热与道德的挣扎交织在一起，让她备受煎熬。柳姨，委屈你了。叶云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带着一丝歉意，也带着一丝坚定。柳如烟靠在她的怀里，身体微微颤抖，泪水浸湿了她的衣襟。她的挣扎渐渐变弱了，或许是绝望，或许是认命，或许是被叶云的坚定所打动。柳如烟的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有抗拒，有委屈，有绝望，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默许。叶云能感受到她的变化，心中微微一松，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愧疚。他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动作温柔，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猫。鱼儿，柳如烟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样真的能留下叶家的血脉吗？能。叶云毫不犹豫地回答，眼神坚定。只要我们能活下去，只要能留下血脉，叶家就有复仇的希望，就有重振的可能。柳如烟没有再说话，只是靠在他的怀里，无声地流泪。她的身体不再挣扎，只是微微颤抖着，像是在接受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叶云看着怀中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柳如烟，心中的愧疚愈发浓烈。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头，他轻轻抬起她的下巴，让她看着自己。柳如烟的眼眶红肿，睫毛上挂着泪珠，眼神里满是委屈与无助，看得叶云心头一痛。随后叶云低下头，缓缓靠近她的唇瓣。柳如烟的身体猛地一僵，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着，带着一丝紧张与不安。叶云的心中既紧张又激动，还有一丝愧疚。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柳如烟的关系将彻底改变，
而他的人生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犹豫，轻轻吻上了柳如烟的唇瓣。柳如烟的唇瓣柔软而微凉，带着泪水的咸味。她的身体微微一颤，没有回应，也没有抗拒，只是被动地承受着。叶云能感受到她的紧张与不安，她的动作更加温柔，轻轻描摹着她的唇形，安抚着她的情绪。洞内的空气渐渐变得暧昧起来，岩缝中漏下的星子微光映照着两人交叠的身影。柳如烟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脸颊泛起淡淡的潮红，原本苍白的脸色也多了几分血色，眉眼间的绝望散去不少，添了几分慵懒的娇媚。叶云的手缓缓下滑，抚过她的腰肢，感受到她身体的僵硬，他停下动作，在她耳边轻声说：“柳姨，别怕，我会对你好的。”柳如烟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声音细弱文锐，几乎听不见。她的双手微微抬起，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抱住了叶云的后背，手指紧紧抓着她的衣衫。叶云能感受到她的默许，心中的愧疚稍稍减轻了一些。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欠柳如烟的，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她，一定要为叶家复仇，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随后叶云接下来的动作更加温柔，缓缓褪去她身上的素白长裙，月光透过岩缝洒在她莹润的肌肤上，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段，美得让人窒息。柳如烟闭上眼，脸颊通红，不敢去看叶云，身体微微颤抖着，却没有再抗拒。叶云看着她绝美的容颜，感受着她温软的躯体，心中的燥热再也无法抑制，低头再次吻上她的唇瓣，这一次带着浓浓的情意与坚定。山洞里只剩下两人交织的呼吸声，与洞外呼啸的风声形成鲜明的对比。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柳如烟的身体在她的触碰下渐渐放松，感受到她的回应，心中的激动愈发浓烈。几个时辰后，山洞内的暧昧气息尚未散尽，岩缝中漏下的星子微光温柔地洒在交叠的身影上。柳如烟靠在叶云怀中，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素白的肌肤泛着莹润的粉晕，额角沁着细密的汗珠，沾湿了鬓边的发丝。她依旧闭着眼，长睫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脸颊滚烫的惊人，连呼吸都带着一丝慵懒的微颤。方才的抗拒与挣扎，此刻都化作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交织在她眼底，藏在那抹未退的绯红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云坚实的臂膀环着自己，感受到她沉稳有力的心跳，那股属于少年人的青涩与坚定，让她心头五味杂陈，有委屈，有对亡夫叶苍兰的愧疚，有对眼下境遇的绝望，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安心。至少在这灭门的绝境里，她不是孤身一人。叶云的手掌轻轻落在柳如烟的后背，动作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感受着怀中温软细腻的躯体，心中的愧疚与激动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冲昏头脑。低头看着柳如烟绝美的睡颜，看着她眼尾泛红的模样，叶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脑海中突然炸响一道震耳欲聋的机械音：首次双修完成，契合度100%，双修暴击系统正式觉醒，绑定宿主叶云，检测到宿主完成激活条件，新手大礼包已自动发放，是否立即开启？叶云猛地瞪大了眼睛，瞳孔骤缩，浑身的血液瞬间冲到了头顶。来了，真的来了！穿越10年，从满怀期待到心灰意冷，从武道废柴到绝境求生，他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金手指。这道冰冷的机械音，此刻在他听来，比世间任何天籁都要动人。开启，立刻开启！叶云在心中疯狂呐喊，激动的浑身都在微微颤抖，指尖甚至泛起了白。新手大礼包开启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以下奖励：一武功蒙级功法太玄合欢经，混沌初开第一双修功法，兼容万道，无境界壁垒，双修时掠夺效率翻倍，反补效果增幅300%，可随宿主修未尽皆解锁更高奥义。二无上双修体质合欢道体，天地间最顶级的双修本源体质，契合一切双修功法，双修时自动牵引对方本源之力，掠夺速度提升100%，反补时可净化对方武道隐患，拓宽经脉，且能完美兼容掠夺而来的天赋武技，无任何排斥风险。三系统储物空间100立方米，可存放活物以外的一切物品，空间内时间静止，物品永久保鲜。四修为直赠，武者境巅峰修为，内劲充盈，经脉拓宽，首次双修暴击触发，暴击倍数8倍，高级暴击，额外掠夺目标武技柳如烟流云掌，圆满境界。六修为叠加计算中武者境巅峰加8倍暴击，掠夺修为等于突破至骨。恭喜宿主晋级武士境一重巅峰。轰！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一股浩瀚磅礴到难以想象的暖流瞬间从叶云的丹田处爆发开来，如同沉寂亿万年的火山骤然喷发，顺着他的经脉疯狂奔涌。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太玄合欢经的玄妙奥义，如同醍醐灌顶，瞬间融入他的灵魂深处，每一个晦涩的符文都自动解析，每一处修炼的关窍都了然于胸。合欢道体的力量在他体内觉醒，肌肤表面泛起一层淡淡的粉金色光晕，那是双修本源之力流转的意象。原本凝滞堵塞的经脉被强行拓宽数倍，变得如同大江大河般宽阔通畅，连丹田都扩容了数倍，内劲储量暴涨。武者境巅峰的修为如同滚雪球般叠加，在8倍暴击的加持下，直接冲破了武者境与武士境之间的天堑，
内劲彻底转化为更为精纯凝练的旋律。更让叶云惊喜的是，刘云长的全部奥义瞬间烙印在他的脑海中。这门柳如烟的成名武技，以灵动飘逸、掌劲刁钻著称，此刻竟直接达到圆满境界，仿佛他已苦修数十年一般。每一个招式，每一处发力技巧都了然于胸，与太玄合欢经的内劲运转方式完美契合。武师境圆满武技，短短片刻，叶云竟然直接从武者3重巅峰一步跨越到武师1重巅峰，还顺带掌握了一门圆满境界的实战武技。这股力量比他之前的巅峰状态要强上数十倍不止，旋力在经脉中奔腾不息，如同咆哮的巨龙，肉身被合欢道体滋养的坚不可摧，连呼吸都带着淡淡的双修道韵。叶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五感被无限放大，甚至能精准把控刘云掌的每一处力道转折，这便是合欢道体与圆满武技相辅相成的效果。叶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忍不住低笑出声，笑声中带着压抑10年的憋屈，带着绝境逢生的激动，带着掌控力量的豪情。他抬起双手，感受着体内澎湃到几乎要溢出来的力量，感受着刘云掌圆满境界的灵动意蕴，眼底燃起了熊熊烈火。废柴，从今往后，他叶云再也不是任人嘲笑的废柴。3大家族赵家、孙家、林家，你们欠叶家的血债，我叶云定要100倍、1000倍奉还。重振叶家，守护柳如烟，这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云儿你……柳如烟被叶云的笑声惊醒，缓缓睁开了眼睛。她刚一睁眼，就感受到了叶云体内传来的恐怖气息，那股气息远比之前强悍数十倍，带着一种让他心悸的压迫感，与刚才那个武者3重巅峰的少年判若两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叶云的脸，此刻的叶云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带着青涩与无力的少年，他的眼神变得深邃而明亮，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透着自信与决绝。原本略显稚嫩的脸庞，此刻多了几分英气与沉稳，眉宇间的阴霾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睥睨天下的豪情。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粉金色光晕，让叶云整个人显得既超凡脱俗，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魅惑，气场强大到让人不敢直视。柳如烟的脸颊瞬间变得更红了，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原本有些凝滞的内劲，此刻竟然在飞速增长。逃亡时留下的暗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连之前的疲惫与虚弱都消散得无影无踪。这是合欢道体与太玄合欢经叠加的反哺效果。更让他惊喜的是，困扰他多年的刘云掌瓶颈竟然直接突破，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圆满境界。你的修为，还有我的刘云掌。柳如烟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美目瞪得圆圆的，满是诧异。这才多久，你怎么会突破？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脸颊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眼神躲闪着不敢直视叶云，想起了刚才两人之间的亲密与羁绊，他能隐约猜到这一切的变化定然与自己脱不了干系。这份认知让他既羞涩又有些不知所措，指尖下意识地攥紧了叶云的衣衫。叶云没有解释系统的存在，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不能轻易示人。他只是轻轻握住柳如烟的手，感受着她指尖的微凉与颤抖，语气坚定而温柔。柳姨，我突破了，现在我是51重巅峰。至于你的刘云掌，或许是我们刚才心意相通，触发了某种武道共鸣吧。武师境，武道共鸣。柳如烟倒吸一口凉气，身体猛地一颤。武者进到武师境的天堑，多少人卡了数年甚至数十年，刘云掌的圆满更是我追寻了2-3年的目标。怎么会？他看着叶云眼中的坦荡与坚定，心中的疑虑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撼与感动。柳如烟往叶云怀里又缩了缩，声音带着一丝依赖与后怕。鱼儿，不管是什么原因，能看到你变得强大，我就放心了。只是3大家族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等合适的机会，找地方蛰伏。叶云轻轻抚摸着他的长发，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淡淡的兰脂香，声音温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这里不宜久留，我们离开黑风岭，等我修为再进一步，就回青云城，让赵家、孙家、林家血债血偿。柳如烟没有再说话，只是安静地靠在他的怀里，感受着这份久违的安全感。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叶云的怀抱既坚实又温暖，让他在这灭门的绝境中找到了唯一的依靠。山洞内再次陷入沉寂，只有2人交织的呼吸声与洞外呼啸的风声相互映衬，气氛温馨而又带着一丝风雨欲来的压抑。就在这时，搜，给我仔细搜！黑风岭就这么大，我就不信那2人能飞上天去！一道粗鄙的怒吼声突然从山洞外不远处传来，打破了洞内的宁静。紧接着便是马蹄声、脚步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找到了，这里有个山洞，洞口还有新鲜的脚印和草线，进去看看，说不定叶家和那个寡妇就藏在里面。哈哈，抓住他们，赏金万两不说，还能得到家主的提拔。那寡妇可是青云城第一美人，这次发达了。刺耳的交谈声与脚步声如同催命符般在洞口响起，充满了贪婪与凶狠，甚至带着毫不掩饰的淫邪之意。叶云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眼底的温柔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杀意与寒芒。来了，3大家族的追兵，
终究还是找到了这里。他轻轻拍了拍柳如烟的后背，示意她不要害怕，然后缓缓将她护在身后，自己则站起身，周身的粉金色光晕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凌厉无匹的武士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柳姨，你在这里待着，不要出来。叶云的声音冰冷刺骨，带着一股让人胆寒的决绝。这些杂碎我来收拾。柳如烟脸色一白，下意识地抓住了叶云的衣角，眼神里满是担忧。鱼儿，他们人多势众，而且肯定有武士境的强者坐镇，你千万要小心。放心。叶云回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眼底杀意凛然。以前我是武者三重巅峰，只能带你仓皇逃窜，但现在我是武士境，还有圆满武技在手，这些人不够我杀的。话音落下，叶云不再犹豫，迈开脚步朝着洞口走去。他周身玄力暗自运转，流云掌的起手式悄然酝酿，指尖萦绕着淡淡的劲风，只待敌人踏入洞口，便给予雷霆一击。洞口的光线越来越亮，几道手持钢刀、身着劲装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洞口，眼神贪婪而凶狠，正一步步朝着洞内逼近。洞口的光线被一道魁梧身影彻底挡住，带着浓烈的血腥味与煞气。里面的狗男女，给老子滚出来受死！粗哑的怒吼声震得岩缝簌簌掉灰。来人身着赵家劲装，腰间挎着一柄染血钢刀，满脸横肉，眼神凶狠如狼，正是赵家武士境2重的管事赵虎。他刚踏入洞口半步，便看到立于阴影中的叶云。当看清叶云不过17岁的模样时，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狞笑。哼，这不是叶家那个废物杨子吗？武者3重巅峰的垃圾也敢藏在这里苟延残喘，赶紧把柳如烟交出来，老子可以给你个痛快。叶云眼神冰冷，周身玄力暗自流转，太玄合欢经运转间，掌心泛起淡淡的荧光。他没有废话，脚下猛地发力，身形如箭般窜出，合欢道体加持下，速度比同阶武士快了数倍，只留下一道残影。找死！赵虎见状，眼中轻蔑更甚，他好歹是武士境2重，怎会把一个废物放在眼里？当即凝聚玄力于掌心，带着呼啸风声朝着叶云胸口拍去，掌风凌厉，显然是想一击毙命。流云掌！叶云低喝一声，圆满境界的武技瞬间爆发，掌势灵动飘逸，看似轻柔，却蕴含着刚猛无匹的玄力，如同流云绕指，骤然变向，避开赵虎的掌力，精准拍在他的手腕关节处。咔嚓，清脆的骨裂声刺耳响起，赵虎脸上的狞笑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剧痛与惊骇。不可能，你的掌法怎么会是流云掌，而且还达到了圆满境界？你明明只是个废物！他的玄力被瞬间击溃，手腕无力下垂，整个人被掌力中的暗劲震得连连后退。不等他稳住身形，叶云欺身而上，掌心玄力再度暴涨，疑是流云破月，掌风裹挟着破空之声，狠狠印在赵虎的胸口。噗！赵虎喷出一大口鲜血，胸口塌陷下去，眼中的惊骇与不甘凝固，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出洞口，重重砸在地上，抽搐了2下便没了气息。洞口外，3大家族的追兵瞬间死寂，20多人齐刷刷地看向洞口，看着那个缓步走出的少年，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错愕。赵管事死了！有人颤声开口，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恐惧。赵虎可是武士境2重的强者，竟然被一个17岁的少年一掌轰杀，这怎么可能？那是流云掌，是柳如烟的成名武技，这废物怎么会？他不是武者3重巅峰吗？刚才那股气息是武士境，他突破了！议论声此起彼伏，原本的嚣张与凶狠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震惊与不安。为首的是一名身着孙家族服的中年男子，面色阴鸷，眼神锐利如鹰，正是孙家武士境3重的头领孙奎。他死死盯着叶云，感受着他身上毫不掩饰的武士境1重巅峰气息，眉头紧锁，语气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阴狠。叶云，没想到你这废物竟然突破到了武士境，还杀了赵虎，看来叶家倒是藏了不少秘密。不过武士境1重巅峰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旁边2名武士境2重的武者也反应过来，一人是林家的林浩，一人是赵家的赵峰。2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杀意与贪婪。杀了叶云，不仅能领赏，还能夺取他身上的秘密，说不定那流云掌的圆满法门也能到手。孙头领，这小子交给我们！林浩狞笑着上前一步，武士境2重的气息爆发开来。一个刚突破的毛头小子，也敢杀我3大家族的人，今日定要让他碎尸万段！赵峰也不甘落后，抽出腰间钢刀，刀身泛着冷光，杀了他，为赵管事报仇！柳如烟那个贱人也跑不了。2人一左一右，朝着叶云包抄而来，玄力凝聚于拳脚刀剑，带着凌厉的攻势，封锁了叶云所有闪避的路线。叶云面无表情，合欢道体让他对周遭的气息感知极为敏锐，2人的攻势在他眼中慢如蜗牛。他脚下步伐灵动，如同闲庭信步，避开林浩的拳风与赵峰的刀势，同时掌心玄力再度凝聚，流云掌运转到极致，砰砰2声闷响几乎同时响起。叶云左掌拍向林浩的胸口，右掌隔开赵峰的钢刀，圆满境界的流云掌不仅灵动，更蕴含着刚猛的穿透力。林浩只觉得一股磅礴的掌力涌入体内，五脏六腑如同被重锤砸中，鲜血狂喷，倒飞出去。赵峰的钢刀被掌劲震得脱手而出，手腕发麻，整个人踉跄后退数步，
看向叶云的眼神充满了惊骇。怎么可能？他明明只是武师境一重巅峰，怎么会这么强？赵峰失声惊呼，心中的轻视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深深的恐惧。孙奎的脸色彻底变了，阴鸷的眼中闪过一丝凝重。叶云的战力远超同阶，甚至能越级压制武师境2重，这绝对不正常。他厉声喝道：“所有人一起上，杀了他！谁能取他狗命，赏白银1000两，功法1部。”重赏之下，那些武者境的追兵瞬间红了眼，纷纷抽出兵器，如同饿狼般朝着叶云扑来。20多人同时发难，武者境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小的压迫感，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叶云眼神一凛，不退反进。他深知寡不敌众，必须速战速决。太玄合欢经疯狂运转，玄力源源不断地涌入4肢百骸，合欢道体让他的肉身强度远超同阶，哪怕被兵器砍中，也只是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流云掌牵引，叶云低喝一声，身形在人群中穿梭，掌影纷飞，如同漫天流云，每一道掌影都蕴含着实打实的玄力。惨叫声此起彼伏，凡是被他掌风击中的武者境追兵，非死即伤，要么胸口塌陷，要么经脉断裂，根本不堪一击。啊！我的胳膊！救命！他太强了，这不是人，是魔鬼！追兵们的惨叫声、求饶声交织在一起，原本的暴怒与凶狠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他们看着如同杀神般的叶云，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吓得魂飞魄散，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孙奎看着这一幕，心疼的滴血。这些都是3大家族的精锐，就这么被叶云如同砍瓜切菜般屠杀。他怒吼一声，武师境3重的气息全力爆发，凝聚全身力量，朝着叶云后背狠狠拍出一掌。小子，给我去死！掌风呼啸，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锁定了叶云的气息，让他避无可避。叶云心中警兆大声，正欲转身反击，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惊呼：“云儿，小心！”是柳如烟的声音。他下意识的回头，只见柳如烟不知何时已经跑出山洞，俏脸煞白，眼神里满是担忧与恐惧，正朝着他跑来。就是这一瞬间的分神，砰！孙奎的掌力结结实实的拍在了叶云的后背。叶云闷哼一声，一口鲜血喷出，身体被巨大的力量掀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后背传来撕心裂肺的剧痛，旋力紊乱，经脉都受到了震荡。云儿！柳如烟凄厉的喊了一声，脚步更快，泪水瞬间涌出眼眶。哈哈哈！好！孙奎见状狂喜大笑，分神了吧，小子，你再强又如何？还不是中了老子一掌，给我杀了他！剩下的2名武师境2重武者和几名武者境追兵，见叶云受伤，又重新燃起了勇气，纷纷朝着叶云扑来，眼神凶狠，想要趁机将他斩杀。叶云趴在地上，嘴角挂着鲜血，后背剧痛难忍，但他的眼神却愈发冰冷，反而燃起了熊熊烈火。他怎么能倒下？他还要保护柳如烟，他还要为叶家复仇啊！叶云怒吼一声，体内太玄合欢经疯狂运转，合欢道体的自愈能力被激发，紊乱的玄力迅速平复。他猛地翻身站起，抹去嘴角的鲜血，眼神如同受伤的野兽，充满了嗜血的杀意。你们都该死！叶云的声音冰冷刺骨，带着一股让人胆寒的决绝。叶云不再保留，将武师境1重巅峰的修为与圆满境界的流云掌彻底爆发，同时借助合欢道体的速度优势，如同鬼魅般冲向最近的一名武师境2重武者。那武者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抬手抵挡，却被叶云一掌拍碎手腕，紧接着另一掌印在他的眉心，玄力直接震碎了他的识海。噗！武者当场毙命，尸体软倒在地。剩下的那名武师境2重武者吓得双腿发软，转身就想跑，却被叶云瞬间追上，一掌印在他的后心，骨骼碎裂声与惨叫声同时响起。解决了2名武师境2重，叶云的目光锁定了孙奎，带着浓烈的杀意，一步步朝着他走去。孙奎的笑容僵在脸上，看着叶云重伤之下依旧如此恐怖，心中的狂喜渐渐被恐惧取代。他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色厉内荏地吼道：“小子，你别过来！我可是武师境3重，你杀了我，3大家族是不会放过你的。”3大家族？叶云冷笑一声，声音沙哑，却带着无尽的嘲讽：“今日我就先拿你开刀。”话音落下，叶云身形一闪，再次朝着孙奎冲去。虽然身受重伤，但他的速度依旧极快，掌风凌厉，流云掌的灵动与刚猛完美结合，招招致命。孙奎心中恐惧到了极点，只能硬着头皮抵挡。他的修为虽然比叶云高一重，但叶云的武技圆满，体质特殊，再加上那股不要命的狠劲，竟然渐渐占据了上风。砰砰砰，2人掌掌相交，玄力碰撞产生的气浪席卷四周，尘土飞扬。孙奎渐渐体力不支，心中的恐惧越来越深。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刚突破武师境的少年，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战力？不可能，这不可能！孙奎疯狂怒吼，眼中满是绝望与不甘。叶云抓住一个破绽，避开孙奎的掌力，一掌拍在他的肩膀上，咔嚓一声，肩胛骨碎裂。啊！孙奎惨叫一声，身体失去平衡。叶云趁势而上，双手凝聚全身玄力，狠狠印在孙奎的胸口。噗！孙奎喷出一大口鲜血，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他看着叶云一步步逼近，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与不可置信。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叶云没有回答，上前一步，一掌拍碎了他的头颅，解决了孙奎。剩下的几名武者境追兵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停留，转身就跑，如同丧家之犬般四散奔逃。叶云本想追击，但后背的剧痛让他眼前发黑，体内玄力消耗巨大，只能放弃。他看着那3、4道逃窜的背影，眼神冰冷，心中默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日暂且饶你们一命，他日我必屠尽3大家族。云儿，柳如烟终于跑到叶云身边，一把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叶云靠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的温软与担忧，心中的杀意渐渐平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暖意。他轻轻摇了摇头，声音沙哑：我没事，柳姨不用担心。柳如烟看着他嘴角的鲜血，看着他后背渗出的血迹，心疼得无以复加，哽咽着说：都怪我，要不是我出来分你的神，你也不会受伤。不怪你。叶云打断他，伸手拭去他脸颊的泪水，眼神温柔而坚定：是我没保护好你，让你担心了。现在追兵已经解决，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柳如烟点了点头，搀扶着叶云迅速离开这里。黑风岭深处，一处更为隐秘的溶洞内，钟乳石垂落如帘，滴答的水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叶云靠坐在冰冷的石壁上，后背的伤口依旧渗着鲜血，染红了大半衣衫，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脏腑的剧痛，脸色苍白如纸，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笃定，看着眼前手足无措、眼眶泛红的柳如烟，声音沙哑却沉稳：柳姨，我没事。都这样了还说没事？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哭腔，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精致的脸庞因焦虑而泛起红晕。后背的伤那么重，武师境3重的掌力怎么可能轻易扛住？我们现在连疗伤的药材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啊？他想去触碰叶云的伤口，又怕弄疼他，伸出的手在半空中犹豫着，指尖微微颤抖。那双含着水汽的信眼看向叶云，楚楚可怜，我见犹怜。经历了方才的生死之战与之前的亲密，他看向叶云的眼神里少了几分柳毅的威严，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依赖与羞涩。叶云看着他泛红的眼眶与慌乱的模样，心中一暖，强撑着身体抬起手，轻轻握住他的手腕。柳姨，我的伤有办法治。什么办法？柳如烟眼中瞬间燃起希望，急切地追问，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如同带露的梨花。叶云的目光落在他绝美的脸庞上，掠过他因急促呼吸而微微起伏的胸膛，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灼热。我们再做一次之前的事。什么？柳如烟像是被惊雷劈中，瞬间愣住了，脸颊唰的一下变得通红，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眼神躲闪着不敢直视叶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伤势这么重，还想着这种事？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带着浓浓的羞涩与一丝嗔怪，下意识的想抽回手，却被叶云紧紧握住。柳如烟微微垂着头，长长的睫毛掩盖住眼底的慌乱，嘴角却忍不住微微抿起，露出一抹既抗拒又羞涩的复杂神色。那种明知不合时宜，却又因对方是叶云而难以彻底拒绝的纠结，在他脸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不是我想，是只有这样才能疗伤。叶云的拇指轻轻摩挲着他细腻的手腕肌肤，语气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认真。我的体质特殊，只要再与柳姨双修一次，不仅伤势能立刻痊愈，修为或许还能再进一步。而且他顿了顿，看着柳如烟愈发通红的脸颊，补充道：之前那一次未必能怀上，叶家不能断了根，我们总得再试试，不是吗？你……柳如烟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羞恼与嗔怪，脸颊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这种事情怎么能说得这么直白？而且那种事做一次就已经……柳如烟的话说到一半，便再也说不下去，眼神飘向别处，手指下意识地绞着衣角，身体微微扭动着，那份欲拒还迎的姿态，如同熟透的蜜桃，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尤其是柳如烟咬着下唇，眼底带着水汽与羞涩的模样，让刚经历过人世的叶云心头猛地一热，体内的燥热瞬间被点燃。叶云的呼吸不由得急促了几分，握着他手腕的力道也紧了几分，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蛊惑：柳姨，为了我能尽快恢复，为了叶家能留下血脉，就再委屈你一次，好不好？柳如烟看着他苍白却坚定的脸庞，看着他后背不断渗出的鲜血，心中的羞涩与抗拒渐渐被担忧与心疼取代。他知道叶云说的是实话，眼下没有任何疗伤的办法，除了这个看似荒唐的途径。而且经历了灭门之痛与生死相依，他对叶云的情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情感，那份复杂的情愫在心底蔓延，让他无法狠心拒绝。他轻轻咬了咬下唇，抬起头，眼神里带着浓浓的羞涩与一丝默许，声音细若文瑞：那好吧，但你要轻点，别弄疼我。说完，柳如烟便再次垂下头，脸颊红得能滴出水来，双手紧张地攥着裙摆，身体微微颤抖着，那份娇羞诱惑的模样让叶云再也按捺不住。柳姨，叶云低唤一声，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灼热。柳如烟的身体猛地一僵，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与羞涩，轻轻摇了摇头：别叫我柳姨，那叫你什么？叶云的目光紧紧锁住他的眼睛，柳如烟的脸颊更红了，
几乎要埋进胸口，声音细弱文锐，叫我如烟。如烟。叶云低声唤道，这2个字如同魔咒，瞬间点燃了2人之间的氛围。他不再犹豫，强撑着身体站起身，将柳如烟轻轻揽入怀中。柳如烟的身体僵硬了一瞬，随后便软软地靠在他怀里，双手犹豫着环上他的腰，脸颊贴在他的胸膛，感受着他略显急促的心跳。溶洞内的水汽氤氲，暧昧的气息渐渐弥漫开来。叶云低头吻上他的唇瓣，柳如烟微微一颤，被动地承受着，青涩地回应着。合欢道体的力量悄然流转，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的伤势在缓慢愈合，而柳如烟的身体也渐渐放松，眼底的羞涩渐渐被温柔取代。叶云体内的太玄合欢经疯狂运转，吸收着来自柳如烟的本源之力与双修带来的能量。后背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经脉中的旋力也变得愈发澎湃。双修开始，触发暴击倍数5倍，普通暴击，掠夺目标修为加自身战斗感悟加5倍暴击增幅，修为持续提升中。恭喜宿主突破5师境2重，恭喜宿主突破5师境3重，伤势已完全愈合。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叶云只觉得一股浩瀚的力量席卷全身，后背的剧痛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盈的旋力在经脉中奔腾不息。他的气息瞬间暴涨，从5师境1重巅峰直接跃升至5师境3重，整个人的气质愈发沉稳强大，脸色也恢复了红润。柳如烟靠在他怀里，感受着他体内传来的磅礴气息，脸颊依旧带着未退的绯红，眼神里满是震惊与欣慰。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内劲也增长了不少，5师境2重的修为愈发稳固，之前战斗的疲惫也一扫而空。你的伤好了？柳如烟抬起头，难以置信地抚摸着叶云的后背，那里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只剩下淡淡的疤痕。叶云点点头，紧紧抱住他，声音温柔而坚定，好了，而且突破到了5师境3重。如烟，以后我会更好地保护你。柳如烟眼中泛起泪光，轻轻了一声，将头埋进他的怀里，感受着这份失而复得的安全感。与此同时，青云城内赵家府邸的议事大厅中，气氛凝重的几乎要凝固。赵家主赵烈、孙家主孙涛、林家主林月3人围坐在圆桌旁，脸上没有丝毫灭了叶家的喜悦，反而满是阴霾。桌上摆放着叶家老宅的图纸，上面用红笔圈出了数个重点区域，显然是搜寻过的痕迹。都搜遍了。赵烈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他身材魁梧，脸上的横肉因愤怒而微微抽搐。搜遍了叶家老宅、密室，甚至祖坟都挖了，根本没有找到玄级功法的踪迹。孙涛叹了口气，语气中满是不甘，那可是能突破到武灵境地功法呀。叶苍兰当年就是靠着这部功法，才能以5师境巅峰坐稳青云城第1家族的位置，怎么可能凭空消失？林月是3人中最阴质的一个，他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锐利。叶苍兰为人谨慎，肯定会把功法藏在最安全的地方。如今叶家上下除了叶云那个废物和柳如烟那个女人，全都死了，功法不在他们身上，还能在谁身上？你的意思是功法在叶云和柳如烟手里？赵烈眼中闪过一丝贪婪，那女人可是青云城第1美人，要是能抓住她，不仅能得到功法，还能……他的话没有说完，但语气中的淫邪不言而喻。孙涛和林月也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眼神里满是对柳如烟的觊觎。就在这时，一名浑身是伤、衣衫褴褛的武者跌跌撞撞地冲进大厅，正是之前从黑风岭侥幸逃脱的3大家族成员之一。家主，不好了！那武者跪在地上，气喘吁吁，脸上满是惊魂未定的恐惧。慌什么？赵烈眉头一皱，厉声呵斥：叶云和柳如烟那2个杂碎是不是死了？不是。武者连连摇头，声音带着颤抖。赵管事、孙头领他们全死了，被叶云那个废物杀了。什么？3人同时站起身，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你再说一遍！孙涛冲到武者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眼神凶狠。孙奎可是5师境3重，赵虎也是5师境2重，怎么可能被一个武者3重巅峰的废物杀了？是真的！武者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解释：叶云那个废物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突破到了5师境，而且还掌握了柳如烟的流云掌圆满境界。他先是一掌杀了赵管事，然后又单挑孙头领和其他弟兄，最后虽然被孙头领击中一掌，但还是反杀了孙头领。我们20多个人就活下来我们3个。5师境圆满流云掌，赵烈3人彻底懵了，脸上的震惊无以复加。一个被整个青云城嘲笑了10年的武道废柴，竟然悄无声息地突破到了5师境，还能反杀比他高2个境界的孙奎，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林月失声惊呼，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他一个武者3重巅峰的废物，怎么可能突然突破到5师境，还能越级杀人？千真万确！那武者哭丧着脸，我们亲眼所见，他的气息绝对是5师境，而且战力极强，孙头领的5师境3重掌力都没能彻底杀了他。议事大厅内陷入死寂，赵烈3人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震惊之后是浓浓的杀意与忌惮。此子断不可留！赵烈猛地一拍桌子，怒吼道：一个能从废物突然突破到5师境，还能越级反杀的人，绝对是我们3大家族的心腹大患，必须在他成长起来之前
把他和柳如烟那个女人一起抓回来。没错，孙涛眼中杀意凛然，不仅要夺回玄级功法，还要让那个小子付出代价，为我儿子孙奎报仇。林月也点头附和，眼神里带着贪婪与狠厉。柳如烟那个女人也跑不了，既能得到功法，又能抱得美人归，这一次一定要把他们俩一网打尽。三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决绝与贪婪。赵烈当即下令，立刻召集三大家族所有50境以上的武者，再联合城卫军封锁黑风岭所有出入口，挖地3尺也要把叶云和柳如烟找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尤其是柳如烟，必须完好无损地带回来。是。手下的人轰然应诺，转身快步离去。议事大厅内，三大家族的族长看着黑风岭的方向，眼神阴鸷，杀意腾腾。溶洞内的暧昧气息渐渐散去，晨曦透过岩缝洒下细碎的光斑，映照在相拥而坐的两人身上。叶云轻抚着柳如烟的长发，感受着怀中温软的躯体，旋力在经脉中平稳流转。之前战斗的疲惫与伤势已彻底消散，此刻只觉浑身充盈着磅礴的力量，但这份力量带来的喜悦却被心底翻涌的复杂情绪冲淡了大半。叶云低头看向靠在肩头的柳如烟，目光落在她泛红的耳尖与微微颤抖的睫毛上，心中五味杂陈。眼前的人曾是他喊了10年的柳姨，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是叶苍兰托付给他守护的人。可如今他们之间却发生了超越伦理的亲密，甚至已是第2次双修。第1次的纠结与冲动，在生死绝境的催化下尚可理解，可这第2次虽说是为了疗伤与延续叶家血脉，却让那份禁忌感愈发浓烈。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对柳如烟的情感早已不是单纯的如沐与依赖，而是掺杂了男女间的爱慕与占有欲。可柳姨这2个字如同无形的枷锁，让他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丝愧疚与不安。这道坎他始终难以彻底迈过。叶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纷乱，声音温柔却带着几分刻意的凝重。养如烟，我们该走了。黑风岭虽隐秘，但三大家族绝不会善罢甘休，迟早会搜查到这里。柳如烟的身体猛地一僵，像是被他的声音从某种正松中唤醒。他缓缓抬起头，眼底还残留着未退的潮红，混合着水汽，显得格外迷蒙。听到叶云的话，柳如烟下意识地抓紧了叶云的衣袖，指尖冰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2次双修带来的冲击远比第1次更为强烈。第1次是绝境中的慌乱与被动，而这一次他是在清醒的认知下氤氲的。此刻肌肤相处的余温仿佛还残留在身上，叶云的气息萦绕在鼻尖，让他脸颊发烫，连呼吸都变得有些不自然。他知道自己对叶云的情感早已变质，那份的责任感早已在灭门之痛与生死相依中悄然转化为依赖与爱慕。可这份感情越是浓烈，他便越是羞涩不安。毕竟他比叶云年长数岁，曾是他的长辈，如今却与他如此亲密，甚至要靠着这种方式帮助他疗伤，延续血脉。每次想到这些，柳如烟便觉得脸颊发烫，不敢直视叶云的眼睛，连与他相处都多了几分刻意的躲闪与不自在。我们能去哪？柳如烟的声音带着一丝飘忽，眼神躲闪着，不敢与叶云对视。青云城是回不去了，三大家族的势力太大，族长们的玄力都已达到大武师层级，家族里更是50境武者众多，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抗衡。提及三大家族，他的声音多了几分坚定，似乎是想借此转移注意力，掩饰内心的羞涩与慌乱。叶苍兰在世时便是以大武师级别的玄力震慑青云城，如今三大家族的族长皆达到此等境界，再加上众多50境好手，仅凭叶云如今暴涨的玄力，想要复仇无异于以卵击石。叶云看着他泛红的脸颊与躲闪的眼神，心中的愧疚更甚。他知道柳如烟此刻的羞涩与不自然多半是因他而起，他不再多想，强行压下心头的纷乱，眉头微蹙，指尖轻轻敲击着膝盖，大脑飞速运转，深知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蛰伏而非硬拼。三大家族根基在青云城，势力范围虽广，但也绝非能一手遮天，只要找到一个他们触及不到的地方，便能暂时安稳下来，待玄力再进一步，再图复仇大计。青云城周边的小城池，要么是三大家族的附属势力，要么距离太近，容易被盯上。叶云缓缓开口，语气沉稳，我们需要找一个不远不近，且三大家族势力延伸不到的地方。不远不近，柳如烟低声重复，眼中闪过一丝思索，暂时忘却了羞涩。我倒是想起一个地方，石云城。石云城，叶云挑眉，示意他继续说下去。那是一座中等城池，距离青云城约莫300里路程，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柳如烟回忆着过往的见闻，轻声解释，声音渐渐平稳了些。石云城的掌控者是城主府与本地的几大势力，与青云城素来没有往来，三大家族的手还伸不到那里，而且那里鱼龙混杂，来往的商队与散修极多，我们藏身其中，不易被察觉。叶云沉吟片刻，心中已然有了决断。300里路程，以他如今的玄力速度，带着柳如烟赶路，最多2日便能抵达。石云城既不在三大家族的势力范围内，又能提供暂时的庇护，确实是眼下最合适的去处。好，就去石云城。叶云点头，眼神坚定。等我们在那里站稳脚跟，待玄力足以抗衡三大家族，便回来为叶家报仇。柳如烟眼中泛起一丝暖意，
轻轻了一声，再次将头靠在他的肩头。只是这一次动作轻柔了许多，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感受到叶云坚实的臂膀，心中的羞涩与不安渐渐被安定取代。有叶云在身边，哪怕前路未卜，哪怕身份尴尬，他也多了几分勇气。两人不再耽搁，简单整理了一番。叶云将孙奎等人储物袋中的兵器与少量钱财收进系统储物空间，便带着柳如烟朝着黑风岭外走去。系统空间这个事情，叶云只能对柳如烟含糊过去。走在路上，柳如烟始终与他保持着半步的距离，偶尔不小心碰触到手臂，都会像受惊的小鹿般缩回手，脸颊泛红，眼神躲闪。那份刻意的疏远与不自然，让叶云心中泛起一丝酸涩，却也明白这份尴尬需要时间来化解。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两人身影消失在黑风岭深处的那一刻，青云城外三大家族的人马已然集结完毕。赵烈、孙涛、林月三人亲自带队，率领着数百名玄力凝练的武者，浩浩荡荡地朝着黑风岭进发，将整座山岭团团包围。叶云、柳如烟，这次我看你们往哪跑？赵烈坐在高头大马上，眼神阴鸷，手中长刀直指黑风岭方向。搜，给我仔细搜，哪怕翻遍每一寸土地，也要把他们找出来。数百名武者如同潮水般涌入黑风岭，却不知他们要找的目标早已在半个时辰前便已悄然离去。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堵，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徒劳。2日之后，石云城城门下，叶云与柳如烟并肩而立，望着眼前巍峨的城门与来来往往的人群，眼中闪过一丝释然。一路赶路，虽有小股妖兽出没，但都被叶云以圆满刘云长轻松解决，并未遇到三大家族的追兵。只是这2日相处，柳如烟始终带着几分羞涩，话不多，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跟在叶云身后，偶尔眼神交汇也会迅速移开，气氛始终带着一丝微妙的尴尬。石云城果然名不虚传，城门高大雄伟，街道宽阔整洁，来往行人衣着各异，有挎着兵器的散修，有赶着马车的商队，还有穿着华贵的本地豪强，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我们先找个客栈住下，再做打算。叶云低声说道，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此地鱼龙混杂，人心难测，谨慎为上。柳如烟点头，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的锦袋，里面装着他从叶家带出的一些碎银与铜钱，足够2人在客栈住上一段时日。他的动作轻柔，指尖依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显然还未完全适应与叶云如今的关系。2人沿着街道前行，最终选择了一家名为悦来客栈的中等客栈。叶云上前订了一间上房，店小二领着2人上楼时，眼神却不由自主地在柳如烟身上流连。柳如烟本就容貌绝世，是青云城第一美人，即便经过2日赶路，略显风尘，却依旧难掩其倾城之姿。肌肤银白如玉，眉眼含情，哪怕只是随意站在那里，也足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叶云心中一凛，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柳如烟的样貌太过出众，在这鱼龙混杂的石云城，难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被有心人认出，泄露行踪。回到房间，叶云关上房门，神色严肃地看向柳如烟。如烟，你的样貌太过惹眼，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我们必须想办法遮掩一下。柳如烟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叶云的意思，脸颊瞬间染上绯红，眼神中带着一丝羞涩与犹豫。让他穿男装，还要在陌生的城池里以男子身份示人，这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可想到叶云的顾虑，想到2人如今的处境，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叶云叮嘱道，你在房间里待着，不要随意走动，我去就会。你小心些。柳如烟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担忧，随即又迅速低下头，掩饰住眼底的羞涩。叶云应声离去，沿着客栈附近的街道寻找成衣铺。石云城果然繁华，不多时便找到了一家门面整洁的铺子。他根据柳如烟的身形，挑选了一套青色劲装，材质坚韧，尺寸略宽松，刚好能遮掩她玲珑的曲线，又不会显得太过突兀。付了钱后，他便快步返回客栈。回到房间，叶云将青色劲装递到柳如烟面前，你换上这套衣服，扮成男子模样，虽然未必能完全瞒住人，但至少能减少不少不必要的关注。柳如烟接过衣服，指尖触碰到布料的温度，脸颊瞬间染上绯红，连耳根都热了起来。想到自己要穿上叶云亲自挑选的男装，扮成男子的模样在陌生城池行走，他便觉得羞涩不已，心脏砰砰直跳，手都有些微微发颤。我去那间换。他低声说了一句，便拿着衣服快步走进内间，轻轻关上了房门，仿佛身后有什么追赶一般。叶云看着他略显仓促的背影，心中暗叹一声。经历了这许多事，他的羞涩与不自然，他都看在眼里，也明白这份尴尬需要时间慢慢磨合。片刻后，内间的门缓缓打开，柳如烟走了出来。叶云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瞬间便是一怔。柳如烟身着青色劲装，宽大的衣衫虽遮掩了她玲珑的曲线，却更显身姿挺拔修长。她将长发高高竖起，用客栈提供的一根简单木簪固定，露出了光洁饱满的额头与修长白皙的脖颈。原本萦绕在眉宇间的妩媚，此刻添了几分英气，却依旧难掩那份惊心动魄的美丽。所谓男生女相，大抵便是如此。他即便扮成男子，那份绝世容颜也无法被衣物完全遮掩，反而多了一种雌雄莫辨的独特韵味，比寻常女子更显夺目，比普通男子更添柔和，反倒更容易引人注意。
这柳如烟看着叶云怔愣的模样，脸颊愈发绯红，下意识地拢了拢胸前的衣衫，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声音带着几分局促：“是不是还是太显眼了？要不我再把头发放下来？”叶云回过神，心中暗叹，果然美人无论怎么打扮，都难以掩盖其风华。他摇了摇头，语气带着几分无奈，却也难掩赞叹：“已经很好了，只是你本身太过出众，即便扮成男子，也难免会引人侧目。以后出门尽量低着头，少说话，避免与人起冲突便好。”柳如烟轻轻点头，心中有些不安，却也知道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她抬手抚了抚竖起的长发，感受着身上陌生的男装，那份羞涩与不自然愈发浓烈，连带着眼神都变得更加躲闪，不敢与叶云长时间对视，只能将目光落在脚下的地板上。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夹杂着粗鲁的呵斥与女子的哭泣声，隐约还能听到城主府强抢民女等字眼，打破了客栈的宁静。叶云眉头一皱，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刚到石云城便遇到这种事情，看来这座城池也并非表面上那般平静。你在房间里待着，不要出去，我下去看看。叶云对柳如烟吩咐道，起身便要下楼。等等！柳如烟急忙拉住他的衣袖，眼中满是担忧，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外面危险，我们刚到这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以免惹祸上身。”他如今满心都是叶云的安危，生怕他因为管闲事而遭遇危险。那份羞涩在担忧面前暂时退居了二线。叶云回头看向他，眼神坚定：“我去看看情况，不会轻易卷入。若是真有人仗势欺人，我虽暂时不想惹麻烦，但也绝不会坐视不理。”说完，叶云轻轻拍了拍柳如烟的手，示意她放心，随即转身下楼，融入了楼下的喧闹之中。柳如烟站在房间里，心中忐忑不安，双手紧紧攥在一起，只能祈祷叶云不要遇到危险。悦来客栈的一楼大堂，原本喧闹的用餐氛围被一阵粗暴的踹门声骤然打破。叶云刚走下楼梯，便见7、8名身着黑色劲装、腰佩弯刀的汉子簇拥着一名锦衣女子闯了进来。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眼神凶厉如鹰，周身玄力波动，沉凝如山，赫然达到了武士境5重的层次，煞气凛然，绝非寻常恶奴，反倒像是城主府豢养的亲卫将士。那锦衣女子约莫16、17岁年纪，身着一袭水绿色绫罗裙，裙摆绣着精致的缠枝莲纹样，腰间系着羊脂白玉佩。虽被2名汉子架着胳膊，发丝微乱，却难掩清丽容颜。柳叶眉紧蹙，杏眼含着泪光，却透着倔强，琼鼻挺翘，唇瓣因用力抿着而泛着粉润，肌肤银白如玉，一身装扮精致华贵，一看便知出身不凡，绝非普通百姓家的女儿。放开我！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恶奴！女子挣扎着，声音带着哭腔，却不失傲骨，死死瞪着为首的光头大汉：“我乃城南苏家嫡女苏婉清，我爹定会禀明城主，治你们的罪。”光头大汉吴奎嗤笑一声，语气轻蔑至极：“苏家嫡女，在石云城，城主府的话就是天。我们家少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识相的就乖乖跟我们回去，做个少夫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然……”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就别怪我们动粗，把你绑回去，丢在少爷床上。”呸！你们家少爷赵天恒就是个无恶不作的纨绔，我死也不会从他。苏婉清气得浑身发抖，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却依旧倔强地扭动着身体，不肯屈服。周围的食客见状，纷纷停下碗筷，眼神各异，却无一人敢上前劝阻。有人面露同情，摇头叹息；有人事不关己，低头扒拉着饭菜；还有人悄悄交头接耳，声音压得极低，生怕被城主府的人听到。这不是苏家的苏小姐吗？苏家做的是玉石生意，在石云城也是有头有脸的，怎么会被赵天恒盯上？还能为啥？赵天恒那纨绔，见了漂亮姑娘就走不动道。之前城东张铁匠的女儿就是被他强抢回去，没过半个月就被折磨死了。嘘，小声点！吴奎可是城主府的亲卫队长，武士境5重的实力，身边的手下也都是武者境后期的好手，咱们招惹不起啊。苏小姐也是可怜。叶云挑了挑眉，找了个靠近大堂中央的空位坐下，招手叫过店小二，点了一壶清茶。他指尖摩挲着杯沿，神色莫名地看着眼前的闹剧，玄力感知悄然铺开。吴奎的玄力最为浑厚，武士境5重名副其实，其余7名手下皆是武者境后期的修为，玄力凝练，动作间带着章法，显然受过正规训练。这般实力配置用来强抢民女，足见城主府的嚣张跋扈。而那苏婉清身上毫无玄力波动，显然没有修炼过武道，在这些人面前毫无反抗之力。信酒不吃吃罚酒。吴奎被苏婉清的倔强惹恼了，脸色一沉，厉声道：“替我带走！要是再敢挣扎，就打断你的腿。”2名手下应声上前，架起苏婉清便要往外走。苏婉清奋力挣扎，目光却在大堂内快速扫过，最终落在了神色平静的叶云身上。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趁着被拖拽的惯性，脚下忽然一崴，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叶云的方向撞去。砰的一声轻响，他的肩膀重重撞在叶云的手臂上，一个小巧的丝质荷包悄然滑进了叶云的掌心。叶云心中一动，指尖下意识地握紧，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荷包里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本子。而苏婉清撞过来的瞬间，嘴唇微动，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公子，
求你保全此物。苏家上下感激不尽。他的眼神带着急切与恳求，一闪而逝，随即又恢复了之前的绝望与愤怒，继续哭喊着挣扎：放开我！你们这些恶奴！吴奎等人停下脚步，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叶云。一名手下厉声呵斥：小子，没长眼睛吗？敢挡我们城主府的路！叶云神色未变，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只是缓缓放下茶杯，语气平淡地说道：失手而已，何必小题大做？他掌心的荷包早已被悄悄收进了怀中，动作自然的毫无破绽。吴奎皱着眉头，上下打量了叶云一番，见他衣着普通，身上玄力内敛，看不出深浅，心中虽有疑虑，却也没放在心上。在石云城，还没人敢公然跟城主府作对。他冷哼一声，摆了摆手：少废话，带走。苏婉清被拖拽着往外走，路过叶云身边时，他悄悄抬眼，飞快地看了叶云一眼，眼中满是感激与托付之意，随后便被强行拉出了客栈大门，哭声渐渐远去。吴奎等人紧随其后，临走时，他还特意回头瞪了叶云一眼，眼神中带着警告，仿佛在说不该管的别管。叶云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神色依旧淡定如初，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周围的食客见风波平息，也纷纷松了口气，看向叶云的眼神中带着几分好奇。这少年胆子倒是不小，被城主府的人呵斥，竟还能如此镇定。待吴奎等人彻底离去，客栈大堂的气氛才渐渐恢复如常。叶云又坐了片刻，确认没有后续麻烦，才放下茶杯，起身悠悠地走上楼梯。回到房间，柳如烟立刻迎了上来，脸上满是担忧，眼神急切地上下打量着他。鱼儿，怎么样？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你没事吧？叶云摇了摇头，语气平静：没事，只是城主府的人强抢民女，已经走了。柳如烟松了口气，随即眉头微蹙：城主府竟然如此嚣张，这石云城水很深，但暂时与我们无关。叶云打断他，从怀中掏出那个丝质荷包，打开后取出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递到柳如烟面前。你看这个。柳如烟好奇地接过本子，只见封皮上用毛笔写着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清风步。他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步法的修炼口诀与图谱，玄奥精妙，字里行间透着古朴的气息，一看便知绝非普通武技。这是……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震惊，皇级上品武技清风步。也不怪柳如烟震惊，他所学的那个流云掌也不过才皇级中品等级，可在叶家或者说在青云城都算得上等级超高的武技。叶云语气平淡，却难言底的了然。刚才那个苏婉清并非意外撞我，而是故意将这武技托付给我。故意的。柳如烟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他是怕这武技落入城主府手中。应该是。叶云点头，指尖划过封皮上的字迹。苏家是商户，没有足够的武力保护祖传武技，赵天恒强抢苏婉清，恐怕不仅是贪图她的美色，更是觊觎苏家的财富与这门武技。苏婉清无力反抗，便只能找个陌生人托付，希望能保全此物。说完这些话之后，看了一眼清风步，随后叶云继续：所以现在不如我们先修炼一下这个武技，增强自身实力。柳如烟将清风步的图谱摊在桌上，指尖划过玄奥的口诀，眉宇间带着几分思索与担忧。鱼儿，这清风步是苏家的祖传武技，我们就这样留下修炼，会不会不太好？而且苏小姐还在城主府手里，处境堪忧。叶云靠坐在椅上，指尖摩挲着杯沿，神色莫名，闻言淡淡开口：既然是他主动托付，便是信得过我，我们先好好收着，潜心修炼，也不算辜负他的托付。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至于苏婉清，城主府势力庞大，吴奎更是武士境5重的修为，我们现在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救他。与其纠结于此事，不如尽快提升实力，等日后有了足够的底气，再做打算。柳如烟沉默片刻，终究是点了点头。他也明白叶云说的有理，眼下他们最要紧的是在石云城站稳脚跟，而提升实力是唯一的途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修炼吧。皇级上品武技，若是能练成，对你的身法提升定然大有裨益。好。叶云颔首，将清风步拿了过来，仔细翻阅起来。口诀玄奥，图谱精妙，每一个动作都要求身形与旋律完美契合，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奥的武道智理。叶云按照图谱上的姿势尝试着迈出第一步，旋律顺着经脉流转，却总觉得滞涩不畅，动作僵硬，与图谱上的行云流水相去甚远。柳如烟也在一旁跟着修炼，她虽没有武道根基，但悟性尚可，勉强能模仿出动作的雏形，却也同样无法将旋律融入其中，进步缓慢。时间一点点流逝，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房间内只剩下2人略显笨拙的脚步声与旋律运转的细微声响。叶云停下动作，眉头紧蹙，脸上带着一丝颓然。一下午的时间，他反复揣摩口诀，练习动作，可清风步依旧毫无进展，甚至连入门都算不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武道天赋确实很差，悟性也远不及常人。看来我终究还是得依靠系统。叶云心中暗叹，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武道天赋与悟性不足，便只能靠系统来弥补，而双修便是他快速变强的唯一捷径。他抬眼看向一旁的柳如烟，只见他也停下了动作，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脸颊泛红，
带着几分疲惫与泄气，轻轻摇了摇头。这清风步也太难了，练了一下午，一点头绪都没有。叶云看着他泛红的脸颊与微微喘息的模样，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燥热。柳如烟身着青色劲装，竖起的长发散落了几缕，贴在光洁的额头上，雌雄莫辨的容颜在灯火下更显妩媚。那份因修炼而流露的娇憨与疲惫，更是充满了诱惑。叶云忽然想起了系统的规定，不能与同一个目标连续3次进行双修，必须间隔3天。叶云的目光变得灼热起来，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他站起身，缓步走向柳如烟，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如烟，既然练不成，就先不练了，我们换一种方式提升实力。”柳如烟抬起头，疑惑地看向他，换一种方式。当他对上叶云灼热的目光时，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脸颊唰的一下变得通红，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眼神躲闪着，不敢与叶云对视，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身体微微颤抖，带着几分羞涩与慌乱。现在吗？柳如烟的声音细若文瑞，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抗拒，却又没有完全躲开。叶云点头，脚步不停，一步步逼近他，眼中的欲望毫不掩饰。柳如烟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只能抬起头，眼中带着水汽，既有羞涩，又有几分期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欲拒还迎的模样，让叶云心中的火焰愈发炽烈。雨儿，他轻轻唤了一声，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没有再反抗。看着他泛红的脸颊，躲闪的眼神，以及微微抿起的唇瓣，叶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燥热与冲动。他猛地伸出手，将柳如烟紧紧搂入怀中，低头吻上了她的唇瓣。柳如烟的身体僵硬了一瞬，随即变软了下来，闭上双眼，青涩地回应着他的吻。怀中的躯体温软馨香，带着女子独有的芬芳，彻底点燃了叶云的欲望。他抱起柳如烟，一步步走向床边，将她轻轻放在床上，随后俯身压了上去。灯光摇曳，映照在两人交缠的身影上，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而炽热。与此同时，石云城主府内一间奢华的大殿中，气氛却冰冷的吓人。赵天恒身着锦袍，坐在主位上，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手中的玉杯被他死死攥着，指节发白，下一秒仿佛就要碎裂。他面前，吴奎低着头，浑身瑟瑟发抖，大气不敢出。废物，一群废物！赵天恒猛地将玉杯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厉声呵斥：“我让你们去抓苏婉清，你们就是这么办差的！”吴奎吓得双腿一软，险些跪倒在地，连忙说道：“少爷息怒，我们已经把苏婉清给您带回来了，就关在偏院。您要是满意，现在就能。”满意？赵天恒冷笑一声，眼神阴鸷：“我让你们去抓他，难道就只是为了缠他的身子？”吴奎愣了一下，脸上满是茫然。在他看来，自家少爷向来好色，苏婉清在石云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少爷强抢她回来，不就是为了满足私欲吗？可看少爷的模样，显然并非如此。少爷，那您的意思是？吴奎小心翼翼地问道。“我要的是清风步，是苏家的祖传武技清风步。”赵天恒怒吼道，怨气冲天：“我早就调查过，苏婉清一直随身携带清风步的秘籍，可你们把她带回来，搜遍了她的身上和随身物品，连秘籍的影子都没找到。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奎心中一惊，连忙解释：“少爷，我们真的搜过了，苏婉清身上除了一些金银首饰，什么都没有。会不会是她早就把秘籍藏起来了？”藏起来？赵天恒眼神一沉：“苏家那老东西油盐不进，我用苏家上下的性命威胁他都不肯交出清风步。苏婉清是他的宝贝女儿，定然把秘籍带在身上，一定是你们办事不力，让他把秘籍给丢了，或者交给别人了。”他来回踱步，语气中带着一丝焦躁：“我为了扣住苏婉清，已经顶着不少压力了。苏家在石云城经营多年，人脉不少，那些老东西已经在暗中联络官员，再过1日，我恐怕就顶不住了，只能把人交出去。”赵天恒猛地停下脚步，死死盯着吴奎，眼神凶狠：“吴奎，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哪怕是把石云城翻过来，也要在1日之内找到清风步。若是找不到，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是，属下遵命。”吴奎吓得浑身冷汗直流，连忙磕头应诺，心中却是叫苦不迭。石云城这么大，要在1日之内找到一本不知下落的秘籍，简直比登天还难。可他不敢违抗赵天恒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领命。吴奎匆匆退出大殿，心中盘算着该如何寻找清风步。他忽然想起了在悦来客栈遇到的那个少年，苏婉清曾不小心撞过他，会不会？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吴奎眼神一狠，立刻召集人手，朝着悦来客栈的方向而去。而此时的客栈房间内，叶云与柳如烟正沉浸在双修的炽热氛围中，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客栈房间内，暧昧的余温尚未散去，烛火摇曳着，将两人交缠的身影拉得绵长。叶云拥着怀中温软的躯体，旋律在经脉中奔腾不息，远比之前更为浑厚凝练，周身气息沉稳而磅礴。经过这场双修，叶云的实力已然突破至武师境4重巅峰，距离武师境5重仅一步之遥。指尖划过柳如烟细腻的肌肤，能清晰感受到她体内同样暴涨的旋律，虽不及她这般迅猛，却也稳稳站在了武师境2重巅峰，距离下一层级仅差一线。双修结束，
触发暴击倍数2倍，普通暴击，掠夺目标旋力加双修本源之力，宿主修为突破至武士境4重巅峰，目标受反哺，修为突破至武士境2重巅峰。系统的提示音悄然消散，叶云低头看着依偎在怀中的柳如烟，她的脸颊依旧泛着诱人的绯红，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眼底残留着未退的潮红与一丝慵懒，竖起的长发散落了大半，青丝如瀑般铺散在她的手臂上，带着淡淡的馨香，让人沉醉。鱼儿，柳如烟轻轻呢喃一声，声音软糯，带着刚经历过亲密的沙哑。她抬手搂住叶云的脖颈，将脸颊埋进他的胸膛，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心中满是安宁与依赖。叶云收紧手臂，将他抱得更紧，下巴抵在他的发顶，声音温柔：如烟，我们都突破了。柳如烟轻轻应着，指尖在他的胸膛上无意识地划过。你的旋律好强，以后我会更强，永远保护你。叶云低头，在他的额头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语气坚定。房间内的氛围愈发暧昧，两人依偎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体温与心跳，仿佛世间只剩下彼此，所有的危险与纷争都暂时被隔绝在外。就在这时，叶云的耳朵微微一动，眉头骤然蹙起，窗外传来几声极轻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客栈老板略显惶恐的低语。虽然声音压得极低，却依旧逃不过他突破后更为敏锐的感知。其中一道声音，赫然是下午在客栈大堂遇到的城主府亲卫队长吴奎。警铃瞬间在叶云心中大作，他猛地收紧手臂，语气急促而严肃：如烟，快穿衣服，有人来了。柳如烟也瞬间清醒过来，脸上的慵懒与羞涩褪去，她连忙点头，挣扎着从叶云怀中起身，手忙脚乱地穿上衣物。叶云也迅速披好衣服，眼神锐利地盯着房门，旋力悄然运转，做好了战斗准备。砰一声巨响，房间的木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木屑飞溅，紧接着几道黑色的身影如同饿狼般冲了进来，手中弯刀闪烁着寒光，直指床榻方向。小子，拿命来！领头的正是吴奎，他眼神凶厉，看到房间内的叶云，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意。可当他看清房间内的景象以及床边敞开的窗户时，脸色微微一变。只有叶云一人。叶云早有防备，在房门被踹开的瞬间，便以身形闪动，避开了第一道攻击。他眼神一冷，体内浑厚的旋力瞬间灌注于手掌，黄级中品武技流云掌全力施展，掌风呼啸，带着磅礴的气势，朝着冲在最前面的2名黑衣汉子拍去。噗噗2声闷响，那2名黑衣汉子甚至没能反应过来，便被掌风击中胸口，口中喷出鲜血，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墙壁上，抽搐了几下便没了动静。吴奎见状，脸色愈发阴沉，厉声喝道：果然是你小子！苏婉清的清风步是不是在你手里？叶云没有回答，他知道此刻不是恋战的时候，柳如烟刚从窗户下去，还需要时间远离客栈。他眼神一凝，身形闪动，避开了旁边几名黑衣汉子的围攻，同时反手一掌又拍飞一人。想走没门！吴奎怒吼一声，体内武士境5重的旋力轰然爆发，他身形一闪，便朝着叶云扑了过来，手中弯刀劈出一道凌厉的刀气，直指叶云的要害。叶云眼神一凛，不敢应接，脚下步伐展开，身形如同鬼魅般侧身避开刀气，同时脚尖一点，身形朝着敞开的窗户跃去。哪里逃！吴奎见状，怒吼着追了上去，可叶云的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已跳出窗户，消失在夜色中。追！给我追！吴奎气得暴跳如雷，他指着身边的手下，分成2队，搜，就算把整个石云城翻过来，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是！手下们轰然应诺，纷纷朝着窗外跃去，四散开来追击。吴奎站在窗边，看着叶云消失的方向，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没想到这小子不仅实力不弱，速度还这么快，竟然从他眼皮子底下跑了。而且看这情形，那苏婉清的清风步10有8九就在这小子手里。该死！吴奎怒骂一声，一拳砸在窗框上，木质的窗框瞬间碎裂。他知道闹了这么大的动静，肯定已经惊动了不少人，再追下去也未必有结果，只能先回去禀报赵天恒，再做打算。与此同时，石云城偏僻的小巷中，叶云与柳如烟正飞速狂奔。叶云拉着柳如烟的手，脚下步子施展到极致，身形如同2道残影，在错综复杂的小巷中穿梭。柳如烟紧紧跟在他身后，体内旋力运转，尽力跟上他的速度，脸上满是焦急。鱼儿，他们为什么会找到我们？柳如烟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问道。应该是吴奎起了疑心，猜到清风步在我手里。叶云语速极快，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城主府的人肯定已经封锁了附近的街道，我们得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2人又跑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确认身后没有追兵后，才钻进一处废弃的破庙中。破庙早已荒废，四处漏风，蛛网遍布，却暂时是个安全的藏身之处。柳如烟靠在墙壁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颊因剧烈运动而泛红，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看着叶云，眼中满是担忧。鱼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城主府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躲着。叶云站在破庙门口，警惕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闻言沉吟片刻，大脑飞速运转。吴奎已经认出了他，石云城是城主府的地盘，
他们无论躲到哪里，都有可能被找到。而且赵天恒急于得到清风部，肯定会动用更多的人手搜寻他们，继续躲下去，迟早会被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叶云转过身，眼神坚定地看着柳如烟。只有一个办法，和苏家合作。苏家？柳如烟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你是说苏婉清的家族？没错。叶云点头。赵天恒扣着苏婉清，目的是为了清风部。苏家想要救回苏婉清，也必然会对抗城主府。我们手里有清风部，这就是和苏家合作的筹码。只要能和苏家联手，不仅能借助苏家的力量摆脱城主府的追杀，还能救出苏婉清，归还清风部，彻底解决这件事。柳如烟沉吟片刻，觉得叶云说的有理。可我们怎么联系苏家？而且苏家会不会相信我们？苏家在石云城经营多年，肯定有自己的眼线。只要我们能找到苏家的人，表明身份与来意，再拿出清风部作为凭证，他们必然会同意合作。叶云语气笃定。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你安置好。我独自一人去联系苏家，多一个人，多一份危险。柳如烟眼神一紧，连忙说道：我跟你一起去，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不行。叶云断然拒绝。城主府的人现在到处在找我们，你跟我一起去太危险了，你留在这里，等我联系上苏家就来接你。他顿了顿，语气温柔了许多。相信我，我会保护好自己，也会尽快回来接你。看着叶云坚定的眼神，柳如烟知道他心意已决，只能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担忧。那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出事。放心吧。叶云抬手轻轻擦拭掉他脸颊上的汗珠，我会尽快回来。叶云将破庙的环境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危险后，才对柳如烟叮嘱道：你待在这里，不要随意走动，我联系上苏家后会第一时间来接你。柳如烟含泪点头，看着叶云的身影消失在破庙门口，心中满是忐忑与牵挂。叶云走出破庙，将身形隐匿在夜色中，朝着城南苏家的方向而去。他知道这一趟行程必然充满危险，但为了他和柳如烟的安危，也为了彻底解决眼前的麻烦，他必须冒险一试。石云城城南苏府正厅内灯火通明，烛火跳动间映照着一张张凝重而悲愤的脸庞。苏家家主苏振南身着深蓝色锦袍，端坐于主位之上，鬓角微霜，平日里温和的面容此刻布满了狰狞的怒意，双手死死攥着乙柄，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周身气息沉凝，显然已怒到了极致。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苏振南猛地一拍桌案，上好的梨花木桌案瞬间裂开一道细纹，他怒吼道：赵天恒那个纨绔，城主府一手遮天也不能如此，无法无天。婉清是我的掌上明珠，他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这是把我们苏家当成软柿子捏了吗？厅内两侧几名苏家的长老垂手而立，脸色同样难看至极。苏家虽是石云城有名的商户，家底丰厚，人脉颇广，但终究是以经商为主，并无强大的武道势力支撑。而城主府手握兵权，武师境强者众多，两者实力相差悬殊，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家主息怒，一名须发洁白的大长老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城主府势大，我们苏家根本无力抗衡。之前赵天恒虽也横行霸道，却从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针对我们苏家，这次他突然出手，恐怕目的并不简单。目的还能有什么目的？苏振南眼神赤红，声音沙哑，无非是看中了婉清的容貌。那个畜生仗着他爹是城主，祸害了多少良家女子，婉清落在他手里，还不知道要遭受什么折磨。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哽咽，眼中满是心痛与无力。家主，依我看，事情或许并非如此。右侧一名身材微胖的二长老开口说道，他眼神闪烁，语气带着几分试探。赵天恒虽好色，但向来是拿钱砸人，或是暗中使绊子，从未如此大张旗鼓的强抢。我猜他的真正目标恐怕是我们苏家的祖传武技清风步。苏振南闻言，脸色微微一变。清风步？可这消息只有我们苏家高层知晓，赵天恒怎么会知道？清风步是苏家的镇族之宝，皇级上品武技，正是靠着这门武技，苏家先祖才能在乱世中立足，创下如今的家业。这消息一直被苏家严格保密，除了几位长老与苏婉清之外，从未对外泄露过半分。二长老眼神闪烁了一下，连忙说道：或许是不小心走漏了风声吧。不过家主放心，婉清向来聪慧，定然知道清风步的重要性，不会轻易让他落入赵天恒手中。只要清风步还在，赵天恒就不会太过为难婉清，我们还有时间想办法营救。苏振南沉默不语，目光死死地盯着二长老，眼神越来越冷，带着一丝令人心悸的阴狠。厅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其他几名长老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纷纷看向苏振南与二长老，面露疑惑。良久，苏振南缓缓开口，声音冰冷刺骨：不小心走漏了风声。二长老，你觉得我会相信吗？二长老脸色一变，强装镇定地说道：家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苏振南猛地站起身，手指指二长老，怒喝道：你这个叛徒，是你把清风部的消息泄露给赵天恒的，对不对？哗！此言一出，厅内顿时一片哗然，其他几名长老纷纷震惊地看向二长老，满脸难以置信。二长老脸色煞白，眼神慌乱，连忙摆手：家主，您冤枉我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背叛苏家的事情？婉清可是我的亲侄女啊，我怎么可能害她？亲侄女？苏振南冷笑一声，语气中满是嘲讽。从婉清被抓走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事情不对劲。清风部的消息如此隐秘，除了我们几个老家伙，就只有婉清知道。我暗中调查了一番，发现你在婉清出事前几日，曾多次与赵天恒的人秘密接触。你敢说这是巧合吗？二长老的脸色愈发苍白，身体微微颤抖起来。他张了张嘴，还想辩解，却被苏振南打断。你以为我没有证据？我已经查到，赵天恒许诺给你一座矿山，还有武士境的修炼资源。为了这些利益，你竟然不惜背叛家族，牺牲自己的亲侄女。李长老，你好狠的心啊！所有的辩解在铁证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二长老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去，他瘫软在地，眼神绝望，再也不做辩解，反而露出了一丝狰狞。是我告诉赵天恒的，那又怎么样？苏家不过是个商户，就算有清风部又能如何？根本无法与城主府抗衡，跟着苏家永远也成不了气候。赵天恒给我的是苏家永远给不了的，你找死！苏振南怒不可遏，体内玄力轰然爆发，他身形一闪，便已冲到二长老面前，一掌拍在他的胸口。噗！二长老口中喷出鲜血，身体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墙上，气息瞬间断绝。解决了叛徒，苏振南的脸色依旧阴沉，他深吸一口气，看向其他几名长老。现在叛徒已除，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救出婉清，夺回清风部。各位长老有什么好办法，尽管说出来。几名长老面面相觑，皆是面露难色。城主府事大，他们根本无从下手。家主，城主府守卫森严，赵天恒身边还有吴奎那样的武士境五重强者守护，我们根本无法强行救人啊！大长老叹了口气，语气中满是无奈。或许我们只能答应赵天恒的要求，用清风部换回婉清。不行！苏振南断然拒绝。清风部他没有在隐藏身份，以真面目示人，既然是来合作，诚意必不可少。苏振南眼神一凝，警惕地看着叶云：你是谁？为何会出现在我苏府？又凭什么说能救出婉清？其他几名长老也纷纷戒备起来，看向叶云的眼神中满是警惕。这少年突然闯入，来历不明，实在让人难以信任。叶云神色平静，缓缓开口：我叫叶云，只是一名路过石云城的散修，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苏小姐的托付，手中握着清风部的秘籍。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苏振南与几名长老，语气笃定：赵天恒抓走苏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清风部。如今清风部在我手中，他定然不会轻易伤害苏小姐。只要我们联手，定能找到机会救出苏小姐，同时还能给城主府一个教训。苏振南与几名长老闻言，脸色皆是一变。他们没想到这少年竟然真的持有清风部，而且还主动提出要与苏家合作。苏振南眼神复杂地看着叶云，心中充满了疑虑。这少年来历不明，实力却不弱，他真的是单纯的想帮助苏家吗？还是说他另有图谋？叶云看出了他们的疑虑，淡淡开口：我与城主府无冤无仇，但看不惯他们强抢民女，横行霸道的行径，而且城主府的人已经盯上了我，我需要苏家的帮助摆脱他们。我们合作是互利共赢。苏振南沉默片刻，眼神逐渐变得坚定。眼下这或许是救出婉清的唯一机会，无论这少年的目的是什么，只要能救出婉清，夺回清风部，他都愿意一试。好，我信你一次。苏振南看着叶云，语气郑重：如果你真能救出婉清，我苏家定有重谢，但如果你敢耍花招，我苏振南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会放过你。苏府正厅内，叶云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眼神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缓缓开口：我的条件很简单，救出苏婉清之后，让她做我的女人。其实叶云大可以不必这么做，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底线的，没办法，素质还是有些高。你说什么？此言一出，如同平地惊雷，瞬间炸响在正厅之中。苏振南猛地站起身，脸色长得通红，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怒，指着叶云的手指都在颤抖。无耻，简直无耻之极！婉清是我的女儿，是苏家的掌上明珠，你竟敢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简直是痴心妄想，绝不可能！他周身玄力轰然爆发，武士境6重的气息席卷开来，显然已被叶云的条件彻底激怒。女儿落入虎口已是锥心之痛，如今这陌生少年竟想趁人之危夺走女儿的清白，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家主说的对，这小子简直是趁火打劫，绝不能答应他，太过分了！我们就算拼了苏家上下，也绝不会让婉清小姐受此屈辱。几名长老也纷纷怒斥，看向叶云的眼神中满是鄙夷与愤怒。在他们看来，叶云此举与赵天恒的强抢民女并无二致，甚至更为卑劣。叶云脸上的笑意不变，仿佛没看到众人的愤怒，淡淡开口：无理。可若是没有我，你们觉得凭苏家的实力能从城主府救出苏婉清吗？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尖锐的穿透力，瞬间让正厅内的怒斥声戛然而止。苏振南脸色一僵，眼中的愤怒渐渐被无力取代。叶云说的没错，城主府势大，吴奎更是武士境5重的强者，苏家根本无力抗衡。若是没有叶云的帮助，
婉清恐怕真的要落入赵天恒手中，下场不堪设想。就算如此，此事也绝对不行。苏振南咬着牙，语气坚定：“你走吧，我苏家就算毁于一旦，也绝不会接受如此屈辱的条件。”哦，是吗？叶云挑眉，缓缓从怀中掏出那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轻轻放在桌案上。若是加上这个呢？封皮上清风部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烛火下格外醒目。苏振南与几名长老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脸色齐齐一变，眼中满是震惊。那赫然是苏家的祖传武技清风部的秘籍。苏振南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眼神死死地盯着桌案上的秘籍，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一边是女儿的清白与安危，一边是苏家传承100年的根基，两者如同2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痛苦地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女儿娇俏的脸庞，又想到清风部对于苏家的重要性，脸色变幻不定。若是失去清风部，苏家迟早会被其他势力吞并。可若是不答应叶云的条件，婉清不仅救不出来，清风部也可能永远落入城主府手中。良久，苏振南猛地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抹狠戾，死死地盯着叶云：“你真的能救出婉清？”叶云感受到他眼中的挣扎与决绝，不再犹豫，体内武师境4重巅峰的玄力毫无保留地轰然爆发，磅礴的气息如同无形的山岳，瞬间笼罩了整个正厅，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苏振南脸色骤变，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惊涛骇浪。他没想到，这少年看似年轻，修为竟然如此深厚，虽比他低2重境界，可这股气势凌厉而霸道，竟让他都感到一阵心悸，仿佛面对的是一头即将苏醒的猛兽。几名长老更是不堪，脸色苍白，身体微微颤抖，几乎要站立不稳。他们终于明白，眼前这少年绝非普通散修，而是真正的武道强者。叶云收敛了部分气息，语气依旧平静：“我既然敢提出条件，就有把握救出苏婉清，而且我可以保证，救出她之后，绝不会强迫她做任何事。是否愿意跟我，全看她自己的意愿。我要的，只是一个公平追求她的机会。”苏振南浑身一震，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他没想到叶云会说出这样的话，心中的抗拒劲不自觉地减弱了几分。看着桌案上的清风部秘籍，又想到女儿在城主府中不知遭受着怎样的折磨，心中的天平终于彻底倾斜。苏振南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深深的无奈与憋屈，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好，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安全救出婉清，并且归还清风部，我就给你追求她的机会。家主！几名长老惊呼出声，满脸难以置信。苏振南摆了摆手，语气疲惫：“事已至此，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婉清，为了苏家，只能如此。”叶云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收起清风部秘籍，追求的机会简直是个笑话。放心，你们以后会庆幸今天的决定，跟我合作，我不会亏待苏家。他顿了顿，眼神锐利。现在，你们只需耐心等待，做好坚硬的准备。具体的营救计划，我自有安排，等我消息即可。话音落下，叶云身形一闪，如同鬼魅般掠出正厅，消失在夜色之中，只留下满厅神色复杂的苏家人。苏振南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浑身泄了气，眼中满是痛苦与无奈。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叶云真的能救出婉清。与此同时，城主府内，赵天恒的寝殿中依旧灯火通明。废物，都是废物！赵天恒将手中的玉佩狠狠摔在地上，碎片四溅。他脸色狰狞，对着面前的吴奎怒吼道：“让你找个人搜一本秘籍，你竟然办得如此狼狈，不仅让那小子跑了，还闹得满城风雨。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吴奎跪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额头冷汗直流。少爷息怒，属下已经加派人手，封锁了石云城的所有出入口，全城搜捕那小子。可那小子狡猾得很，而且实力不弱，速度极快，属下实在是什么？赵天恒打断他，眼神阴鸷：“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哪怕是把石云城翻过来，也要在天亮之前找到那小子，夺回清风部。若是办不到，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是，属下遵命。吴奎连忙磕头应诺，心中却是叫苦不迭。全城搜捕谈何容易？那小子实力不俗，又善于隐匿，想要在天亮前找到他，简直比登天还难。可他不敢违抗赵天恒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领命，匆匆退出寝殿，继续加派人手搜寻。赵天恒看着吴奎狼狈离去的背影，脸色依旧阴沉。他烦躁地来回踱步，心中满是不安。赵天恒总觉得那小子不会善罢甘休，若是让他坏了自己的好事，他绝不会放过他。夜色渐深，石云城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叶云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穿梭在城主府的阴影之中，避开了一对对巡逻的侍卫。凭借着突破后更为敏锐的感知，一路畅通无阻，悄然潜入了城主府深处。城主府守卫森严，每隔不远便有侍卫巡逻，旋律波动，此起彼伏，显然都是训练有素的好手。但在叶云面前，这些守卫如同虚设，他身形一闪，便能悄无声息地避开他们的视线。不多时，叶云便来到了城主府的偏院。这里守卫格外森严，门口有4名武士境初期的侍卫把守，玄力凝练，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叶云眼神一凝，知道苏婉清定然被关押在这里。他深吸一口气，
体内旋力悄然运转，身形如同离弦之箭般掠出，指尖凝聚起淡淡的旋力，点向4名侍卫的穴位。噗噗噗噗，4声轻响，4名侍卫甚至没能反应过来，便已浑身酸软，瘫倒在地，失去了意识。叶云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发出丝毫声响，随即快步冲进偏院，朝着最里面的房间而去。房间内，苏婉清正坐在床边，神色憔悴，眼中满是绝望。她被关押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默默祈祷父亲能尽快想办法救她出去。就在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苏婉清猛地抬头，看到来人，眼中瞬间闪过一丝错愕与惊喜。是你？是他，那个在悦来客栈接受他托付的少年。这个少年居然会来救他，你怎么会在这里？苏婉清声音颤抖，带着哭腔，眼中满是激动与茫然。他从未想过自己随手托付的陌生人真的会冒着生命危险闯入守卫森严的城主府来救他。叶云脸上带着淡然的轻笑，走到他面前，语气轻松：没想到是我来救你出去。苏婉清用力点头，泪水滚落得更凶。我以为没人会来救我了。赵天恒那个畜生，他刚才来过，对我动手动脚，我差点被他恶心死，这里我1秒钟都不想待了。一想到赵天恒油腻的嘴脸和猥琐的动作，他就浑身发抖，眼中满是厌恶与恐惧。救你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叶云话锋一转，语气认真起来。苏婉清毫不犹豫地说道：什么条件？只要能离开这里，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他此刻只想逃离这个魔窟，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叶云看着他急切的模样，直截了当：做我的女人。你说什么？苏婉清脸上的泪水瞬间凝固，瞳孔瞪大，满脸的羞愤与错愕。他怎么也没想到叶云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脸颊瞬间长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他又气又急，指着叶云，声音都带上了颤音：你无耻！我把清风不托付给你，是信任你，你竟然想趁人之危，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长这么大，他从未被男子如此轻薄过。叶云的条件无疑是对他的极大羞辱。叶云脸上依旧带着笑意，仿佛早已料到他的反应，语气平淡：既然这样，那在下就先走了。说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朝着门口走去，没有丝毫留恋。你苏婉清看着他决绝的背影，心中瞬间慌了。他刚燃起的希望难道就要这样破灭了？叶云走了，就再也没人能救他了，他只能任由赵天恒那个畜生糟蹋。恐惧瞬间淹没了羞愤，他看着叶云即将踏出房门的背影，心中天人交战。做他的女人虽然屈辱，却能逃离魔窟，可若是不答应，等待他的便是万劫不复的下场。等等！苏婉清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与绝望。叶云脚步一顿，缓缓转过身，挑眉看着他：改变主意了？苏婉清低下头，脸颊绯红，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身体微微颤抖，带着无尽的羞涩与屈辱。苏婉清沉默了许久，才像是豁出去一般，声音细若文瑞：我答应你。叶云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快步走到他面前，不等他反应，伸出手臂，一把将他柔软的身躯勾进怀里，入手温软馨香。苏婉清的腰肢纤细柔软，仿佛一掐就断。叶云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淡淡的兰草香，混合着少女独有的清甜气息，让人赏心悦目。啊！苏婉清惊呼一声，身体剧烈颤抖起来，如同受惊的小鹿。长这么大，她从未被男子如此近距离的触碰过。叶云温热的手掌贴在她的腰上，传来灼热的温度，让她浑身僵硬，脸颊烫得几乎要冒烟。叶云低头，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温热的气息吐在她敏感的耳廓上。走，我带你出去。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苏婉清浑身一颤，脸色愈发通红，下意识地将头埋进他的怀里，不敢看他。叶云不再多言，手臂收紧，将他牢牢护在怀中。下一刻，身形如同鬼魅般冲出房间。有人闯府，快来人！刚冲出偏院，便被巡逻的侍卫发现，刺耳的呼喊声瞬间响起，打破了城主府的宁静。拦住他们，别让那小子跑了！无数黑影从四面八方涌来，手中弯刀闪烁着寒光，直指叶云与苏婉清。叶云眼神一冷，体内武士境4重巅峰的旋力轰然爆发，黄级中品武技流云掌全力施展，掌风呼啸，带着磅礴的气势，朝着冲在最前面的侍卫拍去。噗噗噗！惨叫声接连响起，冲在前面的几名侍卫瞬间被掌风击飞，口喷鲜血，倒地不起。叶云抱着苏婉清，身形灵活地穿梭在刀光剑影之中，掌影翻飞，每一击都能带走一条生命。苏婉清紧闭着眼睛，将头埋在叶云的怀里，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和稳健的步伐，听着耳边凄厉的惨叫和兵刃碰撞的声响，心中满是震撼。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云为了保护他，将所有危险都挡在了外面。每一次掌风呼啸，每一次惨叫响起，都让他心中对叶云的情感悄然改变，从最初的羞愤与抗拒，渐渐生出一丝依赖与感激。这个少年虽然提出了无理的条件，却真的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他的身影在他眼中渐渐变得高大起来，那份最初的轻薄感也被他浴血奋战的模样冲淡了许多。小子，留下人来！一声怒吼传来，吴奎带着大批侍卫冲了过来。
他眼神凶厉，手中弯刀劈出一道凌厉的刀气，直指叶云的后背。叶云眼神一凛，侧身避开刀气，反手一掌拍向吴奎。两人掌刀相撞，砰的一声巨响，叶云被震得后退半步，怀中的苏婉清也跟着一颤。五十进五重，叶云眼神一凝，没想到吴奎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就在这时，赵天恒也带着人赶了过来，看到叶云怀中的苏婉清，脸色瞬间变得狰狞。贱人，竟然敢跟野男人跑，给我杀了他们！他眼中闪过一丝阴狠，悄悄抬手示意身边的一名侍卫偷袭。那侍卫心领神会，手中弯刀寒光一闪，朝着苏婉清的后背劈去。小心！苏婉清惊呼一声，眼中满是恐惧。叶云心中一惊，来不及多想，猛地将苏婉清往旁边一推，自己则转身挡在他面前。扑哧，弯刀锋利的刀刃狠狠劈在叶云的后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的青色劲装。啊！苏婉清惊呼出声，眼中满是担忧与慌乱。你怎么样？叶云闷哼一声，后背传来剧烈的疼痛，险些栽倒在地。他强忍着剧痛，反手一掌拍死偷袭的侍卫，眼神愈发冰冷。没事，快走！他再次将苏婉清搂入怀中，不顾后背的伤势，旋力爆发到极致，如同猛虎下山般朝着城主府外冲去。拦住他，别让他跑了！赵天恒怒吼着，亲自冲了上来。叶云此刻身受重伤，旋力运转滞涩，但为了保护苏婉清，他依旧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掌影翻飞，杀出一条血路。沿途的侍卫如同割草般倒下，鲜血染红了道路，城主府内死伤惨重。最终，叶云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带着苏婉清硬生生杀出了城主府，消失在夜色之中。赵天恒站在城主府门口，看着两人消失的方向，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气得暴跳如雷。废物，都是废物，竟然让他们跑了！给我追，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给我抓回来！吴奎站在一旁，脸色苍白，浑身冷汗直流。他看着满地的尸体和血迹，心中满是恐惧与不安。叶云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料，而且还身受重伤，竟然还能杀出重围，这太可怕了。城主府内火光冲天，死伤惨重，只剩下赵天恒等人无能狂怒的嘶吼声回荡在夜色之中。夜色如墨，石云城郊外的小径上，叶云浑身浴血，后背的伤口鲜血淋漓，染红了大半衣衫，每一次迈步都牵扯着剧痛，让他额头冷汗直流。但他依旧死死搂着苏婉清，脚下踉跄却坚定，朝着苏家的方向狂奔。苏婉清紧紧贴着他的胸膛，能清晰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和逐渐虚弱的心跳，鼻尖萦绕着浓郁的血腥味，心中满是担忧与愧疚。叶云，你撑住，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苏家了。他声音哽咽，泪水混合着叶云身上的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叶云嘴角扯出一抹苍白的笑容，声音虚弱却依旧带着安抚。别怕，我没事，一定把你安全送到。话未说完，眼前便是一阵天旋地转，后背的剧痛如同潮水般席卷全身，意识渐渐模糊。叶云，叶云！苏婉清惊呼出声，却见叶云身体一软，带着他朝着地面倒去。他下意识地用力扶住他，小小的身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将他沉重的身体勉强支撑住。此时，苏家的轮廓已出现在前方，叶云再也支撑不住，双眼一闭，彻底陷入昏迷，身体重量全部压在了苏婉清身上。叶云！苏婉清心中一紧，顾不得自身安危，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将叶云的手臂搭在自己肩上，半扶半背着他，艰难地朝着苏家大门挪动。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裙，手臂因用力而颤抖，可他却丝毫不敢停歇，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叶云救回去。苏家大门前的侍卫看到浑身是血的苏婉清和昏迷不醒的叶云，顿时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接应。小姐，您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快开门，找大夫，快找大夫！苏婉清气喘吁吁，声音带着哭腔，眼中满是急切。侍卫们不敢耽搁，连忙打开大门，七手八脚的帮忙将叶云抬了进去。消息很快传遍苏家，苏振南带着一众长老匆匆赶来，看到平安归来的女儿，苏振南激动得浑身颤抖，快步上前：婉清，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爹！苏婉清看到父亲，所有的坚强瞬间崩塌，扑进他怀里，失声痛哭。叶云为了救我，被城主府的人砍了一刀，现在昏迷不醒，您快救救他！苏振南这才注意到被抬在担架上的叶云，只见他浑身浴血，后背的伤口狰狞可怖，气息微弱，显然伤势极重。他脸色一沉，连忙吩咐道：快把他抬到客房，快去请城里最好的大夫。家主！就在这时，一名身形干瘦的三长老突然开口，眼神阴鸷地看着叶云，此子来历不明，又对小姐提出无理要求，如今身受重伤，正是除去他的好机会，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苏婉清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愤怒与震惊，厉声呵斥：三长老，你胡说什么？叶云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他，我早就被赵天恒那个畜生糟蹋了，你竟然想趁人之危杀了我的救命恩人！小姐，此子野心勃勃，对您图谋不轨，留下他迟早是个祸患。三长老固执地说道。住口！苏振南怒喝一声，眼神冰冷地看着三长老。叶云救了婉清，又归还清风部，是我苏家的大恩人，知恩图报是苏家的家训，你竟敢说出如此
忘恩负义的话，从今往后再敢提此事，以门规处置。其他长老也纷纷附和，家主说的对，叶云是大恩人，我们不能恩将仇报。三长老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只能愤愤地闭上嘴，不再言语。苏婉清看着昏迷不醒的叶云，心中满是焦急，连忙说道：爹，大夫还没到，我先带叶云去我的房间，那里环境清静，利于疗伤。苏振南点头，好，你去吧，大夫一到，我立刻让他过去。苏婉清小心翼翼地跟着侍卫，将叶云抬到自己的闺房，安置在柔软的床上。他看着叶云苍白的脸庞和狰狞的伤口，心中满是心疼，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喃喃道：叶云，你一定要撑住，我还没有报答你，你不能有事。下一刻，叶云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缓缓睁开了眼睛，意识依旧有些模糊，后背的剧痛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叶云，你醒了。苏婉清看到他醒来，眼中瞬间闪过狂喜，连忙握住他的手：你感觉怎么样？疼不疼？大夫马上就来了。叶云看着他关切的脸庞，虚弱的笑了笑，反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柔软冰凉，带着一丝颤抖。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旋律因伤势而紊乱不堪，若不尽快疗伤，恐怕伤势会进一步恶化，甚至影响日后的修炼。而唯一能让他快速恢复甚至突破的方法，便是双修。叶云深吸一口气，忍着剧痛，眼神认真地看着苏婉清：婉清，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你说，我听着。苏婉清连忙点头，眼中满是担忧。叶云看着他清澈的眼眸，缓缓开口：我现在伤势很重，普通疗伤根本无法快速恢复，甚至可能留下隐患，我需要你现在就做我的女人，与我双修。你说什么？苏婉清瞬间愣住了，脸上的担忧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错愕与羞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叶云身受重伤，命悬一线，竟然还想着这种事情。他脸颊瞬间长得通红，心跳加速，下意识的想要抽回手，却被叶云紧紧握住。叶云，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还想着这些？大夫马上就来了，我们先疗伤好不好？叶云摇了摇头，眼神坚定：来不及了，我的旋律紊乱，只有双修才能快速稳住伤势，甚至突破婉清。你答应过我的，做我的女人。苏婉清心中天人交战，一边是叶云虚弱的模样和她话语中的急切，一边是少女的羞涩与矜持。她答应过叶云，可那是在绝境中无奈的选择，如今真要履行承诺。苏婉清心中依旧充满了抗拒与羞涩。苏婉清咬着唇，眼神闪烁，看着叶云苍白的脸庞和眼中的恳求，心中的抗拒渐渐被担忧取代。叶云是为了救她才受这么重的伤，若是因为伤势留下隐患，甚至危及生命，她一辈子都不会安心。而且她确实答应过他。良久，苏婉清像是豁出去一般，闭上眼睛，脸颊绯红，声音细若文瑞：好，我答应你。叶云眼中闪过一丝欣喜，握紧了他的手：谢谢你，婉清。苏婉清睁开眼睛看着他，脸颊依旧通红，轻声说道：你等我一下。他起身走到门口，对守在外面的丫鬟吩咐道：我有些累了，想要休息，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进来打扰，包括大夫，等我醒了再让他过来。丫鬟虽然疑惑，但还是恭敬地应道：是，小姐。苏婉清关上房门，深吸一口气，缓缓走到床边，看着叶云虚弱的模样，她心中的羞涩愈发浓烈，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身体微微颤抖。叶云看着她娇羞的模样，心中一暖，与柳如烟的成熟妩媚带着几分隐忍的羞涩不同。苏婉清的羞涩是纯粹的、青涩的，如同未熟透的苹果，带着少女独有的懵懂与矜持。叶云伸出手，轻轻拉住她的手，将她拉到床边。苏婉清浑身一颤，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轻轻颤抖，脸上满是红晕。叶云缓缓起身，不顾后背的剧痛，将她轻轻搂入怀中。与柳如烟温软丰腴的身躯不同，苏婉清的身体纤细而柔软，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涩与清甜气息，如同初春的嫩芽，让人不忍亵渎。苏婉清浑身僵硬，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感受着叶云温热的呼吸和有力的心跳，心中满是羞涩与慌乱。这是她第一次与男子如此亲密，每一次触碰都让她浑身酥麻，脸颊烫得几乎要冒烟。叶云低头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别怕，交给我。温热的气息吐在她的耳廓上，苏婉清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搂住了他的脖颈。夜色渐深，房间内的烛火摇曳，映照在两人交缠的身影上。与柳如烟的熟忍与默契不同，苏婉清的每一个反应都带着青涩与慌乱，却又透着一丝笨拙的迎合。叶云耐心地引导着她，感受着她的青涩与纯粹，心中满是异样的感觉。苏婉清从最初的紧张慌乱，到后来的逐渐放松，再到最后的沉沦，感受着叶云身上的温度与力量，心中对他的情感彻底改变，不再是最初的羞愤与抗拒，而是充满了依赖与爱慕。一夜缠绵，晨光熹微，透过雕花窗棂洒进闺房，落在相拥而眠的两人身上，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叶云缓缓睁开眼睛，率先感受到的便是体内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因伤势而紊乱的旋律，此刻如同奔腾的江河，在经脉中汹涌流淌，磅礴而凝练，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后背的伤口早已愈合，不仅没有留下丝毫疤痕，反而因旋律的滋养，肌肤更显坚韧。双修结束。
触发暴击倍数9倍，掠夺目标本源之力加清风步契合度，宿主修为连破3重，突破至武士境7重初期，同步获取苏婉清传承的清风步，大成熟练度，可直接施展。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叶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修为已然稳稳站在了武士境7重初期，比之前的武士境4重巅峰足足跨越了3个小境界，玄力总量翻了数倍不止，周身气息沉凝如山，远比同境界武者更为霸道。更让叶云惊喜的是，脑海中突然多出了大量关于清风步的感悟与经验，仿佛这门武技他已修炼了数十年一般，每一个步伐，每一处玄力运转的细节都了然于胸，达到了大成熟练度。皇级上品的武技，此刻在他手中已然能发挥出远超寻常武者的威力。叶云低头看向怀中熟睡的苏婉清，少女的脸颊依旧泛着淡淡的红晕，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轻颤动，嘴角噙着一丝满足而懵懂的笑意，如同坠入凡尘的天使，纯净而美好。昨夜的青涩与慌乱，此刻都化为了安宁与依赖。苏婉清的手臂下意识地搂着他的腰，脑袋紧紧贴着他的胸膛，呼吸均匀而温热。叶云心中一暖，抬手轻轻拂去他脸颊上的一缕碎发，指尖划过他细腻的肌肤，动作温柔至极。正是这个青涩纯粹的少女，不仅让他在绝境中得以疗伤，更让他获得了如此逆天的突破，还直接掌握了清风步这门强力武技。叶云轻轻为他掖好背角，眼中满是温柔与坚定。武士境7重的修为，再加上大成熟练度的清风步与圆满级别的流云掌，如今的他即便面对武士境9重的强者，也有一战之力。城主府的仇，3大家族的恨，都将在不久的将来一一清算。而此刻怀中的苏婉清似乎感受到了他的触碰，嘤咛一声，缓缓睁开了眼睛，一双清澈的眼眸带着刚睡醒的迷蒙，看向叶云时瞬间染上了羞涩的红晕，连忙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脸颊烫得几乎要冒烟。昨夜的种种画面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让他浑身燥热，心中满是羞涩与慌乱，却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依赖与甜蜜。你醒了？苏婉清的声音细若文瑞，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沙哑，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他的衣襟。叶云看着他娇羞的模样，心中愈发柔软，抬手轻轻抚摸着他的长发，声音温柔：让你受累了。苏婉清摇摇头，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好奇与担忧。你的伤怎么样了？叶云微微一笑，运转玄力，周身气息微微一放，武士境7重的威压悄然弥漫开来，却又刻意避开了苏婉清，不让她受到丝毫影响。已经痊愈了，而且还要多谢你，让我突破了。苏婉清感受到他身上愈发强大的气息，眼中满是震惊。突破了？武士境7重初期。叶云点头，语气中带着一丝笑意。而且我还掌握了清风步，已经达到了大成熟练度。真的？苏婉清更是惊喜不已。清风步是苏家的祖传武技，他修炼多年也才勉强达到小成，没想到叶云竟然一夜之间就达到了大成熟练度，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看着他眼中的惊喜与崇拜，叶云心中愈发愉悦，低头在他额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以后有我在，没人再能欺负你，没人再能欺负苏家。苏婉清脸颊更红，却没有躲开，反而抬起头，眼神坚定地看着他。我相信你。阳光透过窗户，将房间映照得温暖而明亮，两人相拥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甜蜜而温馨的气息。半个时辰后，阳光透过苏府的庭院，洒在青石板路上，映出2道并肩而行的身影。苏婉清挽着叶云的手臂，脸颊依旧带着未退的红晕，眼神中却藏着难以掩饰的羞涩与坚定。他侧头看了看身边的少年，他身姿挺拔，气息沉稳，与昨夜昏迷时的虚弱判若两人，心中满是欢喜与依赖。叶云，我们去见见我爹吧，他肯定很担心你。叶云点头，目光温柔地扫过他泛红的脸颊。好，听你的。两人缓步走向正厅，沿途遇到的苏家下人看到苏婉清与叶云亲密的模样，皆是面露惊讶，却也不敢多言，纷纷低头行礼。正厅内，苏振南正焦躁地来回踱步，眉头紧蹙。昨夜叶云昏迷不醒，伤势严重，他一夜未眠，心中满是担忧。一方面担心叶云的安危，毕竟他是女儿的救命恩人；另一方面也在盘算着如何应对城主府的报复。家主，叶公子和小姐来了。侍卫的通报声传来，苏振南连忙抬头，只见叶云与苏婉清并肩走了进来。当他的目光落在叶云身上时，瞳孔骤然收缩，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眼前的叶云不仅面色红润，气息平稳，后背的伤口更是不见丝毫痕迹，仿佛昨夜那场浴血奋战从未发生过一般。更让他心惊的是，叶云身上的气息比昨日见面时强横了数倍不止，沉凝如山，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竟让他这个武士境6重的武者都感到窒息。这才一夜时间，他的伤势不仅痊愈了，修为还精进了这么多。苏振南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看向叶云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撼与忌惮。他的目光随即落在两人交握的手上，以及苏婉清眼中那藏不住的爱意与依赖，心中不由得轻轻叹息。事已至此，一切都已成定局，他就算想反对，也已经晚了。苏婉清感受到父亲的目光，脸颊愈发绯红，
他松开叶云的手臂，走到苏振南面前，微微低下头，声音带着一丝羞涩，却异常坚定：“爹，我喜欢叶云，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婉清。苏振南看着女儿娇羞而坚定的模样，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女儿的性子向来矜持骄傲，如今能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真心喜欢叶云。而且叶云不仅救了他的性命，还展现出了如此惊人的天赋与实力，或许这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归宿。叶云走上前，对着苏振南微微拱手，语气郑重：“苏伯父，我叶云对婉清是真心的，从今往后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她，保护苏家，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苏振南看着叶云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女儿期盼的模样，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罢了，既然你们两情相悦，我也不再反对。只是叶云承主府事大，赵天恒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的路怕是不会太平，这个我自然知道。”叶云眼中寒光一闪，想起昨夜后背的剧痛与城主府的追杀，心中杀意凛然。我差点死在城主府的刀下，这个仇我必须报。苏振南脸色一变，连忙劝道：“叶云，不可冲动。城主府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城主赵山河的修为早已达到大武士境界，实力深不可测，麾下更是武士境强者众多，我们苏家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此事还是要低调行事，寻找合适的机会，万万不可硬碰硬。”一旁的苏婉清也连忙拉住叶云的手，眼中满是担忧：“叶云，我没事就好，报仇的事情不急，你千万不要冲动，我不想看到你再受伤害。”叶云看着两人担忧的模样，心中一暖，缓缓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放心，我有分寸，不会贸然行事。”他看向苏振南，语气认真：“苏伯父，我需要你派人密切盯着赵天恒的动向，无论他做什么，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城主府的账，我会一笔一笔慢慢跟他们算。”苏振南与苏婉清闻言，心中皆是一惊。他们没想到叶云看似答应了不冲动，实则早已做好了复仇的打算。看着叶云眼中那不容置疑的坚定，苏振南知道自己无法阻止他，只能点了点头：“好，我会让人盯着他的。”叶云满意的点点头，心中却惦记着破庙中的柳如烟。他已经离开这么久，柳如烟独自一人在破庙中，定然十分担心。苏伯父，婉清，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先行告辞。叶云对着两人说道。苏婉清脸上露出一丝不舍，拉着他的手，轻声说道：“你要去哪里？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只是一些小事，我很快就回来。”叶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语气温柔：“你刚回来，好好休息，等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陪你。”苏婉清虽然不舍，但也知道叶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能点了点头：“那你一定要小心，早点回来。”叶云应了一声，转身离开了苏府，身形一闪，便消失在街道尽头。苏家中，苏振南看着叶云离去的背影，眼中满是复杂。此子天赋异禀，心性坚定，却也杀伐果断。婉清跟着他，不知是福是祸。苏婉清看着叶云消失的方向，眼中满是爱恋与担忧：“爹，叶云是个好人，他不会让我受委屈的。”与此同时，石云城郊外的破庙中，柳如烟独自一人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破庙外的方向，脸上满是担忧与焦虑。叶云离开已经整整一夜，至今没有回来，他心中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难安。“鱼儿，你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遇到危险了？”柳如烟喃喃自语，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不敢想象叶云出事的场景，每想一次，心中就如同刀割一般疼痛。他知道叶云去了苏家，与苏家合作营救苏婉清，可城主府守卫森严，叶云就算实力再强，也未必能轻易得手。更何况他还听说城主府的城主是大武士境界的强者，叶云面对这样的对手，胜算渺茫。柳如烟紧紧攥着双手，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留下几道血痕。他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无法帮助叶云，只能在这里默默等待，承受着无尽的担忧与煎熬。“鱼儿，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还在等你。”柳如烟眼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顺着脸颊滑落，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就在这时，破庙门口传来一道熟悉的身影，带着他日思夜想的气息，缓缓走了进来。“如烟，我回来了。”柳如烟猛地抬头，看到来人，眼中瞬间闪过狂喜，连忙起身，朝着叶云飞奔而去，扑进他的怀里，失声痛哭：“云儿，你终于回来了，你没事太好了，我好担心你。”叶云紧紧搂着他温软的身躯，感受着他的颤抖与泪水，心中满是愧疚：“对不起，如烟，让你担心了，我没事，让你受苦了。”柳如烟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仔细地检查着他的身体：“你真的没事吗？有没有受伤？”“真的没事，你看。”叶云运转旋力，武士境七重的气息悄然释放，让柳如烟感受到他体内磅礴的旋力。“我不仅没事，还突破了。”柳如烟眼中满是震惊与欢喜：“突破了，太好了，鱼儿，你真厉害！”叶云看着他眼中纯粹的喜悦与依赖，心中愈发柔软。他知道，无论他做什么，柳如烟都会无条件的信任他，支持他。这个成熟妩媚的女子，早已在他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低头吻去他脸颊上的泪水，语气温柔：“好了，别哭了，我回来了，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破庙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两人相拥的身影。
久别重逢的思念与担忧，在这一刻化为炽热的情愫，席卷了彼此。柳如烟紧紧依偎在叶云怀中，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与熟悉的气息，心中的不安与焦虑尽数消散，只剩下满满的依赖与渴望。叶云低头看着他泪眼婆娑的脸庞，眼中满是愧疚与疼惜，低头吻上了他的唇瓣。无需多言，炽热的吻便点燃了彼此的火焰。虽然叶云知晓，按照系统规则，与同一目标连续双修需间隔3日，此次双修无法获得修为暴击与技能加成，但情到深处，这些早已不再重要。叶云只想紧紧拥抱眼前这个为他担忧、为他牵挂的女子，用身体传递彼此的思念与爱意。柳如烟青涩地回应着他的吻，身体柔软的如同无骨，任由叶云将她抱起，轻轻放在铺着干草的地面上。与苏婉清的青涩懵懂不同，柳如烟的身上带着成熟女子独有的妩媚与隐忍，每一个回应都饱含着多年相依为命的深情，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珍惜。叶云感受着她的温柔与眷恋，心中满是复杂。他知道自己亏欠柳如烟太多，可昨夜与苏婉清的缠绵又让他无法割舍。此刻他只想沉浸在这份温情之中，暂时忘却所有的纷争与烦恼。夜色渐深，破庙内只剩下2人交织的呼吸与心跳。当晨曦再次照亮破庙时，叶云缓缓睁开眼睛，怀中的柳如烟依旧熟睡，脸上带着满足而恬静的笑容。他轻轻起身，却见柳如烟也随之醒来，眼中闪过一丝迷茫，随即化为惊喜。雨儿，柳如烟轻声唤道，刚一开口，便感受到体内涌动的旋律比之前浑厚了数倍不止，气息沉稳而凝练。他眼中满是震惊，下意识地运转旋律，脸上露出狂喜的笑容。我突破了，我达到50进3重了。叶云看着他激动的如同孩子般的模样，心中一暖，伸手轻轻抚摸着他的长发。恭喜你，如烟，都是因为你。云儿，柳如烟扑进他怀里，紧紧搂着他的脖颈，脸上满是兴奋与感激。若不是你，我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突破到50进3重。看着柳如烟眼中纯粹的喜悦与依赖，叶云心中的愧疚愈发浓烈。他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瞒不住的，也不能瞒。叶云轻轻推开他，眼神变得郑重而愧疚。如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柳如烟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看着他严肃的神情，心中隐隐有了一丝不安。什么事？你说。叶云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将他与苏婉清的相遇、受托清风部、提出条件、浴血相救，以及最终双修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柳如烟，没有丝毫隐瞒。如烟，对不起。叶云看着他渐渐苍白的脸庞，心中满是愧疚。我知道我这样做对不起你，你骂我也好，打我也好，我都认。柳如烟沉默着，低着头，长长的睫毛掩盖住了眼中的情绪。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心中的难受不言而喻。多年相依为命，他早已将叶云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唯一的依靠。如今得知叶云身边有了别的女人，心中的酸涩与疼痛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让他几乎无法呼吸。柳如烟抬起头，看着叶云上有些稚嫩却满是愧疚的脸庞，脑海中浮现出这些年来2人相依为命的点点滴滴。叶云从一个懵懂少年一步步成长为能保护他的强者，为了他数次身陷险境，从未有过丝毫退缩。在他心中，叶云早已不是那个需要他照顾的少年，而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舍的人。柳如烟深吸一口气，眼中的泪水终究还是忍不住滚落，却带着一丝坚定。雨儿，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些年来我们相依为命，你早已是我最重要的人，无论你身边有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叶云浑身一震，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喜与激动。他看着柳如烟眼中的坚定与深情，心中的愧疚与不安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感动。如烟，叶云声音哽咽，一把将他紧紧搂入怀中，力道大的仿佛要将他揉进自己的骨血里。谢谢你，谢谢你不怪我，我发誓，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他低头吻上柳如烟的红唇，这个吻饱含着无尽的感动、愧疚与珍惜。柳如烟闭上双眼，轻轻回应着他，泪水混合着甜蜜在2人的唇间流淌。破庙内的氛围再次变得温馨而甜蜜，所有的隔阂与不安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城主府的议事大殿内，气氛却冰冷得吓人。赵天恒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头深深低下，不敢直视面前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身着金色锦袍，面容威严，眉宇间带着一丝与赵天恒相似的桀骜，却更多了几分深沉与冷厉。正是石云城城主赵山河。赵山河负手而立，眼神冰冷地盯着跪在地上的儿子。周身大武士境界的威压如同山岳般笼罩着整个大殿，让赵天恒浑身颤抖，大气不敢出。谁让你擅自对苏家的苏婉清动手的？赵山河的声音冰冷刺骨，带着浓浓的怒意。赵天恒死死地握着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留下几道血痕。他低着头，脸上满是屈辱与不甘。从小到大，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法得到父亲的认可。但凡有一点事情不合父亲的心意，迎来的便是无尽的谩骂与指责。父亲，赵天恒张了张嘴，想要解释，却被赵山河打断。我不要求
你有多大出息？赵山河的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失望。但你能不能学学你哥哥，让我少操一点心？你的武道天赋比不过你哥哥也就罢了，整天还惹是生非，给我添麻烦。他顿了顿，眼神愈发冰冷。苏家虽然弱小，没有强大的武道势力，但在石云城经营多年，人脉广泛，与不少商户都有往来，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不就是为了苏家的清风部和那个女人吗？你可知你的鲁莽可能会给城主府带来多大的麻烦？赵天恒的嘴唇被咬得发白，心中的屈辱与愤怒几乎要爆发出来，但在父亲强大的威压下，他只能死死忍住。他猛地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却依旧恭敬地说道：父亲，我明白错了，以后再也不会了。赵山河看着他倔强的模样，眼中的失望更浓，摆了摆手：退下吧，记住，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再对苏家动手。是，父亲。赵天恒恭敬地应道，起身缓缓退出大殿。看着二儿子的背影，赵山河轻轻摇了摇头，脸上满是失望。相比于大儿子的沉稳干练，天赋出众，二儿子赵天恒简直就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惹是生非，一无是处。离开议事大殿后，赵天恒脸上的恭敬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狰狞的怒意与不甘。他猛地一拳砸在墙壁上，眼中满是怨毒。凭什么？凭什么哥哥什么都比我好？苏婉清是我的，清风部也是我的，那个小子，我一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快步走向自己的寝殿。回到寝殿，他立刻让人将吴奎叫来。吴奎接到命令，心中忐忑不安，以为是自己办事不力，赵天恒要找他麻烦。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寝殿，低着头不敢直视赵天恒。少爷，您找我？赵天恒看着他惶恐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冷厉。吴奎，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少爷请吩咐，属下一定办妥。吴奎连忙说道。赵天恒从怀中掏出一个小袋子，扔给吴奎，这里面有20块下品玄石，你拿着这些玄石，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尽快找到那个坏我好事的小子叶云的踪迹。吴奎接住袋子，入手沉甸甸的，心中一惊。20块下品玄石，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够普通武者修炼数月了。他能感受到赵天恒语气中的决心，知道这次赵天恒是认真的。少爷，您放心，属下一定竭尽全力找到叶云的踪迹。吴奎连忙说道。找到他之后，赵天恒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你去秦府中的李供奉出手。李供奉乃是武士境巅峰的强者，有他出手，定能将那小子碎尸万段。吴奎心中更是震惊，没想到赵天恒竟然要请李供奉出手。李供奉是城主府的核心力量之一，实力深不可测，平日里很少过问府中之事，没想到这次赵天恒竟然为了叶云动用了如此大的手笔。是，属下明白。吴奎连忙应道，心中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寻找叶云的踪迹。他知道这次的任务关乎他的性命，必须全力以赴。石云城的街道依旧繁华，叶云身着一袭青色长衫，步履沉稳地穿行在人流之中，朝着苏家的方向而去。昨夜与柳如烟的坦诚相对，让他心中的郁结尽数消散，如今只想着尽快为柳如烟寻一处安稳居所，也好让他远离破庙的清苦与危险。抵达苏府，苏振南正在前厅处理家族事务，见叶云前来，连忙起身相迎，脸上带着几分客气与敬畏。叶公子今日前来，可是有什么要事？经过昨夜的事情，他对叶云的实力与心性早已刮目相看，如今更是将他视作苏家的靠山与未来女婿。叶云微微颔首，开门见山：苏伯父，今日前来是想劳烦您帮我寻一处僻静的小院，我身边有位亲人，如今暂居城外破庙，不甚方便，想让他搬到城内安居。苏振南闻言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应道：此事一耳，叶公子放心，我这就让人去安排，定给你寻一处环境清幽、安全隐秘的好院子。他深知叶云的重要性，自然不会怠慢，连忙吩咐身边的管家：王管家，你立刻去城西的巷陌看看，找一处独门独院、清静雅致的宅子，越快越好，所需费用皆由苏家承担。是，家主。王管家恭敬应诺，转身匆匆离去。叶云心中一暖，对着苏振南拱手道谢：多谢苏伯父仗义相助，这份恩情叶云记下了。叶公子客气了。苏振南摆摆手，笑道：你与婉清情投意合，日后便是一家人，何须言谢？再说你救了婉清，又归还了清风部，苏家欠你的远不止这一处院子。两人闲聊片刻，约莫半个时辰后，王管家便匆匆返回，脸上带着喜色：家主，叶公子找到了。城西巷子深处有一处别院，独门独户，院墙高耸，院内栽有花木，环境清幽，且位置隐秘，极少有人往来，最是合适不过。叶云闻言，心中满意，当即说道：劳烦王管家带路，我去看看。苏振南也一同前往。一行人来到城西的巷子深处，果然见到一处古朴的别院。别院大门紧闭，门前青苔遍布，显然许久未曾有人居住，但院墙高大厚实，院内隐约可见葱郁的花木，透着几分静谧与雅致。王管家打开院门，叶云迈步走入。院内收拾得还算干净，几间房屋虽有些陈旧，却也整洁明亮。院中还有一口水井，方便日常起居。最重要的是，别院地处巷子深处，
远离主干道，十分隐秘，不易引人注目。此处甚好。叶云眼中露出满意之色，转头对苏振南说道：“苏伯父，就这里了，多谢您费心。叶公子满意便好。”苏振南笑道，当即吩咐王管家立刻让人将院子打扫干净，添置些被褥桌椅等生活用品，务必让叶公子的亲人住得舒心。是。处理好别院的事情，叶云便辞别苏振南，匆匆赶往城外破庙。柳如烟正坐在破庙门口，翘首以盼，见到叶云归来，眼中瞬间闪过狂喜，连忙起身迎了上去：“鱼儿，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都办好了。”叶云笑着拉起他的手，语气温柔：“我在城内寻了一处僻静的别院，以后你就住那里，再也不用待在这破庙受苦了。”柳如烟眼中满是惊喜与感动，连忙说道：“真的？那太好了，云儿，辛苦你了，跟我客气什么？”叶云轻轻刮了刮他的鼻尖，带着他朝着城内的别院走去。来到别院，院内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桌椅被褥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透着几分温馨。柳如烟看着整洁明亮的房间，眼中满是欢喜，转头对叶云说道：“云儿，这里真好，谢谢你，只要你喜欢就好。”叶云笑着将他拥入怀中：“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你安心住在这里，我会时常来看你。”柳如烟乖巧的点点头，心中满是甜蜜与安宁。安顿好柳如烟，叶云打算出去打探一下城主府的动向，刚走出巷子，便察觉到不对劲。街道上看似平静，却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四处张望，眼神警惕，暗中打量着过往行人，隐隐形成了一张搜查的大网。叶云心中一动，不动声色地走到一处茶摊，坐下点了一壶茶，装作闲聊的样子，向茶摊老板打听：“老板，今日街上怎么这么多陌生人？莫非是出了什么事？”茶摊老板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客官有所不知，听说城主府的赵少爷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正在全城搜捕一个少年，听说那少年身怀重宝，赵少爷悬赏了10块下品玄石呢。”叶云心中了然，眼中闪过一丝冷厉，果然是赵天恒的人，他还没找上门去，赵天恒倒是先迫不及待地来搜捕他了，真是找死。叶云心中冷笑，喝完茶，不动声色地返回别院。回到院中，柳如烟正在收拾房间，见叶云回来，连忙迎了上来：“鱼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叶云将他拉到身边，语气凝重：“如烟，赵天恒正在全城搜捕我，街上有不少他的人，你最近尽量不要出去，待在院子里安心修炼，凡事小心为上。”柳如烟心中一惊，连忙点头：“我知道了，你也要小心。赵天恒是大，你千万不要硬碰硬，放心，我有分寸。”叶云笑了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我还有些事情要去苏家一趟，你在家好好待着，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你路上小心。”柳如烟叮嘱道。叶云应了一声，转身离开了别院，朝着苏家而去。他此次前往苏家，一来是想看看苏婉清，二来也是想趁着与苏婉清的契合度尚在，继续双修，尽快提升实力。系统的双修机会来之不易，自然不能浪费。抵达苏府，叶云径直走向苏婉清的院落。刚走到院门口，便看到苏婉清正坐在院中修剪花草。她身着一袭淡粉色衣裙，长发披肩，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如同画中走出的仙子，恬静而美好。听到脚步声，苏婉清抬起头，看到叶云，眼中瞬间闪过惊喜，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放下手中的剪刀，起身迎了上去：“叶云，你来了。”“来看你。”叶云看着他娇羞的模样，心中一暖，走到他身边，目光落在院中修剪整齐的花草上，笑道：“没想到你还会修剪花草，真是心灵手巧。”苏婉清脸颊更红，低下头，轻声说道：“闲来无事，便打理一下，让院子里热闹些。”两人并肩坐在院中的石凳上，聊着家常，气氛温馨而暧昧。叶云看着他清澈的眼眸与娇羞的模样，心中的情愫渐渐涌动。苏婉清感受到他灼热的目光，心中小鹿乱撞，下意识地低下了头，手指轻轻搅着衣角。“婉清。”叶云轻声唤道。苏婉清抬起头，对上他灼热的目光，脸颊愈发绯红。叶云伸出手，轻轻握住他的手，感受着他指尖的微凉与颤抖，语气认真：“我们双修？哦不，修炼吧。”苏婉清浑身一颤，眼中闪过一丝羞涩与慌乱，却没有抽回手，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如同文瑞般应了一声：“好。”叶云心中一喜，抱起苏婉清，走进了房间，轻轻关上房门。房间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两人交缠的身影。与第一次的青涩慌乱不同，此次苏婉清虽然依旧羞涩，却多了几分主动与迎合。她紧紧搂着叶云的脖颈，将脸颊埋在他的胸膛，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与灼热的体温，心中满是依赖与爱慕。叶云感受着他的温柔与青涩，体内旋力悄然运转，与苏婉清的旋力相互交融。黄级上品的清风步在他体内流转，步法玄妙，旋力运转愈发顺畅。双修结束，触发暴击倍数3倍，普通暴击，掠夺目标本源之力，宿主修为突破至武士境7重巅峰，苏婉清修为突破至武者境8重。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叶云心中满意。虽然此次没有触发高级暴击，但也成功突破到了武士境7重巅峰，距离武士境8重仅有1步之遥。旋力总量再次暴涨，周身气息愈发沉凝，
实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叶云低头看向怀中的苏婉清，少女的脸颊泛着诱人的红晕，眼中带着一丝慵懒与满足，如同熟睡的小猫，乖巧地依偎在她怀中。苏婉清也感受到了体内的变化，旋律比之前浑厚了数倍不止，气息沉稳，显然已经突破到了武者境8重。她眼中满是惊喜，抬头看向叶云，叶云，我突破了，我达到武者境8重了，恭喜你，婉清。叶云笑着吻了吻她的额头，语气温柔，你天赋本就不错，日后勤加修炼，定然能取得更高的成就。苏婉清脸上满是欢喜与崇拜，紧紧搂着叶云的腰，心中满是甜蜜。房间内的氛围温馨而甜蜜，两人相拥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体温与心跳，心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另一边青云城外，飞风岭的密林依旧郁郁葱葱，却早已没了往日的静谧。连日来，赵家、林家、孙家3大家族的弟子如同疯魔般将这片山岭翻查了数遍，从山脚到峰顶，从洞窟到溪流，但凡能葬人的角落都未曾放过，可最终依旧一无所获。林家府邸的议事厅内，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林家族主林越猛地一拍桌案，上好的红木桌面瞬间裂开一道细纹，他怒目圆睁，语气中满是不甘与暴怒。废物，都是废物，找了这么多天，连个人影都没找到。叶云那小子难道长了翅膀飞了不成？旁边的赵家族主赵烈脸色同样难看，指尖敲击着桌面，沉声道：黑风岭我们已经搜了不下3遍，别说叶云了，就连他留下的半点踪迹都没有。这小子狡猾得很，恐怕早就不在黑风岭了。不在黑风岭，那他能去哪？孙家族主孙涛眉头紧蹙，眼中满是疑惑。青云城是我们的地盘，他定然不敢回来。周边的城镇我们也派人查过，都没有他的消息。林月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缓缓说道：会不会是找了个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了？毕竟那本玄极功法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肯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潜心修炼，消化功法。赵烈摇了摇头，不太可能。玄极功法修炼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撑，他一个孤家寡人哪里来的资源？而且他杀了我们3大家族这么多弟子，我们定然不会放过他，他不可能安心藏起来修炼。那依你之见，他去了哪里？孙涛问道。赵烈眼神闪烁，沉吟片刻，缓缓说道：我倒是想到一个地方，石云城。石云城？林月与孙涛同时一愣，眼中满是疑惑。没错，赵烈点头，语气笃定。石云城距离青云城不远不近，城池规模不小，鱼龙混杂，最是适合藏身。而且石云城与青云城向来没有往来，我们的势力也从未延伸到那里。叶云若是逃到石云城，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林月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有道理，那小子肯定是逃到石云城了，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夺回玄极功法，此事必须加快速度。孙涛突然开口，语气凝重：你们别忘了，那位大人的人随时可能抵达青云城，若是让他们找到了叶云，拿到了玄极功法，我们这么多年的谋划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本玄极功法，我们绝不能让外人染指。听到那位大人4个字，林月与赵烈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他们心中都清楚那位大人的势力何等恐怖，若是让对方插手，别说玄极功法了，他们3大家族能不能保住现有的地位都很难说。孙兄说的对，此事拖延不得。林月眼神一凛，可是云城我们从未涉足，城中情况一无所知，贸然派人前去，恐怕很难找到叶云的踪迹。赵烈沉默片刻，缓缓说道：我与石云城的城主赵山河早年间有过一些交情，当年我曾帮过他一个小忙，他一直记在心里，或许我可以去一趟石云城，拜访一下赵山河，让他帮忙留意叶云的踪迹。林月与孙涛眼中同时闪过一丝希望。如此甚好，赵兄，此事就拜托你了，务必尽快找到叶云，夺回玄极功法。放心，我会尽力。赵烈点头，语气坚定。我明日便启程前往石云城，定不会让你们失望。3大家族的阴谋在暗中悄然酝酿，而石云城内叶云的生活却过得平静而充实。这些日子以来，他一边在苏家与苏婉清培养感情，借助双修稳步提升实力，一边时常前往城西的别院探望柳如烟，陪伴在他身边。在苏家，叶云与苏婉清的感情日益深厚，苏婉清的青涩与纯粹让叶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两人时常一起修炼，一起漫步在苏府的庭院中，聊着武道，聊着生活，氛围温馨而甜蜜。叶云的修为在武师境7重巅峰稳步巩固，距离武师境8重越来越近，而苏婉清也在他的帮助下修为突飞猛进，武者境8重的根基愈发稳固。在城西的别院，叶云则享受着柳如烟的温柔与体贴。柳如烟的成熟与包容让叶云心中满是愧疚与珍惜，他会将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的问题与他分享，也会听他讲述这些年来的经历。柳如烟的修为也在稳步提升，武师境3重的实力逐渐扎实，偶尔还能与叶云切磋1、2，受益匪浅。这日，叶云在苏府陪苏婉清修炼完，看着少女眉宇间的青涩笑意，心中虽有暖意，却也惦记着城西别院中的柳如烟。他起身告辞：婉清，我还有些事，先离开一趟。苏婉清眼中闪过一丝不舍，却还是乖巧点头：好，你路上小心。叶云转身走出苏府大门，刚踏入街道，
便察觉到空气中的紧绷，比往日更为密集的黑衣汉子穿梭在街巷间，眼神锐利如鹰，四下张望，显然是赵天恒的搜捕力度又加大了，耐心倒是耗得快。叶云心中冷笑，脚下步伐不停，借着人群掩护，不动声色地朝着城西方向而去。苏镇南找的别院隐秘至极，又有苏家暗中打点，本以为能再安稳几日，可刚走到巷子口，一道熟悉的身影便撞入眼帘。苏婉清身着淡蓝色衣裙，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食盒，俏声声地站在别院巷口，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像是等待夫君归来的小媳妇。看到叶云，她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来。叶云，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叶云脚步一顿，脸上的平静瞬间被惊讶取代。婉清，你怎么来了？我做了你爱吃的桂花糕和枣泥酥，想着你可能要来看望你的亲人，便跟过来了。苏婉清将食盒递到他面前，笑容愈发清甜。既然是你的亲人，那也就是我的亲人，我也该来拜见一下才是。他的语气天真而真挚，眼中满是对亲人的好奇与友善。可叶云的心却瞬间沉了下去，如同被巨石砸中，麻得发不出力气。糟了，他前些时日已向柳如烟坦诚了与苏婉清的关系，柳如烟的包容让他愧疚不已，可他却迟迟没找到机会跟苏婉清说明柳如烟的存在。他总想着找个合适的时机，却没想到苏婉清会突然主动跟来，还带着这样纯粹的心意。叶云沉默了，眉头紧紧蹙起，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苏婉清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看到叶云这迟疑的模样，心中那点雀跃如同被冷水浇灭，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失落与委屈。他低下头，手指轻轻绞着食盒的细带，声音低了下去：怎么了？是我不该来吗？你不想让我见你的亲人？少女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那副落寞的模样让叶云心中一揪。他并非有意要隐瞒，只是这事太过棘手。可看着苏婉清澄澈眼眸中泛起的水光，他实在狠不下心拒绝。不是。叶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杂乱，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语气放缓：只是他性子有些内敛，怕生。既然你来了，便一起进去吧。苏婉清瞬间多云转晴，眼中的失落一扫而空，重新绽放出明亮的笑容，用力点头：好。叶云牵着他的手，推开别院的大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往日柳如烟打理花草的身影，也没有袅袅炊烟，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透着一股异样的冷清。如烟。叶云试探着喊了一声，没有回应。他心中的不安瞬间放大，快步朝着房间走去。苏婉清也察觉到不对劲，紧紧跟在他身后，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推开房门，屋内空无一人，桌椅摆放整齐，被褥叠得方正，桌上还放着柳如烟昨日正在绣的帕子，可本该待在这里的人却踪迹全无。如烟。叶云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目光飞速扫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慌得不成样子。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叶云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周身的气息骤然冰冷，刚才还带着一丝温和的眼神，此刻只剩下惊怒与惶恐。他快步走到窗边，看到窗沿上有一丝挣扎的痕迹，泥土上还残留着半个模糊的脚印，显然是有人强行闯入。叶云，怎么了？苏婉清被他周身的寒气吓得后退半步，却还是鼓起勇气上前，轻声安慰：会不会是你的亲人出去买东西了？或许只是暂时离开呢？叶云猛地摇头，声音沙哑而坚定：不可能，我跟他说过，外面搜捕严密，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要独自出去，他绝不会不听我的话。柳如烟向来沉稳懂事，既然答应了他，就绝不会贸然外出，更何况以他的谨慎，若是自己离开，定会留下字条告知。叶云的目光如同雷达般扫视着房间，突然落在桌角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那里压着一张折叠的纸条。他快步上前，一把抓起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只有寥寥数字，墨迹未干，显然是刚留下不久。石云城东20里，没有署名，没有威胁，只有这冰冷的地址，却像是一把尖刀，狠狠刺进叶云的心脏。是谁干的？叶云周身的寒气几乎要化为实质，50进7重巅峰的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房间内的桌椅轻微震颤，窗户纸被气流吹得猎猎作响。他的眼神阴鸷的可怕，如同即将是人的凶兽，带着毁天灭地的怒意。苏婉清被这股恐怖的气息吓得脸色发白，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眼中满是害怕与担忧。他从未见过如此愤怒的叶云，那股滔天的杀意让他浑身发冷。叶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暴怒与慌乱。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柳如烟落在对方手里，多耽误一刻就多一分危险。他能猜到，这定然是赵天恒的手笔，对方找不到他，便抓走柳如烟来要挟他。婉清，你立刻回苏家，待在府中，不要出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轻举妄动。叶云转头看向苏婉清，语气急促而坚定：那你呢？苏婉清连忙问道，眼中满是担忧。我跟你一起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不行。叶云断然拒绝，对方既然敢用如烟来要挟我，定然设下了埋伏，此去凶险，你不能去，待在苏家，我才能放心。他知道苏婉清的心意，可他不能让她陷入危险。柳如烟已经出事，他绝不能再让苏婉清受到伤害。不等苏婉清再说什么，叶云身形一闪，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出窗户，只留下一句急促的叮嘱：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苏婉清追到窗边，看着叶云迅速消失在巷尾的背影，眼中满是担忧与焦虑。他紧紧攥着拳头，心中默默祈祷：叶云，你一定要平安回来，一定要救出你的亲人。石云城城东20里，荒郊野岭间孤零零立着一座破败的土地庙，庙宇墙体斑驳，蛛网遍布，几扇破旧的木门虚掩着，被风一吹便发出刺耳声响，透着一股阴森诡异的气息。庙内数十名黑衣劲装的汉子手持兵刃，肃立两侧，气息沉凝，目光警惕地盯着门口，显然是早已布下埋伏。土地庙正中，一张临时拼凑的木桌后，赵天恒大马金刀地坐着，他身着华丽的锦袍，腰间挂着玉佩，脸上带着几分志在必得的狞笑，眼神却死死粘在桌前的一道身影上，一动亦不开。那是一道曼妙到极致的身影，被粗麻绳死绑在木桩上，双臂反剪，纤腰被勒得盈盈一握，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他的双眼被黑布蒙住，嘴角也被布条缠绕，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却更添了几分我见犹怜的破碎感。啧，这身段，这韵味，真是个尤物。赵天恒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毫不掩饰的贪婪，心中早已按捺不住躁动。他玩过的女人不少，可从未见过这般气质卓绝、身段妖娆的，光是看着这轮廓就让他心神荡漾。吴奎站在赵天恒身侧，低头躬身道：少爷，叶云那臭小子肯定会来，我们在别院留下了字条，他对这女人看得极重，绝不会坐视不管。按照路程算，他现在也该到了。赵天恒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目光依旧粘在柳如烟身上，语气带着几分不耐烦：知道了，让下面的人打起精神来，别让那小子跑了。是。吴奎不敢多言，连忙退到一旁，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庙外。而在庙宇阴暗的角落里，还立着一道模糊的人影，那人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看不清面容，甚至感受不到丝毫气息，如同与黑暗融为一体，只有偶尔闪过的眸光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压迫感。正是赵天恒请来的城主府供奉武士境巅峰的李默。赵天恒的目光在柳如烟身上流连许久，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燥热，缓缓站起身，一步步朝着他走去。他绕着木桩走了一圈，手指划过柳如烟光滑的手臂，感受着那细腻的触感，心中的贪婪愈发强烈。这么个美人，被叶云那小子占了便宜，真是暴殄天物。赵天恒低声呢喃，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今日之后，你就是本少爷的女奴了。他抬手粗暴地扯掉了柳如烟眼上的黑布，又解开了她嘴角的布条。刹那间，一张绝美的脸庞暴露在灯光下，柳叶眉微微蹙起，眸中噙满泪水，却依旧难掩眼底的倔强与清冷。琼鼻挺翘，阴唇因委屈而微微抿起，肤色白皙如玉，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那是一种成熟女人独有的妩媚与风情，混合着此刻的脆弱与不屈，形成了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赵天恒瞬间看呆了，嘴巴微张，竟有口水顺着嘴角滑落，他却浑然不觉。美，太美了！赵天恒心中狂呼，这女人简直是他见过最好看的女人，没有之一。就连他父亲那些年轻貌美的仪态，在他面前也黯然失色。她的美不是苏婉清那种青涩稚嫩的美，而是如同熟透的蜜桃，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性感的让人窒息。柳如烟重见光明，看到眼前色眯眯的赵天恒，眼中满是厌恶与恐惧，泪水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她挣扎着想要挣脱绳索，却被绑得太紧，只能发出愤怒的呵斥：无耻之徒，放开我！叶云一定会来救我的，他不会放过你的。叶云！赵天恒嗤笑一声，伸手想要抚摸她的脸颊，语气轻佻而污秽：等他来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少爷把你快活够了。这么美的女人，本少爷倒要看看在床上是不是也这么烈性。他的手带着油腻的触感，即将触碰到柳如烟的脸颊时，柳如烟猛地偏过头，眼中满是恶心与决绝。他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若是被这畜生玷污，他便咬舌自尽，绝不苟活。就在他准备咬舌的瞬间，赵天恒察觉到了他的意图，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反手抽出腰间的短绳，一把捏住柳如烟的下巴，强行撬开她的嘴，将绳子塞进她的口中，紧紧系住。想自尽没那么容易。赵天恒冷笑：本少爷还没玩够，你怎么能死？乖乖听话，本少爷还能让你少吃点苦头。柳如烟无法说话，只能发出呜呜的呜咽声，眼中满是绝望与愤怒，身体因恶心和恐惧而剧烈颤抖。赵天恒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的征服欲愈发强烈，他不再犹豫，伸出手朝着柳如烟饱满的胸口抓去，想要感受那柔软的触感。少爷，有动静！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目标时，吴奎突然沉声喝道，目光死死盯着庙外。赵天恒的动作猛地一顿，脸上的淫笑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寒芒。他不甘心地收回手，转头看向门口，冷声道：终于来了吗？叶云，本少爷等你很久了。庙外一道身影如同鬼魅般掠来，周身散发着滔天的寒气，脚步踏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众人的心上。叶云来了。他站在土地庙门口，目光如同利箭般射向庙内。当看到被绑在木桩上泪流满面的柳如烟时，眼中瞬间燃起熊熊怒火，周身的气息骤然变得狂暴起来。武士境7重巅峰的威压如同山岳般笼罩着整个土地庙，让庙内的黑衣汉子们纷纷脸色发白，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赵天恒，叶云的声音冰冷刺骨，带着无尽的杀意。你敢动他，我定将你碎尸万段。此时叶云周身寒气凛冽，目光死死锁定赵天恒，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叶云，你倒是有种，真敢单枪匹马闯进来！赵天恒坐在木桌后，脸上挂着嚣张的狞笑，眼神中满是不屑与愤怒。本少爷给你一个机会，把清风步交出来，再跪下磕3个响头，本少爷可以饶你不死，还能赏你个全尸。饶我不死！叶云嗤笑一声，声音冰冷刺骨。赵天恒，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就凭你这些酒囊饭袋，也想留住我？赶紧放开如烟，否则今日我定让你血债血偿！放肆！赵天恒猛地一拍桌案，怒喝道：叶云，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杀了几个废物就能无法无天了？在本少爷眼里，你不过是跳梁小丑。他注意到叶云眼神中对柳如烟毫不掩饰的担忧，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容，伸手一把将柳如烟拽到自己面前，手臂死死勒住他的脖颈，迫使他抬起头。你不是心疼他吗？那就乖乖听话，否则本少爷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好好疼爱你的女人。赵天恒，你敢！叶云双目赤红，周身玄力轰然爆发，武师境7重巅峰的气息如同海啸般席卷开来。放开他，我有什么不敢的？赵天恒勒得更紧了。柳如烟脸色涨红，痛苦地挣扎着，眼中却依旧倔强地看着叶云，泪水混合着屈辱滑落。叶云，你别管我，快走！走！今天谁也走不了！赵天恒狂笑一声，对着吴奎挥了挥手：吴奎，给我上！把这不知死活的小子拿下，打断他的四肢，让他好好看着本少爷是怎么玩他女人的。是，少爷。吴奎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对着身后的黑衣汉子们大喝一声：兄弟们，上！拿下叶云，少爷重重有赏！数十名黑衣汉子瞬间如同潮水般涌向叶云，手中兵刃闪烁着寒光，直指他周身要害。这些人大多是武者境修为，只有寥寥3、4人达到了武师境初期，在叶云面前如同蝼蚁般不堪一击。叶云眼神一冷，脚下风影步展开，身形如同鬼魅般穿梭在人群之中。黄级中品武技流云掌全力施展，掌风呼啸，带着磅礴的气势。噗噗噗！惨叫声接连响起，冲在最前面的几名黑衣汉子瞬间被掌风击飞，口喷鲜血，倒地不起。叶云的动作快如闪电，掌影翻飞，每一击都能精准地命中敌人的要害，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这怎么可能？赵天恒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他没想到叶云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自己精心挑选的手下在他面前竟然不堪一击。吴奎也是心中一惊，他没想到叶云的修为竟然精进得如此之快，连忙亲自上前，武师境5重的玄力轰然爆发，手中弯刀劈出一道凌厉的刀气，朝着叶云的后背劈去。小子，休得猖狂！叶云早已察觉身后的攻击，身形猛地一侧，避开刀气，反手一掌拍向吴奎，掌刀相撞，砰的一声巨响，吴奎被震得后退半步，心中满是骇然。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云的掌力远比他想象中更为雄浑霸道。吴奎，你不行啊，连个毛头小子都收拾不了。赵天恒见状，心中愈发焦躁，对着暗处的供奉使了个眼色。阴暗的角落里，黑袍人引动了，李默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掠出，武师境巅峰的气息瞬间爆发，带着令人心悸的威压，朝着叶云后背拍出一掌。小心！柳如烟惊呼出声，眼中满是恐惧。叶云心中紧招大作，察觉到身后传来的致命威胁，想要躲闪，却被周围的黑衣汉子死死缠住，根本无法脱身。他只能强行运转玄力，凝聚于后背，硬生生挨了李默一掌。噗！叶云一口鲜血喷出，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朝着吴奎飞去，后背传来剧烈的疼痛，玄力运转滞涩，显然受了不轻的伤。太好了！吴奎眼中闪过狂喜，手中弯刀一挥，朝着叶云的脖颈劈去。叶云，你的死期到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云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强行压下体内的伤势，体内玄力骤然爆发，黄级上品武技清风步瞬间施展，身形如同清风般诡异偏移，避开了吴奎的致命一击。同时，他反手一掌，凝聚了全身剩余的玄力，拍向吴奎的胸口。不！吴奎眼中满是惊恐，想要躲闪，却已来不及。噗嗤！掌力透体而过，吴奎的胸口瞬间凹陷下去，鲜血狂喷而出。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叶云，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无声的声响，最终缓缓倒在地上，彻底没了气息。吴奎！赵天恒惊呼出声，脸上满是震惊与愤怒。他没想到叶云受了李供奉一掌，竟然还能反杀吴奎。李默站在一旁看着叶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浓浓的不屑。不错，武师境7重巅峰，能借我一掌不死，还能反杀武师境5重的吴奎，确实有些本事。可惜在我武师境巅峰的修为面前，你这点实力还是不够看。叶云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眼神冰冷地看着李默，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武师境巅峰又如何？今日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话音落下，叶云再次冲了上去，虽然身受重伤，玄力运转滞涩，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杀意依旧浓烈。他知道
今日若是不能杀出重围，不仅自己要死，柳如烟也会落入赵天恒的魔爪。李默眼神一冷，身影一闪，迎了上去。武士境巅峰的玄力全面爆发，掌风呼啸，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每一击都直指叶云的要害。叶云凭借着风影步与清风步的精妙结合，在李默的掌风间隙中艰难躲闪，同时寻找机会反击。但两人的修为差距实在太大，叶云虽然爆发力惊人，却依旧难以抵挡李默的强势攻击。噗！叶云身上接连中招，手臂、胸口、大腿都添了新的伤口，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却依旧眼神凌厉，如同受伤的猛兽，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狠力。柳如烟看着叶云浑身是血，苦苦支撑的模样，心中如同刀割一般，泪水止不住地滑落。他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绳索，却无济于事，只能发出呜呜的呜咽声，眼中满是担忧与绝望。哈哈哈，叶云，你倒是在狂啊！赵天恒看着叶云狼狈的模样，心中的愤怒与嫉妒瞬间爆发。你以为你能救他？做梦！你看看你现在这富贵样子，还怎么救他？他看着柳如烟眼中对叶云毫不掩饰的担忧与关切，心中的嫉妒愈发强烈，伸手捏住柳如烟的下巴，语气阴狠地说道：美人，你看到了吗？你的男人马上就要死了，等他死了，你就乖乖从了本少爷，本少爷保证让你快活似神仙。柳如烟眼中满是厌恶与愤怒，对着赵天恒怒目而视，身体剧烈颤抖，却无法言语。叶云看到赵天恒对柳如烟动手动脚，眼中的杀意愈发浓烈，体内的潜力在愤怒与担忧的刺激下，竟然再次爆发，玄力运转速度加快了几分。赵天恒，我杀了你！叶云怒吼一声，不顾身上的伤势，再次朝着李默冲去，掌影翻飞，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李默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冷笑一声，垂死挣扎罢了。两人再次激战在一起，掌风呼啸，兵刃碰撞，整个土地庙都在剧烈征战。叶云浑身是血，却依旧顽强地抵抗着，他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决绝，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出去，救回柳如烟。叶云浑身浴血，伤口还在不断渗血，可他的眼神却愈发凌厉，如同燃着熊熊烈火的星辰。李默的掌力如同山岳般碾压而来，每一击都让他脏腑震动，可他却死死咬着牙，半步不退。柳如烟还在等着他，他绝不能倒下。小子，放弃吧，你不是我的对手。李默眼中闪过一丝不耐，武士境巅峰的玄力毫无保留的爆发，掌风裹挟着破空之声，再次拍向叶云的胸口。再撑下去，只会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叶云强行侧身避开要害，掌风擦着他的肩头掠过，带起一片血肉，剧痛让他眼前发黑。可就在这极致的痛苦与绝境之中，他体内沉寂的玄力突然剧烈翻腾起来，武士境7重巅峰的壁垒如同被惊雷劈开，一股磅礴的力量从丹田喷涌而出，顺着经脉飞速流转，所过之处，伤势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绝境突破，宿主修为晋级武士境8重，暴击体质触发，玄力总量翻倍，肉身强度大幅提升。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炸响，叶云只觉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力量，之前的疲惫与伤痛瞬间被冲刷大半。武士境8重的气息如同海啸般席卷开来，比之前强横了数倍不止，连周遭的空气都在剧烈震颤。这怎么可能？李默脸色骤变，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他亲眼看着叶云身受重伤，濒临绝境，怎么会突然突破？而且突破后的气息竟然如此恐怖。叶云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笑容，眼神冰冷如刀。不可能，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绝境逢生。话音落下，叶云身形一闪，风影步与清风步同时施展，速度较之前快了数倍，如同瞬一般出现在李默面前。他不再防御，全力进攻。流云掌裹挟着武士境8重的玄力，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着李默狂轰滥炸。砰砰砰，两人掌掌相撞，巨响震耳欲聋。李默竟被叶云逼得连连后退，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云的玄力不仅雄浑霸道，而且恢复速度快得惊人，仿佛永远不会枯竭。这是什么鬼东西？简直怪物！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李默一边艰难抵挡，一边嘶吼出声，心中满是忌惮。他修炼数十年才达到武士境巅峰，可眼前这少年年纪轻轻就突破至武士境8重，还拥有如此诡异的恢复力，若是给他时间，日后必将成为一方巨擘。少说废话，取你狗命！叶云怒喝一声，攻势愈发凌厉，掌影翻飞间，清风步的玄妙展现的淋漓尽致，时而如清风拂柳避过李默的攻击，时而如惊雷炸响，掌力直取要害。他此刻如同浴血的战神，周身血气翻腾，眼神中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一旁的赵天恒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双腿发软。他怎么也没想到叶云竟然能在绝境中突破，还反过来压制了武士境巅峰的李默。原本志在必得的埋伏，如今却变成了一场噩梦。不可能，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赵天恒浑身颤抖，眼中满是恐惧与绝望。他下意识地看向被绑在木桩上的柳如烟，却见他眼中噙满泪水，看向叶云的目光中满是担忧与欣喜，那模样让他心中的嫉妒与愤怒瞬间爆发，却又无能为力。
柳如烟看着叶云浴血奋战的身影，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心中满是心疼与骄傲。他知道叶云为了救他付出了多少代价，那一道道伤口仿佛都刻在他的心上，让他恨不得逆他承受所有的痛苦。就在这时，土地庙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苏婉清焦急的呼喊：“叶云，我来了！”只见苏振南带着数十名苏家弟子，手持兵刃，迅速将土地庙包围。苏婉清穿着一身劲装，脸上满是担忧，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在了浑身是血的叶云身上，心脏骤然紧缩。“叶云，你怎么样？”苏伯父，婉清。叶云分神看了一眼，心中一暖，随即对着苏振南沉声道：“苏伯父，麻烦你拿下赵天恒，别让他跑了。”叶公子放心。苏振南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对着赵天恒怒喝一声：“赵天恒，你屡次三番针对苏家，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赵天恒见状，知道大势已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逃。他猛地推开身边的黑衣汉子，转身就朝着庙后跑去。想跑？苏振南冷哼一声，武士境6重的玄力爆发，身形一闪，追了上去。“给我留下！”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苏振南的修为与赵天恒不相上下，一时之间难分胜负。赵天恒心中焦急，只想尽快脱身，招式愈发急躁，破绽百出。苏婉清看着叶云与李默激战的模样，心中满是担忧，却不敢上前打扰，只能在一旁喊道：“叶云，小心点，别硬拼！”叶云闻言，心中一暖，攻势却愈发猛烈。他知道必须尽快解决李默，才能去帮苏振南拿下赵天恒。“李默，受死吧！”叶云怒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突然不再躲闪李默的掌力，硬生生受了他一掌，同时将全身玄力凝聚于右掌，以伤换伤，猛地拍向李默的胸口。噗！叶云一口鲜血喷出，身体踉跄后退，可李默也被这全力一击打的胸口凹陷，玄力瞬间紊乱。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叶云，眼中满是惊骇与不甘。“你竟然如此狠辣！对付你这种杂碎，何须讲情面？”叶云擦了擦嘴角的血迹，身形一闪，再次冲到李默面前，一掌拍在他的天灵盖上。砰！李默的脑袋如同西瓜般炸裂开来，鲜血脑浆四溅，武士境巅峰的供奉就此殒命。解决了李默，叶云缓缓转过身，目光冰冷地锁定正在与苏振南缠斗的赵天恒，那眼神如同来自地狱的修罗，带着无尽的杀意，让赵天恒浑身发冷，动作都慢了半拍。“赵天恒！”叶云一字一顿地说道，声音冰冷刺骨，带着滔天的恨意。赵天恒吓得魂飞魄散，对着叶云嘶吼道：“叶云，你别过来！我是城主的儿子，你杀了我，我父亲绝不会放过你的！放过我！”叶云嗤笑一声，一步步朝着他走去，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寒气。“你抓走如烟，设下埋伏，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他的脚步沉重而坚定，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赵天恒的心上。苏振南见状，趁机发动猛攻，一掌拍在赵天恒的后背，将他打得口喷鲜血，倒在地上。叶云走到赵天恒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中没有丝毫温度。“死来！”一声怒喝，如同惊雷炸响。叶云抬起脚，猛地踩在赵天恒的胸口，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赵天恒眼中满是恐惧与绝望，口中不断涌出鲜血，想要说什么，最终脑袋一歪。叶云紧紧回抱住他，感受着他身体的颤抖与泪水的温度，心中满是自责。“对不起，如烟，对不起，是我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动作温柔至极，与刚才那个浴血奋战的战神判若两人。“别怕，没事了，都过去了，有我在，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柳如烟哽咽着点头，紧紧攥着叶云的衣衫，仿佛一松手，他就会消失不见。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对叶云的依赖，让他此刻只想依偎在他怀里，感受他的体温与心跳。两人相拥而泣的画面，在满是血腥味的土地庙中显得格外真挚与动人。而不远处，苏婉清僵在原地，伸出的手还停留在半空，脸上的担忧与焦急渐渐被失落与苦涩取代。他看着叶云对柳如烟那毫不掩饰的心疼与温柔，看着他们之间那种历经生死的羁绊，心中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的疼。知道自己不该难过，柳如烟刚刚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情，叶云关心她是应该的。可看着叶云眼中只有柳如烟的模样，苏婉清还是忍不住感到失落。她默默收回手，低下头，掩饰着眼眶中泛起的水光，手指轻轻绞着衣角，心中五味杂陈。她为叶云平安无事而高兴，为柳如烟成功获救而欣慰，可也为自己无法走进叶云心中最深处而感到难过。一旁的苏振南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脸上满是复杂的神色。他看着叶云与柳如烟之间深厚的感情，又看了看自家女儿落寞的模样，心中感慨万千。他知道叶云并非薄情之人，可感情之事向来复杂，并非人力所能勉强。苏振南轻轻叹了口气，最终什么也没说。叶云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柳如烟也受了不小的惊吓，此刻并非说这些的时候。而且经此一战，叶云的实力与心性已然远超同龄人，他的未来不可限量，苏家能与他结缘已是幸事。至于女儿的感情，只能顺其自然。他转头对着苏家弟子吩咐道：“把这里收拾干净，另外找2顶轿子来，
送叶公子和柳姑娘回府疗伤。是，家主。弟子们恭敬应诺，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残局。叶云安抚了柳如烟许久，才让她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他扶着柳如烟，转头看向苏振南与苏婉清，眼中满是感激。苏伯父、婉清，今日多谢你们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苏振南摆了摆手，叶公子客气了，你与婉清情投意合，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苏婉清也抬起头，强挤出一丝笑容，对着叶云说道：你没事就好，我们快回去疗伤吧，你的伤不能再拖了。叶云看着他眼底的红丝与强装的笑容，心中微微一暖，又有些愧疚。他知道苏婉清此刻的心情，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能点了点头。好，我们回去。土地庙一战落幕，石云城表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叶云带着柳如烟回到城西别院，看着他身上尚未褪去的伤痕以眼底残留的惊惧，心中的愧疚愈发浓烈。经历过被掳走的惊魂时刻，他再也不敢让柳如烟独自居住。自此之后，每日修炼结束，无论多晚，他都会赶回别院陪伴柳如烟。夜色渐浓时，别院的房间里总会亮起一盏暖灯。叶云会为柳如烟梳理被打乱的经脉，耐心指导他巩固50境3重的修为，偶尔也会说起白天在苏家的趣事，驱散他心中的阴霾。柳如烟则褪去了往日的隐忍，愈发依赖叶云，每晚都会等他归来，为他准备好温热的汤药，用温柔的陪伴抚平他身上的疲惫与伤痛。鱼儿，你今日去苏家，婉清小姐没为难你吧？柳如烟坐在床边，为叶云擦拭着手臂上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忧。他知道苏婉清对叶云的心意，也清楚自己的存在或许会让那位纯真的少女难过。叶云握住他的手，眼神温柔而坚定。没有，婉清她很好，你别多想，我会处理好的。他心中对苏婉清也满是感激与愧疚。原本以为在土地庙亲眼目睹他与柳如烟的身后羁绊后，苏婉清会闹脾气，甚至与他决裂，毕竟哪个少女不希望自己的心上人心中只有自己。可事实却出乎叶云的意料，苏婉清不仅没有丝毫抱怨，反而依旧对他温柔体贴。每次他前往苏家，都会为他准备好可口的饭菜，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势。更让叶云心中安定的是，每当他提出要与苏婉清一同修炼时，苏婉清都未曾拒绝。少女的脸颊会泛起羞涩的红晕，眼神中却没有丝毫怨怼，只有纯粹的依赖与爱慕。在叶云看来，这无声的接纳远比千言万语更让他安心。双休时，苏婉清依旧是那副青涩懵懂的模样，却比以往多了几分主动。他会紧紧搂着叶云的脖颈，将脸颊埋在他的胸口，感受着他的体温与心跳，仿佛这样就能将自己的心意传递给他。叶云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柔软与包容，心中愈发珍惜这份难得的情谊。修炼时也会更加耐心地引导他，助他稳固武者境8重的修为。婉清，谢谢你。一次双修结束后，叶云轻轻抚摸着苏婉清的长发，语气中满是真挚的感激。苏婉清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羞涩，却异常坚定。叶云，我知道如烟姐姐对你很重要，她陪你经历了很多，我只希望能陪在你身边就够了。叶云心中一暖，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能得到2位如此美好的女子倾心相待。他暗下决心，日后定要拼尽全力保护好她们，不让她们再受半点委屈。与石云城这一方的温情脉脉不同，城主府内却是一片压抑的低气压。议事大殿中，赵山河负手而立，背对着殿门，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大武士境界的气息如同无形的山岳，让殿内的空气都几乎凝固。已经超过7天了，天恒还没有消息。赵山河的声音冰冷刺骨，没有丝毫情绪，却让站在下方的管家浑身一颤。管家低着头，恭敬地回道：回城主，属下已经派人全城搜查，甚至扩大到了城外100里范围，可依旧没有2公子的踪迹。李供奉也一同失踪了，派人去他的住处查看，发现里面早已人去楼空。人去楼空？赵山河猛地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厉。李默乃是50境巅峰的强者，在石云城，谁能让他不告而贬？还有天恒，他身边带着数10名护卫，又有李默随行，怎么会凭空失踪？他心中清楚，李默虽然只是府中供奉，但其实力在石云城也算得上是顶尖高手，寻常势力根本不敢招惹。而二儿子赵天恒虽然性格顽劣，武道天赋平平，但身边护卫众多，又有李默保驾护航，按理说绝不会出什么意外。可如今2人同时失踪，这绝非偶然，背后定然有人在暗中作祟。管家连忙安慰道：城主息怒，石云城乃是您的地盘，城中各大势力无不俯首帖耳，想必没有哪个家族或势力敢公然与城主府对抗。或许2公子只是一时兴起，带着李公奉出去游玩了，过几日便会回来。赵山河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他深知自己在石云城的威望，大武士的实力足以震慑所有宵小之辈，确实没人敢轻易招惹城主府。可心中的不安却并未消散。赵天恒虽然顽劣，但从未有过如此长时间不告而别的情况。继续查。赵山河沉声道：加派人手，务必尽快找到天恒的下落，无论他在哪里，都要给我带回来。是，属下遵命。管家连忙应道。赵山河挥了挥手，让管家退下，
店内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他走到店中央的椅子上坐下，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心中思绪万千。沉默片刻，他再次开口，声音低沉：“来人！”一名护卫应声而入：“城主，大公子最近修炼如何？”赵山河问道。提到大儿子赵天龙，护卫的脸上露出一丝恭敬，回城主，大公子每日都在修炼密室中潜心修炼，从未有过丝毫懈怠。据属下所知，大公子的修为已经稳固在武士境9重，距离大武士境界只有一步之遥，实力日益精进。赵山河的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脸上的阴霾也消散了不少。相比于顽劣不堪的二儿子赵天恒，大儿子赵天龙无疑更让他省心。赵天龙不仅武道天赋出众，性格也沉稳干练，是他心中最理想的继承人。好，好！赵山河连说2个好字，语气中满是欣慰。距离天阳国4大宗门招收弟子的日子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天龙这孩子此次定然能顺利进入4大宗门深造。他心中对赵天龙寄予厚望。4大宗门乃是天阳国最顶尖的势力，底蕴深厚，资源丰富。若是赵天龙能成为4大宗门的弟子，不仅能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城主府的地位也会因此更加稳固。想到这里，赵山河心中的烦闷渐渐消散。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石云城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无论二儿子赵天恒出了什么事，都不能影响到大儿子的前程。待4大宗门招收结束，他再亲自出手彻查此事，敢招惹城主府的人，定要让其付出血的代价。而他并不知道，他心心念念的二儿子赵天恒早已在土地庙中殒命，而那个让他儿子丧命，让他供奉陨落的少年，此刻正在石云城中潜心修炼，实力日益精进，即将成为他最大的威胁。几天后，石云城城门处，一行车马缓缓驶入，为首的是一名身着紫袍的中年男子，面容刚毅，眉宇间带着几分久居上位的威严，正是青云城赵家族主赵烈。他身后跟着10数名气息沉凝的护卫，显然都是精心挑选的好手。一行人浩浩荡荡，引得街上行人纷纷侧目。车马径直驶向城主府。通报过后，赵烈在管家的引领下走进了议事大殿。殿内，赵山河正端坐于主位，神色依旧带着几分连日来的沉郁。见赵烈到来，他缓缓起身，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赵兄，多年不见，别来无恙，托赵城主的福，一切安好。”赵烈快步上前，拱手笑道：“此次贸然前来打扰，实在是有要事相求。”两人分宾主落座，侍女奉上香茗。赵烈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目光扫过殿内，开门见山：“赵城主，早年你我有过一面之缘，当年我侥幸帮你化解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你曾说过，日后若有需要，定当报答。今日前来，正是想请你帮我找2个人。”“哦，不知赵兄要找何人？”赵山河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一个名叫叶云的少年，还有一个名叫柳如烟的女子。赵烈沉声道：“这2人乃是我青云城的逃犯，身上背着血海深仇，我此次前来，便是为了捉拿他们归案。赵城主若是能帮我找到他们的踪迹，赵某必有重谢。”他刻意隐瞒了玄极功法的秘密，一来此事太过重大，不宜轻易泄露，二来他也担心赵山河知晓后会生出觊觎之心，反而节外生枝。赵山河闻言，心中微动。最近石云城不太平，二儿子赵天恒与李默失踪，他正派人全城搜查，或许这叶云与柳如烟与此事有关。想起早年赵烈确实帮过自己一个大忙，那份人情一直未曾偿还，如今赵烈开口，他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而且若是能借着此事顺藤摸瓜找到赵天恒的下落，也是一举两得。赵兄说笑了。赵山河摆了摆手，语气诚恳：“当年若不是赵兄出手相助，我也不会有今日。你之事便是我之事，何须谈谢？”说罢，他对着殿外喊道：“管家！”管家连忙应声而入：“城主，你立刻加派人手，全城搜查一个名叫叶云的少年和一个名叫柳如烟的女子。”赵山河沉声道：“务必仔细排查，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一旦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是，属下遵命。”管家恭敬应诺，转身快步离去。赵烈心中大喜，对着赵山河拱手道谢：“多谢赵城主仗义相助，赵某铭记在心，日后若有差遣，定当万死不辞。”“赵兄客气了。”赵山河微微一笑，目光在赵烈身后的护卫身上扫过，心中暗忖：这赵烈此次前来带了这么多好手，看来那叶云和柳如烟绝非普通逃犯。两人又闲聊了几句，赵烈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地问道：“对了，赵城主，今日前来怎么没见到你的2位公子？当年我曾见过他们一面，如今想来，应该都已长成栋梁之才了吧？”提到儿子，赵山河的脸色瞬间一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与烦躁，语气生硬地说道：“他们还有要事在身，就不出来见客了。”赵烈见状，心中顿时咯噔一下，他何等精明，瞬间便察觉到了不对劲。赵山河的反应太过反常，显然是2位公子之中出了什么事情。原来如此，赵烈识趣的没有追问，脸上依旧带着笑容，心中却已盘算开来。看来最近石云城确实发生了不少事情，或许这叶云和柳如烟的失踪与城主府的变故有着某种联系。又聊了片刻，赵烈起身告辞：“赵城主，打扰已久，我便先行告辞了。日后有消息，还请及时告知。”“赵兄慢走。”
赵山河点了点头，并未起身相送。赵烈带着护卫离开了城主府，坐上马车，朝着早已安排好的住处驶去。车厢内，赵烈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看来石云城的水比我想象中还要深，城主府定是出了大事，说不定与叶云那小子有关。传令下去，让手下人暗中打探，务必弄清楚城主府最近发生了什么。是，家主。身边的护卫连忙应道。马车缓缓驶离，而城主府内，赵山河望着窗外，脸色愈发阴沉。他有种预感，赵烈要找的叶云，或许就是导致二儿子失踪的罪魁祸首。若真是如此，他定要让那小子付出血的代价。与此同时，石云城另一处府邸王家大院，王家乃是石云城仅次于城主府的顶尖势力，家主王啸天实力深不可测，据说早已达到大武士境界，与赵山河不相上下。王家府邸占地广阔，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一派豪门气象。府邸深处的演武场上，一道纤细的身影正在翩翩起舞。少女约莫16、17岁的年纪，身着一身月白色的练功服，裙摆随着她的动作翻飞，如同一只轻盈的蝴蝶。她的肌肤白皙如玉，五官精致的如同画中走出的仙子，尤其是一双眼眸清澈灵动，却又带着几分超越年龄的坚定与锐利。她正是王家的掌上明珠王语嫣。王语嫣手中握着一柄长剑，剑光闪烁，如同匹练般穿梭舞动。她的剑法精妙绝伦，时而快如闪电，时而柔如流水，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深厚的武道底蕴，显然是得到了名师指点。语嫣，今日修炼的如何了？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一名身着青色锦袍的中年男子缓步走来。男子面容儒雅，眼神温和，正是王语嫣的父亲，王家族主王啸天。王语嫣听到声音，收剑而立，剑尖直指地面，一滴水珠顺着剑尖滴落。他转过身，对着王啸天微微躬身，脸上露出一抹明媚的笑容。父亲，我今日感觉又有精进。王啸天看着女儿，眼中满是欣慰与骄傲。王语嫣不仅容貌绝美，武道天赋更是百年难遇，年仅16岁便已达到武士境7重的修为，比当年的他还要出色几分。还有不到1个月，便是天阳国4大宗门招收弟子的日子了。王啸天走到女儿身边，语气带着几分期待：“你有把握吗？”王语嫣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与自信，嘴角勾起一抹傲然的笑容：“父亲放心，女儿有十足的把握。这时云城之中，除了城主府的赵天龙，无人能是我的对手。4大宗门的名额，我志在必得。”他的语气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赵天龙的天赋确实出众，如今已是武士境9重，距离大武师只有一步之遥，是他此次最大的竞争对手。但王语嫣从不畏惧挑战，反而将其视为激发自己潜力的动力。王啸天满意地点了点头：“好，有志气，不愧是我王家的女儿。只要你能进入4大宗门，日后的成就必将远超为父。”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带着几分随意地说道：“对了，最近城主府似乎有些不太平。”王语嫣眼中闪过一丝好奇：“哦，城主府出什么事了？难道是赵天龙出了意外？”在他看来，石云城能让城主府不太平的，也只有赵天龙出事这一种可能。王啸天摇了摇头，笑道：“并非赵天龙，而是他那个弟弟赵天恒，听说已经失踪好几天了，连带着城主府那位武士境巅峰的供奉李默也一同不见了踪影。”赵天恒，王语嫣脸上的好奇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屑。不过是个纨绔子弟罢了，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他失踪了也不足为奇。在他眼中，赵天恒与赵天龙简直是天差地别，一个天赋出众，沉稳干练，一个却恃凶无大志，只会仗着城主府的势力作威作福。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他浪费心神。王啸天看着女儿的模样，无奈地摇了摇头：“你呀，就是性子太傲。不过也好，专注于修炼，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父亲，我还想再修炼一会儿。”王语嫣说道，眼中再次燃起了对修炼的热情。“好，你去吧，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太过劳累。”王啸天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发，转身离开了演武场。王语嫣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握紧了手中的长剑，眼神愈发坚定。“赵天龙，4大宗门，我来了！”演武场上，剑光再次闪烁，少女的身影在阳光下愈发挺拔。几日后，城西别院，院中草木葱郁，静谧清幽。叶云盘膝坐在院中的石台上，周身旋力环绕，形成一道淡淡的气流漩涡。武士境8重的修为在体内稳步运转，每一次周天循环都让他的旋力愈发凝练浑厚。经历过土地庙的生死之战，他的武道感悟愈发深刻，修炼起来事半功倍，距离武士境9重的壁垒也越来越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勾勒出少年挺拔的身影。柳如烟坐在一旁的廊下，手中拿着针线，时不时抬头看向叶云，眼中满是温柔与欣慰。这些日子看着叶云的修为1日千里，他心中既骄傲又安心。不知过了多久，叶云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精芒，周身的旋力漩涡渐渐消散。他轻轻吐出一口浊气，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鱼儿，修炼结束了。”柳如烟放下手中的针线，起身走到他身边，递过一杯温热的茶水。叶云接过茶水，一饮而尽，语气带着几分轻松，感觉又精进了不少，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到50进9重了。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伴随着苏振南的声音：“叶公子在家吗？”叶云心中一动，起身开门：“苏伯父，您怎么来了？快请进。”苏振南走进院子，脸上带着几分凝重，目光扫过院中，见柳如烟也在，便点了点头示意，随即对叶云说道：“叶公子，今日前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叶云察觉到苏振南神色不对，心中隐隐有了一丝预感，连忙说道：“苏伯父，有话请说。”三人走进屋内坐下，柳如烟为苏振南倒了杯茶。苏振南端起茶杯，却没有喝，而是沉声道：“叶公子，最近石云城中不太平，这2天来了一伙不明身份的外地势力，正在全城搜查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少年，女的约莫30出头的年纪。”他顿了顿，语气愈发凝重。更让人在意的是，城主府也在同步搜查这2个人，而且搜查的力度极大，几乎把石云城翻了个底朝天。叶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心中咯噔一下，一男一女，少年与女子，这描述分明就是他和柳如烟。苏伯父，你确定他们搜查的是这样2个人？叶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千真万确。苏振南点了点头，我也是从心腹那里得到的消息，据说那伙外地势力来势汹汹，出手阔绰，悬赏了不少玄石找人，而城主府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似乎志在必得。柳如烟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担忧，紧紧握住了叶云的手。苏振南看着2人的模样，心中的猜测愈发肯定，语气带着几分担忧：“叶公子，你说会不会是上次击杀赵天恒的事情暴露了？城主府这是要找你报仇，而那伙外地势力或许是城主府请来的帮手？”叶云摇了摇头，眉头紧紧蹙起，陷入了沉思。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击杀赵天恒和李默后，苏振南已经让人处理干净了现场，按理说不应该留下痕迹。而且如果真是城主府发现了真相，想要报仇，那搜查的应该只有城主府一方势力，绝不会有另一伙不明身份的外地势力掺和进来。应该不是。叶云缓缓开口，语气笃定：“若是击杀赵天恒的事情暴露，城主府必然会直接认定是我所为，全力追杀我一人即可，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搜查一男一女，还引来外地势力，这其中定然另有隐情。”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丝猜测，能同时让城主府和外地势力出手搜查的，除了与赵天恒之死有关，恐怕还有其他原因。联想到之前在青云城得罪的3大家族，叶云心中一动，难道是青云城3大家族的人追来了？他们一直想要灭了叶家，如今叶家只剩下了他还有柳如烟，之前在黑风岭没能抓到自己，如今定然是查到了石云城的线索，所以才会亲自带人前来，甚至可能联合了城主府。叶公子，那你觉得这伙外地势力会是谁？苏振南问道，眼中满是担忧。目前还不好说。叶云摇了摇头，不过我心中也有几分猜测。苏伯父，能否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伙外地势力的来历，尤其是领头人的身份，越详细越好。这没问题。苏振南满口答应下来，我在石云城还有些人脉，定能查清楚此事。你放心，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多谢苏伯父。叶云拱手道谢，心中安定了不少。有苏振南帮忙打探消息，他也能更好地应对接下来的危机。苏振南摆了摆手，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缓和了一些。对了，叶公子，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再过不到1个月，石云城将会举行一场全城大比，由城主府牵头，城中各大势力都会参与。全城大比？叶云眼中闪过一丝好奇。没错。苏振南点了点头。这场大比的奖励十分丰厚，而最重要的是，大比的前2名将会获得进入天阳国4大宗门修炼的资格。4大宗门，这4个字如同惊雷般在叶云耳边炸响，他的眼睛瞬间亮得惊人，比看到堆积如山的玄石得到顶级功法还要激动万分，心中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身负双修系统，修炼之路本就与天下武者截然不同，寻常人苦修数十年未必能进阶，他却能通过与体质契合的女子双修，轻松突破瓶颈，修为1日千里。柳如烟的温婉包容虽曾为他带来巨大的突破助力，可他心中清楚，仅凭一人终究有局限。想要快速攀登武道巅峰，在这乱世之中安全活下去，想要真正护得身边人周全，就必须接触到更多天赋出众、体质特殊的女子。而4大宗门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修炼圣地，那里汇聚了天阳国各地的天才少女，她们或是天生灵体，或是根骨齐家，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存在。想想那些身姿绰约、实力强横的漂亮师姐，或许还有古灵精怪、天赋异禀的同门师妹，甚至可能遇到仙姿玉貌、实力深不可测的女师尊。叶云的心跳都不由得加速，眼中满是炽热的期待。有系统在身，只要能找到足够多契合的女子双修，我的修为岂不是能一路暴涨？叶云心中狂喜不已，念头愈发清晰。4大宗门弟子众多，女子更是不计其数，总能遇到不少体质契合的人，到时候既能借助宗门的庇护躲避追杀，又能光明正大的寻找双修对象，简直是一箭双雕。至于宗门的修炼资源，高级武技对他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有系统辅助，只要双修到位，玄力自然，浑厚磅礴，功法瓶颈也能轻松突破。
那些外在的东西根本无需刻意追求。看到叶云眼中毫不掩饰的兴奋光芒，苏震南心中了然，笑道：“叶公子，以你的实力，若是参加这场大比，定然能取得不错的成绩。这可是进入4大宗门的绝佳机会，多少人梦寐以求。”叶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激动，拳头紧紧攥起，眼中闪烁着志在必得的光芒。4大宗门，他必须进，不仅为了自己的武道前程，为了保护柳如烟和苏婉清，更为了那条独一无二的双修武道之路。只有那里才能让他快速成长为真正的强者，无惧任何风浪。苏伯父，多谢你告知我这个消息。叶云语气铿锵有力，没有丝毫犹豫。这场大比我一定会参加，而且前2名的名额我势在必得。看着叶云自信满满的模样，苏震南心中欣慰不已。他知道叶云的未来不可限量，4大宗门或许正是他展翅高飞的起点。只是他并不知道，叶云如此迫切想要进入宗门，并非单纯为了修炼资源或名师指点，而是有着旁人无法想象的特殊原因。苏震南心中仍有一丝担忧。如今城主府和外地势力都在搜查叶云，他能否顺利报名参加大比？而大比之上，城主府的赵天龙、王家的王语嫣等天才强者云集，叶云想要脱颖而出，绝非易事。苏震南告辞离去后，夕阳已沉，暮色渐渐笼罩了城西别院。叶云送苏震南至院门口，折返时脸上已没了方才的轻松。他走到廊下，看着正收拾茶具的柳如烟，语气凝重：“如烟，最近几日，你万万不可踏出这别院半步。”柳如烟手中的动作一顿，抬眸看向他，眼中满是担忧：“鱼儿，是不是青云城的人真的来了？”“10有8九。”叶云点了点头，伸手握住他微凉的手。苏伯父带来的消息太过蹊跷，外地势力与城主府一同搜查，除了3大家族，我想不出其他可能。他们一直对叶家余孽紧追不放，这次定然是查到了10云城的线索。柳如烟的眼圈微微泛红，既焦急又心疼。那你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还有城主府帮忙，你若是遇到危险，放心，我自有分寸。叶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语气温柔却坚定：“我如今已是50境8重，寻常人伤不了我，而且还有苏伯父帮忙打探消息，我们只需暂时蛰伏，等参加完10云城大比，进入4大宗门，便能彻底摆脱他们的纠缠。”他顿了顿，补充道：“这段时间我会日夜陪着你，修炼也不离开别院。你切记，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开门，一切有我。”柳如烟含泪点头，紧紧攥着他的手：“我知道了，你也要小心。”夜色渐深，别院的房间里燃起一盏暖灯，光晕柔和。叶云盘膝坐在床榻上，柳如烟依偎在他怀中，两人周身旋力交织，形成一道淡淡的粉色气流。双修之事早已水到渠成，此刻肌肤相贴，气息交融，满室都弥漫着暧昧的氛围。柳如烟的脸颊泛着诱人的潮红，睫毛轻轻颤抖，双手紧紧环着叶云的脖颈，吐气如兰：“鱼儿，你的旋律越来越浑厚了。”叶云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声音带着几分沙哑的磁性：“是你体质契合，帮了我太多。”他的手掌轻轻抚过他光滑的脊背，旋律顺着掌心缓缓涌入他体内，与他的气息缠绕共鸣。柳如烟轻哼一声，身体微微颤抖，愈发贴近他：“能帮到你就好。”两人沉浸在双修的静谧与愉悦中，旋律在彼此体内流转不休。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瓶颈在缓缓松动，50境9重的门槛似乎触手可及。可就在这时，叶云的眉头骤然一蹙，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不对劲！”他低声道。柳如烟也瞬间清醒过来，脸上的潮红未退，眼中却已多了几分警惕。“怎么了？有人来了？”叶云的声音带着一丝冷意，气息很杂，至少有10几个人正朝着别院这边来。两人早已不是初次经历险境，默契十足。无需多言，柳如烟迅速从叶云怀中起身，手脚麻利地穿上衣物，动作虽快，脸颊却因方才的亲密与此刻的紧张，红得愈发诱人。叶云也飞快地整理好衣衫，周身旋力悄然运转，目光紧紧盯着房门。院门外，脚步声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别院门口。“叶云，柳如烟，给我出来受死！”赵烈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狂喜与狠厉，如同惊雷般在夜色中炸开。他带着10数名赵家弟子，已然将别院团团包围，手中兵刃在月光下闪烁着寒芒。方才通过城主府提供的线索，再加上暗中打探，他终于锁定了叶云与柳如烟的藏身之处，此刻志在必得。叶云眼神一沉，对柳如烟低声道：“你待在屋里，不要出来，我跟你一起。”柳如烟抓起墙角的长剑，眼中满是坚定。叶云深深看了他一眼，不再劝阻，推开房门，与柳如烟一同走了出去。月光下，赵烈身着紫袍，站在人群最前方，目光如同饿狼般死死盯着柳如烟，眼神火热，毫不掩饰其中的贪婪。柳如烟今日穿着一身素色衣裙，脸颊犹带潮红，眉宇间带着几分未散的慵懒与此刻的倔强，美得惊心动魄。“果然是你们！”赵烈哈哈大笑，语气中满是得意。“叶云，柳如烟躲了这么久，终究还是被我找到了。”叶云冷眼看着他，语气冰寒：“赵烈，你3番5次追杀我们，到底意欲何为？”“意欲何为？”赵烈嗤笑一声，目光依旧粘在柳如烟身上：“把东西交出来，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什么东西？”叶云与柳如烟对视一眼，
皆是满脸疑惑。别装傻充愣！赵烈脸色一沉，厉声喝道：“叶苍兰那个老东西，向来对你柳如烟信任有加，他的那本玄极功法，定然是交给你了。识相的就赶紧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玄极功法，叶云与柳如烟心中皆是一惊，瞬间恍然大悟。原来三大家族当年覆灭叶家，不仅仅是因为家族恩怨，其最终目的竟然是为了这本玄极功法。而他们一直以为叶云与柳如烟手中持有功法，才会如此紧追不舍。叶云的眼中瞬间燃起熊熊怒火，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叶家百余口人的惨死，血海深仇，此刻尽数涌上心头。他死死盯着赵烈，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原来如此，你们这些畜生，为了一本功法，竟然屠戮我叶家满门！今日我定要为我叶家报仇雪恨！柳如烟的眼中也满是悲愤与恨意，握着长剑的手微微颤抖。他从未见过什么玄极功法，叶苍兰也从未提及。可这些人为了莫须有的东西，竟对他们赶尽杀绝，还害死了叶家那么多人。赵烈却没心思理会叶云的愤怒，他的目光在柳如烟泛红的脸颊与玲珑有致的身段上流连，看了看叶云，心中突然生出一个荒诞却又无比肯定的念头。他上下打量着两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语气猥琐：“你们两人该不会是乱搞在一起了吧？”此言一出，柳如烟的脸颊瞬间爆红，不是羞涩，而是愤怒与难堪。他下意识地往叶云身边靠了靠，眼神中满是羞愤与不自然。赵烈见状，心中的猜测愈发肯定，脸上露出吃瓜般的神情，随即转为浓浓的嫉妒与不甘。他怎么也没想到，柳如烟竟然会跟叶云这个毛头小子搞在一起，真是不要脸！赵烈怒声骂道，眼中满是嫉妒。柳如烟，你好歹也是叶苍兰的养女，叶云的长辈，竟然做出这种有违伦常的事情。还有你叶云，一个臭小子，居然能有如此艳福，真是暴殄天物。他心中极度的发狂，如此绝色美人，本该属于他这样的大人物，却被叶云这个小子占了便宜，简直是天理难容。废话少说，叶云眼中杀意更浓。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想走！狂妄！赵烈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给我上，拿下这对狗男女，死活不论！随着他一声令下，10数名赵家弟子瞬间如同潮水般涌向叶云与柳如烟。这些弟子中，最高修为不过武师境7重，其余皆是武者境巅峰或者武师境初期武者，在叶云面前如同蝼蚁般不堪一击。叶云眼神一冷，武师境8重的玄力轰然爆发，风影不展开，身形如同鬼魅般穿梭在人群之中。流云掌全力施展，掌风呼啸，每一击都带着磅礴的力量。噗噗噗！惨叫声接连响起，冲在最前面的几名赵家弟子瞬间被掌风击飞，口喷鲜血，倒地不起。叶云的动作快如闪电，掌影翻飞，招招致命。不过片刻功夫，便有4、5名弟子殒命于他掌下。这怎么可能？赵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上一次从黑风岭传来的消息，叶云不过才武师境初期修为，怎么短短时间内竟然达到了武师境后期？这等修炼速度简直是闻所未闻，这小子的进步怎么会这么快？赵烈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浓郁的杀意。叶云的天赋太过恐怖，若是今日不将他斩杀，日后必成心腹大患。他不再犹豫，周身玄力轰然爆发，大武师境的气息如同山岳般碾压而来，朝着叶云猛扑过去。小子，休得猖狂，让我来会会你！轰！赵烈身形如电，大武师一众的玄力毫无保留的爆发，周身气流剧烈翻腾，地面的碎石都被震得簌簌作响。他一掌拍向叶云，掌风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势，尚未临近，便已让叶云感到呼吸困难，仿佛有一座无形的山岳压在肩头。这就是大武师与武师境的本质差距，玄力的凝练程度、爆发力以及对天地灵气的调动都不在一个层面。叶云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将武师境8重的玄力运转到极致，清风步施展，身形如同风中柳絮，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致命一掌。吃了！掌风擦着叶云的肩头掠过，将他的衣衫撕裂一道长长的口子，肩头的皮肉瞬间翻卷，鲜血汩汩渗出。剧烈的疼痛让叶云闷哼一声，身形踉跄着后退数步，才勉强稳住身形。好快的速度！赵烈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他本以为这一掌能重创叶云，没想到竟被他险险避开。叶云的身法精妙程度远超他的预料。柳如烟见状，脸色煞白，手持长剑便要冲上前支援。别过来！叶云厉声喝道：“你不是他的对手，照顾好自己。”话音未落，赵烈已再次欺进，攻势愈发猛烈。他的掌法刚猛霸道，每一击都带着磅礴的玄力，将叶云的闪避空间压缩到极致。大武师的威压如同枯骨之躯，让叶云的动作都慢了半拍，玄力运转也变得滞涩起来。叶云咬紧牙关，凭借着精妙的身法与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赵烈的掌风间隙中艰难周旋。他深知自己硬拼不过，只能避其锋芒，寻找反击的机会。砰砰砰！接连数次碰撞，叶云只能勉强格挡。每一次与赵烈的掌力相接，都感觉手臂发麻，脏腑震动。他的身上又添了数道伤口，鲜血染红了大半衣衫，
看起来狼狈不堪。这是叶云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严峻的一次战斗。面对大武师境的赵烈，他引以为傲的爆发力与身法都被对方的绝对实力死死压制。哪怕他能越阶对战武师境10重，在大武师面前也如同孩童面对成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小子，你倒是在躲呀！赵烈狞笑着，掌力愈发凌厉。武师境8重能做到这一步，确实让我意外。可惜，你终究不是我的对手。今日你必死无疑。他心中的震惊远超表面。叶云的进步速度简直匪夷所思，短短时间内从武师境初期飙升到8重，还能在自己手下支撑这么久。这等天赋，若是让他成长起来，日后必成心腹大患。今日必须将他彻底斩杀。叶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额头的冷汗混合着鲜血滑落，视线都开始有些模糊。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体力与玄力都在快速消耗，而赵烈的攻势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叶云心中念头电转，他知道再这样被动闪避，迟早会被赵烈找到破绽，一击毙命。他猛地眼神一凝，心中一横，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在赵烈再次一掌拍来之际，叶云没有闪避，反而迎着掌风冲了上去。他将全身剩余的玄力凝聚于右掌，黄极上平五季流云掌全力施展，掌影翻飞，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拍向赵烈的胸口。找死！赵烈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叶云这是以卵击石，他只需一掌便能震碎叶云的五脏六腑。可就在两人掌力即将相接的瞬间，叶云的身形骤然诡异偏移，掌风落空的同时，他借着这股冲势，身体如同泥鳅般滑到赵烈身侧，左手闪电般探出，抓向赵烈腰间的储物袋。你敢！赵烈又惊又怒，他没想到叶云竟然如此大胆，在这种情况下还敢觊觎他的储物袋。他急忙侧身格挡，同时反手一掌拍向叶云的后脑。叶云早有准备，得手后立刻抽身暴退，虽然避开了后脑的攻击，但后背还是被掌风扫中，一口鲜血喷出，身形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咳，叶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感觉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喉咙心甜，旋律紊乱到了极点。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储物袋，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容。虽然没能重创赵烈，但也算有所收获。赵烈看着叶云手中的储物袋，脸色铁青，眼中杀意滔天。小贼，竟敢偷我的东西，我要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他一步步朝着叶云走去，周身玄力狂暴涌动，显然是被彻底激怒了。柳如烟眼中满是绝望与心疼，他知道叶云已经撑不住了。他咬了咬牙，手持长剑，毫不犹豫地冲向赵烈，想要为叶云争取一线生机。叶云，你快走，不自量力！赵烈冷哼一声，反手一掌拍向柳如烟。他根本没把柳如烟放在眼里，这一掌只想将他击退。可就在这时，叶云突然暴喝一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手中的储物袋朝着赵烈扔了过去，同时身形一闪，挡在了柳如烟身前。砰！叶云硬生生接了赵烈一掌，胸口凹陷下去，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软软的倒在柳如烟怀中。云儿！柳如烟抱住叶云，泪水决堤而出，声音带着哭腔：你怎么样？你别吓我！叶云靠在柳如烟怀中，气息微弱，脸色苍白如纸，但眼神依旧坚定。我没事。赵烈看着倒在地上的叶云，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束手就擒吧，叶云、柳如烟，乖乖跟我回青云城，或许还能留你们一条全尸。赵烈狞笑着抬起手掌，大武师一众的玄力凝聚成浓郁的灰褐色光团，虽未直接下杀手，却带着碾压性的气势锁定两人。他要活捉这对男女，一来逼问玄极功法的下落，二来柳如烟这等角色自然要带回赵家好好享用。柳如烟抱着叶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浑身因恐惧而微微颤抖。就在这生死一线之际，萧一道极致凝练的冰蓝色气流骤然划破夜空，速度快到极致，几乎只留下一道虚幻的光影。这道攻击看似单薄，却蕴含着令人心悸的刺骨寒意。尚未临近，周围的空气便凝结出细密的冰碴，地面甚至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什么东西？赵烈心中警兆狂生，下意识地侧身格挡。可那冰蓝色气流太过诡异，仿佛无视空间距离，瞬间便击中了他的胸口。噗！一声闷响，赵烈如同被一柄无形的巨锤砸中，庞大的身躯瞬间倒飞出去，在空中喷出一大口鲜血，重重摔在数丈之外的地面上。挣扎着想要爬起，却浑身经脉剧痛，玄力彻底紊乱，显然已是身受重创。在场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柳如烟猛地睁开眼睛，脸上还挂着泪痕，眼中满是茫然与震惊。叶云靠在他怀中，原本微弱的气息都停滞了一瞬，艰难地转动眼珠，朝着攻击传来的方向望去。仅仅一眼，他便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彻底失神。残存的赵家弟子更是吓得浑身僵硬，连大气都不敢喘，目光死死粘在那道从天而降的身影上。那是一道如同九天玄女下凡般的身影，衣袂飘飘，不沾凡尘，仿佛踏碎月光而来。她身着一袭冰蓝色叶地长裙，裙摆绣着层层叠叠的冰晶暗纹，随着她的动作流转着莹润的光泽，宛如将整片冰川的清冽都置入了衣料之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她的长发竟是罕见的冰蓝色，
如同凝结了万古寒霜的月光，又似深海之下的冰晶珊瑚。柔顺的披散在肩头，几缕发丝随风轻扬，贴在她白皙如玉的脖颈上，勾勒出优美到极致的线条。她脸上蒙着一层薄如蝉翼的冰色面纱，轻纱朦胧，虽遮住了大半容颜，却更添几分神秘诱人的风情。仅露出的部分是一双清冷如寒潭的眼眸，眼尾微微上挑，带着一丝天生的魅惑。瞳孔是纯粹的冰蓝色，仿佛能映照出人心底的欲望与恐惧。长长的睫毛如同冰雪雕琢而成，纤长卷翘，眨眼间便落下一片淡淡的阴影。下颌线圆润优美，唇瓣被面纱遮住，只隐约可见一抹淡粉色的轮廓，引人无限遐想。胸前一襟微敞，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雪白肌肤，细腻的如同上好的羊脂白玉，与周身清冷的冰寒气息形成强烈反差，既圣洁不可侵犯，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魅惑，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却又被她身上的气场震慑的不敢逾越半步。最令人心惊的是，这个女人并未落地，而是悬浮在半空中，脚下仿佛有无形的气流托举，周身环绕着淡淡的冰雾，衣袂翻飞间，宛如雪山之巅的冰雪神女，俯瞰众生，自带一种睥睨天下的清冷与尊贵。好美！叶云心中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眼神瞬间变得炽热。她见过柳如烟的温婉柔美，也见过苏婉清的纯真娇俏，可眼前这个女人的美却远超她的认知。那是一种融合了圣洁、清冷、神秘与魅惑的极致之美，如同冰雪凝结的玫瑰，危险又迷人。仅仅是远远看着，便让她心神摇曳，连身上的剧痛都仿佛减轻了几分。柳如烟和苏婉清的美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而这个女人的美却带着一种不属于凡尘的仙气与距离感，美得让人窒息，美得让人甘愿沉沦。女人的目光第一时间落在柳如烟身上，那双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极淡的惊讶，仿佛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随即她的视线移到柳如烟怀中的叶云身上，眉头微不可察的一蹙，眼中掠过一丝嫌弃与漠然，仿佛在看什么无关紧要的尘埃。红唇轻启，吐出两个字，声音如同冰珠落玉盘，清冷动听，却不带丝毫温度。可惜了。简单的3个字让叶云心中一动，却猜不透他的意思，是可惜柳如烟身边有自己这个累赘，还是可惜其他？女人的目光重新落回柳如烟身上，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跟我走。柳如烟浑身一颤，下意识地将叶云抱得更紧，眼中满是抗拒。不，我不跟你走，我要和叶云在一起。她虽然被女人的美貌震慑，但对方身上那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气息，以及刚才一击重创赵烈的手段，都让她心生恐惧。她只想守在叶云身边，哪怕是被赵烈带走，也不愿与叶云分离。叶云靠在柳如烟怀中，心中却是思绪万千，与柳如烟的抗拒截然不同。他的目光依旧忍不住在女人身上流连，心中惊叹连连，同时也在快速权衡利弊。他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身受重创，旋律紊乱，而赵烈虽然重伤，却并未身死。城主府的人或许还在搜寻他们，青云城3大家族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就算这次能侥幸逃脱，日后他若要参加10云城大比，进入4大宗门，柳如烟的安全始终是个隐患。4大宗门规矩森严，未必会允许他带着柳如烟一同进入，到时候柳如烟独自一人面对各方追杀，后果不堪设想。眼前这个女人实力深不可测，一击便重创大武士境的赵烈显然是个顶尖强者。他如此看重柳如烟，必然是柳如烟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吸引了他，或许是罕见的体质，或许是过人的天赋。若是柳如烟能拜他为师，不仅能得到庇护，还能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这或许是柳如烟最好的归宿。我说跟我走。女人见柳如烟抗拒，眉头再次皱起，语气依旧平淡，却多了一丝不耐。她的目光转向叶云，那双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意，仿佛只要叶云再多说一句废话，便会立刻将她抹杀。叶云心中一凛，连忙收回心神。这个女人的杀意毫不掩饰，比赵烈的杀意还要恐怖数倍。他不敢再分心，只能强撑着身体应对。你是谁？为何要带她走？被忽视的赵烈挣扎着嘶吼出声，眼中满是惊惧与不甘。他实在想不通10云城何时来了这么一位恐怖又绝美的存在。残存的赵家弟子也纷纷看向女人，眼中满是恐惧与痴迷，想要逃跑，却被女人身上的气场震慑得动弹不得。女人连眼神都未曾分给赵烈等人，只是淡淡的抬了抬手。咔嚓，一连串清脆的冰封之声响起，那些残存的赵家弟子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身体便瞬间被厚厚的冰层包裹，化作一个个冰雕。紧接着冰雕轰然碎裂，连同里面的人一起碎成无数小块，鲜血与碎冰混合在一起，场面惨烈至极。赵烈看得目瞪口呆，脸上血色尽失，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叶云瞳孔骤缩，心脏狂跳，这等随手抹杀的手段太过恐怖，举手投足间便能冰封数人，还能让冰雕瞬间碎裂，这等控制力与实力绝非大武士所能企及，恐怕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最后问一次，走还是不走？女人的目光重新落在柳如烟身上，语气冰冷，你若不走，我便杀了她。她的手指指向叶云，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柳如烟脸色煞白，
泪水再次汹涌而出。看着怀中气息微弱的叶云，又看了看悬浮在空中的女人，心中陷入了绝望的挣扎。他不想离开叶云，可他更不敢让叶云死。你带他走，究竟想做什么？叶云艰难地开口，声音微弱，却带着一丝坚定。他必须知道答案，才能放心让柳如烟跟他走。女人瞥了他一眼，似乎有些意外他还能开口，淡淡道：“自然是收他为徒。”收为徒？叶云心中一松，果然如此，能拜这样一位实力恐怖、美貌绝世的强者为师，对柳如烟来说确实是天大的机缘。他看向怀中哭唧唧的柳如烟，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语气温柔却坚定：“如烟，跟他走。他是个强者，拜他为师，你才能变得更强，才能保护好自己。等我日后变强了，一定会去找你。不要鱼儿，我不要离开你。”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紧紧抱着叶云，不肯松手。听话。叶云的声音带着一丝恳求：“这是为了你好，相信我，我一定会去找你的。”女人看着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不耐，却并未催促。她悬浮在半空中，冰蓝色的长发随风轻扬，周身冰雾缭绕，美得如同一幅不真实的画卷。柳如烟看着叶云坚定的眼神，又想到女人刚才恐怖的手段，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她哭着点了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我跟你走，但你一定要来找我，一定要，一定。”叶云郑重地点头，眼中满是不舍与坚定。他的目光再次不由自主地看向女人，心中暗叹：如此绝世佳人，若能将她也纳入囊中，那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女人见状，不再多言，伸出一只白皙的手，五指纤细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透着淡淡的粉色。一股柔和的冰蓝色气流缠绕住柳如烟的腰肢，将她轻轻拉起。柳如烟依依不舍地看着叶云，泪水不断滑落，口中喃喃道：“鱼儿，一定要来找我。”女人没有停留，带着柳如烟御空而行，冰蓝色的身影如同流星般划过夜空，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远方，只留下一道淡淡的冰雾与清冷的气息。就在柳如烟被带走的瞬间，一枚通体冰蓝、散发着淡淡寒气的丹药从空中飘落，落在叶云的手边。同时，女人清冷的声音在叶云耳边响起，仿佛近在咫尺，又仿佛远在天边。服用。声音消散，女人的身影已然消失无踪。叶云看着丹药，又看向女人消失的方向，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有不舍，有感激，但更多的是一种熊熊燃烧的野心与征服欲。这个女人高冷、强大、神秘，美得如同仙人一般，比柳如烟和苏婉清要美上好几个档次。但越是这样的女人，越能激起叶云的征服欲。哼，这么高冷，这么绝美。叶云心中暗暗想到，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迟早有一天，我会超越你，把你压在身下，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到时候定要揭开你的面纱，看看你究竟美到何种地步。这不仅仅是男人的征服欲，更是他变强的动力。只有变得比所有人都强，才能保护好自己想保护的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包括这样绝世无双的女人。想清楚之后，叶云强忍着浑身剧痛，挣扎着从地上爬起，身形晃了晃才稳住，目光扫过赵烈被碎尸万段的地方，叶云心中没有半分怜悯，只有大仇得报的畅快。他快步走上前，弯腰捡起赵烈掉落的储物袋，攥紧在掌心。这是仇敌留下的最后馈赠，里面定有不少好东西，正好能弥补他疗伤与修炼的所需。叶云不再停留，借着夜色的掩护，踉跄着朝着别院外奔去，身影很快便消失在幽深的巷弄之中。他必须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服用那枚丹药疗伤，恢复实力，为即将到来的石云城大比，为未来的强者之路做好万全准备。夜色如墨，叶云踉跄着穿梭在石云城的幽深巷弄，浑身血迹斑斑，伤口传来阵阵撕裂般的剧痛。城西别院已不可留，三大家族与城主府的眼线或许还在城中搜寻。放眼整个石云城，唯一能让他暂时安身的，唯有苏家。叶云避开苏家侍卫的巡逻，凭借着对苏家地形的熟悉，如同鬼魅般潜入后院，径直朝着苏婉清的闺房而去。此刻已是深夜，苏婉清的房间还亮着一盏昏黄的暖灯，显然是睡前忘了熄灭。叶云轻轻推开虚掩的房门，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扑面而来，与他身上的血腥味、尘土味形成强烈反差。房间内布置的精致雅致，纱帐低垂，被褥整齐。苏婉清正侧卧在床榻上，睡得香甜。她身着一袭粉色睡裙，裙摆宽松地铺在床榻上，露出一截白皙纤细的小腿。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散落在枕间，几缕发丝贴在光洁的额头上，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轻颤动，嘴角还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显然是做了个好梦。叶云脚步微重，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苏婉清猛地惊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浑身是血、狼狈不堪的身影。他吓得瞬间睡意全无，惊呼一声：“啊！谁？”呆看清来人是叶云时，苏婉清脸上的惊恐瞬间转为满满的担忧与心疼。他连忙从床上爬起来，不顾衣衫凌乱，赤着脚跑到叶云面前，声音带着哭腔：“叶云，你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他伸手想要触碰叶云的伤口，却又怕弄疼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悬在半空，眼眶瞬间红了。叶云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多处伤口还在渗血，脸色苍白如纸，唯有一双眼睛依旧明亮，
带着一丝疲惫与灼热。我没事，小伤。叶云强忍着剧痛，挤出一丝笑容，声音有些沙哑。都这样了还说没事？苏婉清急得直掉眼泪。我这就去叫大夫，你等着。他说着就要往外跑，却被叶云一把拉住。不用。叶云摇了摇头，语气坚定。现在不能叫大夫，会引人注意。我有办法自己治疗。苏婉清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他。可是你伤得这么重，相信我。叶云看着他担忧的眼神，心中一暖，反手将他拉入怀中。少女柔软的身躯撞进他的怀里，带着淡淡的馨香与温热的体温，瞬间驱散了他身上的寒意与疲惫。苏婉清猝不及防，脸颊瞬间爆红，浑身僵硬，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云身上传来的心跳与粗重的呼吸。他下意识地想要挣扎，却被叶云抱得更紧。叶云，苏婉清声音细若文瑞，脸颊烫得能煮熟鸡蛋，双手紧张地抵在他的胸膛上，感受着他坚实的肌肉与身上未散的血腥味，心中既是羞涩又是心疼。叶云低头看着怀中娇俏可人的少女，睡裙松散的滑落，露出肩头大片雪白细腻的肌肤，领口微微敞开，能看到精致的锁骨与一抹诱人的沟壑。少女的脸颊泛红，眼神迷离，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带着一丝慌乱与期待，如同受惊的小鹿，惹人怜爱。这让叶云心中的燥热瞬间被点燃，双袖的冷却期虽未过，无法借助旋律共鸣疗伤，但这并不妨碍他与怀中的少女温存。只是此刻身上血迹混杂着尘土，实在不宜亲近。婉清，苏家的预防在哪？叶云低头凑近他的耳边，声音低沉而沙哑。我身上太脏了，得先洗一洗。苏婉清愣了一下，随即脸颊更红，连忙点头。在后院西侧，我带你去。他挣开叶云的怀抱，低着头，赤着脚在前引路，粉色睡裙在夜色中摇曳，露出纤细白皙的小腿。叶云跟在他身后，目光落在他窈窕的背影上，心中暖意融融。苏家底蕴深厚，浴房修建的极为雅致，常年备着温热的泉水，水汽氤氲，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苏婉轻点亮墙上的油灯，昏黄的灯光映照在水汽中，显得格外暧昧。叶云哥哥，你先洗，我去给你拿干净的衣物。苏婉清说完就要转身离开。等等。叶云拉住他的手，眼神炽热地看着他，陪我一起洗。苏婉清浑身一颤，脸颊瞬间红透，连忙摇头，不行，我们之间还有哪里不行？叶云握紧他的手，语气带着一丝霸道与温柔。我身上还有伤，自己洗不方便，你帮我一下。他知道苏婉清脸皮薄，故意找了个借口。苏婉清看着他苍白的脸色与身上的伤口，心中的羞涩渐渐被心疼取代，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点了点头，声音细若文瑞，好吧。叶云心中一喜，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然后转身褪去自己破烂的衣衫。衣衫脱落，露出身上刚刚结痂的伤口与结实的肌肉线条，只是此刻浑身沾满了血迹与尘土，显得有些狼狈。苏婉清看着他身上的伤痕，心中心疼不已，连忙转身去调试水温，不敢再看他。叶云走进浴桶，温热的泉水包裹着身体，瞬间缓解了伤口的疼痛，让他舒服地喟叹了一声。苏婉清犹豫了一下，也缓缓褪去自己的粉色睡裙，睡裙滑落，露出少女玲珑有致的身躯，肌肤银白如玉，在水汽氤氲的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如同上好的羊脂白玉，引人无限遐想。他羞涩地走进浴桶，蜷缩在叶云身边，尽量避开他的伤口，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来。叶云感受着身边少女温热的体温与柔软的身躯，心中的燥热再次升起。他伸出手臂，将她轻轻搂入怀中，让她靠在自己的胸膛上。苏婉清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想要躲闪，却被叶云抱得更紧。别动。叶云的声音低沉而温柔，让我抱抱你。苏婉清乖乖地停下动作，脸颊贴在他的胸膛上，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有力的心跳与粗重的呼吸。他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血腥味与泉水的花香，心中既是羞涩又是甜蜜。叶云低头看着怀中娇羞的少女，心中一片滚烫。他伸出手，从怀中取出那枚冰蓝色的丹药，放在掌心。婉清，我要服用这枚丹药疗伤，要是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你不要怕。苏婉清抬起头，好奇地看着那枚通体莹润、散发着淡淡寒气的丹药，点了点头。叶云哥哥，我不怕。叶云不再犹豫，抬手将丹药送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作一股清凉的气流，顺着喉咙滑入腹中，瞬间扩散至四肢百骸。起初只是微凉，紧接着一股磅礴的能量便如同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冲击着叶云的经脉与丹田。叶云闷哼一声，只觉得浑身经脉仿佛要被撑爆一般，剧痛与舒畅交织在一起。他连忙运转玄功，引导着这股庞大的能量修复伤势，冲击境界。苏婉清紧张地看着他，只见叶云的身上渐渐渗出一层黑色的粘稠物质，散发着难闻的腥臭味，那是体内积压的杂质与毒素被丹药的能量逼迫而出，将温热的泉水都染黑了一片。叶云哥哥，苏婉清惊呼一声，想要伸手帮他擦拭，却又怕打扰到他。没事，正常反应。叶云咬牙说道，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身上的黑色杂质越来越多，顺着肌肤滑落，沉入浴桶底部，同时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原本渗血的伤口很快便结痂，红肿也迅速消退。2个呼吸之间，叶云身上的伤势便已全部好转，结痂的伤口甚至开始脱落，
露出新生的粉嫩肌肤。3个呼吸之后，叶云身上再也看不到一丝伤痕，仿佛从未受过伤一般。他身上的玄力气息也在疯狂攀升，从武士境8重的巅峰一路突破至武士境9重，紧接着又朝着武士境10重发起冲击。轰！一声轻微的爆响，叶云周身气流翻腾，玄力如同潮水般涌动，武士境10重的屏障被轻易冲破。他的气息瞬间变得强大了数倍，脸色也从苍白转为红润，眼神明亮如星辰，充满了力量感。苏婉清看得目瞪口呆，小嘴微张，眼中满是震惊与不可思议。他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丹药，竟然能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治愈重伤，排出杂质，还能让人连升2境。叶云缓缓睁开眼睛，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玄力，只觉得神清气爽，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劲。他低头看向怀中的苏婉清，只见少女眼神迷离地看着他，脸颊泛红，带着一丝崇拜与爱慕。浴桶中的泉水虽已被杂质染黑，但两人靠得极近，能清晰地感受到彼此的体温与呼吸。叶云看着苏婉清诱人的模样，心中的燥热再也无法抑制，低头吻住了她的唇。少女的唇瓣柔软而温热，带着一丝淡淡的甜味，如同上好的蜜糖，让她流连忘返。苏婉清浑身紧绷，呼吸瞬间停滞，紧接着便沉溺在她温柔而霸道的吻中，脸颊愈发红润，心跳快得如同要跳出胸腔。她笨拙地回应着他，双手不自觉地搂住了他的脖子，身体紧紧贴着他。温热的泉水包裹着两人，水汽氤氲，暧昧的气息在浴房内弥漫开来，令人心醉。叶云抱着怀中柔软的少女，感受着她的依赖与爱慕，心中的疲惫与伤痛一扫而空，只剩下满满的占有欲与幸福感。他温柔地吻着她的脸颊、脖颈、锁骨，动作轻柔而霸道。苏婉清沉溺在他的温柔中，渐渐放松下来，发出细碎的呻吟，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来。不知过了多久，浴房内的动静渐渐平息。叶云抱着苏婉清走出浴桶，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拭着她身上的水珠。苏婉清蜷缩在他怀里，如同温顺的小猫，脸颊依旧泛红，眼神迷离，带着一丝满足与羞涩。叶云将她抱回房间，放在柔软的床榻上，为她盖好被子。他躺在她身边，将她紧紧搂入怀中，感受着她温热的体温与均匀的呼吸。婉清，等我。叶云轻轻抚摸着她的长发，声音低沉而坚定。等我参加完世云城大比，进入4大宗门，日后会给你一个安稳的未来。苏婉清点了点头，紧紧抱着他的腰，将头埋在他的胸膛上，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声，心中一片安宁。夜色渐深，房间内一片静谧，只有两人均匀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晨曦微露，淡淡的金光透过窗棂洒在苏婉清闺房的床榻上。叶云是被怀中的温软弄醒的，苏婉清蜷缩在他怀里，如同温顺的小猫，乌黑的长发散落在枕间，几缕发丝贴在光洁的额头上，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呼吸均匀而温热，喷洒在他的胸膛上，带着少女独有的馨香。他低头看着怀中熟睡的娇颜，脸颊依旧泛着淡淡的红晕，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显然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叶云心中一暖，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细腻的脸颊，指尖划过她柔软的唇瓣，感受着她肌肤的光滑与温热。或许是被她的触碰惊扰，苏婉清嘤咛一声，缓缓睁开了眼睛。那双清澈的眼眸带着初醒的迷离，看到叶云近在咫尺的脸庞，脸颊瞬间爆红，如同熟透的苹果，连忙闭上眼睛，将头埋进她的胸膛，声音细若文瑞：“叶云，醒了。”叶云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与磁性，低头吻了吻她的发顶，手臂收紧，将她抱得更紧。再睡会儿。苏婉清摇了摇头，脸颊烫得能煮熟鸡蛋，双手紧紧攥着她的衣襟，感受着她坚实的胸膛与有力的心跳，心中既是羞涩又是甜蜜。她能清晰地感受到两人肌肤相贴的温热，昨夜的温存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让她浑身都泛起淡淡的红晕。叶云看着她娇羞的模样，心中的爱意与占有欲再次翻涌。他低头轻轻吻住她的唇，动作温柔而缠绵。苏婉清浑身一颤，笨拙地回应着他，双手不自觉地搂住了他的脖子，身体紧紧贴着他。晨光熹微，房间内弥漫着暧昧的气息，两人在床榻上温存了许久，直到窗外传来丫鬟的呼唤声，才恋恋不舍地分开。婉清小姐，该吃早饭了。丫鬟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伴随着轻轻的敲门声。苏婉清脸色瞬间变得通红，眼神中满是惊慌，如同受惊的小鹿。虽然她与叶云的关系在苏家早已不是秘密，但被人看到一大早躺在同一张床上，脸皮薄的她还是觉得无比羞涩。快起来，有人来了！苏婉清连忙推了推叶云，声音带着一丝慌乱：“你快从窗户走，别被人看到了。”叶云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模样，忍不住低笑出声，伸手捏了捏她的脸颊：“怕什么？我们光明正大，又不是偷偷摸摸。”不行！苏婉清急得直摇头，眼眶微微泛红。被人看到多不好意思，叶云，你快走吧，求你了。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模样，叶云心中一软，不再逗她，点了点头：“好，听你的。”他迅速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苏婉清昨晚为他准备的干净衣物，动作利落。苏婉清也连忙整理好自己的衣衫，帮他拢了拢衣领，眼神中满是不舍：“叶云，你接下来要去哪里？我找家客栈住下。”叶云摸了摸他的头，语气温柔：“距离大比还有不到1个月，
客栈里修炼也方便。等我安顿好了再来看你。苏婉清点了点头，叮嘱道：“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记得按时吃饭，不要太劳累了。”知道了。叶云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转身从窗户翻了出去，如同鬼魅般消失在晨曦中。苏婉清走到窗边，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脸颊依旧泛红，心中却充满了甜蜜与牵挂。叶云离开苏家后并未走远，在城西找了一家环境清幽的客栈住了下来。客栈的房间宽敞整洁，通风良好，确实是修炼的好地方。安顿好后，叶云关上房门，从怀中取出赵烈的储物袋。这储物袋是黑色的，材质不明，表面绣着复杂的纹路，看起来平平无奇，却能容纳不少东西。虽然从未用过储物袋，但叶云早有耳闻，知道这等宝物需要滴血认主。他咬破指尖，挤出一滴鲜血，滴在储物袋上，鲜血瞬间被储物袋吸收。叶云只觉得脑海中与储物袋建立起一丝奇妙的联系，仿佛这储物袋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心念一动，储物袋中的东西便源源不断地被取了出来，摆放在房间的桌子上。首先是一堆晶莹剔透的石块，散发着淡淡的旋律波动，正是玄石。叶云大致数了数，竟然有100多块下品玄石，这让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玄石是修炼者必备的资源，能够快速补充玄力，加速修炼进度。虽然他可以通过双修快速提升境界，但在没有双修对象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常规方法修炼。这100多块下品玄石无疑是雪中送炭，足够他支撑到10云城大比了。紧接着，叶云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本泛黄的古籍，封面上写着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风雷刀法。他翻开古籍，仔细阅读起来。这本风雷刀法是黄级中等武技，刀招刚猛霸道，蕴含风雷之势，出刀速度快如闪电，威力惊人。更难得的是，古籍上记载，若是能将这套刀法修炼到圆满境界，威力可比肩黄级上等武技，这让叶云心中一阵惊喜。他现在会的武技实在太少，只有黄级上品的流云掌和黄级中等的清风步。流云掌擅长近战强攻，清风步擅长闪避逃生，却缺少一套威力强大的武器武技。风雷刀法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他的短板。然而叶云很快便皱起了眉头，深深低呼了一口气。他的武道天赋实在算不上出众，悟性更是一般。之前修炼流云掌和清风步就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勉强达到小成境界。这本风雷刀法虽然只是黄级中等，但刀招精妙，变化繁多，想要修炼有成，恐怕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唉，只能先放在一边了。叶云摇了摇头，将风雷刀法收好。当务之急是提升修为，争取在大比前突破到大武师境。至于武技，只能抽空慢慢练习了。他将玄石收好，盘膝坐在床上，开始运转玄功修炼。淡淡的玄力从玄石中散发出来，被他吸入体内，转化为自身的玄力。丹田内的玄力如同潮水般涌动，朝着大武师境缓缓冲击。与此同时，10云城城主府，城主赵山河正在书房内修炼，周身玄力澎湃，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他是大武师5重的强者，实力深不可测，在10云城地位尊崇。城主，书房门被轻轻推开，管家赵福躬身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凝重。赵山河缓缓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语气平淡：“何事？”回城主，二少爷的消息查到了。赵福的声音带着一丝迟疑，恐怕二少爷已经遭遇不测。赵山河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赵天恒是他的次子，资质平庸，性格顽劣，一向不被他看好，但无论如何也是他的亲生儿子，血脉相连。怎么回事？赵山河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是谁干的？管家赵福继续说话。城主，如果调查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叶云。叶云。赵山河低声念着这个名字，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一个毛头小子，竟敢动我赵家的人。他与青云城赵家素有往来，赵烈前段时间求助时，他本就打算等修炼告一段落后，便出手帮其捉拿叶云。没想到这少年竟然如此胆大包天，连他的儿子都敢动。赵烈那边，你立刻派人去城西别院一带探查，务必弄清他的下落。赵山河的声音变得冰冷，周身玄力波动，骤然狂暴。另外，全城搜捕叶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管他藏在哪里，都要把他给我找出来，我要亲自为明儿报仇。是，城主。赵福躬身应道，感受到赵山河身上的杀意，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连忙转身退了出去。书房内，赵山河紧握着拳头，指节发白。他本就因赵天恒的事对叶云心存不满，如今儿子惨死，这少年已然成了他的死敌。无论叶云背后有什么依仗，他都必须让其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而此时的叶云还在客栈中潜心修炼，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来自城主府的巨大危机正在悄然逼近。他沉浸在玄力增长的快感中，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突破到大武师境，在10云城大比中脱颖而出，进入4大宗门。时光荏苒，数日光阴转瞬即逝。10云城城主府内，赵山河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派出去搜寻叶云的人手如同无头苍蝇，将整个10云城明面上翻了个底朝天，却连叶云的半点踪迹都未曾找到。那少年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废物，一群废物！
赵山河猛地一拍桌案，实木的桌面瞬间裂开数道纹路，一个毛头小子都抓不到，我养你们何用？下方的侍卫与管家赵福噤若寒蝉，不敢吭声。这些天他们几乎动用了城主府所有的力量，城门盘查、客栈搜捕、黑市暗访，甚至连城外的山林都搜寻了数遍，可叶云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毫无音讯。赵福小心翼翼地躬身道：“城主息怒，那叶云极为狡猾，或许是藏到了哪个隐秘的地方。如今距离全城大比只剩不到1个月，各大势力的人陆续抵达，全城搜捕恐会引起非议。不如什么？”赵山河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不如暂且作罢，先专注于大比之事。”赵福低声道：“那叶云一心想要进入4大宗门，必然会参加大比。等到大比结束，他失去了进入宗门的机会，再慢慢清算不迟。到时候他插翅难飞。”赵山河沉默片刻，眼中的怒火渐渐压下。他知道赵福说的有道理，全城大比关乎石云城的颜面，也关乎赵家的地位，不能因一个叶云而乱了分寸。而且叶云若真要争夺4大宗门的名额，必然不会错过这次大比，到时候有的是机会让他付出代价。好，就按你说的办。赵山河冷声道：“传令下去，停止全城搜捕，但暗中仍要留意叶云的踪迹。等大比结束，我要他血债血偿。”是，城主。赵福松了口气，连忙躬身应道。一场席卷全城的搜捕风波就此暂时平息，而叶云原本藏身于客栈，不过因为城主府的搜捕，又退回了苏家。20多天的时间，叶云几乎足不出户，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之中。除了修炼期间，他也抽空钻研风雷刀法。虽然悟性有限，但凭借着日复一日的苦练，也勉强达到了入门境界。虽未能完全发挥出刀法的威力，却也让他多了一项克敌制胜的手段。随着大比之日的临近，石云城渐渐热闹起来。来自城中各大世家、宗门分布的年轻弟子齐聚一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身着劲装、气息凌厉的修炼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即将到来的全城大比上，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场大比关乎着无数少年少女的命运。只要能获得前3名，便能得到进入天阳国4大宗门的举荐名额，从此一步登天，踏入真正的武道世界。大比前一夜，苏家客厅内灯火通明，苏婉清坐在叶云身边，脸上带着一丝担忧，轻声说道：“叶云，明天就是大比了，你一定要小心，若是遇到太强的对手，千万不要勉强，你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叶云看着他眼中的关切，心中一暖，伸手握住他的手：“放心吧，婉清，我自有分寸。”一旁的苏振南脸色凝重，看着叶云说道：“叶云，你真的决定好了要参加大比？如今赵山河对你恨之入骨，若是你不能在大比中获得前3名，失去了4大宗门的庇护，他必然会对你下手，到时候我苏家也难以保全你。”苏伯父，我已经决定了。叶云眼神坚定，语气不容置疑：“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就是为了明天的大比，为了进入4大宗门，绝不可能前功尽弃。”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底气，这段时间的修炼让他的实力得到了质的飞跃，而且他身上还有系统加持，虽然不能直接提升境界，却能让他在战斗中发挥出远超自身的实力。面对赵山河，他并非毫无胜算。苏振南看着他坚定的眼神，轻轻叹了口气：“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不再劝你，只是明天的大比，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根据往年的惯例，4大宗门的使者只会带走前3名，若是不能进入前3，最好不要暴露自己，尽快离开石云城。但若是想要获得前2名，恐怕就要正面与赵家的天才弟子交锋，甚至可能会引起赵山河的注意。”叶云眼中闪过一丝惊芒，心中暗道：赵山河正好，他也想会会这位石云城的城主。如今叶云实力大进，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拿捏的少年。纵然赵山河是大武士3重的强者，他也丝毫不惧。系统赋予他的不仅是实力的提升，更是一往无前的勇气。苏伯父放心，我自有打算。叶云微微一笑，语气中充满了自信。苏振南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他知道叶云性格倔强，既然已经做出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他站起身道：“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养精蓄锐，应对大比。”说完，苏振南转身离开了客厅，留给2人独处的空间。客厅内只剩下叶云与苏婉清2人，气氛渐渐变得暧昧起来。灯火摇曳，映照在苏婉清娇羞的脸颊上，更添几分动人。叶云看着身边娇俏可人的少女，心中的燥热渐渐升起。他凑近她的耳边，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磁性：“婉清，明天就要大比了，今晚我想放松一下，好好陪陪你。”苏婉清浑身一颤，脸颊瞬间爆红，如同熟透的苹果。她低下头，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声音细弱文锐：“叶云，我想和你在一起。”叶云握住她的手，眼神炽热地看着她：“这些天一直忙着修炼，都没能好好陪你，今晚让我好好补偿你。”苏婉清的脸颊更红了，心跳快得如同要跳出胸腔。她能感受到叶云眼中的爱意与占有欲，心中既是羞涩又是期待。她抬起头，对上叶云炽热的目光，眼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低下头，轻轻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看着她娇羞顺从的模样，叶云心中一喜，不再犹豫，起身将她打横抱起。啊！苏婉清惊呼一声，
下意识地搂住了他的脖子，脸颊贴在叶云的胸膛上，感受着他坚实的肌肉与有力的心跳，浑身都泛起淡淡的红晕。叶云抱着他，大步朝着苏婉清的闺房走去。一路上，苏婉清紧闭着眼睛，不敢看周围，脸颊烫得能煮熟鸡蛋。进入房间后，叶云轻轻将她放在柔软的床榻上，他低头看着怀中娇羞的少女，眼中的炽热愈发浓烈，伸手轻轻褪去她的衣衫。苏婉清浑身紧绷，羞涩地闭上了眼睛，任由叶云摆布。随着衣衫一件件滑落，少女玲珑有致的身躯暴露在灯光下，肌肤银白如玉，如同上好的羊脂白玉，引人无限遐想。叶云俯身轻轻吻住她的唇，动作温柔而霸道。苏婉清浑身一颤，笨拙地回应着他，双手不自觉地搂住了他的脖子，身体紧紧贴着他。房间内的气氛越来越暧昧，空气中弥漫着男女之间的荷尔蒙与少女独有的馨香。叶云抱起苏婉清，走到床边，轻轻将她放下，然后吹灭了桌上的油灯。夜色深沉，房间内陷入一片静谧，只剩下两人均匀的呼吸声与偶尔响起的细碎呻吟，交织成一曲动人的情歌。这一夜注定是缠绵而难忘的，为即将到来的大比增添了一抹温柔的色彩。时云城城主府内，张灯结彩，古乐未明，却已是人声鼎沸，一派热闹景象。赵山河身着锦缎官袍，平日里的威严收敛大半，脸上堆满了殷勤的笑容，亲自站在府门前迎客，眼角的皱纹都因这刻意的笑意而挤成了沟壑。他身后的侍卫们肃立两侧，大气不敢喘，整个城主府都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恭敬。不多时，4道身影缓缓走来，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为首的是一名中年男子，身着青灰色道袍，腰间悬着一柄古朴长剑，剑穗随风轻扬，面容刚毅，眼神锐利如鹰，周身透着一股凛然正气，正是清风剑宗的使者。紧随其后的是一位火爆老者，红袍加身，须发皆张，走路虎虎生风，每一步都让地面微微震动，脸上带着不耐的神色，显然是烈阳午门的使者。第3人是一名女子，一袭月白色长裙，裙摆绣着点点冰晶暗纹，如同落雪凝霜。她肌肤胜雪，眉眼如画，琼鼻樱唇，容颜绝美的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只是周身萦绕着一股刺骨的寒气，眼神淡漠如冰，仿佛世间万物皆不入她眼，正是落雪宗的使者。这女子看着年纪最小，不过双10年华，气息却最为凝练磅礴，隐隐压过其他3人，显然是4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最后一人是个书生模样的男子，身着月白长衫，面如冠玉，手持一把折扇，看起来约莫30岁左右，气质温文尔雅，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显得平易近人，正是天阳书院的使者。4位使者大驾光临，石云城蓬荜生辉啊！赵山河连忙上前几步，拱手行礼，语气恭敬到了极点。老夫已在此等候多时，快请进府中歇歇。清风剑宗的中年男子只是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府内，带着一丝淡淡的疏离，并未多言。烈阳午门的火爆老者哼了一声，语气粗声粗气，不必多礼，我们只为大比而来，尽快安顿便是。落雪宗的女子更是连眼神都未曾分给赵山河，径直朝着府内走去，清冷的气息让周围的温度都降了几分。唯有天阳书院的书生使者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拱手回礼。赵城主客气了，叨扰之处还望海涵。赵山河心中了然，并未觉得难堪。天阳书院乃是天阳国皇室所创，而天下城主皆由皇室任命，隶属皇室管辖，是以天阳书院的使者对他才会多几分客气。而其他3大宗门皆是超然存在，根本不将一城之主放在眼里。更何况石云城已经连续5年没有弟子能被4大宗门选中，这些使者心中本就带着几分轻视。赵山河连忙引着4人往里走，同时侧身让出身后的位置，对身边一名18、19岁的年轻男子道：天龙，快见过4位使者。这年轻男子正是赵山河的长子赵天龙，他身着银白劲装，身姿挺拔，面容与赵山河有几分相似，只是眼神中满是压抑不住的激动与紧张。他早就听说4大宗门的使者要来，一心想要在使者面前露个脸，为明日的大比铺路，此刻手心都攥出了汗。赵天龙，见过4位使者。赵天龙拱手行礼，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清风剑宗的使者看都未看他，落雪宗的女子更是依旧面无表情，唯有烈阳午门的火爆老者扫了他一眼，哼道：筋骨尚可，就是太嫩了。天阳书院的书生使者则温和地笑了笑，点了点头：少年英雄，不错。赵山河脸上的笑容更甚，连忙道：犬子资质平庸，还望4位使者日后多多指点。说话间，众人已来到府内大厅，赵山河连忙吩咐下人上茶，又热情地说道：4位使者一路辛苦，老夫已备下丰盛的晚宴，还请务必赏光，让老夫略尽地主之意。不必了。清风剑宗的中年男子率先开口，语气平淡：我们修道之人不重口腹之欲，明日还要主持大比，早些歇息为好。烈阳午门的老者附和道：正是，有那时间，不如多修炼片刻，宴席就免了。落雪宗的女子依旧沉默，只是微微颔首，算是同意。赵山河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如常。既然4位使者无意，那老夫也不勉强。府中已备好清净院落，诸位可先行歇息，有任何需求尽管吩咐下人。4位使者点了点头，
转身跟着管家朝着后院走去。落雪宗的女子走在最后，路过赵天龙身边时，淡漠的目光扫了他一眼，让赵天龙瞬间浑身僵硬，如同被冰寒笼罩，连呼吸都停滞了一瞬。待其他3位使者走远，天阳书院的书生使者却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赵山河，脸上依旧带着温和的笑容。赵山河心中一动，连忙对赵天龙使了个眼色，低声道：“你先退下，我与李使者说几句话。”赵天龙会意，恭敬地行了一礼，转身退了下去。临走时，还不忘感激地看了书生使者一眼。大厅内只剩下赵山河与李使者2人。赵山河连忙上前，从怀中取出一个黑色的储物袋，悄悄塞到李使者手中，压低声音道：“李使者一路辛苦，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李使者接过储物袋，指尖微微一动，便察觉到了其中的旋律波动，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不动声色地将储物袋收好。袋中足足有300块下品玄石，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赵城主这是何苦？李使者脸上的笑容愈发温和，语气却清静了许多。你我皆是皇室下辖，理当互相扶持。赵山河心中大喜，连忙道：“有李使者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犬子天龙明日参加大比，资质虽不算顶尖，但也勤勉刻苦，还望李使者能多多关照。”赵城主放心。李使者折扇轻摇，语气带着一丝笃定。明日大比，只要令郎发挥正常，不出意外，必有他的一个名额。多谢李使者，多谢李使者。赵山河激动得连连拱手，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有了天阳书院使者的承诺，赵天龙进入4大宗门的希望便大大增加，这对赵家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机缘。李使者笑了笑，不再多言，转身朝着后院走去。看着李使者离去的背影，赵山河长长舒了一口气，眼中满是激动与期待。一旁的赵天龙也连忙走了出来，脸上带着急切的神色。父亲，李使者他成了。赵山河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语气兴奋。有李使者相助，明日大比一定能脱颖而出。只要能进入4大宗门，日后我赵家的地位必将更上一层楼。赵天龙眼中爆发出炽热的光芒，激动得浑身颤抖。多谢父亲，儿子明日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父子2人相视一笑，眼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翌日天刚破晓，石云城中心的演武场便已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这座演武场是石云城耗费数年心血修建而成，占地很大，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平整如镜，边缘矗立着数丈高的看台，层层叠叠，足以容纳数千人。此刻看台上早已座无虚席，喧哗声、议论声、兵器碰撞的清脆声响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连空气都透着一股躁动的气息。看台最高处设有一座专属席位，铺着华贵的锦缎，4大宗门的使者端坐其上，气质卓然，与周围的喧嚣格格不入。清风剑宗的中年男子依旧闭目养神，腰间长剑偶尔闪过一丝寒芒。烈阳武门的火爆老者单手托腮，眼神扫过台下，带着几分不耐与审视。落雪宗的绝美女子支着下巴，目光淡漠地落在演武场中央，周身的寒气让身边的空气都仿佛凝结成霜。唯有天阳书院的李使者手持折扇，偶尔与身边的人低声交谈，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容。下方的贵宾席上，城主赵山河身着蟒纹锦袍，端坐于主位，面色威严，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全场。贵宾席两侧坐着石云城各大世家的家主，皆是气息沉凝的修炼者。其中与城主府并列而坐的是王家家主王坤，他身着深蓝色长衫，面容方正，眼神沉稳，周身散发着大武失境的磅礴气息。虽比赵山河的大武士3重稍弱，却也是石云城屈指可数的顶尖强者。王家之所以能与城主府分庭抗礼，除了王坤的实力，更因家族年轻一辈出了个天才少女王语嫣。此女天资卓绝，年纪轻轻便已达到武失境9重，是此次大比前3的有力竞争者。其余家族的家主皆按地位依次落座，彼此见或低声交谈，或暗自打量，眼神中藏着各自的算计与期待。而演武场中央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站着数百名年轻少男少女，皆是年龄在20岁以下的修炼者，每个人都身着劲装，腰间或佩刀剑，或悬暗器，脸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他们的眼神中既有对未来的憧憬，对4大宗门名额的渴望，更有对对手的警惕与浓烈的战意。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登上赛场一展身手。在人群前方有6人尤为引人注目，各自占据一方，形成了明显的气场分隔。左侧守卫的便是赵天龙，他周身玄力波动凝练，武失境9重的气息毫不掩饰，身边簇拥着几名城主府的弟子，神色倨傲，目光扫过众人时带着几分轻蔑。其旁是一名身着粉色劲装的少女，梳着双压髻，面容娇俏，眼神灵动，腰间悬着一柄短剑，正是王家的天才少女王语嫣。她虽只有16、17岁，却已达到武失境9重，气息圆润，嘴角噙着一丝自信的笑容，时不时与身边的王家子弟低声说笑，显得从容不迫。再往旁是吴家的吴云与方家的方阳。吴云身材高瘦，眼神阴鸷，手中把玩着一把匕首，周身透着一股狠辣之气。方阳4位使者，石云城年轻一辈已然齐聚，不知是否可以开始了。清风剑宗的中年使者依旧闭目养神，仿佛周遭一切都与他无关。烈阳武门的火爆老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磨磨蹭蹭的
要开始便尽快。落雪宗的绝美女子依旧面无表情，只是那双淡漠的眸子扫过台下，不知在留意着什么。唯有天阳书院的李使者放下折扇，温和地笑了笑：“赵城主请便，我等静候即可。”得到回应，赵山河心中一定，转身迈步走下贵宾席，稳稳落在演武场中央的高台之上。他周身大武士三重的气息骤然释放，磅礴的威压如同乌云般笼罩全场。原本喧闹的演武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年轻弟子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敬畏地看向他。今日乃是石云城全城大比之日，亦是诸位踏入武道巅峰的契机。赵山河的声音洪亮如钟，透过玄力加持，响彻整个演武场。四大宗门的使者在此见证，只要能脱颖而出，便能获得进入宗门的资格，从此一步登天。台下的年轻弟子们眼中瞬间爆发出炽热的光芒，对四大宗门的渴望压过了对赵山河威压的畏惧。不少人都握紧了拳头，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赵山河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冰冷：“但今年的大比规则与往年不同。”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愣住了，疑惑地看向赵山河。往年的车轮战淘汰赛太过繁琐，今年只比一场。赵山河的目光扫过台下，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所有参赛弟子尽数登上中央演武台，最终留在台上站着的3人便是此次大比的前3名，获得进入四大宗门的举荐名额。什么？所有人大混战？这也太残酷了吧！数百人一起打，稍有不慎便会被淘汰，而且人数这么多，根本无从防备，很容易被人偷袭。议论声再次响起，不少年轻弟子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与惶恐之色。数百人同台混战，这意味着不仅要面对强敌，还要防备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稍有不慎便会落败，甚至可能身受重伤。赵山河冷冷地看着下方的骚动，继续说道：“还有一点。”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此次大比，生死勿论。”轰！这3个字如同惊雷般炸响在所有人耳边，演武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众人倒吸冷气的声音。生死勿论，这意味着这场大比不再是简单的竞技，而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较量，稍有不慎便可能命丧当场。原本眼中带着期待的弟子们，此刻大多脸色煞白，眼中充满了恐惧与退缩。他们修炼多年，只为求得一个机缘，可若是要以性命为代价，这份机缘便显得太过沉重了。唯有少数几人眼中没有丝毫惧色，反而燃起了更浓烈的战意。赵天龙脸上露出狂喜之色，双拳紧握，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他本就实力强劲，又有城主府的资源加持，50进9重的实力在年轻一辈中算得上顶尖。混战对他而言正是斩尽杀绝，彰显实力的好机会。王语嫣娇俏的脸上也露出了兴奋的笑容，眼神灵动，丝毫没有畏惧。他自幼天赋异禀，实战经验丰富，50进9重的实力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应对混战，甚至隐隐有几分期待能与强者交手。而吴云与方阳等人脸色则变得无比凝重，他们的实力虽在年轻一辈中算得上佼佼者，但面对赵天龙、王语嫣这等顶尖强者，再加上混乱的战局，想要脱颖而出难如登天，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忧。吴云英质的眼中闪过一丝狠辣，方阳憨厚的脸上也露出了决绝之色，显然是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那名散修出身的散修少年，眼神依旧坚定如铁，只是眉头微微皱起，握着拳头的手更紧了。他不怕吃苦，也不怕强敌，唯独担心在混战中被人偷袭。毕竟他无依无靠，一旦受伤，便再无翻盘的机会。看台之上，苏婉清看着下方的叶云，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双手紧紧攥着苏振南的衣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父亲，这规则太残酷了。”叶云他。苏振南面色凝重，轻轻拍了拍女儿的手，沉声道：“放心吧，叶云不是冲动之人，他自有分寸。”话虽如此，他眼中的担忧却丝毫未减。生死勿论的混战，变数实在太大，哪怕叶云实力不俗，也难保不会出现意外。而演武场角落的叶云，在听到赵山河宣布的规则后，嘴角不仅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微微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生死勿论，全员混战，正合他意。他本就想借着此次大比清算旧怨，这种混乱的战局恰好能让他隐藏行迹，出其不意地解决那些曾经欺辱过他的人。而且这种毫无限制的战斗，更能激发他的潜力，让他在实战中快速成长。叶云心中畅快，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周身内敛的气息微微波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平静。他没有发现，在他嘴角微勾的那一刻，高台上的落雪宗女子原本淡漠如冰的眸子骤然一凝，深深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与好奇，仿佛被他身上那份与周遭恐惧截然不同的从容与战意所吸引。他的目光在他脸上的面具上停留了一瞬，又扫过他腰间那柄看似普通的铁剑，随即恢复了淡漠，只是眼底深处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光芒。既然规则已明，不愿参赛之人此刻便可退出。赵山河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威压。半炷香后，所有留在演武台上的人，比赛正式开始。话音落下，不少弟子面露犹豫，最终还是有数十人咬了咬牙，转身离开了演武场。他们虽渴望机缘，但更珍惜自己的性命，不愿在这场残酷的混战中冒险。而剩下的200多名弟子，
皆是眼神决绝之人。他们或为了4大宗门的名额，或为了家族的荣耀，或为了证明自己，都选择了留下来迎接这场生死较量。叶云缓缓迈步，朝着演武场中央走去。他的步伐不快，却异常沉稳，每一步下都仿佛踩在所有人的心弦上。周围的弟子们下意识地避开他，眼神中带着忌惮与好奇，没人敢轻易招惹这个神秘的蒙面人。赵天龙也注意到了叶云，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与不屑，冷哼一声：“故作神秘的家伙，待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实力。”王语嫣则好奇地打量着叶云，灵动的眼中闪过一丝探究，嘴角噙着一丝笑意，似乎对这个蒙面人的实力很感兴趣。半炷香的时间转瞬即逝，200多名年轻弟子尽数登上了中央演武台，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整个台面，彼此之间保持着距离，眼神警惕地盯着周围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大战一触即发。赵山河满意地看了一眼台上的弟子们，转身跃回贵宾席，对着高台上的4位使者拱手道：“4位使者，参赛弟子已然就位，随时可以开始。”天阳书院的李使者点了点头，折扇轻摇，温和的声音传遍全场：“石云城全城大比，混战模式正式开始。”声音落下瞬间，演武台上的气氛瞬间引爆，200多名年轻弟子如同脱缰的野马，瞬间厮杀在一起，刀剑碰撞的清脆声响，旋律爆发的轰鸣之声，惨叫与怒喝交织，血腥气在空气中迅速弥漫开来。然而混乱之中却有几处区域始终保持着诡异的平静。赵天龙负手而立，50世境9重的气息如同无形的屏障，将周遭的厮杀隔绝在外。他身边的几名城主府弟子呈扇形散开，眼神倨傲地扫视着周围，但凡有弟子靠近，都会被他们凌厉的眼神逼退。没有人敢轻易招惹这位城主之子，毕竟50世境9重的实力在年轻一辈中如同碾压般的存在，稍有不慎便会命丧当场。不远处的王语嫣同样从容，她手持短剑，身形灵动地避开涌来的人群，粉色劲装在混乱中如同翩跹的蝴蝶。偶尔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子想要偷袭，都被他随手一剑化解，剑光闪过之处，偷袭者无不惨叫着倒飞出去，摔落在演武台边缘，失去了比赛资格。他脸上依旧挂着自信的笑容，眼神灵动，显然并未将这些寻常弟子放在眼里。吴云与方阳也各自占据了一方角落，吴云手中匕首寒光闪烁，周身狠辣之气毕露，但凡靠近他的人都会被他毫不犹豫的重创。方阳则凭借着魁梧的身材与沉厚的气息，如同铁塔般站在原地，双手挥舞间，旋力澎湃，将围攻而来的弟子尽数震退。两人虽不及赵天龙与王语嫣强势，却也无人敢轻易招惹，形成了各自的安全区域。叶云则选了一处相对偏僻的角落，双手抱胸，静静地站在那里。他周身气息内敛，如同一个普通的看客，与周围的厮杀格格不入。起初确实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戴着面具的少年，毕竟在赵天龙、王语嫣等人的光环下，他显得太过不起眼，再加上一身朴素的劲装与锈迹斑斑的铁剑，更让人觉得他实力平平。叶云的目光越过混乱的人群，精准地落在赵天龙身上，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金光。赵天龙，你仗着城主府的势力，屡次欺辱于我，今日这场混战便是你的葬身之地。他心中杀意渐浓，却并未急于动手。现在局势混乱，各方势力交错，贸然出手只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要等大部分人被淘汰，等局势明朗，再一举拿下赵天龙，了却这段恩怨。看台上各大世家的家主们看得心惊胆战，同时又忍不住对着贵宾席上的赵山河夸赞起来：赵城主，令郎赵天龙真是年少有为啊！50世境9重的实力，在年轻一辈中已然是翘楚，此次大比前3，定然有他一席之地。王家家主令爱王语嫣也毫不逊色，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实力，真是虎父无犬女啊！是啊是啊，有这2位天才在，咱们石云城此次定然能在4大宗门面前露脸。赵山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对着众人拱手道谢，目光确实不时瞟向高台上的4大宗门使者，带着一丝刻意的炫耀。4位使者，犬子天龙资质尚可，这些年勤勉刻苦，倒是没辜负老夫的期望。赵山河对着高台上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金风剑宗的中年使者微微颔首，语气平淡：不错，是块好料子。烈阳武门的火爆老者也难得地点了点头，筋骨硬朗，性子也够脸，倒是符合我烈阳武门的风格。唯有落雪宗的绝美女子依旧面无表情，眼神淡漠地看着演武台，仿佛对赵天龙的表现毫不在意。这让赵山河心中微微有些不快，却也不敢多言。而天阳书院的李使者则最为热切，折扇轻摇，脸上笑容温和：赵公子天赋卓绝，实力出众，日后必定前途无量。若是能进入我天阳书院，老夫定会悉心教导，助他早日成为武道强者。李使者的态度太过热情，引得清风剑宗与烈阳武门的使者都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眼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他们自然看得出李使者与赵山河之间的猫腻，只是碍于身份，并未点破。赵山河心中大喜，连忙对着李使者拱手道谢：多谢李使者厚爱，若天龙真能进入天阳书院，定不忘使者的栽培之恩。就在看台上众人交谈之际，演武台上的局势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短短半个时辰，
大部分弟子都已被淘汰出局，有的被重创昏迷，有的主动认输，有的则不幸殒命当场。演舞台上的人数从200多人锐减至不到50人，地面上残留着血迹与断裂的兵器，空气中的血腥气愈发浓烈。剩下的弟子们眼神更加警惕，战意也更加浓烈。毕竟剩下的人都是实力较强之辈，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拼尽全力。终于，有人将主意打到了叶云身上。一名身材粗壮的少年缓步朝着叶云走来，他身着褐色劲装，手中握着一柄沉重的开山斧，周身散发着50斤6重的气息，在剩下的弟子中也算得上不错的实力。他打量着叶云，见他独自一人站在角落，既没有强大的气场，也没有出手伤人，身上的铁剑更是锈迹斑斑，心中顿时生出了挑软柿子捏的念头。小子，看你藏头露尾的，想来是没什么实力吧？粗壮少年咧嘴一笑，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识相的话，自己滚下去，免得爷爷动手伤了你性命。叶云嘴角微微一勾，面具下的笑容冰冷而玩味。软柿子，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谁才是真正的软柿子。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粗壮少年，眼神平静无波，却让少年心中莫名地升起一丝寒意。哼，装模作样。粗壮少年被叶云的态度激怒，怒吼一声，双手握着开山斧，朝着叶云猛劈而下。开山斧带着呼啸的风声，蕴含着50斤6重的旋力，势大力沉，显然是想一击将叶云劈成2半。周围不少弟子都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纷纷侧目。看来，在他们看来，叶云必然无法抵挡这一击，多半会被当场淘汰。赵天龙与王语嫣也下意识地看了过来。赵天龙眼中带着一丝轻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显然认为叶云不堪一击。王语嫣则眼神好奇，想要看看这个神秘的蒙面人究竟有几分实力。面对呼啸而来的开山斧，叶云依旧站在原地，没有丝毫躲闪的意思。就在斧头即将劈中他的瞬间，他终于动了。只见他身形微微一侧，如同清风般避开了开山斧的锋芒，同时右手握住腰间的铁剑，轻轻一拔，枪浪，清脆的拔剑声响起，锈迹斑斑的铁剑出鞘，却瞬间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寒光。叶云手腕一抖，铁剑如同灵蛇般刺出，速度快如闪电，直奔粗壮少年的胸口。粗壮少年心中大惊，想要躲闪，却发现叶云的剑速实在太快，根本来不及反应。他只能下意识地运转旋力，想要护住胸口。扑哧，剑光闪过，铁剑轻易地刺穿了粗壮少年的旋力防御，没入了他的胸口。粗壮少年的眼睛瞬间瞪得滚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只能喷出一口鲜血，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很快彻底失去了气息。叶云缓缓抽出铁剑，剑身上的血迹顺着剑身滑落，滴落在地面上，发出滴答的声响。他随手将铁剑插回剑鞘，动作行云流水，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一幕让周围的弟子们都惊呆了，50斤6重的强者竟然被这个蒙面少年一剑秒杀。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看向叶云的眼神中充满了忌惮与震惊。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蒙面人，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赵天龙脸上的嘲讽瞬间僵住，眉头微微皱起，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他没想到这个蒙面人竟然有如此实力，不过也仅仅是诧异而已。在他看来，叶云的实力顶多与吴云、方阳之流相当，还不足以对他构成威胁。他轻哼一声，收回目光，继续关注着周围的局势。王语嫣眼中的好奇更甚，嘴角勾起一抹感兴趣的笑容，灵动的眸子在叶云身上多停留了片刻，才转向别处。而高台上的落雪宗女子在叶云出手的瞬间，淡漠的眸子再次微微一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能感受到叶云出剑时的流畅与精准，以及那股隐藏在平静之下的凌厉杀意，心中对这个蒙面少年的兴趣愈发浓厚。叶云没有在意众人的目光，他依旧站在角落，只是眼神变得更加冰冷。热身结束了，接下来该清理老朋友了。他的目光再次投向赵天龙，眼中的杀意如同实质般涌动。看台之上，气氛瞬间因叶云那一剑而变得微妙。烈阳武门的火爆老者原本一直眯着眼，此刻终于睁开，粗粝的目光落在叶云身上，难得吐出4个字：有点意思。清风剑宗的中年使者也抬了抬眼，目光在叶云那柄袖剑上顿了顿，没说话，却也算是一种认可。唯有落雪宗女子依旧清冷，可那双冰眸里却悄悄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赵山河死死盯着演武场上那个戴面具的身影，眉头越皱越紧。不知为何，他看着叶云，心中莫名升起一股强烈的厌恶，仿佛天生相克。明明只是第一次见，却像有一根刺扎在心头，让他浑身不自在。奇怪，这小子到底是谁？赵山河在心底暗自嘀咕，一股不祥的预感悄然爬上心头。而苏家席位上，苏婉清早已激动地站起身，小手紧攥着裙摆，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叶云，脸上满是骄傲与安心。刚才那一剑干净利落，他就知道叶云哥哥绝不会有事。苏振南也长长松了口气，凝重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微微点头。好小子，果然藏得深。演武场上，叶云的目光如同最锋利的刀锋，直直锁在赵天龙身上，那眼神冰冷漠然，还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赵天龙被盯得浑身一僵，一股莫名的毛骨悚然从脚底直冲头顶，
仿佛被什么凶兽盯上一般。他心头火起，猛地抬眼，恶狠狠地瞪了回去，冷哼一声，戾气暴涨，旋即扫视一圈场上还剩下的40多人，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朗声道：“这样打太慢了，磨磨蹭蹭，浪费时间。诸位，不如联手清场，先把杂鱼踢出去，剩下的人再分高下。”话音一落，赵天龙周身武士境9重的旋力轰然爆发，金色玄气缠绕周身，如同战神降临。不等众人反应，赵天龙身形一动，直接出手，一掌横扫，旋力如浪，靠近他的3、4名弟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震飞下台，口吐鲜血，瞬间淘汰。王语嫣见状，粉唇轻扬，轻笑一声：“既然赵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凑个热闹。”他身形如蝶，短剑出鞘，剑光如雪，所过之处，弟子纷纷败退，无人能挡他一招半式。吴云、方阳以及那名散修少年也不敢迟疑，立刻跟着出手。一时间，演武场上血光再起，惨叫连连，真正的清场开始了。而叶云也动了，他不主动招惹旁人，不抢人头，不滥杀无辜，但只要是城主府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一名城主府弟子刚想偷袭，叶云脚步一错，清风步施展到极致，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秒，袖剑出鞘，扑哧，剑光闪过，那名弟子捂着喉咙，难以置信的倒下。另一名城主府弟子怒吼着冲来：“放肆！竟敢杀城主府的人！”叶云眼神一冷，不闪不避，流云掌轰然拍出，砰！旋力碰撞，那弟子直接被一掌轰碎丹田，惨叫着飞出场外，彻底沦为废人。凡是挡在叶云面前的城主府之人，非死即残，无一幸免。看台之上，赵山河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青筋暴起，死死攥紧扶手，直接发白。混账！这蒙面人竟敢对我城主府弟子下死手！他气得浑身发抖，眼中杀意几乎要溢出来。演武场上人数飞速锐减，30人、25人、20人，最后场上只剩下17人。而城主府的弟子已经被叶云杀得只剩下2、3人，个个带伤，瑟瑟发抖。赵天龙终于彻底注意到了叶云，他看着满地城主府弟子的尸体与惨叫，再看看叶云那副云淡风轻，仿佛杀了几只蝼蚁的模样，怒火瞬间冲昏了头脑。他死死盯着叶云，双眼赤红，周身旋力狂暴涌动，声音如同来自9幽地狱。藏头露尾的东西，你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对我城主府的人动手，你是在挑衅我，挑衅整个城主府，我看你是找死！一字一顿，杀意滔天，周围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后退，远离两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叶云身上，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与不看好。完了，这蒙面人惹到赵天龙了。赵天龙可是石云城第一天才，武士境9重，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刚才杀几个杂鱼还行，对上赵天龙必死无疑呀！议论声传入耳中，全是不看好。王语嫣也停下了手，抱着短剑，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眼中带着几分期待。吴云、方阳等人更是屏住呼吸，等着看叶云被碾压。面对赵天龙滔天的怒火与全场的不看好，叶云只是微微抬起头，面具之下，嘴角勾起一抹极致冰冷、极致不屑的弧度。他缓缓抬手，握住了腰间那柄锈迹斑斑的铁剑，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藐视天下的狂傲：“找死！你还不够资格！”演武台上杀意炸裂，赵天龙周身金光暴涨，武士境9重巅峰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席卷四方，旋力凝聚如实质，每一拳打出都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响。藏头露尾的杂种，给我死！他怒喝一声，拳风如雷，直轰叶云面门。在赵天龙看来，自己9重巅峰的实力，碾压一个突然冒出来的蒙面人不过是举手之劳，3招之内便能将其踩在脚下。可下一秒，他脸色骤变，叶云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轰出，砰！旋力碰撞的巨响震得众人耳膜发麻，两人同时后退3步。赵天龙瞳孔骤然一缩，满脸不敢置信：“你也是武士境9重？”一语惊起千层浪，全场瞬间炸开了锅。什么？那个蒙面人也是武士境9重？石云城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号人物？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藏得也太深了吧！居然和赵天龙同境界！王语嫣握着短剑的手指微微一紧，灵动的眼眸死死盯着叶云，心中惊涛骇浪。石云城年轻一辈的高手，他了如指掌，可这个人他完全没有印象，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怪物？看台上，苏婉清小手死死捂住嘴，一双眼睛满是担忧，一眨不眨地盯着台上缠斗的身影，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苏振南也站起身，脸色凝重，双拳紧握。台上两人激战欲裂，拳影、剑光、旋力风暴交织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赵天龙越打越心惊，越打越凝重。本以为碾压的战局，竟然变成了势均力敌的僵持。叶云的身法诡异，招式狠辣，每一次应对都恰到好处，根本不落下风。你到底是谁？石云城绝无你这号人物！赵天龙厉声喝问，语气早已没了最初的不屑，只剩下凝重与忌惮。叶云袖剑横扫，冷笑一声：“拘你性命的人！”话音未落，赵天龙猛地一声暴喝，周身旋力轰然暴涨，给我破！一股比之前强横数倍的气息冲天而起，金色旋力如同火焰般燃烧。武士境10重，他竟然在激战中突破了。
全场死寂一瞬，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惊呼：突破了！赵天龙突破到武师境10中了，不到20岁的武师境10中，这是千年一遇的天才啊！这下蒙面人必败无疑了，差距太大了。看台上瞬间沸腾，各大世家的家主纷纷起身，对着赵山河拱手称赞，马屁声不绝于耳。赵城主威武，教子有方啊！不到20岁的10中，前途不可限量。此次4大宗门名额，必定是赵公子囊中之物。赵山河昂首挺胸，满脸得意，笑得合不拢嘴，大手一挥，谬赞谬赞，全子只是运气稍好罢了。高台上，天阳书院李使者眼中金光暴涨，折扇刷的和尚满意点头。不到20岁的武师境10中，足够进入天阳书院做外门弟子了。这笔买卖倒也能看过去。烈阳武门老者也微微颔首，清风剑宗使者眼神微动，唯有落雪宗女子依旧清冷，目光却牢牢锁在叶云身上。台上众人反应各异，王语嫣瞳孔骤缩，心中暗叹一声，果然突破了，我现在只是9重巅峰，绝不是他对手。那名黝黑散修少年也是脸色一变，紧紧攥拳，眼中满是震撼与无力。10重境界已是他可望不可及的高度。赵天龙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俯视着叶云，猖狂大笑，哈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差距，我乃天命之子，激战突破武师境10重，你拿什么和我斗？现在跪地求饶，我可以留你一个全尸。叶云站在原地，看着他装逼，面具下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嘲讽。武师境10重，这就是你的底气吗？下一刻，叶云身上的气息轰然巨变，沉寂内敛，深不可测的玄力如同沉睡的火山猛然喷发，青色玄力缠绕周身，一股丝毫不逊色于赵天龙的强横气息直冲云霄。武师境10重，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见了鬼一样看着叶云。10重，他也是武师境10重，我的天，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2个不到20岁的10重天才，这也太离谱了，越来越有看头了。赵天龙脸上的狂笑瞬间僵在脸上，神色彻底扭曲，指着叶云，声音都在发抖，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也是10重？叶云袖剑斜指地面，语气淡漠如冰，你能突破，我就不能吗？赵天龙，你的死期到了。激战再次爆发，这一次是2名武师境10重的巅峰碰撞，剑光如电，拳风如龙。叶云清风步施展到极致，身形飘忽不定，袖剑招招致命，风雷刀法暗藏其中，每一击都带着风雷之威。赵天龙狂暴进攻，却连叶云的衣角都碰不到，反而被剑光逼得节节败退，狼狈不堪。不可能，我不信，我是城主府少主，我是石云城第一天才，我不可能输给你这种藏头露尾的杂碎。赵天龙疯狂嘶吼，招式越来越乱，破绽百出。叶云眼神一冷，抓住空隙，一掌狠狠印在他胸口，砰！赵天龙如遭重击，口喷鲜血，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浑身骨头仿佛碎了大半，玄力瞬间溃散。叶云缓步走上前，袖剑直指他的咽喉，没有丝毫留情，他要杀了赵天龙，清算所有旧怨。赵天龙看着近在咫尺的剑锋，感受着那刺骨的杀意，终于彻底怂了，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声音带着哭腔：别杀我，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饶我一命，我爹是城主赵山河，你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看台上，赵山河脸色惨白如纸，猛地站起身，厉声狂吼：住手！小儿放肆，敢伤我儿，我要你碎尸万段！他就要冲上台去，却被身边的侍卫死死拉住。就在叶云袖剑即将刺穿赵天龙咽喉的刹那，一道温和却强横的力量骤然从天而降。够了，过了！李使者身形一闪，直接出现在台上，一掌轻飘飘拍向叶云。叶云只觉得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袭来，整个人如同被重锤砸中，连连后退7、8步，才勉强稳住身形，嘴角溢出一缕鲜血。天阳书院李使者负手而立，挡在赵天龙身前，脸上温和不在，带着一丝冷意。大比虽言生死勿论，但你已胜，何必赶尽杀绝？此事到此为止。叶云压下胸中翻腾的气血，抬眼看向李使者，嘴角勾起一抹冷俏，声音透过面具传出，清晰传遍全场。使者大人刚才也听见了，大比规矩，生死勿论，我胜了，杀他，合情合理。李使者眉头微挑，语气沉了几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已败北，失去战力，你再下杀手便是滥杀。叶云眼中寒意一闪而逝，可惜了今日绝佳机会，竟被这天阳书院的人横插一脚，没能当场斩杀赵天龙。一股刺骨的杀意死死锁定在他身上，不用回头也知道那是看台之上的赵山河。可惜，叶云低声呢喃，语气里的遗憾毫不掩饰。李使者耳尖一动，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这家伙对赵天龙的命怎么就这么执着？演武场上一片哗然，蒙面人也太刚了吧，敢跟宗门使者顶回去？赵天龙差点就死在这了，要不是李使者出手，城主府少主今天就没了。王语嫣怔怔看着叶云的背影，眸子里异彩连连，这人不仅实力强，胆子也大得离谱，到底是谁？那名黝黑散修少年也是一脸震撼，看向叶云的目光里充满敬畏。看台最高处，烈阳武门老者捋着胡子，蓦然一笑，有点脾气，我喜欢。清风剑宗中年使者淡淡开口，杀伐果断，是块练剑的料。
落雪宗女子那双清冷的美眸中，第一次清晰闪过惊讶。她见过天才，见过狂徒，却从没见过刚赢下时云城第一天才，还敢跟宗门使者硬刚的人。贵宾席上，赵山和周身杀意几乎凝成实质，双手死死攥着扶手，指节发白。好一个蒙面人！今日之辱，我记下了。等大比结束，不管你是谁，我定要将你扒皮抽筋，碎尸万段。李使者懒得再跟叶云纠缠，一手提起瘫软在地、浑身发抖的赵天龙，身形一晃便退下演武场，丢下一句：比赛继续。场中气氛彻底变了，剩下的10几名选手看向叶云的眼神里只剩忌惮，再无一人敢轻易靠近。哪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叶云刚才与赵天龙大战一场，消耗巨大，气息微喘，可没人敢赌他还有没有一战之力。一剑败赵天龙，这种狠人谁敢上去试剑？所有人都默契地绕开叶云，自顾厮杀。王语嫣眸光流转，直接掠向其他人，短剑翻飞，干净利落。吴云与方阳对视一眼，也联手朝着那名散修扑去。先解决他。好！散修少年面色凝重，却丝毫不惧，双拳紧握，悍然迎上。叶云找了个角落站定，闭目调息，乐得清闲。正好恢复玄力，等着最后结果就行。场上厮杀越来越快，人数不断减少，谁也没料到最不起眼的散修少年竟然爆发出惊人战力。面对吴云、方阳两人夹击，他不退反进，以伤换伤，悍然一拳轰在吴云胸口。噗！吴云口喷鲜血，倒飞出场，直接淘汰。方阳脸色巨变，吓得连连后退。至此，场上只剩下4人：叶云、王语嫣、散修少年、方阳。必须再淘汰一人才能决出前3。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王语嫣、散修少年两人目光齐刷刷避开叶云，连看都不敢看他。开玩笑，去惹刚打爆赵天龙的猛人，嫌命长。王语嫣还冲着叶云浅浅一笑，示意友好，随即便转向方阳。散修少年也跟着看向方阳，两道目光落在身上，方阳脸刷的一下惨白如纸。最弱的是谁？不言而喻。方阳苦涩一笑，惨然开口：我认输，我自己下去。他一步一步走下演舞台，彻底淘汰。场上只剩3人，3甲已定。王语嫣看向叶云，轻轻摇头：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认输。散修少年也抱拳道：我也认输。第1名毫无悬念，蒙面少年叶云。全场寂静一瞬，随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就在这时，李使者再次踏上高台，朗声道：我宣布，本次10云城全城大比正式结束。第1名云烨，第2名王语嫣，第3名韩立，3人皆获得进入4大宗门修行的资格。话音一落，整个演武场彻底沸腾。赢了！云烨第1，太猛了，连赵天龙都被他打败了。我10云城终于又有人能进4大宗门了。看台上，苏婉清激动地跳了起来，眼眶微红，抓着苏振南的手不停摇晃。爹，你看，叶云哥哥赢了，他是第1。苏振南哈哈大笑，连连点头。好小子，没让我们失望，我苏家没看错人。另一边，赵山河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周身寒气四溢，自己儿子被打成重伤，第1还被抢走，贿赂的效果大打折扣。他此刻心中几乎要气炸，却只能死死忍着。高台上，落雪宗女子清冷的目光再次落在叶云身上，久久没有移开。这一次，眸子里不再只有惊讶，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意味。此刻，演武场上尘埃落定，3甲伫立，叶云站在最前方，身旁一侧是王家天才少女王语嫣，另一侧则是那名坚韧到最后的散修少年韩立。3人抬头望向高台之上的4大宗门使者。天阳书院的李使者面色平淡，无喜无怒，既无笑意，也无冷意，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又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清风剑宗的中年男子与烈阳武门的火爆老者，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浅薄的笑意，显然对这次10云城大比的结果还算满意，终于选出了能入宗门的苗子。唯有落雪宗那名绝美清冷的女子，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叶云身上，那双冰眸之中没有丝毫波澜，却又像是藏着万千思绪，久久没有移开。就在这时，李使者上前一步，正准备开口询问3人的宗门意愿，可他刚要出声，慢着！一声暴怒的呵吼，猛地从贵宾席炸开，所有人目光一凝，齐刷刷看去。只见城主赵山河猛地站起身，周身杀意冲天，脸色狰狞到扭曲，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台上的叶云，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强忍心中翻涌的杀机，每一个字都从牙缝里挤出来，冰冷、暴力，带着彻骨的恨意。大比结束，我看还没结束。李使者眉头瞬间皱起，脸色一沉，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悦。赵城主，你要干什么？3甲已定，宗门遴选在即，岂容你放肆打断？他心中极为不爽，自己乃是天阳书院使者，代表皇室颜面，赵山河竟敢当众抢话，简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赵山河被训斥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可此刻他已经顾不上了，他输得一干二净。之前送出去的300块下品玄石，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寄予厚望的儿子赵天龙，不仅没能拿到名额，还被打成重伤，至今瘫在一旁站不起来。这口气，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赵山河死死盯着叶云，
声音冰冷刺骨，响彻全场。此人从头到尾戴着面具，藏头露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说不定是从别处逃来的凶徒，是身负命案的恶贼。这样的人也配进入四大宗门，也配代表我石云城？今日我便要逼他摘下面具，让所有人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话音落下，全场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叶云身上，议论纷纷。叶云站在原地，面具之下，嘴角轻轻一勾，心中冷笑不止。赵山河终于忍不住了。也好，如今他已经拿下大比第一，手握四大宗门的入场资格，有恃无恐。他缓缓抬起手，指尖触碰到面具边缘，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睥睨之气，传遍每一个角落。你不是想看吗？好，我便给你看。话音落下，唰，说罢，叶云一把将脸上的面具狠狠扯下，微风拂过，一张清秀干净、棱角分明的少年脸庞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面容算不上绝世惊艳，却干净挺拔，眼神锐利如剑，气质沉稳，完全不像穷凶极恶之徒，反而透着一股少年独有的锐气。全场死寂。下一秒，炸锅了！好俊的少年，天呐，这么年轻，看上去也就16、17岁吧，年纪轻轻实力竟恐怖到这地步，真是妖孽啊！台下百姓纷纷惊呼，眼神里全是震撼与惊艳，没有人认出他是谁，更不知道过往恩怨，只当是一位横空出世的绝世天才。看台上各大世家的家主们同样神色震动，彼此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置信。王家家主王坤缓缓点头，低声叹道：如此年纪有这般战力，我石云城多少年没出过这等人物了。高台上清风剑宗使者眼神微动，微微颔首，似是颇为认可。烈阳武门的火爆老者眼睛一亮，拍腿笑道：好，够年轻，够狠，我喜欢。天阳书院里使者眉头微蹙，却也并未多说什么，只是神色平淡地看着场中。而落雪宗那名绝美女子，清冷的容颜上第一次清晰露出惊讶，她美眸微微睁大，似是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战力逆天、杀伐果断的蒙面人，竟然如此年轻，容貌如此清俊干净。贵宾席上，赵山河盯着那张脸，瞳孔骤缩，脑海中瞬间炸开。他想起来了，全部想起来了，这不是别人，正是叶云，是当初赵烈不远万里前来追杀的少年，是杀害他二儿子赵明的真凶。是你，叶云，竟然是你！赵山河发出一声凄厉暴怒的狂吼，周身大武士境的气息疯狂暴涨，几乎要掀翻看台。杀子之仇，如父之恨，今日我要你血债血偿！话音未落，他身形猛地一跃，如同一只暴怒的猛虎，直接从贵宾席跳下，大手成爪，旋力凝聚成漆黑巨爪，带着毁天灭地的杀意，直抓叶云头颅。受死！太快了，大武士三重的突袭，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叶云心中一紧，不敢有丝毫大意，立刻运转清风步，就要暴退躲闪。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也没有想到，高台上那名始终淡漠如雪、一言不发的落雪宗绝美女子动了。她甚至没有起身，只是指尖轻轻一弹，枪浪一声清冽剑鸣，响彻天地。一道冰蓝色的寒光，如同天外飞雪，瞬间划过长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快到极致，冷到极致，强到极致。噗！吃！冰剑狠狠斩在赵山河肩头，赵山河整个人如遭雷击，狂喷一大口鲜血，身形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当场重伤，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傻了。谁也没想到，这位来历神秘、实力最强的落雪宗仙子，竟然会突然出手，还一出手就重创了石云城城主。赵山河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又惊又怒，不敢置信地抬头，死死盯着高台上的落雪宗女子，声音嘶哑咆哮：你为什么要拦我？他是杀人凶手，是恶徒，你为何护着他？这一声嘶吼带着濒死般的怨毒，却在落雪宗女子眼中连一丝波澜都掀不起。高台之上，那道月白身影依旧端坐，姿态清冷如雪山之巅的寒梅。他甚至没有低头看他，只是垂着眼帘，指尖轻轻摩挲着剑柄，语气淡得像一片落雪，却字字带着四大宗门凌驾于世俗城主之上的绝对威压。四大宗门遴选，凡上榜者暂受宗门庇护。你一个小城之主，也敢在我面前动手杀人？语气里没有愤怒，没有斥责，只有赤裸裸的不屑，仿佛在说你不配，你不够格，你连让我动怒的资格都没有。一句话让赵山河浑身血液瞬间冻结，他猛地一颤，脸上的暴怒如同被冰水浇灭，取而代之的是惊恐、慌乱与深深的忌惮。他这才猛然惊醒，眼前之人是落雪宗的使者，是四大宗门的人，是他这辈子都得罪不起的存在。他刚才不仅当众咆哮，还敢在使者面前行凶，这已经是藐视宗门，以下犯上。一念至此，赵山河浑身冷汗狂涌，伤口再次崩裂，鲜血直流。他死死咬着牙，将所有滔天恨意强行压下，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那是恐惧到极致的隐忍。他不敢再吼，不敢再怒，连抬头直视落雪宗女子的勇气都瞬间消失，只能低下头，肩膀剧烈起伏，却半个字都不敢再多说。赵山河抬起怨毒的眼，偷偷看向场中站立的叶云，眼神里充满了不甘、疯狂，
与刻骨的仇恨，却又带着一丝绝望。而叶云迎着他这道吃人的目光，非但不惧，反而缓缓上前一步。他身姿挺拔，面容清秀，嘴角却勾起一抹肆意张扬，又带着几分轻佻玩味的弧度。叶云微微歪头，目光落在地上狼狈不堪的赵山河身上，声音不大，却清晰传遍全场，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扎进赵山河的心口。城主这么想杀我，可惜啊，有人护着，你连我一根头发都碰不到。他语气轻慢，眼神挑衅，完全不将这位石云城之主放在眼里。那股肆意张扬的姿态看得全场屏息，那语气那姿态嚣张到了极点。赵山河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都不敢说。他抬起头，怨毒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那眼神恨不得将叶云生吞活剥，却又无可奈何。此时此刻的赵山河简直是将无能的父亲具象化了。高台上，落雪宗女子的目光再次落在叶云身上，清冷的眸子里竟隐隐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烈阳午门老者看得哈哈大笑，痛快，这小子有脾气。清风剑宗使者微微颔首，眼中多了几分欣赏。天阳书院李使者脸色微沉，却也不敢多言。台下百姓看得目瞪口呆，随即爆发出阵阵低呼。谁也没想到，这位新晋的大比第一不仅实力逆天，连面对城主都如此从容肆意。苏婉清在看台上看得心潮澎湃，小脸通红，满眼都是崇拜。苏镇南抚须而笑，心中大石彻底落地。叶云迎着所有人的目光站在原地，身姿挺拔，意气风发。他看向赵山河，笑容更浓。城主别急，今日你动不了我，日后我也不会忘了你我之间的账。话音落下，全场寂静，所有人都知道石云城天要变了。赵山河躺在地上，伤口剧痛，心中怨毒翻腾，还想挣扎着开口，试图再辩解几句。可他刚要动，高台上一道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声音先一步落下。够了！天阳书院李使者折扇一收，目光淡漠地扫过他，语气不重，却带着皇室与宗门双重威压。赵城主，大比已定，三甲受宗门庇护，你再敢放肆，便是与四大宗门为敌，还不退下？这一句训斥直接堵死了赵山河所有退路。他浑身一颤，再不敢有半分异议，只能死死咬着牙，在侍卫的搀扶下狼狈起身，怨毒的目光狠狠剐了叶云一眼，最终一言不发，带着城主府一众人灰溜溜离去。那背影哪里还有半分城主威严，只剩丧家之犬的狼狈。场中彻底清静。下一刻，高台之上气氛骤变，抢人开始了。清风剑宗中年使者率先起身，目光灼灼看向叶云，语气带着难得的热切：少年，你剑道天赋极佳，入我清风剑宗，我亲自传你剑谱。烈阳午门火爆老者更是直接一拍扶手，大嗓门响彻全场：小子，来我烈阳午门，修炼最快，战力最强，资源管够。天阳书院李使者也连忙开口，笑容温和：叶云小友，我天阳书院底蕴深厚，皇室扶持，前途坦荡，你可要好好考虑。三人之中，对叶云的热情最为明显，几乎是抢着抛出橄榄枝。至于一旁的王语嫣与韩立，虽也被问候，却明显成了陪衬。王语嫣站在一旁，美眸中闪过一丝羡慕，轻轻咬了咬唇。韩立更是攥紧了拳头，黝黑的脸上露出几分局促与向往。能被四大宗门争抢，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荣耀。李使者见状，先转头看向两人，温和问道：你们二人亦属何门？韩立犹豫了片刻，看了看热情的烈阳午门，又看了看温和的天阳书院，最终躬身一礼：晚辈愿入天阳书院。李使者顿时笑容更盛。王语嫣则美眸看向高台上那道月白身影，轻声道：晚辈仰慕落雪宗已久，愿入落雪宗修行。清风剑宗与烈阳午门的使者闻言，都露出一丝遗憾，却也并未强求。至此，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了叶云身上，全场屏息，百姓、家主、其他使者，甚至王语嫣与韩立都在好奇，这位横空出世的第一到底会选哪一宗？叶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他身怀双修暴击系统，修炼之路最离不开的就是女子同行。而整个天阳国，谁不知道落雪宗上下80%以上都是女弟子，个个容貌出众，气质清冷，那哪里是宗门，分明是他的系统天堂。叶云嘴角微扬，正想开口，高台上那道清冷如月的身影终于动了。落雪宗女子缓缓起身，月白长裙轻拂，气质清冷绝尘，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强势，直接压过所有人。叶云，入我落雪宗。一句话直接定音。清风剑宗使者眉头一皱，忍不住开口：韩道友，好歹让他自己选。烈阳午门老者也附和：就是公平一点嘛。落雪宗那位被称为韩姓女子淡淡扫了两人一眼，眸中寒意微闪，仅仅一眼。清风剑宗与烈阳午门使者瞬间闭嘴，再不敢多言一句，脸上露出明显的忌惮。谁都知道落雪宗这一代弟子实力极强，眼前这位使者更是四人中修为最深的一位，他们惹不起。女子不再看旁人，目光重新落回叶云身上，清冷的眸子里带着一丝静待。叶云心中一笑，上前一步，对着高台之上摇摇一拱手，笑容清俊又带着几分讨喜，开口直接喊了一声：姐姐，我自然想入落雪宗，能拜入落雪宗，
是我这辈子修来的福气。这一声姐姐喊得自然又亲密，全场一静。落雪宗女子明显愣了一下，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明显的诧异，似乎从没人敢在4大宗门使者面前如此随意地叫她姐姐。下一刻，她那张始终冰冷、从未有过表情的绝美脸庞上，嘴角微微一弯，竟是真的笑了出来。不是礼节性的浅淡笑意，而是如同冰雪初融，寒梅绽放，美得让人窒息。叶云当场看呆了一瞬，我去，这女人笑起来也太好看了吧！本来就美到离谱，笑起来简直要命。还好我选了落雪宗，这波血赚不亏。高台之上，清风剑宗与烈阳武门的使者看着尘埃落定，脸上皆是掩不住的遗憾。清风剑宗中年使者轻轻一叹，摇了摇头，可惜了，这般剑道奇才竟与我清风剑宗无缘。烈阳武门的火爆老者也是一脸悻悻，嘟囔道：“这落雪宗的女娃娃，每次都横刀夺爱，真是……”两人虽心有不甘，却也不敢再多言，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天阳书院的李使者脸上则挂着温和淡然的笑意，对着身旁的韩立微微抬手：“韩小友，随我回书院吧。”韩立连忙躬身应是，紧紧跟在李使者身后。两人很快便离开了演武场。至此，今年石云城大比的招收彻底落幕。烈阳武门与清风剑宗依旧是空手而归，延续了乌云城5年无弟子入宗的尴尬记录。落雪宗韩清雪目光落在叶云身上，清冷的声音缓缓响起：“大比已了，随我回宗。”叶云闻言微微一怔，心中顿时想起了苏家的苏婉清与苏振南，他连忙上前对着韩清雪拱手，语气带着几分恳切：“姐姐，能否暂缓几日？我在城中还有亲友，需与他们告别一番，处理些私事。处理完毕，我立刻前往落雪宗与仙子会合。”韩清雪垂眸看着他，清冷的眸子里没有太多波澜，沉默了片刻，最终轻轻点了点头：“好，给你时间。”叶云心中一松，连忙道谢。夜色如墨，悄然笼罩整座石云城。叶云并未耽搁，径直返回了苏家，而韩清雪也一同随行。毕竟叶云已是落雪宗预定的弟子，他自然要贴身照看着，以防再出变故。此刻的苏家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气息。家主苏振南特意下令设宴摆席，一来是为庆祝叶云夺得大比第一，成功加入4大宗门；二来也是为了隆重招待落雪宗使者韩清雪。宴席之上，韩清雪端坐主位，月白长裙衬得她气质清冷绝尘，即便身处热闹宴席，也依旧如同雪山寒梅，不染半分烟火气。她身旁坐着的是叶云，叶云另一侧则是脸颊微红、眉眼温柔的苏婉清，苏振南则坐在下手主位，全程满脸堆笑，热情无比。整座苏家觥筹交错，下人往来穿梭，欢声笑语不断，从未有过这般热闹辉煌。苏振南端着酒杯，起身对着韩清雪深深一礼，语气恭敬到了极点：“韩使者大驾光临寒舍，真是我苏家3生有幸。小女与叶云情投意合，日后叶云入了落雪宗，还望仙子多多照拂。”韩清雪只是淡淡抬眸，轻轻点了一下头，算是回应。即便只是如此轻微的示意，也让苏振南心中大喜过望，连忙满饮杯中酒，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他心中无比清楚，今日叶云入了落雪宗，又与韩清雪一同归来，从今往后，整个石云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轻易为难苏家，即便是城主府也要掂量3分。看向叶云的目光，苏振南也越发恭敬与满意，只觉得自己当初收留叶云，将婉清托付于他，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宴席一侧，叶云与苏婉清低声细语，情意绵绵。苏婉清轻轻拉着叶云的衣袖，眼眶微微泛红，满是不舍：“叶云哥哥，你真的要走了吗？我舍不得你。”叶云反手握住他柔弱无骨的小手，指尖轻轻摩挲着他的手背，声音温柔至极：“婉清放心，我去落雪宗稳定下来，便想办法接你过来。等我变强了，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也没有人能为难苏家。”苏婉清轻轻点头，将脑袋靠在叶云肩头，声音细弱文锐：“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两人相依相偎，言语亲密，眉目间全是浓情蜜意，全然沉浸在彼此的世界里。主位之上，韩清雪看似平静地望着前方，眼角余光却隐晦地扫向两人。当看到叶云与苏婉清十指紧扣、亲密依偎的模样时，他那始终淡漠无波的眉头隐隐蹙起了一丝不悦，清冷的眸子里掠过一丝极淡的复杂情绪，却并未开口多说一句话，只是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宴席依旧热闹，可那无形的微妙气氛却悄然弥漫在灯火之下。苏振南捧着酒杯，神色越发恳切，再次朝着韩清雪微微躬身，语气里满是托付：“韩使者，叶云这孩子年纪轻，性子直，初入宗门，人生地不熟，往后在落雪宗里，还请您多多照看，多多提点他。若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多担待，我们苏家上下都记着您的恩情。”这话一出，韩清雪那始终淡漠的眼神终于微微动了一下，像是被勾起了几分兴趣。她缓缓抬眸，目光落在叶云身上，清冷的声音难得多了一丝温度：“放心，入了我落雪宗，便是我落雪宗的人，我自然会照拂。”顿了顿，他看着叶云，淡淡补充：“何况他天赋不差，根基扎实，就算无人相助，日后也必有一番成就。”叶云一听，立刻顺势起身，
脸上挂着清俊又讨喜的笑容，语气甜得恰到好处，直接开口喊：“姐姐放心，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往后在落雪宗，我一定好好修炼，不给姐姐丢脸，也不给落雪宗丢脸。”一句亲昵的姐姐，与苏震南口中恭敬的寒使者截然不同，听得韩清雪脸颊几不可察的一僵，清冷的面容掠过一丝不自然。她轻咳一声，别开目光，端起茶杯掩饰住眼底的微蓝，声音略低了些：“休要油嘴滑舌，修炼一途，脚踏实地才是正理。”那微微慌乱的模样，与平日里高高在上、冷漠绝尘的仙子判若两人。一旁的苏婉清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小手轻攥紧了衣角，心里莫名泛起一丝涩涩的酸楚。他看着叶云对韩清雪笑得那般亲近，看着韩清雪对叶云与众不同的态度，心头微微发紧，却又不敢表露出来，只能低下头，默默抿着杯中甜饮。苏震南倒是看得开怀，连忙打圆场笑道：“哈哈，叶云能得韩使者看中，是他的福气，是他的福气啊！”夜色渐深，苏震南见状，连忙起身，恭敬道：“韩使者一路辛苦，房间早已让人收拾妥当，我这就让下人带您过去歇息。”韩清雪微微颔首，没有多言，起身便朝着院落深处走去，月白身影消失在回廊灯火之中。宴席散去，下人纷纷退下。深夜，月光透过窗棂洒进苏婉清的闺房，暖意融融，暗香浮动。苏婉清轻轻靠在叶云怀里，纤细的手臂环着他的腰，脸颊贴着他的胸膛，声音带着浓浓的不舍与不安：“叶云哥哥，你真的要走了吗？我好怕你去了落雪宗，见到那么多漂亮的师姐，救不要我了。”叶云心头一软，低头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双手紧紧拥着他，语气郑重而温柔：“傻丫头，胡说什么呢？此生我叶云绝不负你苏婉清，无论将来我遇到多少人，走到哪一步，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有独一无二的位置，谁也替代不了。”苏婉清眼眶一红，泪水滑落，却满是幸福。她抬头吻上叶云的唇，声音哽咽：“我信你叶云哥哥，我信你。”情意汹涌，暧昧蔓延，温柔的纠缠在月色下缓缓展开，一世旖旎，情深意重。就在两人相融的刹那，叮，一道冰冷熟悉的系统音骤然在叶云脑海中炸响：“双修开始，触发暴击倍数3倍，普通暴击，掠夺目标修为加自身战斗感悟加5倍暴击增幅，修为持续提升中，5失境10重稳步突破中。”叶云心神一震，只觉得一股狂暴而精纯的力量在四肢百骸中疯狂奔涌，怀中是温柔情深的苏婉清，脑海中是系统暴涨的修为提示。他紧紧抱着怀中娇躯，心中笃定无比：“落雪宗，我来了！”夜色深沉，城主府内却无半分睡意，反而被一股压抑到极致的戾气笼罩。大殿之中灯火昏黄，赵山河端坐主位，一身锦袍，难眼间头未愈的伤势，脸色阴沉的如同暴雨将至的天空。他双目赤红，指尖死死掐着扶手，指节泛白，周身散发出的阴郁与愤怒，几乎要将整座大殿吞噬。一日之间，丧子之仇未报，爱子重伤，颜面尽失，耗费300块下品玄石的打点尽数打水漂，就连他这一城之主的威严都被落雪宗仙子当众踩在脚下。满腔恨意、不甘、屈辱层层叠叠堵在胸口，让他几欲发狂。下手，赵天龙斜倚在软榻上，经过医师彻夜救治，伤势已然好转许多，可脸色依旧惨白如纸，嘴唇干裂，看上去如同大病初愈，虚弱不堪。但他眼中的怒火与怨毒却比赵山河还要浓烈。他与弟弟赵天恒素来不和，从小便为了少城主之位明争暗斗，互相视为眼中钉。这就是少城主之争，向来如此。赵天恒死在叶云手上，他心底非但没有半分悲痛，反而隐隐有一丝快意，少了一个争权的对手。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栽在叶云手里，大比之上，当众惨败，沦为全城笑柄，更是错失了进入4大宗门的唯一机会。他今年已经整整20岁，宗门招收的年龄红线便是20，过了今日，他这辈子都再无踏入4大宗门的可能。本该属于他的荣耀、前途、地位，尽数被叶云夺走，这口气他如何能咽得下？父亲！赵天龙猛地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声音因虚弱而沙哑，却透着歇斯底里的不甘。就这么算了吗？叶云那小贼毁我前途，辱我尊严，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鲤鱼跃龙门，入了雪宗逍遥快活？我不甘心，我死都不甘心！赵山河抬眼，目光复杂地看着儿子，眼底深处是深深的无力。他长长叹了口气，声音沙哑而疲惫：“不甘心又能如何？不甘心，你能去落雪宗杀他，还是能撼动4大宗门的威严？今日韩清雪那一剑，你也看见了，他摆明了护着叶云，那是落雪宗的人，是我们招惹不起的存在。叶云如今已是落雪宗的弟子，受宗门庇护，莫说你我，就算是整个石云城的势力加起来，也动不了他分毫。翻盘早已没有任何翻盘的余地了。”赵天龙听着父亲这番丧气话，先是一怔，随即猛地嗤笑出声，笑声凄厉而嘲讽，在空旷的大殿中格外刺耳。没有翻盘余地，父亲，你当年的狠辣果决去哪了？弟弟赵天恒白死了，你就这么窝囊的忍下这一切？我真是觉得可笑。你口口声声说为弟报仇，到头来连对叶云动手的胆子都没有。这话如同最锋利的刀，
狠狠扎进赵山河的心口。他猛地一拍扶手，勃然大怒，周身气息暴涨。放肆！你懂什么？可怒吼过后，却是更深的颓然。他浑身一颤，缓缓闭上眼，声音低沉而绝望：我不是不想报，是报不了。叶云已经入了落雪宗，那是天外之天，我们是地上尘，差距如同云泥。强行报仇，只会给赵家带来灭顶之灾。赵天龙看着父亲这副懦弱模样，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他冷哼一声，满脸怨愤，甩袖而起，踉踉跄跄地转身离去。既然父亲如此胆小怕事，那此事我自己记着，总有一天我要让叶云血债血偿。脚步声远去，大殿之中只剩下赵山河一人，昏黄的灯火将他的影子拉得狭长，孤寂而阴冷。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良久，周身的颓然与绝望缓缓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深藏眼底的阴鸷与锋芒。他赵山河这辈子从不知忍字怎么写，只是他不能亲自出手罢了。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寒光闪烁，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阴狠的弧度。亲自出手是自寻死路，可借刀杀人却未尝不可。他有的是办法，将叶云的行踪悄悄泄露出去。叶云，你以为入了落雪宗就万事大吉了？这仇我记下了，你活不久的。阴冷的低语消散在深夜的风里，一场针对叶云的无形杀局已然悄然布下。1日光阴转瞬即逝，清晨时分，石云城城门之外，晨风微凉，薄雾缭绕。叶云一身青色劲装，身姿挺拔，面容清俊，早已收拾妥当。他身旁站着王家天才少女王语嫣，一身粉色劲装，灵动娇俏，眼中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与一丝忐忑。两人面前，落雪宗使者韩清雪一袭月白长裙，清冷绝尘，如同画中仙子。她负手而立，目光平静地望着远方，周身寒气淡淡散开，让人不敢轻易靠近。时辰已到，出发。韩清雪清冷的声音落下，没有多余的废话，身形一动，率先朝着城外掠去。叶云与王语嫣对视一眼，不再迟疑，立刻提气跟上。3道身影，一兵一轻一骄，很快便消失在晨雾之中，朝着落雪宗的方向疾驰而去。前路漫漫，新的修行之路即将开启。画面一转，青云城。这座城池曾以4大家族鼎立闻名的城池，可如今叶家被3大家族围杀，赵家主力早已倾巢而出，远赴乌云城追杀叶云与柳如烟，至今音讯全无。城内只剩林家与孙家2大家族撑着场面，气氛本就压抑诡异。而就在半个时辰前，一道从乌云城传来的消息，如同惊雷般炸得2大家族天翻地覆。林家大堂内气氛凝重的几乎凝固，家主林月一身青衣，面容方正，此刻却脸色惨白，双手死死攥着情报信纸，指节发白，眼神里满是震撼与不敢置信。他对面坐着的是孙家家主孙涛，身材魁梧，满脸横肉，此刻同样瞳孔骤缩，呼吸急促。赵烈死了。林月声音发颤，反复看着纸上的字迹，像是要把信纸看穿。被叶云杀了，赵家派出的所有人全被叶云斩尽杀绝。孙涛重重一拍桌子，震得茶杯乱跳，粗声粗气的低吼。这消息怎么可能是真的？赵烈可是大武失境，叶云那小子之前才什么修为，不过是个刚入武道的废物，这才多久，怎么可能杀得了赵烈？而且林月喉结滚动，咽下一口唾沫，眼神里终于露出了慌乱。情报上说，叶云如今已是武失境10重，还在乌云城大笔夺魁，加入了天阳国4大宗门之一的落雪宗。落雪宗3个字一出，孙涛瞬间哑火，魁梧的身躯狠狠一震。4大宗门，那是他们这种小城家族仰望都不配的存在。林月脸色越发难看，心中念头狂转。他们当初之所以盯着叶云、柳如烟，不就是为了对方身上那部玄级功法吗？可现在叶云一步登天，成了落雪宗的弟子，莫说抢功法，他们现在就算想靠近叶云，都难如登天。玄级功法，孙涛咬牙，满脸不甘。难道就这么算了？我们盯了这么久，布局这么多，最后什么都捞不着。林月长叹一声，颓然坐下，眼神黯淡。不算还能怎么办？人家现在是落雪宗的人，我们别说抢功法，敢动一下就是灭门之祸。我看这件事就此作罢，就当从未发生过。话音刚落，大堂一侧，一道冰冷的女声骤然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作罢？林伯父，你倒是想得天真。众人转头看去，只见孙家大小姐孙妍缓步走出，她一身红衣，容貌艳丽，眼神却阴鸷锐利，嘴角挂着一抹冷冽的笑。林月一愣，言侄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孙妍冷笑一声，步步走近，声音冷得像冰。林伯父，你别忘了当初我们3大家族是怎么把叶家灭了的。你现在想作罢？你觉得叶云是那种以德报怨的善人吗？等他在落雪宗站稳脚跟，想起今日之辱，第一个要清算的就是你林家，还有我孙家。林月浑身一颤，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孙妍一句话直接戳破了他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啊，叶云不是善人，从他敢孤身杀穿赵家就能看出，此子心狠手辣，记仇至极。他们当初落井下石，现在想全身而退，怎么可能？那怎么办？林月彻底慌了，语气都带上了一丝哀求。他已经是落雪宗的人了，我们根本动不了他。孙妍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嘴角笑意更冷，
缓缓吐出3个字，字字带着杀气：杀！唯有杀了他，才能永绝后患。林月与孙涛同时一惊：杀！林月失声叫道：他已经进落雪宗了，我们怎么杀？那是4大宗门，守卫森严，高手如云，我们连山门都靠近不了。孙涛也连连点头：言儿，别胡来，招惹落雪宗，我们2家都得死。孙岩却异常镇定，轻轻摇头，语气从容：慌什么？我自有办法。他抬眼，目光锐利如刀，缓缓说道：我早年在外历练，认识一位好友，如今正好在落雪宗担任外门执事，虽不算高位，但在宗内足以拿捏一个刚入门的新弟子。林月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孙岩嘴角勾起一抹阴毒的弧度，声音压得极低：我立刻修书一封，送去落雪宗，让我那位好友在宗内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叶云，借落雪宗的手杀落雪宗的人。神不知鬼不觉。林月与孙涛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狠厉与决断。事到如今，他们早已没有退路，杀！必须杀了叶云。林月咬牙点头，声音狠厉：好，就按言侄女说的办，只要能除掉叶云，旋即攻伐我们3家。哦不，我们2家平分。孙岩淡淡一笑，眼底杀机闪烁：叶云，你以为入了落雪宗就安全了吗？青云城这笔账，我会让你死在宗门里还。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山道上，叶云、王语嫣紧跟在韩清雪身后，一路疾驰，风驰电掣，连绵青山在身后倒退，寒风拂面，却吹不散叶云眼中的锋芒。韩清雪一袭素白冰纹长裙，身姿轻逸如雪中孤莲，步履如风，却稳如泰山。清冷的嗓音伴着山风徐徐散开，没有半分波澜。我们此行奔赴的落雪宗，乃天阳国4大宗门之一，宗内女弟子居多，专修冰系功法与青灵身法，在4大宗门里位列第3。王语嫣紧跟步伐，一双杏眼满是好奇，轻声开口询问：韩师姐，那天阳国4大宗门的排名究竟是怎样的？前2名与末位都是哪些宗门呀？韩清雪目光平视前方蜿蜒的山道，语气平淡无波，一字一句清晰道：天阳国4大宗门榜首是天阳书院，以文悟道，通晓天地法理，底蕴冠绝整个天阳国。第2为清风剑宗，门下剑修辈出，出手凌厉，战力傲视群雄。我落雪宗位居第3，末位则是烈阳武门，主修刚猛肉身武道，以悍勇著称。叶云闻言微微颔首，心中暗自记下4大宗门的位次与特点，随即沉声问道：韩姐姐，我与雨嫣初入宗门，会被划归到哪一院？你们无宗门资历，亦无半点功绩，入宗后皆为外门弟子。韩清雪侧眸看了2人一眼，清冷的声音里多了几分郑重的叮嘱：外门弟子修行资源有限，但若想逆天改命，只需抓住1月后的契机，宗门会举办外门新生试炼，但凡能在试炼中夺得前3名者，便可直接升入内门，成为内门弟子。他顿了顿，补充道：内门与外门云泥之别，内门弟子有专属修行洞府、高阶功法秘籍，更有宗门长老亲自指点修行，是所有外门弟子挤破头都想争取的机会。说罢，韩清雪玉足轻点地面，身形再度提速，素白衣袂翻飞如蝶，清冷的声音随风飘至2人耳中：全力赶路便是，再有半日功夫，我们便能正式抵达落雪宗山门了。叶云眼底寒芒微闪，入宗只是第1步，1月后的新生试炼，他必拔头筹，要在落雪宗站稳脚跟。王语嫣也握紧了手中的短剑，紧紧跟在2人身后，眼中满是坚定。半日时光转瞬即逝，天边夕阳沉坠，将漫天云霞染成暖橘色，暮色渐渐笼罩山野。疾驰的身影终于放缓，叶云与王语嫣抬眼望去，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镇住。落雪宗赫然矗立在连绵千里的雪山之巅，终年不化的白雪覆满峰峦，琼楼玉宇皆由寒冰与灵玉铸成，飞檐翘角挂着晶莹的冰棱，云雾在山间缭绕，灵泉顺着冰崖潺潺而下，溅起的水珠都泛着淡淡灵光。整座宗门宛若9天之上的冰雪仙宫，圣洁又威严。山门处，2名身着冰色弟子服的值守弟子手持长剑肃立，瞧见韩清雪的身影，立刻躬身行礼，语气满是恭敬：韩师姐。韩清雪清冷的脸上没有半分波澜，只是微微颔首，薄唇轻启，吐出2个字：跟上。说罢，他率先迈步踏入高耸的冰质山门，叶云和王语嫣连忙紧随其后。踏入宗门的瞬间，王语嫣的眼睛就亮了，小脑袋不停转动，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冰雪楼阁、灵花异草，眼底满是新奇。他侧头看向身旁的叶云，却见他依旧是一脸平淡，仿佛眼前的仙境也不过寻常。可他分明察觉到叶云的眼底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只是被他极好地收敛了起来。几日同行，2人虽算不上推心置腹，却也早已超越了初时的生疏。王语嫣凑近几分，轻声开口：叶云，这落雪宗也太壮观了吧，比青云城的任何地方都要气派，你一点都不好奇吗？叶云垂在身侧的手微紧，将眼底的好奇尽数藏好，转头看向王语嫣，声音温和了些许：奇观虽美，终究是外物，入宗修行，站稳脚跟才是重中之重。王语嫣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还是忍不住偷偷打量着四周。韩清雪步履不停，带着2人穿过覆雪的白玉长街，绕过刻着冰纹的回廊，最终停留在一座写着外门执事堂的冰殿之前。店内几名执事和弟子正在处理事务，瞥见韩清雪，纷纷放下手中活计，
起身躬身行礼，语气极尽恭敬。清雪师姐，师姐今日怎会来外门执事堂？韩清雪目光冷淡地扫过众人，语气疏离又平静。此二人是新入宗的弟子，办理外门登记。为首的外门执事连忙快步上前，腰弯得更低。是，属下立刻办理。清雪师姐放心，一切都按规矩来。执事麻利地取来2块玄铁腰牌，又递上2套素色外门弟子服，仔细登记了叶云和王语嫣的姓名籍贯，简单交代了外门的起居修行规矩，全程不敢有半分怠慢，目光始终恭谨地落在韩清雪身上。韩清雪自始至终站在一旁，身姿挺拔如寒松，清冷的眉眼没有丝毫情绪，仿佛只是在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待登记完毕，叶云和王语嫣接过腰牌与服饰，韩清雪终于动了。她抬眸，清冷的目光镜直落在叶云身上，那目光平静无波，却似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短短一瞬，便移开视线，没有半句叮嘱，没有多余动作。韩清雪素白的身影一转，踏着清冷的步伐，径直消失在殿外的冰雪回廊之中。叶云与王语嫣并肩而立，静静看着韩清雪那道清冷身影转过覆雪廊柱，彻底没入落雪宗深处的殿宇云雾中。二人身旁的落雪宗执事面色平淡，朝不远处扬了扬手，冷声吩咐：“林州，过来，带着2个新弟子安置住处，把宗门规矩讲清楚。”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快步走来，这是个约莫20岁的青年，身着落雪宗标准外门弟子服，袖口绣着一道浅灰色执事署文章，正是专门帮执事处理杂物的外门办事弟子。他修为稳稳卡在大武士境初期，面容寻常，眼神却没半分谦和，只是对着执事微微颔首示意，转头看向叶云、王语嫣时，目光平淡无波，连基本的拱手礼都懒得多做，语气冷冰冰，公事公办，跟我走，别耽误时间。全然是对待普通新弟子的疏离，没有半分尊敬。他虽是外门，却常年跟着执事办事，比寻常外门弟子体面不少，自然用不着对刚入宗的新人低眉顺眼。叶云见状也不介意，上前一步开口：“这位师兄，我与语嫣初来乍到，想问问外门大比的事宜，还有宗门基础规矩、禁忌条例，麻烦你告知一二。”王语嫣也怯生生跟上一步，满眼期待。林州脚步都没停，径直朝前走，头也不回地淡淡道，边走边说：“我还要回执事署复命，没工夫久候。外门大比半年一次，比斗点到为止。前20有临时武技，前3能进内门，就这些。”他语速极快，随口敷衍着外门大比的事，半点没有详细解释的意思。王语嫣小声追问：“那师弟，宗门日常修炼、领取资源，还有不能做的事，也能说说吗？”辰时晨练，每月10块下品灵石，藏经阁一层随便进，灵泉要填要贡献点，别擅闯内门区域，别惹事。林州语气越发敷衍，脚步迈得极快，显然懒得跟新人多啰嗦。叶云直接抓住核心，沉声再问：“宗门最不能触犯的规矩是什么？后果如何？”这话总算让林州顿了顿脚步，他转过身，神色终于稍正，却依旧是冷硬的语气：“别在宗门内打生死架，这是铁律。同门切磋点到即止，有不死不休的仇怨，去后山生死擂台签生死状，敢在宗内殿宇、山道、居所私斗生死，一经发现，废修为逐出师门都是轻的，重者直接杖毙，没人保得住。”说罢，他从怀里摸出2本青竹皮小册子，随手往叶云和王语嫣怀里一塞，动作随意又敷衍：“这是落雪宗弟子守则，所有规矩都在上面，自己回去看，别犯了错连累我挨执事骂。”叶云接住小册子，指尖拂过竹皮，随口道：“这条禁宗内生死战的规矩倒是周全，能少死不少弟子。”林州只是嗤笑一声，不置可否，压根懒得接话，转身继续带路。一路穿过寒梅林、青石道，不多时便到了落雪宗外门弟子聚居地。这里全是青砖砌成的宽大屋舍，一排排整齐排列，全无内门的奢华，只剩朴实的烟火气。到了，林州停在东侧一间大屋前，抬下巴指了指房门：“男弟子居所，8人一间，这屋还差2人，你住这。”随后又偏头看向王语嫣，语气依旧平淡：“女弟子区在西边，跟我走。”叶云刚要点头，王语嫣却快步上前一步，抬眸盯着叶云，小拳头攥得紧紧的，眼神格外坚定：“叶云，我一定会尽快突破到大武士境，你别落后于我。”少女的声音清脆，带着不服输的韧劲。林州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眼神里甚至掠过一丝不耐。在他看来，刚入宗的新人说这种话，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空话，他压根没放在心上，只催促道：“说完了就走，别磨蹭。”叶云看着王语嫣认真的模样，只是唇角轻扬，温和一笑，并未多言，眼底却藏着云淡风轻的笃定。林州懒得再看二人，直接领着王语嫣往西而去。王语嫣1步3回头，很快消失在屋舍拐角。叶云转身，伸手推开眼前的木门，吱呀，沉闷的木轴声响中，宽敞至极的外门弟子居所彻底展露在眼前。这屋子足有寻常民房5、6倍大，是落雪宗统一搭建的大通铺房舍。左右两侧整齐摆着8张木质床铺，床铺间隔着半人高的木隔板，勉强算一点私密空间。屋中央放着2张破旧长木桌，桌上摆着粗陶茶具，墙角立着8个掉漆的共用木柜，青石板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虽简陋却规整。
此时屋里已经住了6人，有人蹲在床前擦铁剑，有人趴在桌上啃功法，还有人正往木柜里塞行囊。见叶云推门进来，6人齐刷刷抬眼看来，目光里满是新弟子相见的好奇与打量。一个身材壮硕、留着短络腮胡的弟子率先放下手中金铁长枪，咧嘴一笑，声音洪亮：“新来的，快进来，咱这屋就差俩床位，你一来正好凑齐8人。”叶云反手关上房门，对着屋内众人拱手行礼，语气平和有礼：“诸位师兄好，我是新入宗的叶云，往后同住一屋，还请多多关照。都是同门，客气啥？靠窗那张空床是宗门留的，被褥都是新领的，快收拾。”屋内弟子纷纷应声，热情地指了指窗边的空位。叶云道谢后走到床边，放下随身行囊，干净的棉絮被褥，青色宗门弟子服摆放整齐，床头还放着那本落雪宗弟子守则。他抬眼扫过屋内，听着窗外传来的练拳呼喝声，看着眼前或修炼或闲谈的同门，落雪宗外门最真实的模样终于在他眼前彻底铺开。叶云随手将弟子守则放在床头，心中暗自盘算：外门大比，大武师境，宗门铁律，接下来的路便从这间8人大通铺正式启程。叶云将简单的行囊归置妥当，刚坐在床沿翻看那本落雪宗弟子守则，屋内的众人便围了过来，热情地搭起话来。最先开口的还是那明手持金铁长枪的壮硕男子，他拍了拍枪杆，咧嘴笑道：“我叫赵虎，是上一届入宗的外门弟子，如今修为堪到大52重。”他身旁站着个面容清瘦、眉眼间带着几分玉气的弟子，微微颔首道：“周文和赵虎一届，大51重。”剩下4人皆是一脸青涩，显然和叶云一样，都是本届刚入宗的新人，纷纷自报姓名。憨厚矮壮的是李牧，眼神机灵的是张远，沉默寡言的是陈默，面容白净的是刘浩。8人宿舍如今除了叶云，只剩最后一个空位，7人聚在一处，话题很快就聊到了宗门最核心的晋升之事。赵虎摸了摸短络腮胡，语气满是无奈：“咱们落雪宗外门弟子想踏入内门，就2条路，一是半年一届的外门大比，拿下前3，直接被长老破格收录；2是靠修为硬闯，25岁之前突破到大55重，就能自动晋升内门，不用比斗。可这2条路哪条都不好走啊。”周文叹了口气，眼神黯淡：“我和赵虎都入宗1年了，他卡在大52重，我才1重，天赋就到这了，这辈子怕是摸不到内门的门槛。再过3年，我就满25了，到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做一辈子外门弟子。”李牧挠了挠头，满脸忐忑：“那大55重也太难了，咱们本届新人能有几个在25岁前达到啊？寥寥无几。”赵虎直言：“外门大比前3的名额，更是被往届的老弟子牢牢攥着，咱们新人想出头，难如登天。”叶云静静听着，心中将落雪宗的晋升规则、年龄限制尽数记下，总算对宗门的底层规则有了清晰的认知。就在众人聊得热火朝天时，哐当一声巨响，宿舍的木门被人一脚踹开，一道身着崭新外门服、身姿挺拔却满脸桀骜的青年走了进来。他衣着用料比普通弟子服更精致，腰间还挂着一块玉佩，眼神扫过屋内，最后竟直落在叶云靠窗的床铺上，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意。此人正是本届最后一名入舍的新人孙浩。孙浩双手抱胸，趾高气扬地指着叶云的床位，语气嚣张至极：“喂，新来的，这个靠窗的位置我要了，你滚去旁边那个空床位。”屋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2人身上。叶云眉头瞬间皱起，抬眸看向孙浩，语气冷了下来：“这是宗门分配给我的床位，凭什么让给你？凭什么？”孙浩像是听到了笑话，上前一步，周身50时重的旋力微微涌动：“就凭我孙浩看不上那个破位置，你识相点赶紧挪，不然有你好果子吃。”他态度蛮横，全然不讲道理，一副吃定了叶云的模样。叶云心底冷笑，若是孙浩客客气气商量，他或许懒得计较，可这般嚣张跋扈、咄咄逼人的态度，他半分都不会迁就。不换。叶云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赵虎见状，连忙悄悄拉了拉叶云的衣袖，压低声音急道：“兄弟，别冲动，这孙浩有背景，我今早亲眼看到他和外门战力前10的凌霄走在一起，关系匪浅。凌霄可是大53重巅峰的老弟子，咱们惹不起。”叶云闻言，眼神依旧冰冷，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孙浩见叶云油盐不进，脸上的嚣张瞬间转为戾气，大喝一声：“好，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动手分个高下，赢的人留在这里，输的人滚蛋。”话音未落，孙浩身形骤然窜出，右拳裹挟着凌厉的劲风，施展的正是落雪宗基础武激烈风拳，拳风呼啸，直逼叶云面门。他的修为赫然也是50时重，在本届新人中也算佼佼者。此刻出手毫不留情，显然想直接将叶云打服。屋内众人皆是一惊，赵虎想拦却已经来不及，只能暗自皱眉。面对孙浩的猛攻，叶云神色淡然，周身50时重巅峰的旋力轰然爆发。同样是50时重，孙浩只是初入境界，而叶云早已抵达巅峰，旋力浑厚程度天差地别。只见叶云脚步轻错，侧身避开拳风，右手成掌，简简单单一记落雪掌拍出，掌力轻柔却蕴含着崩山之力，精准拍在孙浩的胸口。砰！一声闷响，
孙浩如同被巨石砸中，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宿舍的木柜上，发出一声惨叫，手中的玄力瞬间溃散，再也提不起半分力气。一招，仅仅一招，孙浩便惨败在地，整个宿舍瞬间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赵虎握着长枪的手僵在半空，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一招就败了，这叶云居然是大武师10重巅峰。周文眼神震惊，喃喃道：同是大武师10重，差距居然这么大。李牧、张元等4名新人更是目瞪口呆，看向叶云的目光瞬间充满了敬畏。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新人，没想到竟是本届新人中的顶尖强者。孙浩捂着胸口，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脸色惨白，又羞又怒，看向叶云的眼神满是怨毒，却再也不敢上前动手。他清楚自己和叶云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再打也是自取其辱。孙浩狠狠啐了一口，撂下一句狠话：叶云是吧？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说完便灰溜溜地躲到了角落的空床位，再也不敢嚣张半分。屋内众人先是忌惮地瞥了一眼缩在角落的孙浩，见他脸色铁青，敢怒不敢言，才纷纷松了口气，一窝蜂围到叶云身前，脸上满是惊叹与佩服。赵虎一把抓住叶云的胳膊，粗声粗气地感慨：兄弟，你也太猛了，孙浩那小子也是武师10重，你居然一招就把他秒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实力在咱们这届新人里绝对是顶尖的。周文在一边也是满脸震惊：叶云师弟，你刚才那掌看似平淡，力道却稳准狠，一看就是根基扎实到了极点，同境界里根本没人是你对手。李牧、张元几个新人更是一脸崇拜，七嘴八舌地凑上来：叶云哥，你也太强了吧，以后咱们宿舍就靠你罩着了。叶云闻言只是淡淡一笑，语气十分谦虚：只是侥幸罢了，孙浩轻敌，我才占了一点便宜，算不得什么。侥幸？这可不是侥幸能做到的。赵虎摇了摇头，神色又凝重了几分，压低声音提醒道：不过兄弟，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孙浩这人小赌鸡肠，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背后那个凌霄可是外门战力前10的狠角色，大武师3重巅峰，手段狠辣，咱们轻易惹不起。周文也附和道：是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孙浩打不过你，说不定会在修炼资源、任务甚至外门大比上给你使绊子，你千万要留心。叶云微微颔首，目光不动声色地扫向角落的孙浩，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冷冽的金光。他心中清楚，赵虎说的没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孙浩实力不足为惧，可他背后牵扯道外门前10的凌霄，若是对方暗中使坏，在他毫无防备之下下手，确实会带来不少麻烦。而缩在角落的孙浩死死攥着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胸口的疼痛还在阵阵传来，可比起伤痛，屈辱与恨意几乎要将他吞噬。他死死盯着人群中央的叶云，眼中怨毒几乎要溢出来。叶云，你竟敢当众让我难看，此仇不共戴天！你以为打赢我就没事了？等着吧，我立刻就去找凌霄大哥，我要让你在落雪宗寸步难行，我要让你爬着来给我道歉，我要废了你的修为，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孙浩低着头，将所有恨意藏在眼底，心中已经悄然盘算起报复的毒计，只等寻到机会，便要给叶云致命一击。画面一转，落雪宗内门深处，韩清雪告别叶云2人后，一路踏雪而行，身姿轻盈如雨，穿过层层云雾与静止，最终来到一座僻静清幽的孤峰之上。这座山峰没有漫天冰雪，反而草木葱茏，林泉潺潺，暖风和煦，宛如世外桃源。峰顶搭建着一座简朴却雅致的竹屋，屋前摆着一张藤椅，一道曼妙身影正慵懒地斜躺在藤椅之上，闭目晒着暖阳。那是一名看上去不过双10年华的女子，一袭淡紫纱裙，肌肤胜雪，眉眼如画，一颦一笑都带着勾魂夺魄的魅惑，比韩清雪还要美上几分。她气质慵懒妩媚，身段玲珑起伏，曲线撩人，明明只是随意躺着，却有着让天地失色的风情，一举一动都透着浑然天成的魅惑与仙气。韩清雪走上前，微微躬身，语气依旧清冷，却带着几分恭敬。师尊。女子缓缓睁开眼，眸似水光，慵懒地打了个哈欠，声音柔媚入骨，带着几分漫不经心。清雪回来了，招收弟子的事情办得如何？还算顺利。韩清雪垂首，语气平静。不过这次我带回了一个很奇怪的弟子，我想师尊您应该会很感兴趣。哦。紫衣女子挑了挑精致的眉梢，依旧是那副慵懒散漫的模样，手指轻轻拂过发丝，魅惑动人。能让你这般郑重其事的人倒是少见，说来听听是什么样的小家伙？韩清雪抬眸，神色认真了几分。此子名叫叶云，不到18岁，如今已是武师境10重巅峰，随时可以突破至大武师。更重要的是，他体内气息异常精纯，周身萦绕着极浓的纯阳之气，我怀疑他很有可能是万中无一的纯阳之体。纯阳之体这4个字一出，仿佛一道惊雷炸下，原本慵懒斜躺、漫不经心的紫衣长老猛地坐直了身躯，那双始终带着魅意的眼眸中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金光，所有散漫、慵懒、轻慢在这一刻消失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凝重与炽热。他周身气息微微一震，连声音都带上了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抖。清雪，
你确定没有看走眼？那可是纯阳之体，上古罕见的顶级体质，弟子不敢妄言。韩清雪郑重点头，他身上阳气之盛，我从未在同阶弟子身上见过，即便刻意收敛，也依旧清晰可感，99%便是纯阳之体。不到18岁，50境10重巅峰，还是纯阳之体。紫衣长老喃喃自语，绝美脸庞上满是意外与惊喜，眸中异彩连连。沉默片刻，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却依旧柔媚。好，很好，你找个机会，尽快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要亲自看一看。是，师尊。韩清雪躬身一礼，不再多言，转身悄然退下，只留下紫衣长老一人在峰顶。待韩清雪离去，紫衣长老缓缓站起身，望着远方云雾，绝美的脸庞上缓缓绽开一抹倾国倾城的笑容。那一笑，媚骨天成，魅惑众生，连山间灵花都瞬间失色。纯阳之体真是有意思，沉寂这么久，终于送来了一个好玩的小家伙。他轻笑一声，眸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身影缓缓融入暖光之中，只留下满风幽香悄然浮动。一夜无梦，清晨的微光刚洒落在落雪宗外门宿舍，叶云便已起身。他换上宗门统一发放的浅青色外门弟子服，衣料虽不算华贵，却干净利落，衬得他身姿愈发挺拔。经过昨夜系统玄力的悄然滋养，他体内气息彻底稳固，已然从50境10重巅峰稳稳踏入大50一重，周身更加浑厚凝练。同屋的赵虎、周文等人也陆续起身，几人简单收拾一番，便结伴朝外门演武场。张长老顿了顿，又说了一番鼓励修炼、遵守门规的话语，最后抛出了一个让所有新人眼前一亮的消息。另外，所有新入宗的外门弟子皆有一次免费领取基础功法与武技的机会，可前往外门藏经阁一层自行挑选，切记仅限一次，不可贪多。这话一出，叶云眼中瞬间闪过一丝金光。免费递功法武技，虽然他自身武道天赋一般，但有便宜不占，绝非他的风格。更何况多掌握一门武技，就多一份保命的手段。等晨练结束，一定要去藏经阁看看。叶云心中暗自打定主意。张长老又叮嘱了几句日常修炼的规矩，便转身离去。随着长老离开，安静的演武场再次恢复热闹。晨练散去，人群渐渐散开。叶云转头看向身旁的赵虎，开口询问：赵虎师兄，可知外门藏经阁在何处？我想去领一门免费武技。藏经阁呀，就在外门西侧，穿过2片寒梅林便是。赵虎一拍大腿，笑道：正好我今日也没什么要事，闲着也是闲着，我陪你一同过去吧。叶云闻言微微一怔，有些不好意思，这不太好吧？还要麻烦师兄专门陪我一趟。麻烦什么？赵虎爽朗一笑，大手一挥，咱们既是室友，便是兄弟，兄弟办事，我陪着理应当。再说我早就想去藏经阁附近转转，只是没资格进去，正好送你一程。叶云见他热情，也不再推辞，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师兄了。与周文等人告别之后，两人并肩而行，不多时便来到了一座古朴大气的阁楼之前。落雪宗外门藏经阁，阁楼通体由深色古木搭建，高有5层，飞檐翘角，墙壁上刻着古老的纹路，弥漫着淡淡的岁月气息。此刻阁外已经排起了不长的队伍，清一色都是本届新入宗的弟子，一个个脸上带着期待，正有序等候。赵虎停在阁外石阶下，对着叶云笑道：我就不进去了，外门弟子只有新人能免费领一次功法武技，我没这个资格，就在这里等你。好。叶云点头，转身迈步走入藏经阁。刚一进门，一股淡淡的墨香与陈旧书卷气扑面而来。大门内侧，一张矮桌旁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独臂老者。老人衣衫朴素，左眼微眯，右眼浑浊，右袖空空荡荡，看上去平平无奇，仿佛风一吹就倒。可叶云一看到他，心头猛地一跳，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玄幻小说里的经典桥段。这种看似不起眼、断手断脚，守着藏经阁的老人，十有八九是宗门隐士大佬、扫地神僧级别的人物。他不敢有半分怠慢，连忙上前一步，躬身行礼，语气恭敬无比：晚辈叶云见过长老。老者原本闭着的双眼缓缓睁开，浑浊的目光落在叶云身上，明显愣了一下，似乎有些惊讶于这个新弟子对自己如此恭敬。他干枯的脸上缓缓露出一抹淡笑，声音沙哑：不必多礼，新入宗的弟子，把身份令牌拿出来看看。是。叶云连忙从怀中取出玄铁腰牌，双手递上。老者接过令牌，指尖轻轻一抹，确认无误后递还给叶云，淡淡开口：新人只有1个时辰挑选时间，功法、武技只能各选一部，多拿者按宗门规矩处置。另外，你们只能在1层挑选皇级功法与武技，2层以上不可踏足。晚辈记住了，多谢长老提醒。叶云再次躬身，恭敬应声。待叶云转身走入1层藏书区，独臂老者望着他的背影，干枯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嘴里喃喃自语，声音轻的只有自己能听见。奇怪的小子身上阳气重的离谱，对我这遭老头子还这般恭敬，有意思。藏经阁1层宽敞无比，一排排书架整齐排列，上面摆满了泛黄的古籍，一眼望不到头。此刻1层内已经站了不少新人弟子，大多是50境8、9重，偶尔能见到1、2个50境10重，都在埋头挑选功法武技。叶云目光扫过一排排书架，
心中已然有了打算。他不需要功法，系统赐予的太玄合欢经早已是最契合他体质的顶级功法，远非黄级功法可比。他此行只挑5技。叶云沿着书架缓缓走动，目光逐一扫过书籍上的名字：烈风拳、落雪掌、轻影步、冰刃诀，清一色都是黄级中等，还有上等5技。叶云拿起一本《烈风三式》，翻看了几页，又放下，喃喃自语：招式太糙，威力不足，破绽太多。又拿起寒江剑，摇了摇头：剑技虽巧，但我无剑，也不擅长用剑。接连换了3、4本武技，要么威力平平，要么路数不对，全都不合心意。叶云有些无奈地继续往前走，目光无意间一瞥，却在角落一张破旧的小桌下看到了一本垫在桌角的破烂古籍。书本封面残破不堪，书页泛黄卷曲，看上去像是被人丢弃的垃圾。叶云心中一动，弯腰伸手将那本破书抽了出来，轻轻拂去灰尘，翻开第1页，只一眼，他瞳孔骤然一缩。残阳拳，玄级中等武技，残缺，仅存前3式。玄级中等，哪怕残缺，也比黄级武技强上10倍不止。叶云心脏猛地一跳，压着心头的狂喜，喃喃道：就是他了，就算残缺，也远胜黄级武技。他当即握紧残拳古籍，转身就要去登记。可就在这时，一道冷喝骤然从身后响起：站住！你手里那本武技我要了。叶云回头，只见一名身材高瘦的弟子站在身后，面色倨傲，一身修为赫然是大武师一众，看服饰与气息，显然不是本界新人，而是往届的外门弟子。这是我先拿到的。叶云眉头一皱，语气平静：你先拿到又如何？那弟子上前一步，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叶云，满脸不屑。一个刚入宗的毛头小子也配拥有玄级武技？识相点，把书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次，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他见叶云年纪小，面容稚嫩，认定是好欺负的新人，语气咄咄逼人，毫不掩饰眼中的贪婪与蛮横。叶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宗门规矩，先到先得，你若想要，自己去找，别来烦我。你敢顶嘴？那弟子勃然大怒，周身玄力隐隐涌动，就要动手抢夺。我看你是找死！他抬手就要朝叶云手中的残阳拳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骤然从藏经阁入口处传来，响彻整个一层。宗门规矩，阁内禁止私斗。你们2个是忘了吗？正是那位独臂老者。高瘦弟子浑身一僵，伸出的手硬生生停在半空，脸上的嚣张瞬间化为惊恐，连忙收回手，躬身低头：长老，弟子不敢。他再借10个胆子也不敢在藏经阁内动手。叶云冷冷一笑，神色淡漠，握着古籍转身就走，压根不再看他一眼。那弟子看着叶云的背影，又气又恨，却不敢发作，只能压低声音，咬牙切齿的低吼：小子，你有种，敢不敢跟我去生死擂台？签生死状，一决生死。生死擂台。叶云脚步一顿，缓缓回头，嘴角勾起一抹轻痴，眼神轻蔑到了极点。就凭你4个字轻飘飘落下，却像一巴掌狠狠甩在那弟子脸上。他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却只能死死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叶云连一个眼神都懒得再给那名弟子，转身握着残破的残阳拳古籍，径直朝藏经阁入口走去。身后那名高瘦弟子死死盯着叶云的背影，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眼中怨毒几乎要溢出来，压低声音恶狠狠道：叶云是吧？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生死擂台的事，我王鹏跟你没完。叶云脚步未顿，仿佛未曾听见，径直来到独臂老者面前，双手将残破古籍攻进地上。云老低头看了一眼叶云递来的武技，原本平静的眉头骤然一皱，浑浊的眼中闪过明显的惊讶：你竟然找到了这本东西？云老抬眼看向叶云，语气带着几分意外：小子，我提醒你，这本残阳拳虽说是玄级中等武技，但残缺不全，只剩下前3式，后续功法早已失传，威力再大也练不成完整拳法。叶云神色平静，语气笃定：晚辈知晓，即便残缺，此武技的根基与威力也远非黄级武技可比。云老深深看了他一眼，又缓缓开口，语气郑重：你既然知道，那我再提醒你一句，玄级武技的修炼难度与黄级武技天差地别，难度成倍翻涨，就算是外门多年的老弟子，也极少有人能修成。你一个刚入宗的新人，很可能修炼数月都毫无进展，白白浪费时间。晚辈心意已决，就选他了。叶云没有半分犹豫，目光坚定。云老见状也不再多劝，微微点头，干枯的脸上露出一丝缓和：罢了，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便不为难你，你可以叫我云老，日后在藏经阁附近有事可报我名字。他拿起身份令牌，轻轻一划，完成登记，随后将武技与令牌一同递回，又补充道：我给你一次机会，3日之内，你可随时回来更换武技。另外，你只选了武技，不选功法吗？新人可是有一次免费领取功法的机会。叶云双手接过，躬身一礼：多谢云老厚爱，晚辈已有修炼功法，无需再领，只此一门武技足矣。也好，云老不疑有他，挥了挥手：去吧，好生修炼，晚辈告辞。叶云再次行礼，转身迈步走出藏经阁。门外，赵虎早已等候在石阶下，
见叶云出来，立刻迎了上去，目光落在他手中那本破烂不堪的古籍上，脸上瞬间露出难色与担忧。叶云兄弟，你选的这是残阳拳？赵虎声音都有些发紧。正是。叶云笑了笑。赵虎脸色越发难看，连连叹气。你怎么选了这门武技啊？我听说过，这东西是残缺的玄级拳术，修炼难度极高，外门这么多年就没几个人能练出成果，大家都把它当垃圾丢在角落，你怎么偏偏选它？叶云见状轻声宽慰。赵虎师兄放心，我自有分寸。云老已经答应我，3日内若是修炼不成，还能回来换一本，先试试无妨。哎，赵虎重叹了口气，却也只能点头。那好吧，你自己多注意，实在不行咱们立刻就换，别死撑。两人正说着，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与辱骂。哟呵，还敢在这儿聊天？我当你缩在里面不敢出来了呢。叶云与赵虎同时转头，只见今天在藏书阁和叶云有争执的那个青年双手抱胸，一脸嚣张的走了过来，眼神轻蔑的扫过叶云，嘴里污言秽语不断。我说你个刚入宗的小杂种，胆子倒是不小，连老子看上的东西都敢抢，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告诉你，那本残阳拳本来就是老子先看上的，你识相点，现在乖乖给我磕个头道歉，把武技交出来，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赵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上前一步挡在叶云身前，对着王鹏冷声道：王鹏，叶云是我兄弟，你说话给我放干净点，别太过分。王鹏目光落在赵虎身上，眼神闪烁了一下，嚣张的气焰稍稍收敛了几分。他显然也认识赵虎，知道对方是外门老弟子，不好轻易招惹，但也只是稍稍收敛，依旧满脸不屑。赵虎，我劝你少管闲事。王鹏冷哼一声，目光再次转向叶云，语气依旧咄咄逼人。小子，别以为有赵虎护着你，你就可以无法无天。我再问你一次，敢不敢去生死擂台决一死战？不敢就把武技还给我，否则我让你在落雪宗外门吃不了兜着走。叶云眼神一冷，刚要开口，赵虎却连忙拉了拉他的衣袖，压低声音急道：叶云，别冲动。这王鹏之所以在外门这么嚣张，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强，是因为他有个亲哥哥，是内门弟子，修为早就突破大55重了，在外门内门都有不少人脉，咱们暂时惹不起。叶云闻言，眼底闪过一丝了然，难怪王鹏一个大51重的外门弟子敢如此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原来是背后站着一个内门的哥哥。心中念头一闪而过，叶云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看向王鹏的目光没有半分畏惧，反而多了几分玩味。有靠山，可惜他叶云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的靠山。王鹏见叶云只是冷笑不语，气焰越发嚣张，上前一步指着叶云的鼻子破口大骂，污言秽语毫不遮掩。怎么被吓傻了，不敢说话了？我告诉你，叶云在落雪宗外门还没人敢抢我王鹏的东西，你一个刚入宗的毛头小子也敢在我面前摆脸色，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今天要么把残阳拳交出来磕头认错，要么就去生死擂台，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赵虎脸色铁青，双拳紧握，挡在叶云身前，厉声喝道：王鹏，你别太得意忘形，宗门规矩摆在这，你真以为能只手遮天？真把叶云逼急了，谁都没好果子吃，逼急又如何？王鹏嗤笑一声，满脸不屑，一个新人而已，杀了也就杀了，生死擂台签了状，谁能说我半句不是？这话落下，叶云终于抬眼，那双平静的眸子里没有半分惧色，只有一片冰冷的决绝，心中早已经给王鹏下了杀心。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四周。好，我答应你。一句话落下，全场瞬间死寂。王鹏整个人猛地一僵，脸上的嚣张与嘲讽瞬间凝固，瞪大了眼睛看着叶云，像是见了鬼一般。他刚才不过是故意叫嚣恐吓，压根没想过叶云真敢答应。一个刚入宗的新人，修为才刚到大51重，竟然敢接他的生死战。短暂的惊愕过后，王鹏回过神来，脸上迅速涌上一抹残忍到极致的笑容，笑得浑身发颤。好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我还以为你是个软蛋，没想到还是个硬骨头。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成全你，后天这个时辰生死擂台见，到时候我会亲手把你4肢打断，让你跪着求我死。叶云神色淡漠，语气冰冷，拭目以待。这一幕彻底惊呆了周围围观的外门弟子。不知何时，藏经阁外已经围了一圈人，老弟子、新弟子全都凑了过来，一个个目瞪口呆，议论声轰然炸开。我没听错吧？那个新人答应和王鹏打生死战，疯了吧？王鹏可是入宗1年的老弟子，大51重巅峰，他哥还是内门弟子，这新人怎么敢接？这新人叫叶云是吧？真是有种啊，刚入宗就敢跟王鹏硬碰硬，后天有好戏看了。这叶云怕是凶多吉少啊！议论声此起彼伏，有惊讶，有佩服，更多的却是惋惜与不看好。赵虎更是脸色煞白，一把抓住叶云的胳膊，急得声音都发颤。叶云兄弟，你疯了？你怎么能答应他？王鹏实战经验比你丰富太多，他哥又是内门弟子，真上了生死擂台，他会下死手的。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叶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眼神坚定而自信，语气沉稳的让人安心。赵虎师兄，放心，我心里有数。看着叶云这副从容笃定的模样，
赵虎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只能重重一叹，满脸焦虑，却又无可奈何。王鹏看着两人，脸上狞笑更盛，撂下一句狠话：后天别不敢来，不然我让你在落雪宗待不下去。话音一落，他甩袖转身，趾高气扬地离去，背影里满是胜券在握的嚣张。等人走后，赵虎才满脸愁容地看向叶云，声音满是担忧：兄弟，你这爱你太冲动了。王鹏心狠手辣，实战狠辣至极，你刚入宗，就算天赋再好，也未必是他对手啊。叶云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底气：师兄，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王鹏想杀我，那就要做好被我反杀的准备。周围的议论声依旧不断，一道道目光落在叶云身上，有好奇，有同情，也有等着看笑话的冷漠。而叶云神色淡然，握着那本残破的残阳拳，抬头望向远处云雾缭绕的内门方向。内门弟子的弟弟，正好，那就拿你来浅显的树立一下我的威严。赵虎跟在叶云身侧，一张国字脸自始至终皱成一团，唉声叹气就没停过。藏经阁外的流言蜚语像潮水般涌来，沿途路过的外门弟子要么投来同情的目光，要么交头接耳等着看笑话。每一道议论都扎得赵虎心里发慌，可身旁的叶云却始终云淡风轻，手握残破的残阳拳，骨急步伐沉稳的如同山岳，半点不见慌乱。兄弟，你跟哥说句实话，你到底是真有胜算，还是硬撑着面子？赵虎快步追上叶云，压低声音急道：王鹏那小子不是善茬，入宗1年，在生死台赢过3场，手上是真的沾过外门弟子的血。他哥王腾更是内门的狠角色，大武师5重的修为，在外门呼风唤雨。你刚入宗，何必跟这种人死磕啊？叶云侧过头，看着赵虎满脸焦灼的模样，心头泛起一丝暖意。这是他踏入了雪宗后第一个真心待他、为他担忧的人，这份情谊他记在心里。他放缓脚步，声音温和却笃定：赵虎师兄，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王鹏修为只是大武师1重初期，我如今也是大武师1重，境界上我不输他。论实战，我也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他赢不了我。可实战不是只看境界啊！赵虎急得直跺脚，王鹏那家伙为了赢，什么阴招损招都用得出来，外门弟子都知道他心黑手狠。你刚入宗，不懂这里的门道，真上了生死台，他会下死手的。叶云笑了笑，不再多言，眼底却闪过一丝寒冽。从青云城被追杀到石云城城斩赵烈，杀赵天恒，他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论狠辣，论应变，岂是王鹏这种靠着兄长庇护，在宗门里耍横的弟子能比的？后天的生死战，他不仅要赢，还要让王鹏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代价。两人穿行在外门的青石长道上，寒梅的淡香萦绕身侧，可周遭的议论声却越发刺耳。快看，那就是跟王鹏约了生死战的新人叶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惹王鹏，后天怕是要横尸生死台了。可惜了一副好皮囊，偏偏这么冲动，得罪谁不好？得罪有内门靠山的王鹏。这些话或明或暗地飘过来，赵虎脸色铁青，恨不得捂住耳朵。叶云却恍若未闻，目不斜视地朝着宿舍走去。与此同时，落雪宗外门演武场西侧的僻静角落，一道身材挺拔、面容冷傲的青年正闭目打坐，周身旋力缓缓流转，浑厚的旋力波动如同暗流涌动，赫然是大武师3重的恐怖修为。此人正是外门战力排名前10的凌霄，在外门弟子中极有威望，是无数新人仰望的存在。一道瘦小的身影屁颠地跑了过来，弓着腰，脸上堆着谄媚到极致的笑容，正是孙浩。他小心翼翼地凑到凌霄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姿态放得比尘埃还低。萧哥，您辛苦了，歇会儿呗。孙浩搓着手，语气恭敬的近乎讨好，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满是算计。凌霄缓缓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不耐，淡淡瞥了他一眼：有事说事，别在这碍眼。他压根没把孙浩这个刚入宗的新人放在眼里，若不是看他还算识趣，连搭理的心思都没有。孙浩见状，连忙从怀中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双手捧着递到凌霄面前，腰弯得更低了。萧哥，一点小意思，50块下品玄石，您拿着买丹药修炼。小弟这次来是真的走投无路，求萧哥给我做主啊！凌霄目光扫过布袋子，感受到里面浓郁的旋律波动，眼底的不耐淡了几分。50块下品玄石对于外门弟子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他指尖一勾，将布袋子收进怀中，语气依旧淡漠：说吧，谁欺负你了？是叶云，我们宿舍的那个新人叶云。孙浩立刻来了精神，开始颠倒黑白，声泪俱下的抹黑叶云。萧哥，那叶云简直十恶不赦，刚入宗就抢我的床位，动手推打我。我跟他理论，他还口出狂言，说外门的老弟子都是废物，还说您的外门前世不过是浪得虚名，根本不配在外门立足。孙浩说的声情并茂，咬牙切齿，仿佛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把叶云描绘成了一个狂妄自大、蛮横无理的恶棍。凌霄眉头瞬间皱起，眼中涌上一丝愠怒。他最恨的就是有人看不起他，一个刚入宗的毛头小子也敢诋毁他的威名。哦，他真这么说？凌霄的声音冷了下来，千真万确，小弟敢拿性命担保。孙浩连忙点头，继续煽风点火。那叶云仗着有点修为，在外门横行霸道，谁都不放在眼里，小弟实在忍不了，可打不过他，只能求萧哥您出手教训一下这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咱们外门的规矩。凌霄沉吟片刻，漫不经心地问道：他什么修为？孙浩眼珠一转，刻意隐瞒了叶云突破大武士一众的事实，连忙道：回萧哥，他就是武士境10重巅峰，刚入宗，侥幸突破罢了，在萧哥您面前连提鞋都不配。凌霄闻言，嘴角顿时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武士境10重巅峰，连大武士门槛都没摸到，也敢在外门嚣张，还敢诋毁他，简直是自寻死路。行了，我知道了。凌霄挥了挥手，语气带着胜券在握的笃定。明天我会去找他，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新人，让他明白外门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多谢萧哥，多谢萧哥。孙浩大喜过望，激动的浑身发抖，连连躬身行礼。萧哥大义凛然，小弟感激不尽。那叶云就是个废物，萧哥一出手，他肯定跪地求饶。凌霄不耐烦的摆了摆手，滚吧，别打扰我修炼。是，小弟这就滚。孙浩屁颠的退下，转身的瞬间，脸上的谄媚瞬间化为阴狠的狞笑，眼底怨毒闪烁。叶云，明天凌霄哥就会来碾死你，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叶云和赵虎刚推开宿舍木门，屋内的周文、李牧、张远、陈默、刘浩5人立刻围了上来，一张脸上满是担忧，七嘴八舌的凑了过来。叶云兄弟，我们都听说了，你跟王鹏约了后天的生死战。周文脸色发白，急得直跺脚。你怎么能答应他啊？那可是生死台，签了状子，打死了都白死。是啊，叶云哥，王鹏他哥是内门弟子，咱们惹不起啊。李牧憨厚的脸上满是焦急，要不你去给王鹏赔个罪，把武技让给他，把生死战取消了吧。生死战不是闹着玩的，王鹏那家伙心太黑，你刚入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张远也连忙劝道。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全都是真心实意的担忧。同住一屋不过1天，他们早已把叶云当成了自家兄弟，不愿看他白白送命。叶云看着众人焦灼的模样，心中一暖，笑着摆了摆手。各位师兄放心，我心里有数，王鹏奈何不了我。后天的生死战，我不仅会赢，还会让他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代价。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众人看着他眼底的笃定，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劝说，只能纷纷叹气，满心焦虑。赵虎也重叹了口气，罢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后天生死战，我们兄弟6个都去给你助威，就算帮不上忙，也能给你壮声势。多谢各位师兄。叶云抱了抱拳，不再多言，径直走到靠窗的床位前，盘腿坐下，打算静心修炼。他将残阳拳放在身侧，闭目运转太玄合欢经，旋力顺着经脉缓缓流淌。可仅仅片刻，叶云的眉头就紧紧皱了起来。没有双修，没有系统的暴击增幅，他的旋力增长速度慢得如同龟爬。以往于柳如烟还有苏婉清双修时，系统触发暴击，旋力暴涨，修为1日千里，从武者境一路飙升到武师10重，堪称神速。可如今孤身一人修炼，仅凭自身功法运转，旋力的增长速度连双修时的1%都不到，简直慢得让人抓狂。这样下去根本不行。叶云心中暗自急迫，指尖微微攥紧。后天就要与王鹏决战，虽说他有把握取胜，但若是能在这2天内再进一步，将修为提升到大武士2重，胜算便会更大。可没有女子双修，他的修炼速度就被打回原形，这让他心中的焦躁感越来越强。婉清还在苏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叶云心中暗道，落雪宗女弟子众多，若是能找到合适的女子双修，修为定然能再次突飞猛进。可我刚入宗，毫无根基，贸然接近女弟子，只会惹来无端的麻烦。一时间，叶云陷入了两难，心头的急迫感几乎要溢出来。就在这时，宿舍的木门被轻轻推开，孙浩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盘腿打坐的叶云，眼中瞬间迸发出得意与阴狠，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狞笑。叶云，你就安心修炼吧，明天凌霄哥就会来收拾你。大武士3重的修为，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就算凌霄哥留你一命，后天王鹏也会在生死台上把你碎尸万段，你死定了。孙浩心中冷笑连连，怨毒的目光死死粘在叶云身上，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生怕惊扰了叶云，提前暴露自己的计划。他轻手轻脚地溜回角落的床位，坐下后依旧用淬了毒般的目光盯着叶云的背影，仿佛已经看到了叶云被打得跪地求饶的惨状。叶云隐约察觉到一道阴狠的目光，睁眼扫了孙浩一眼，眼底闪过一丝冷冽，却并未在意。在他看来，孙浩不过是跳梁小丑，翻不起什么浪花，懒得跟他计较。再次闭目修炼，哪怕速度再慢，也总比荒废时光要强。一夜无话，宿舍里的众人各怀心思，孙浩一夜未眠，满心都是叶云被教训的好戏。赵虎等人辗转反侧，忧心忡忡，唯有叶云静心打坐，虽修炼缓慢，却也在一点点沉淀修为。次日清晨，天光大亮，暖阳透过窗棂洒进宿舍，落在青石板地面上，映出斑驳的光影。按照落雪宗外门规矩，今日无需前往演武场集体晨练，弟子们可自主选择修炼之地，或在宿舍打坐，或去演武场切磋，或前往灵泉吸收玄力。天刚蒙蒙亮，赵虎、周文等6人便纷纷起身，对着叶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务必小心。随后便结伴外出修炼去了。孙浩也早早地溜出了宿舍，怕是迫不及待地去等着看凌霄教训叶云的好戏了。
偌大的8人宿舍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安静的能听见窗外寒梅飘落的声音，只剩下叶云一人。叶云依旧盘腿坐在床位上，运转太玄合欢经，可旋律的增长速度依旧缓慢，心头的烦躁感越来越重。这样下去根本无法快速提升修为。叶云睁开眼，揉了揉眉心，正打算起身去外门灵泉碰碰运气，看看能否借助灵泉玄力加快修炼。宿舍的木门突然被轻轻敲响，嘟嘟嘟，敲门声清脆而规整，在安静的宿舍里格外清晰。叶云心中一愣，这个时间谁会来找他？他起身走到门前，伸手拉开木门。当看到门外站着的身影时，叶云瞬间瞳孔一缩，满脸惊愕，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门外，一道一袭月白长裙的清冷身影静静伫立，身姿偏仙如雪中寒梅，肌肤胜雪，眉眼清冷，气质绝尘，正是此次带他入宗的落雪宗内门弟子韩清雪。韩清雪乃是内门精英弟子，身份尊贵，怎么会屈尊来到简陋嘈杂的外门宿舍，专程来找他这个刚入宗的新人？叶云彻底愣住了，一时间竟忘了反应，怔怔地看着眼前的清冷仙子。韩清雪站在门口，清冷的目光扫过宿舍内部，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显然对这拥挤简陋的外门宿舍颇为不喜。他没有丝毫多余的客套，也没有解释为何而来，只是淡淡开口，声音清冷如冰泉，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威严：“叶云，跟我走。”简单的5个字，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叶云回过神来，压下心中的惊愕，想起此前在石云城时自己喊她姐姐，她虽冷淡，却并未反对，当即恭敬地开口，语气带着几分亲昵：“清雪姐姐，你怎么来了？要带我去哪里？”一声清雪姐姐喊出口，韩清雪清冷的脸颊瞬间微微一僵，耳根悄然泛起一丝淡淡的红晕，原本淡漠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别扭与不自然。她自幼在落雪宗长大，清冷孤傲，不苟言笑，宗门弟子要么敬她，要么怕她，从未有人敢如此亲昵地喊她姐姐。叶云这一声温和的称呼，让他心头莫名一颤，一股从未有过的怪异感涌上心头，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只能强装镇定，别开目光。清冷的声音略带一丝僵硬：“不该问的别问，跟着走便是。”说罢，韩清雪不再停留，转身便朝着宿舍外的青石道走去。雪白的裙摆在晨风中轻轻浮动，留下一抹清冷绝尘的背影，宛若雪中谪仙。叶云看着他略显别扭的模样，心中越发疑惑，却也不敢多问，连忙关上宿舍门，快步跟了上去。此时外门的青石道上也有不少弟子往来，当看到韩清雪这位内门仙子竟然亲自来外门找叶云这个新人时，所有人都惊呆了，纷纷停下脚步，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议论声轰然炸开。那是内门的韩清雪仙子，她怎么会来外门？她找的那个新人是叶云，就是跟王鹏约生死战的那个。我的天，韩清雪仙子居然亲自来找一个刚入宗的外门新人，这叶云到底是什么来头？一道道震惊、羡慕、好奇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叶云和韩清雪身上。叶云跟在韩清雪身后，感受着四周的瞩目，心中越发纳闷，却只能紧紧跟着前方那道清冷的身影，一步步朝着落雪宗内门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韩清雪带他去见的正是那位对他所谓的纯阳之体充满兴趣的绝美长老，而这一次见面将会彻底改写他在落雪宗的命运。晨雾尚未散尽，落雪宗外门的青石长道覆着一层薄霜，道旁寒梅凝着露珠，清冽的旋律浑着淡香萦绕周身。叶云紧跟在韩清雪身侧，踩着霜花缓步前行。月白内门群山的韩清雪宛若雪中谪仙，沿途外门弟子见之无不躬身避让，窃窃私语的目光尽数落在2人身上，满是惊羡与好奇。韩清雪始终沉默，清冷眉眼间无半分波澜，周身自带拒人千里的气场，只稳步朝着内门方向走去。叶云压着心头疑惑，亦步亦趋跟随，还未行至内外门交界的落雪桥，一道蛮横的身影便带着2名跟班，径直横在了路中央，堵住了2人去路。为首之人身材精瘦，面容英质，眉宇间透着一股桀骜，周身玄力缓缓涌动，浑厚的气息稳稳卡在大武师3重巅峰，正是落雪宗外门战力排名第10的凌霄。他身后2名跟班皆是外门老弟子，此刻簇拥着凌霄，满脸狐假虎威的嚣张，将青石道堵得严严实实。周遭弟子见状，瞬间晋升后退，纷纷躲到2侧树后，屏息盯着场中。一场冲突眼看就要爆发。叶云抬眼看向凌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起，心底泛起一丝不耐。入宗不过2日，先是王鹏挑衅夺武技，约生死战，如今又有人无故拦路找茬，麻烦接踵而至，着实让人心烦。他并不认得眼前这名英质青年，只从对方周身浑厚的玄力波动，判断出是大武师3重巅峰的修为，来者显然不善。凌霄目光死死锁定叶云，全然没将旁人放在眼里，上前一步冷喝出声，语气满是居高临下的轻蔑：“你就是叶云？刚入宗便在宿舍恃强凌弱，目中无人，真当外门没人能治你？”他话音落下，身后跟班立刻狐假虎威的附和：“萧哥可是外门排名第10的凌霄，识相的现在就乖乖认怂道歉，不然有你好果子吃。”外门第10，凌霄。叶云口中默念一遍，瞳孔微缩，瞬间反应过来，这正是赵虎昨日特意提醒过他的，
与孙浩往来密切的那名外门前十弟子。无需多问，此人今日拦路，定然是受了孙浩挑唆，专程来替人出头。凌霄听得跟班报出自己的身份，下巴抬得更高，眉宇间的桀骜更盛。余光不经意扫过叶云身旁的韩清雪，先是一愣，随即眉头蹙起。眼前女子一袭月白裙衫，气质清冷绝尘，绚丽气息内敛，却透着压迫感，看着陌生却又莫名眼熟，仿佛在内门山门外远远见过一两面，只是一时想不起具体身份，不过是个普通内门弟子罢了，顶多是资历老些，难不成还能管得着外门的事？凌霄心底暗自思忖，仗着自己外门第10的身份，压根没将韩清雪放在心上，毕竟他不认为韩清雪会管他和叶云之间的事情，依旧咄咄逼人地盯着叶云。我再问你，宿舍里的事，你若是认怂道歉，此事便作罢，不然我弟要让你尝尝外门的规矩。落雪宗宗规森严，严禁无故私斗。凌霄虽嚣张，却也不敢真的动手，只想着以势压人，逼叶云服软，既完成了孙浩的托付，又能在外门立威。叶云神色淡漠，上前半步挡在韩清雪身前，眼神冷冽回击：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有人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你不分青红皂白便来拦路，这就是你所谓的规矩，你还敢嘴硬？凌霄勃然变色，周身玄力骤然绷紧，大武师3重巅峰的气息隐隐外放，眼看就要上前逼迫。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韩清雪终于动了，她未曾移步，未曾抬手，只是缓缓抬眼，那双清冷如寒潭的眸子扫向凌霄，一股内敛却磅礴的玄力威压，如同无形山岳，骤然朝着凌霄3人碾压而去。这威压精准锁定3人，并未波及旁人，却让凌霄瞬间如坠冰窟，浑身汗毛倒竖，四肢仿佛被冻住一般，连动弹一下都难，脸上的嚣张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惊骇。韩清雪薄唇轻启，声音清冷如碎冰，没有半分情绪，只有不容置喙的威严。滚！简简单单一个字，却如同惊雷在凌霄耳边炸响。他被那股恐怖威压压得喘不过气，脑海中灵光骤然炸开，终于想起了眼前女子的身份：韩清雪，内门顶尖精英弟子韩清雪。她不仅在内门实力拔尖，更是宗门某位实权长老的亲传弟子，身份尊贵至极。莫说他一个外门第10，就算是外门榜首，在韩清雪面前也连抬头的资格都没有。自己居然敢在他面前叫嚣，简直是自寻死路。一瞬间，凌霄冷汗层层而下，后背衣衫瞬间被浸透，双腿止不住地发颤，哪里还有半分外门强者的威风？他连大气都不敢喘，慌忙躬身低头，腰弯的几乎贴到膝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韩仙子恕罪，弟子有眼无珠，不识仙子尊驾，惊扰了您，弟子这就走，这就滚！他不敢有半分停留，挥手示意2名跟班，3人如同丧家之犬，连滚带爬的转身逃窜，慌不择路地冲出青石道，眨眼间便没了踪影，半点场面都顾不上。周遭围观的外门弟子彻底看呆了，全场死寂一片，随即爆发出压抑的议论声。我的天，凌霄居然被韩仙子一个字吓走了，那可是外门第10的凌霄啊，大武师3重巅峰，在韩仙子面前连吭声的资格都没有。叶云到底什么来头，居然能让韩仙子亲自护着？叶云看着凌霄仓皇逃窜的背影，压下心底的震撼，转头看向韩清雪，语气带着真诚的谢意：多谢清雪姐姐出手解围。韩清雪清冷的脸颊微僵，耳根悄然泛起一抹淡红，显然对姐姐这个称呼依旧有些别扭，却未曾反驳，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收回威压，转身继续前行。少惹麻烦，跟上！素白裙裾拂过双花，留下一道清冷绝尘的背影。叶云连忙跟上，2人并肩朝着内门深处走去，只留下身后满场哗然议论不休的外门弟子。此时的孙浩还缩在宿舍旁的寒梅林里，压根不知道凌霄那边早已翻了天。他背靠着粗糙的梅树干，双手抱胸，嘴角咧着一抹阴狠又得意的狞笑，眼珠子滴溜溜转着，满心都是叶云被教训的惨状。他暗自盘算着，凌霄可是外门第10的大武师3重巅峰，出手教训叶云这个新人，还不是手到擒来？说不定此刻叶云正被凌霄摁在地上磕头认错，就算不被打残，也得丢尽脸面。叶云啊叶云，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孙浩低声嗤笑，指尖捻起一片落梅，狠狠揉碎在掌心。等你被凌霄收拾完，看我怎么把你赶出那个靠窗的床位，让你在外门抬不起头。他越想越得意，压根没料到自己找来的靠山早已在韩清雪的威压下屁滚尿流的逃之夭夭，连半点脾气都不敢有。画面一转，青石长道的喧嚣被远远抛在身后，叶云紧跟在韩清雪身后，穿过一道泛着淡淡灵光的内外门进至，脚下的石阶愈发温润，周遭的景色也从外门的朴素青砖变成了灵草遍地、灵泉潺潺的仙境。不过短短1分钟光景，2人便踏上了那座僻静清幽的孤峰。峰顶没有落雪宗别处的寒冰覆顶，反倒暖风和煦，四季如春。成片的幽兰与琼花肆意绽放，灵泉顺着青石缝隙潺潺流淌，叮咚作响，空气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灵香。峰巅竹屋前，一道身影早已伫立等候，只一眼，叶云的呼吸便骤然一滞，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瞳孔微微放大，心底掀起了惊涛骇浪。眼前的女子身着一袭烈焰般的火红长裙，剪裁极尽火辣，将她玲珑起伏、
曼妙绝伦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纤腰盈盈一握，裙摆曳地，肤若凝脂，白的晃眼，与艳红的裙装形成极致反差，眉眼如画，媚骨天成，狭长的凤眸眼波流转，自带勾魂夺魄的魅惑，琼鼻阴唇，红唇娇艳欲滴，一颦一笑都带着浑然天成的妖娆风情，既有着宗门长老的尊贵气场，又有着倾国倾城的魅惑韵味。叶云活了2世，前世见过娱乐圈顶流明星、网红佳丽，在这个女人面前，全都黯然失色，弱得不值一提。这份美貌与魅惑，兼具仙气与妖娆，冲击力十足。唯有此前在乌云城偶遇的那位神秘女子，能与之分庭抗礼。这个女人也太美了吧！叶云心底狂跳，强行压下心头的悸动，眼神飞快收敛。他能清晰感受到，眼前女子周身玄力深不可测，如同浩瀚深渊，看似慵懒妩媚，实则是绝对的顶尖强者，绝非他能招惹的存在。而此刻，白玉雪也正用那双媚意流转的凤眸细细打量着叶云，心底早已翻涌起阵阵疑惑。这就是清雪说的纯阳之体。他神识如细丝般轻轻扫过叶云周身，眉头不自觉蹙起。不对啊，纯阳之气若有若无，像是被什么东西掩盖了，又像是损耗过，似是而非，看着根本不像纯正的纯阳之体。再一细探，白玉雪的眉头皱得更紧，眸中闪过一丝意外与惋惜。居然不是童子之身，元阳已破。纯阳之体最讲究元阳稳固，精纯无垢，破了元阳，体质的逆天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连修炼增幅都要折损大半。好好的纯阳之体，怎么会是这般模样？白玉雪心里满是不解，对叶云的好奇反倒更浓了几分。叶云回过神，连忙收敛所有杂念，躬身行礼，姿态恭谨客气，不敢有半分怠慢。晚辈叶云见过长老。他心里门清，眼前这女人美得极具诱惑，可实力深不可测，眼下处境不明，必须谨言慎行，万万不能露出半分轻佻。白玉雪看着他拘谨恭敬的模样，凤眸轻眨，瞬间敛去心底的疑惑，嘴角勾起一抹慵懒又魅惑的笑，声音柔媚入骨，像羽毛轻轻挠在心尖上，还带着几分刻意的调侃与暧昧。小家伙，不必这么拘谨，抬起头来，让我好好看看。他缓步上前，火红裙摆在风中轻扬，一股淡淡的幽兰香裹挟着旋律清香，萦绕在叶云鼻尖，让他愈发尴尬，只能依言抬头，目光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眸。清雪回来说，这次出去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少年，我还好奇了许久。白玉雪指尖轻绕着耳畔青丝，媚眼如丝，语气轻佻。如今一见，不光体质特殊，生的也是唇红齿白，倒是很讨喜呢。小小年纪，修为也还算过得去，不错不错。这番暧昧的调侃让叶云脸颊微微发烫，手足都有些无措，只能硬着头皮道：长老过奖了，晚辈只是侥幸修行，不值一提。一旁的韩清雪看着师尊这般调侃叶云，清冷的脸颊微僵，却也不敢多言，上前一步躬身道：师尊，弟子已将叶云带到，若无其他吩咐，弟子先行告退，回去修炼。去吧去吧。白玉雪挥了挥纤手，眼波都没分给韩清雪半分，依旧粘在叶云身上。韩清雪深深看了叶云一眼，转身踏下山峰，清冷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云雾之间。顷刻间，偌大的孤峰之巅便只剩下叶云与白玉雪二人。灵泉叮咚，花香袅袅，暖风和煦，可气氛却变得愈发微妙起来。叶云站在原地，浑身紧绷，面对这位美得倾国倾城又深不可测的绝美长老，心底既紧张又警惕，连呼吸都放轻了几分。孤峰之巅，暖风携着花香缠绕周身，灵泉叮咚作响。偌大的天地间，只剩叶云与身前红衣如火的白玉雪。叶云垂手而立，指尖微微攥起，面对这位美得惊心动魄、实力深不可测的长老，心底始终绷着一根弦，不敢有半分逾矩。白玉雪斜倚在竹椅上，火红裙摆在青石地面铺散开来，宛若盛开的烈焰牡丹。她纤手托腮，凤眸含春，细细打量着叶云，声音柔媚的能滴出水来，一字一句都撩拨着心弦。小家伙，别总低着头呀，跟师傅不对，现在还没拜师呢，跟我说说你的来历，今年多大了？修为又是如何踏入大武师的？叶云依言抬头，目光堪堪落在白玉雪肩头，不敢直视她勾魂的眼眸，躬身回道：回长老，晚辈年方17，来自石云城，侥幸踏入修行之路，如今修为是大武师一众，全靠机缘巧合，算不得什么。17岁，大武师一众。白玉雪凤眸微挑，指尖轻点唇瓣，笑意更浓，倒是个不错的年纪，这般修为在新人里也算顶尖了。罢了，来历我也不多问，修行之人各有机遇，倒是我得跟你自我介绍一番。我名白玉雪，乃是落雪宗内门十全长老，就算在内门诸位长老之中，我的实力也能稳居前3，整个落雪宗能让我放在眼里的人可没几个。这话轻描淡写，却带着睥睨天下的傲气。叶云心中一惊，没想到这位绝美长老的身份竟如此尊贵，内门长老前3。他连忙躬身，语气满是真诚的赞叹，连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俏皮。白长老当真厉害，晚辈原以为长老这般绝色容颜已是世间极致，堪称倾国倾城，没想到实力还如此恐怖，简直是花瓶中的顶尖强者。要颜值有绝世容颜，要实力有宗门巅峰，颜值实力双绝，晚辈活了2世，从未见过长老这般完美的人。他这话直白又真诚，
没有半分虚伪的奉承，反倒把白玉雪夸得真切。噗嗤，白玉雪再也忍不住，眼唇轻笑出声，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峰顶，媚眼弯弯，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原本的魅惑气场添了几分娇憨，美得让叶云瞬间失神。你这小家伙，嘴也太甜了！白玉雪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先手指着叶云，花瓶中的顶尖强者，亏你想得出来。不过这话我爱听。他笑罢，凤眸骤然一凝，目光灼灼地锁定叶云，语气带着几分认真，又藏着几分不容拒绝的强势。叶云，我看你根骨不凡，机遇奇特，是个可塑之才。我且问你，你可想拜我为师，成为我白玉雪座下唯一的亲传弟子？嗡！白玉雪的话音落下，叶云的脑袋如同被惊雷炸响，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僵在原地，瞳孔放大，满脸的不可置信。拜他为师？这位落雪宗内门顶尖长老，权势滔天，美貌绝世的白玉雪，居然要收自己为徒。叶云的心底掀起滔天巨浪，无数疑惑疯狂翻涌。开什么玩笑？我原本就是个武道废柴，若不是系统傍身，我现在还是个连武者境都破不了的普通人。论根骨，论天赋，我压根算不上顶尖，顶多是靠系统堆出来的修为。白玉雪是什么人？内门长老前3，眼界何等之高，宗门内的天才弟子数不胜数，他为何偏偏看上我这个刚入宗的外门新人？我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如此青睐？他死死盯着白玉雪，满心都是疑惑与错愕，一时间竟忘了回话。白玉雪见叶云久久不语，凤眸微微眯起，语气淡了几分，带着几分似真似假的委屈，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压迫。怎么，小家伙，你这是看不上我，觉得我不配当你的师傅，还是说你心有所属，早已想拜其他长老为师了？他的声音柔柔弱弱，可叶云却瞬间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周身，仿佛只要自己敢说一个不字，下一秒就会被这股威压碾成齑粉。今天绝对走不出这座孤峰。叶云瞬间回过神，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躬身摆手，语气满是惶恐与急切。不是的，长老，晚辈万万不敢有此想法。能拜长老为师，成为您的亲传弟子，是晚辈3生有幸，是晚辈8辈子修来的福气。他顿了顿，脸色长得通红，语气带着几分卑微。只是晚辈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身份低微，资质平庸，怕配不上长老的高徒身份，辱没了您的威名。配不配，我说了算。白玉雪直接打断叶云的话，声音骤然变得强势，凤眸死死盯着他，目光锐利如刀，容不得半分拒绝。既然你愿意，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拜师，拜我为师。那眼神如同深渊，牢牢锁住叶云，让他连半分推脱的念头都生不出来。叶云心底清楚，这拜师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所有疑惑，双膝跪地，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地朝着白玉雪磕了3个响头，声音洪亮而恭敬。弟子叶云拜见师傅。好。白玉雪连说3个好字，脸上瞬间绽放出倾国倾城的笑容，火红的裙摆在风中飞扬，整个人都透着难以掩饰的欣喜。他连忙起身，伸手扶起叶云，纤柔的指尖触碰到叶云的手臂，温软如玉，让叶云心头一颤，连忙收回目光。乖徒儿，快起来！白玉雪拉着叶云的手，眉眼弯弯，满是宠溺。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白玉雪唯2的亲传弟子，在这落雪宗，有我护着你，没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叶云起身，垂手而立，依旧恭敬，多谢师父庇护，自家人不必客气。白玉雪笑着摆手，随即凤眸一转，抬手在储物界上一抹，一道火红的流光瞬间浮现，悬浮在2人面前。那是一柄长剑，剑身通体火红，宛若燃烧的烈焰，剑脊刻着细密的玄奥纹路，剑柄镶嵌着一颗暗红色的晶石，散发着浑厚而炽热的旋律波动，锋芒内敛，却透着不容小觑的威力。徒儿初次拜师，师父也没什么好送你的。白玉雪先手一指，火红长剑缓缓落入叶云手中，入手温热，沉甸甸的质感极佳。这柄粉雪剑乃是玄级中等兵器，以天外火陨锻造而成，与我弟功法同源，也与你体质相契，便送你做拜师礼吧。玄级中等兵器，叶云心中狂喜，双手紧紧握住粉雪剑，激动的浑身都在微微发颤。他如今身无长物，连一柄像样的兵器都没有，这玄级中等的粉雪剑简直是雪中送炭，比起外门那些黄级兵器，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连忙捧着剑，再次躬身，语气满是真诚的甜意，眼神亮晶晶的看着白玉雪。师父待我太好了，这粉雪剑绝美又强悍，弟子太喜欢了。师父不仅貌美无双，实力通天，还对弟子这般疼爱，弟子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能做师父的弟子，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他的目光炽热而真诚，毫不掩饰对白玉雪的敬佩与喜爱。白玉雪被他看得心头一跳，凤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指尖轻轻拂过叶云的手背，温软的触感让叶云浑身一僵。他轻身靠近，烈焰般的红唇凑到叶云耳畔，吐气如兰，带着勾魂的魅意。哦，小云儿这么会说话，是不是哄过不少小姑娘呀？还是说只敢对师父说这些甜言蜜语？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酥酥麻麻的感觉瞬间蔓延全身。叶云的脸颊瞬间爆红，耳根发烫，身体变得有些不自然，
下意识后退半步，却被白玉雪先手拉住，动弹不得。两人距离近在咫尺，白玉雪火辣的红裙紧贴着她的手臂，玲珑的身段清晰可触，幽香萦绕鼻尖，让叶云心跳加速，血脉奔张。他这是对我有兴趣，不然为何这般主动亲近，言语间满是暧昧？叶云心头狂跳，无数念头飞速闪过。我修炼太玄合欢经，本就是合欢道体，系统全靠双修才能触发暴击，快速提升修为。眼下正缺合适的双修伴侣。白玉雪身为宗门长老，颜值、实力、体质皆是绝顶。若是能和他双修，我的修为定然能一日千里，直接突破大50中期，后期都不在话下。这简直是上天送来的最佳双修人选。难道他看出我的合欢道体了，所以才可以收我为徒，对我这般暧昧？想通此节，叶云心底的拘谨瞬间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大胆的雀跃。既然对方有意，他有系统傍身，又何须客气？他抬眼撞进白玉雪含春的凤眸里，心头一热，索性鼓起勇气反撩回去，声音带着几分青涩的真诚，眼底却藏着直白的热切。弟子从未哄过任何女子，世间女子在弟子眼中皆不及师父万分之一。师父这般绝色，这般温柔，弟子只想把所有好听的话都说给师父一人听。这话一出，白玉雪的身体骤然一僵，她猛地后退半步，火红的脸颊瞬间染上一层粉嫩的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脖颈，原本白皙的脖颈变得粉嫩欲滴，娇艳动人。她瞪大了凤眸，满眼的惊愕与羞涩，全然没了刚才的魅惑与强势。别看她身着火辣红裙，言行开放媚人，可活了这么多年，她一心修行，从未有任何异性能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她，更从未有男子敢这般直白的对她说这般暧昧的情话。叶云这猝不及防的反撩，直接戳中了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她瞬间乱了方寸。你这小家伙胆子倒是不小。白玉雪别过脸，不敢看叶云的眼睛，声音带着几分慌乱的娇嗔，竟敢调戏师父，真是反了你了。她嘴上呵斥，可语气里却没有半分怒意，反倒透着几分少女般的羞涩，脖颈处的粉嫩愈发明显，美得让叶云移不开眼。叶云看着她羞涩的模样，心底愈发笃定，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却也不敢再过分撩拨，连忙收敛心神，躬身道：弟子不敢，只是实话实说。师父，弟子刚入宗，还有诸多事务未处理，后天还要与王鹏约战生死台，若是没其他事，弟子便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见师父。他说着便要转身离去。白玉雪闻言，眼底闪过一丝金光，心底的羞涩瞬间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笃定的笑意。她不能让叶云就这么走了，灵茶还没喝，她的计划还没完成，急什么？白玉雪连忙开口，拉住叶云的衣袖，柔声道：好不容易来一趟，陪师父喝杯茶再走，这是我珍藏的冰心灵茶，用封顶灵泉冲泡，喝了能舒缓经脉，放松身体，对你的修炼大有裨益。不等叶云拒绝，他便转身走到竹桌旁，先手拿起白玉茶壶，缓缓斟了一杯晶莹剔透的茶水。茶水泛着淡淡的绿光，清香扑鼻，闻一口便觉神清气爽，的确是难得的灵茶。叶云见状也不好再推辞，毕竟刚拜师，若是连师傅的茶都不喝，未免太过不近人情。他压根没有多想，只当是师傅的一片心意，点了点头，那就多谢师傅了。白玉雪端着白玉茶杯，缓步走到叶云面前，媚眼如丝，嘴角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浅笑，将茶杯递到他手中：快喝吧，凉了就不好喝了。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一瞬不瞬，仿佛在等待什么。叶云接过茶杯，只觉茶水温热，清香四溢，没有丝毫异样。他没有任何防备，仰头一饮而尽，茶水顺滑入喉，清甜的滋味弥漫口腔，浑身果然泛起一股淡淡的暖意，经脉都舒展了几分。好茶，多谢师父。叶云将空杯递回，再次躬身：师父，弟子真的该走了。白玉雪接过空杯，看着叶云将茶水喝得一滴不剩，嘴角的笑意终于忍不住绽放开来，眼底满是得逞的光芒，语气愈发柔媚。不急，小云儿，再陪师父说说话。他的话音还未落下，叶云的身体骤然一僵，一股莫名的燥热感瞬间从丹田处疯狂蔓延开来，席卷全身。紧接着脑袋传来一阵剧烈的眩晕，天旋地转，四肢百骸泛起一股虚弱无力的感觉，浑身的旋力如同被封印一般，动弹不得。最可怕的是，体内的燥热越来越盛，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燃烧，烧得叶云理智尽失，浑身滚烫难耐，本能的想要寻找清凉的慰藉。好热，头好晕。叶云踉跄一步，扶住额头，脸色长得通红，眼神渐渐变得迷离，失去了往日的清明。他猛地抬头看向白玉雪，心底瞬间涌起一股极致的不安。不对劲，这茶绝对有问题。什么冰心灵茶，根本就是迷药，催情的药。他想开口质问，可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本能的朝着眼前唯一的清凉、唯一的慰藉扑了过去。白玉雪看着叶云迷离失控的模样，眼底闪过一丝心疼，却更多的是笃定。她张开双臂，稳稳地将扑过来的叶云揽入怀中，火红的裙袍裹住她滚烫的身体，温软的怀抱让叶云瞬间沉沦。叶云埋在白玉雪的怀中，鼻尖萦绕着她身上的幽兰清香，燥热感愈发强烈。她失去了所有理智，
只剩下最原始的本能，微微抬头，薄唇凑到白玉雪粉嫩的脖颈处，贪婪地吮吸着，汲取着那抹清凉。滚烫的呼吸喷洒在脖颈上，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白玉雪的身体猛地一颤，整张脸、耳根、脖颈全都羞得通红，宛若熟透的樱桃，娇艳欲滴。她浑身发软，纤手紧紧揽着叶云的腰，感受着怀中人滚烫的温度，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腔。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云的嘴唇正一点点向上移动，朝着她娇艳的红唇凑去，带着不顾一切的滚烫与急切。小鱼儿，别急！白玉雪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带着极致的羞涩与慌乱，却又藏着一丝纵容。这里是峰顶，这个地方可不行。话音落下的瞬间，白玉雪银牙一咬，压下心头的羞涩与悸动，纤手紧紧揽住叶云的腰肢，周身玄力骤然爆发，一道火红的流光瞬间闪过峰顶。白玉雪抱着浑身滚烫、失去理智的叶云，身形如同鬼魅一般，瞬间瞬移离开孤峰之巅，朝着峰顶那间隐秘的竹屋疾驰而去。灵泉依旧叮咚，花香依旧弥漫，孤峰之巅空无一人，只留下那只白玉茶杯静静躺在青石桌上，见证着刚才那场旖旎的迷情与失控。而被白玉雪揽在怀中的叶云，依旧在本能地蹭着她的脖颈，滚烫的呼吸灼烧着她的肌肤，让白玉雪的羞涩愈发浓烈，却也让她心底的决心愈发坚定。她看中的从来不是叶云的修为，而是她那被掩盖的纯阳之体，对她的修行有着逆天的作用。今日这杯茶，便是白玉雪筹谋已久的第一步。从今往后，她的小云儿再也逃不出她的掌心了。火红流光划破孤峰的暮色，白玉雪揽着浑身滚烫、意识迷离的叶云，身形一闪，便踏入了峰底隐秘的竹屋之中。这间竹屋藏在幽兰与翠竹深处，远比峰顶的会客之地更为私密。屋内陈设极简，却极尽雅致。暖黄色的寿古灯散发着柔和光晕，轻纱幔帐随风轻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暖香，熏得人浑身发软。中央摆着一张宽大的软床，铺着雪白的绒毯，边角绣着暗红缠枝纹，氛围旖旎又静谧，是白玉雪平日闭关修憩的私地，从未有任何外人踏足。白玉雪先手轻托，小心翼翼地将叶云放在软床之上，指尖刚要松开，手腕却突然被一只滚烫的大手紧紧攥住。叶云的体温高得吓人，掌心的温度如同烈火，灼得白玉雪指尖一颤。不等她反应，一股不算强劲却带着本能执拗的力道传来，她重心一失，惊呼一声，整个人顺势倒了下去，径直跌落在叶云滚烫的胸膛之上。柔软的身躯贴着滚烫的肌肤，隔着轻薄的衣料，彼此的心跳都清晰可闻。白玉雪瞬间僵住，整张脸刷的一下爆红，从脸颊到耳根再到纤细的脖颈，全都染上了一层娇艳的绯红，宛若雨后桃花，媚态中藏着极致的羞涩。她想起身，可身体却不听使唤，心底那点筹谋已久的笃定，此刻全被慌乱的悸动取代。好热，师傅我好热！叶云闭着眼，眉头紧锁，嘴里无意识地呢喃着，滚烫的呼吸喷洒在白玉雪的发顶。她凭着本能摸索着身边的清凉，不等白玉雪回神，猛地翻身，用尽全力将身上的红衣女子反压在了软床之上。此刻的叶云发丝微乱，唇红齿白，少年人的青涩与滚烫的欲望交织，即便意识不清，眉眼间依旧带着几分俊朗。白玉雪被他牢牢压在身下，动弹不得，却没有半分反抗的意思。以他内门顶尖长老的修为，若是真的想挣脱，莫说一个失控的叶云，就算10个100个也进不了他的身。眼下的一切不过是他心甘情愿的纵容，是他筹谋已久的结果。感受着身上少年滚烫的温度，听着他急促的喘息，白玉雪的心跳快得几乎要炸开，凤眸含水，波光潋滟，羞涩的不敢直视叶云的脸，只能偏过头，纤手轻轻攥着床单，细若文瑞的呢喃从唇边溢出，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欲。小鱼儿，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只能是我的。话音未落，压在身上的叶云仿佛听到了他的低语，猛地低下头，滚烫的薄唇不由分说，狠狠堵住了他娇艳的红唇。白玉雪浑身一僵，双眸骤然睁大，所有的话语都被堵回喉间。下一秒，轻柔的撕裂声响起，火红的裙衫，素白的衣袍如同纷飞的蝶翼，散落满地。轻纱幔帐缓缓落下，将满是旖旎与缠绵尽数藏在了暖光之中。孤峰另一侧的清冷竹屋内，韩清雪静坐在蒲团之上，周身玄力环绕，却始终无法进入入定状态。她的竹屋与白玉雪的暖香截然不同，处处皆是素白与冷冽，冰玉桌椅，寒梅盆栽，连空气都透着一股清寒。她本应按照师尊的吩咐静心修炼，稳固修为，可脑海里却反反复复全是叶云的身影，是她在乌云城喊她姐姐的模样，是她在外门被凌霄刁难时的冷冽，是她跟着他踏上孤峰时的疑惑。尤其是想到师尊白玉雪单独留下叶云，想到师尊早已看穿叶云的纯阳之体，想到2人独处的画面，韩清雪的心口就莫名泛起一股涩涩的酸楚，像被细小的针轻轻扎着，说不清道不明。她自幼在宗门长大，一心向道，清冷孤傲，从未对任何男子动过半分心绪，更从未有过这般慌乱无措的时刻。我这是怎么了？韩清雪猛地睁开眼，清冷的眸子里满是迷茫。她抬手按住自己的胸口，感受着失控的心跳，低声喃喃自语：不过是个刚入宗的弟子，
师尊行事自有分寸，我为何要这般心绪不宁？他咬着唇，强行收敛杂念，再次闭目运转玄力。可不过片刻，玄力又乱了起来，指尖微微颤抖，周身的玄力气息忽强忽弱，暴露了他内心根本无法平静。那道少年的身影如同扎根在心底的种子，任凭他如何驱赶都挥之不去。夜色渐深，落雪宗外门的宿舍内灯火昏黄，赵虎、周文、李牧、张远、刘浩5人围坐在一起，脸上全都挂满了担忧，眉头紧锁，唉声叹气。他们从修炼之地回来，便发现宿舍里空荡荡。叶云从早上跟着韩清雪离开后，整整1天都没有任何踪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怎么办啊？叶云兄弟1天都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李牧憨厚的脸上满是焦急，搓着手来回踱步。早上我明明看到他跟韩清雪仙子走了，可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王鹏那边还等着后天跟他打生死战。凌霄昨天也放了狠话，要教训他。他一个新人，在宗门里无依无靠，万一真被人暗算了。周文脸色发白，越想越怕，后面的话不敢再说下去。赵虎一拳砸在石桌上，脸色凝重。都怪我，早上不该让他一个人去藏经阁，更不该让他跟着韩仙子走。叶云兄弟性子太刚，不肯服软，接连得罪王鹏和凌霄，这2个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不我们去内外门交界找找，就算是内门弟子，也不该留他1天啊！张远急声道。几人忧心忡忡，满心都是叶云的安危。宿舍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而在宿舍最角落的床位上，孙浩靠在墙壁上，双手抱胸，嘴角挂着一抹掩饰不住的阴狠得意，眼底闪烁着痛快的光芒。他一整天都在等着看叶云的好戏，从早上等到晚上，叶云都没回来。在他看来，这已然是最好的结果。哼，叶云啊叶云，你也有今天。孙浩在心底冷笑，眼神阴鸷。肯定是凌霄哥动手了，大武师3重巅峰的修为，收拾你一个刚入宗的新人，还不是手到擒来？他越想越得意，甚至忍不住暗自揣测，凌霄哥下手那么狠，不会直接把叶云给打死了吧？这个念头刚升起，孙浩的心底非但没有半分恐惧，反倒涌起一股极致的痛快。死了才好，叶云一死，抢他床位的仇报了，受的屈辱也雪了。而且这件事是他找凌霄做的，从头到尾都没露面，宗门就算查，也绝对查不到他的头上。他看着赵虎等人焦急担忧的模样，心底更是嗤笑不已，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甚至还假惺惺地叹了口气，眼底的得意却几乎要溢出来。夜色越来越浓，宿舍里的担忧与得意交织，而孤峰之上的旖旎缠绵还没有落下帷幕。幔帐轻垂，暖香氤氲，封底竹屋内的旖旎缠绵从暮色沉沉一直延续到深夜。药效裹挟着太玄和欢经的本能，让失去理智的叶云化作了不知疲倦的猛兽，周身滚烫的玄力如同奔腾的烈焰，与白玉雪体内温润的玄力交织缠绕，在彼此的经脉中肆意流转。软床之上，散落的红衣与素衣零落地铺在床边，原本雅致清幽的竹屋，此刻被温热的喘息交织的旋律与满是暧昧填满，连空气中漂浮的微尘都染上了缱绻的气息。白玉雪被叶云牢牢压在身下，雪白如玉的肌肤全然裸露在微凉的空气中，却被周身的热浪轰得泛起一层诱人的绯红。从光洁的肩头蔓延至纤细的腰肢，再到精致的锁骨，每一寸肌肤都透着媚骨天成的艳色。她的长发被密密麻麻的汗水浸透，湿漉漉的贴在脖颈、后背与床榻上，几缕碎发粘在娇艳的脸颊旁。这位年仅30余岁，便坐稳落雪宗内门前30拳长老的天之娇女，平日里高高在上，魅惑万千，此刻褪去了所有强势与傲气，凤眸半眯寒水，红唇微张，溢出细碎又难耐的轻喘。平日里冷艳的眉眼间，全是情动后的娇羞与慵懒，美得惊心动魄，让人移不开眼。白玉雪今年不过30有4，是落雪宗成立以来最年轻的10拳长老，天赋卓绝，风华正茂，本该一路高歌猛进，登临更高境界。可3年前，他劫杀一名穷凶极恶的邪修，激战中被邪修以本命阴毒本源偷袭，一道无解的邪毒侵入经脉深处，化作了无法根除的本源重伤。这3年来，白玉雪想尽了一切办法，寻遍天材地宝炼药疗伤，闭关数次冲刷经脉，甚至求动宗门老祖出手，都只能勉强压制邪毒扩散，根本无法根除。更让他绝望的是，这道邪毒会不断蚕食他的修为根基，若是再找不到根治之法，不出1年，他的修为便会从50境一路跌落，最终邪毒攻心，落得个修为尽废，性命不保的下场。直到半年前，白玉雪翻遍宗门古籍，才终于找到唯一的生路。世间纯阳之体的本源阳气，是克制此等阴毒邪伤的唯一至宝，唯有与纯阳之体双修，引纯阳本源入体，才能彻底压制邪毒，保住修为与性命。他费尽心力打探，终于通过韩清雪找到了叶云这个天生纯阳之体的少年。他收徒设计这场双修，初衷不过是为了引动叶云的纯阳之气，压制体内的致命邪毒，保住自己的性命与修为，从未敢有半分额外的奢望。可此刻，随着2人玄力的深度交融，叶云体内合欢道体的本源之力，如同温润的暖阳溪流，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经脉。白玉雪的双眸猛地睁大，眼底爆发出难以置信的震撼。她清晰地感受到丹田深处那道盘踞3年、
漆黑如墨的阴毒邪伤，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淡化修复。原本被邪毒侵蚀的枯涩滞塞的经脉，被这股本源之力冲刷得通畅无比，亏空的修为根基正快速填补。那种积压3年的濒死沉重与痛感，正在飞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轻松与舒爽。更让白玉雪惊骇到浑身战栗的是，她停滞3年的修为，竟在这缠绵之中开始缓慢而坚定的攀升。一丝一缕精纯无比的旋力在丹田内汇聚，化作浩瀚暖流，不断冲刷着修为的壁垒。那道困扰她3年的瓶颈，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白玉雪的纤手紧紧攥着身下的绒毯，指节泛白。她微微偏头，怔怔地看着身上不知疲倦、眉眼紧闭的少年。汗水顺着叶云的下颌线滑落，滴落在他的肌肤上，激起一阵细密的战栗。他30余年的修行生涯，见过无数天纵奇才，拥有过无数奇珍异宝，眼界早已远超同龄人。可他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有哪种体质能逆天到这般地步。原本只想着靠纯阳之气保命，压制邪毒，没想到竟能直接修复本源伤势，甚至助推他突破停滞3年的修为瓶颈。这个刚入宗的少年，哪里是简单的纯阳之体？他简直是上天赐予他的救命至宝，是他挣脱死亡、重返巅峰的唯一希望。心底的震撼翻江倒海，看向叶云的目光也从最初的求生算计，渐渐多了几分复杂的悸动与刻入骨髓的占有欲。白玉雪轻轻抬起纤柔的手臂，环住叶云的脖颈，将滚烫的脸颊贴在他温热的肩头，感受着体内邪毒的飞速消散与修为的缓慢提升，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满足又痴迷的笑意。从今往后，这个叫叶云的少年是他的徒弟，更是他的逆鳞，是他白玉雪拼尽一切也要护在身边的人，谁也别想染指，谁也别想伤害。不知过了多久，深夜的寒意被满是暖意彻底驱散，黎明的微光透过竹屋的窗棂，轻轻洒落在幔帐之上，勾勒出朦胧而温柔的光晕。药效彻底褪去，叶云耗尽了所有力气，紧绷的身体缓缓放松，终于抵不过疲惫，沉沉睡去，手臂却依旧下意识地紧紧拥着身侧的温软，不肯松开。第二天，暖黄色的光线穿透轻薄的幔帐，落在叶云的眼睑上，带来一丝微弱的痒意。叶云的睫毛轻轻颤动了几下，挣扎了许久，才缓缓睁开了双眼。入目地是熟悉的竹制屋顶，鼻间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幽兰香，混杂着一丝暧昧的甜腻气息，陌生又让人心慌。下一秒，剧烈的酸痛感如同海啸般瞬间席卷全身，四肢百骸仿佛被拆开重组一般，酸胀无力，连抬动一根手指都觉得费力。尤其是腰腹与丹田两侧，更是传来一阵阵空虚到极致的酸软感，像是浑身的精血、玄力都被抽干，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一种被彻底掏空的疲惫感充斥着四肢百骸，让他忍不住龇牙咧嘴，倒吸一口凉气。嘶，好疼！叶云低声呢喃，眉头紧紧皱成一团，挣扎着想要做起身，可刚一用力，浑身的酸痛就如同针扎般袭来，让他瞬间瘫回床榻，动弹不得。他的脑海一片混沌，昨晚的记忆支离破碎，只剩下零星的碎片。拜白玉雪为师，接过他递来的灵茶，浑身燥热难耐，意识模糊，扑进一个温软的怀抱，无尽的滚烫与缠绵，碎片在脑海中胡乱飞舞，却无法拼凑出完整的经过，只留下浑身的酸痛与莫名的心慌。我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浑身酸痛到这种地步？这里是哪里？叶云心中疑惑万分，拼命回想昨晚的细节，可越是回想，脑袋越是昏沉胀痛，只剩下一片空白，越想越乱。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浑身难受之际，一道冰冷而机械的系统提示音骤然在叶云的脑海中轰然炸响，清晰无比，瞬间驱散了他所有的混沌、疲惫与疑惑。叮，检测到宿主双修结束，触发暴击倍数3倍，普通暴击，掠夺目标修为加自身战斗感悟加5倍暴击增幅，修为持续提升中。恭喜宿主突破大武师境4重，宿主当前修为大武师4重初期，额外奖励肉身强度提升50%，玄力掌控精度提升100%，残阳拳熟练度圆满。系统的声音如同9天惊雷，在叶云的脑海中反复回荡，震得他大脑嗡嗡作响，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瞳孔猛地放大，满脸的不可置信，连浑身的酸痛都暂时忘记了。大武师4重，叶云下意识地运转玄力，那是自身丹田。只见原本只有一缕细丝的玄力，此刻已然化作奔腾汹涌的江河，在经脉中肆意流淌，浑厚、精纯、磅礴，比之前强大了何止3倍。丹田内的玄河光芒万丈，稳稳地定格在大武师4重初期的境界，没有丝毫虚浮，扎实无比。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己昨天的修为还只是大武师1重巅峰，不过是短短1天之间，竟然直接从大武师1重连破3重天，飙升到了大武师4重初期。这等提升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匪夷所思，足以颠覆整个修行界的认知。更让叶云惊喜若狂的是，脑海中瞬间涌入了海量的战斗感悟。原本晦涩难懂、残缺不全的残阳拳前3式，此刻在他心中豁然开朗，每一招、每一式、每一丝玄力的运转都烂熟于心，与肉身玄力完美契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圆满境界。就连对玄力的掌控精度、肉身的强度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暴涨。
此刻的叶云，就算不动用修为，仅凭肉身也能轻松碾压大武师2重的修士。巨大的惊喜如同巨浪般席卷叶云的心神，让他激动的浑身都在微微颤抖，眼底爆发出璀璨的光芒。有了这大武师4重的修为，明天天与王鹏的生死战根本不值一提。别说一个王鹏，就算是昨天那个外门第10大武师3重巅峰的凌霄，他也能一拳碾压，轻松取胜。可这份极致的惊喜仅仅持续了短短数息，一股极致的恐慌、慌乱与恐惧瞬间缠住了他的心脏，死死勒紧，让他浑身冰凉，头皮发麻，如坠冰窟。系统提示的核心4个字：双修结束。双修？他和谁双修了？叶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昨晚支离破碎的记忆如同潮水般疯狂涌来，瞬间拼凑完整。一个让他魂飞魄散、五雷轰顶的念头猛地在脑海中轰然炸开。他昨晚和自己刚刚拜的师傅落雪宗最年轻的顶尖10拳长老风华绝代、美貌倾城的白玉雪双修了。轰！这道念头如同灭世炸雷，狠狠砸在叶云的心头，让叶云浑身血液瞬间冲到头顶，脸色长得通红，随即又变得惨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欺师灭祖，这是彻头彻尾天地不容的欺师灭祖。在修行界，师徒伦常堪比天条，是最不可逾越的底线。弟子对师父稍有不敬，已是10恶不赦的大罪，会被宗门重罚，更何况是行此双修苟且之事。若是传出去，他不仅会被落雪宗逐出门墙，废去修为，更会被天下修士唾骂，人人的而诛之，永世不得翻身。更何况白玉雪是他的师父，是抬手就能碾死他的存在。昨晚的一切根本不是意外，那杯灵茶有问题，是白玉雪故意递给他的，是他亲手设计了这一切，是他引着他失控，是他纵容了这一切。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叶云的心中翻江倒海，恐惧、疑惑、慌乱、愧疚，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如同乱麻般缠满心头，让他手足无措，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白玉雪贵为落雪宗最年轻的10拳长老，天赋惊艳，修为通天，容貌绝世，想要什么样的道侣没有？想要什么样的天才弟子没有？为何偏偏要设计他这个刚入宗、修为低微、无依无靠的外门新人？难道他看出来了我的体质？无数的疑惑如同潮水般淹没了叶云，他不敢想象白玉雪醒来之后会如何处置他，是直接一掌拍死他以消心头之恨，还是废了他的修为，将他打入宗门地牢，永世不得超生，亦或是将他囚禁起来，永远当作炉鼎，以白玉雪的实力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万倍。就在叶云心惊肉跳、魂不附体、大脑一片混乱之际，他突然感受到自己的胸口处似乎压着一团温软的东西，软软的、暖暖的，带着细腻如玉的触感。鼻尖的幽兰香也愈发浓郁，萦绕在鼻尖，挥之不去，与他身上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叶云的身体瞬间僵硬，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一动也不敢动，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生怕惊扰了什么。他缓缓地低下头，目光僵硬，颤抖地落在自己的胸口上。下一秒，叶云的大脑彻底宕机，一片空白，整个人如同被9天神雷劈中一般，僵在原地，连心跳都停止了。只见一名女子正蜷缩着娇小的身体，安安稳稳地趴在他的胸口上，沉沉酣睡，睡得无比香甜，毫无防备。那女子一头乌黑的长发，湿漉漉的，散乱地铺散在他的胸膛、脖颈与床榻上，发丝间还带着未干的汗水，粘在光洁如玉的肩头。她雪白细腻的肌肤全然裸露在外，没有丝毫遮挡，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诱人的珠光，细腻的如同上好的羊脂白玉。而在她雪白的肌肤上，遍布着密密麻麻、深浅不一的暧昧红痕，从锁骨到肩头，从腰肢到脖颈，触目惊心，无一不在赤裸裸地诉说着昨晚的疯狂、缠绵与失控，不言而喻。女子的脸颊埋在她的颈窝处，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轻颤动。平日里魅惑万千、冷艳高傲的凤眸，此刻紧紧闭着，褪去了所有的强势、妖娆与算计，只剩下少女般的恬静、慵懒与软糯。娇艳的红唇微微抿着，脸色还残留着未褪尽的诱人红润，鼻尖小巧精致，睡颜恬静的让人心尖发软。不是别人，正是他刚刚拜入门下却与他发生了逆天关系的师傅白玉雪。眼前的一幕如同最凌厉的刀锋，狠狠扎进叶云的脑海里，让他彻底确认了昨晚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侥幸，没有丝毫幻觉，他真的和自己的师傅白玉雪发生了双修关系，犯下了欺师灭祖的滔天大罪。叶云的大脑彻底空白，无数念头疯狂翻涌，心脏狂跳不止，几乎要跳出胸腔。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无数的疑惑、恐惧、慌乱、不解如同潮水般淹没了叶云。他看着趴在自己胸口酣睡的白玉雪，看着她身上触目惊心的痕迹，感受着她温软的身躯紧贴着自己，心中既有着失控的慌乱，又有着一丝莫名的悸动，更多的却是深深的不解与如坠冰窟的惶恐。阳光透过幔帐，温柔地洒在两人身上，暖香依旧，缠绵未散。可叶云的心底却冰冷一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就这么僵硬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惊扰了怀中的女子，生怕下一秒便是灭顶之灾。而趴在他胸口的白玉雪
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呼吸微微紊乱，似乎即将从酣睡中醒来。叶云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白玉雪垂落在叶云紧握的长睫，如同振翅欲飞的蝶翼，轻轻颤动了数下，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眸。四目相对的刹那，空气仿佛瞬间凝固。白玉雪刚从酣睡中醒转，意识还带着几分朦胧，可下一秒，昨夜那些滚烫、疯狂、缠绵到极致的画面，如同决堤的洪水般轰然涌入脑海，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镇定。白玉雪身为落雪宗最年轻的十全长老，天赋卓绝，心性坚韧，修行路上一心向，从未对任何男子动过半分心绪，更从未有过这般肌肤相亲、极致亲密的接触。昨夜是他的第一次，一想到叶云昨晚失控时的模样，那般不知疲倦，那般强势索取，白玉雪的脸颊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一层诱人的绯红，从光洁的额头蔓延至小巧的下巴，连粉嫩的耳垂都染上了胭脂色，肌肤上未褪尽的暧昧红痕更是让她羞得浑身发烫。她强装镇定，刻意绷紧了脸颊，试图维持住师尊的清冷威严，可心底早已乱作一团，小鹿乱撞，羞涩到了极致，根本不敢再细想半分那些旖旎画面，生怕自己当场失态。叶云则是浑身僵硬，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一动也不敢动。他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白玉雪，看着她泛红的脸颊，含水的凤眸，感受着她温软的身躯紧贴着自己，心底的惶恐、羞涩、悸动交织在一起，让他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只能傻傻地盯着他，大脑一片空白。两人就这么保持着相拥的姿势，僵在软床之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窗外的鸟鸣，山间的风声，全都成了背景音。偌大的竹屋内，只剩下彼此急促又慌乱的心跳声，一声接着一声，在静谧的空气中格外清晰。这般尴尬的僵持，足足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白玉雪终于强行压下了心底翻涌的羞涩，缓缓收敛了脸上的红晕，脸色渐渐恢复成平日的清冷，只是眉眼间依旧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柔意。她薄唇轻启，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一字一句道：“闭眼。”简简单单两个字落在叶云耳中，却如同圣旨一般。她没有丝毫犹豫，甚至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立刻乖乖闭上了双眼，睫毛不停颤抖，紧绷的下颌线暴露了她内心的紧张。她生怕自己多看一眼就会触碰到白玉雪的羞恼，毕竟昨晚她犯下了欺师灭祖的滔天大罪，此刻唯有乖乖听话，才能求得一丝生机。感受到身下的人儿乖顺到极致的模样，白玉雪紧绷的心弦瞬间松了几分。她垂眸看着叶云紧闭双眼，战战兢兢的样子，清冷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一抹极淡极美的笑意悄然绽放在唇边。那笑容如同寒梅初绽，冰雪消融，媚骨天成的容颜配上这抹浅笑，惊艳的让天地都失色。可惜闭着眼的叶云根本无缘的见这绝美的一幕。白玉雪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缓缓从叶云的胸口起身。温软的身躯离开的瞬间，叶云只觉得胸口一空，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可她依旧紧闭双眼，连眼皮都不敢抬一下。紧接着，细碎的衣料摩擦声在耳边响起，窸窸窣窣，轻柔婉转，那是白玉雪在穿衣服。声音落在叶云耳中，让她脸颊愈发滚烫，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腔，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些零碎的画面，吓得她连忙强行收敛杂念，死死闭着眼，不敢有任何杂念。不知过了多久，那细碎的穿衣声终于停下，白玉雪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褪去了刚醒的沙哑，恢复了平日的威严，可以睁开眼睛了。叶云这才敢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白玉雪的背影，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天蓝色的长裙，款式依旧火辣张扬，纤薄的丝绸布料紧贴着肌肤，将她完美的身形勾勒得淋漓尽致。光洁纤细的胳膊，银白修长的小腿全都裸露在外，在光线的照耀下，肌肤白得如同上好的羊脂白玉，泛着温润的珠光。那后背线条流畅至极，从消瘦玲珑的肩线一路蜿蜒向下，过渡到不盈一握的纤腰，再延伸至圆润挺翘的臀部，每一寸曲线都完美到无可挑剔，宛如上天最精心的雕琢，没有半分瑕疵。叶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顺着那绝美的曲线缓缓游走，喉咙不自觉地狠狠滚动了一下，大口咽了咽口水，心底的燥热再次翻涌起来，丹田处甚至泛起一丝微弱的热浪。师尊的身材也太绝了吧！前世在现代，那些娱乐圈的顶流明星、国际超模，跟师尊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连提鞋都不配。这腰、这背、这曲线，简直是人间尤物，魅惑天成。可这份悸动仅仅持续了一瞬，下一秒，叶云就猛地回过神，心底咯噔一下，瞬间被无尽的恐惧笼罩。完了完了，我居然敢盯着师尊的后背胡思乱想，还看得这么入神。要是被他发现，以他的脾气，肯定要扒了我的皮，废了我的修为，我这是不要命了。他吓得连忙低下头，脑袋埋得低低的，死死盯着自己的脚尖，浑身紧绷，如同受惊的鹌鹑，再也不敢抬眼半分。白玉雪虽背对着叶云，可她身为武灵境的强者，神识早已将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尽收眼底，感受到她灼热的目光、咽口水的动静，还有那瞬间慌乱的模样，
白玉雪的脸颊再次泛起一层薄红，心底又羞又恼，暗自咬牙暗骂：这个小色狼，刚醒就敢这般轻薄地盯着我看，真是胆大包天。昨晚的账还没跟他好好算，现在又敢明目张胆地觊觎我，回头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让他知道师尊的威严不可侵犯。白玉雪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底的羞涩与嗔怪，缓缓调整好面部表情，恢复了清冷威严的模样，这才缓缓转过身子，看向低头站着的叶云，把衣服穿上。白玉雪淡淡开口，指了指床榻边叠放整齐的青色外门弟子袍，语气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叶云如蒙大赦，连忙快步走到床边，手忙脚乱地拿起衣袍，飞快地往身上套。他的动作麻利又慌张，全程低着头，不敢有半分懈怠，生怕慢了一步就惹得师尊动怒。不过片刻，叶云便穿好了衣袍，规规矩矩地站在白玉雪面前，双手垂在身侧，脑袋埋得几乎要戳到胸口，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副认错认罚、乖巧听话的模样，温顺得像只小绵羊。白玉雪走到竹桌旁坐下，伸手端起桌上早已泡好的清茶，轻轻抿了一口。她看着叶云这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样子，心底忍不住暗自发笑。这小家伙昨晚失控的时候凶得像头不知疲倦的小猛兽，蛮横又执拗，现在倒是怂得连头都不敢抬，这反差倒是有趣的。可他脸上依旧维持着高冷威严的表情，没有流露半分笑意，周身的气息清冷逼人，让本就紧张的叶云愈发惶恐。竹屋内再次陷入沉默，尴尬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白玉雪放下茶杯，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每一声都像是敲在叶云的心坎上，让他浑身发紧。终于，白玉雪开口了，语气平淡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一字一句清晰地传入叶云耳中。叶云，昨夜之事乃是宗门最大的机密，也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现在给你立第一条规矩，昨夜的一切不准和任何人提起，半个字都不能泄露。他顿了顿，目光骤然变得锐利如刀，直直锁定叶云，威压隐隐散发出来，让叶云浑身一颤。无论是你外门的好友赵虎，还是宗门内的其他弟子，亦或是日后你遇到的任何人，都必须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若是这件事有第三个人知道，若是你敢泄露半分风声，你不妨猜猜我会让你落得什么下场。白玉雪的声音愈发冰冷，叶云吓得浑身一哆嗦，双腿微微发软，连忙抬起头，眼神无比坚定，举起右手以道心起誓，语气郑重无比：师尊放心，弟子以武道道心，本命玄和起誓，昨夜之事，弟子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句，若有违背，天打雷劈，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坠入无间地狱，永不轮回。他心里清楚，昨夜之事是欺师灭祖的大罪，一旦暴露，不仅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白玉雪的名声也会受损。别说师尊警告，就算没有任何威胁，他也会守口如瓶。这是关乎性命的大事，半分马虎都不行。白玉雪看着他赌咒发誓的认真模样，心底暗自好笑。这小家伙倒是机灵，知道轻重缓急，也懂得审时度势。他脸上依旧冷若冰霜，淡淡点头：记住你今日的誓言，若是违背，我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弟子谨记在心，绝不敢忘。叶云连忙躬身应道。白玉雪继续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占有欲，立下第二条规矩。第二条，从今往后，你在落雪宗内不准沾花惹草，不准和任何女弟子走得太近，更不准对他们有任何非分之想。他眯起凤眸，眼神带着浓浓的威胁，直直盯着叶云。外门女弟子、内门女弟子，甚至是宗门的女长老，你都要保持，这样既能磨砺自己的心性，也能让弟子的根基更加扎实，对日后的修行大有裨益。还请师尊成全。他的语气无比诚恳，眼神坚定无比，没有半分虚假，是真的想靠自己的努力立足。白玉雪看着他一脸认真执拗的模样，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他会拒绝自己的好意。要知道，多少外门弟子挤破头都想成为内门弟子，想留在长老身边，这小子居然主动拒绝。他皱了皱眉，随即轻哼一声，带着几分不满，却也没有强求，语气淡淡道：随你，既然你想自己在外门折腾，想靠自己的努力晋升，那我也不拦着你，只是你给我记住，在外门若是受了欺负，或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不准自己硬扛，不准逞强，第一时间来孤峰找我，明白？弟子明白，多谢师尊体谅，多谢师尊成全。叶云瞬间喜出望外，长长松了一口气，心底的石头终于落地，差点激动地跳起来。太好了，总算能留在外门了。要是真被师尊拴在这孤峰上，天天对着他，别说找其他女人双修，怕是连大气都不敢喘，那还不如直接废了我。留在外门，才有机会接触更多人，才有机会完成系统的双修任务，提升修为。白玉雪看着他如释重负，暗自窃喜的样子，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随即话锋一转，淡淡问道：我听说你和外门弟子王鹏约了后天的生死战。叶云再次瞪大双眼，满脸震惊。师尊，您连这件事都知道？不过转念一想，白玉雪是内门顶尖长老，宗门内的大小事务自然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也就瞬间释然了。叶云连忙点头，躬声应道：回师尊，确有此事。王鹏觊觎弟子偶然得到的武技，入宗第一天就故意挑衅弟子，
抢夺不成后，便设下生死局，逼迫弟子应约。弟子被逼无奈，只能答应了这场生死战。白玉雪微微颔首，语气平淡地问道：“王鹏乃是外门老弟子，修为已是大武士2重巅峰，肉身、武技都远超普通新人。你如今刚入宗门，根基尚浅，可有把握赢下这场生死战？若是换作昨日，叶云还是大武士1重，他或许还有几分谨慎。可经过昨夜的双修，他已经连破3重，达到大武士4重初期，碾压王鹏简直易如反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叶云眼底闪过一丝自信，腰杆微微挺直，语气笃定无比，没有半分虚浮。师尊放心，弟子有十足的把握，不仅能赢，还能让他心服口服，绝不会给师尊丢脸。白玉雪深深看了他一眼，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已然大变，玄力浑厚精纯，远超昨日。显然这小子身上还有不少秘密。他没有多问，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淡淡道：“有把握便好，切莫轻敌。弟子谨记师尊教诲。”两人之间再次陷入了沉默。叶云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低着头，眼神飘忽，浑身不自在。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死寂又尴尬的氛围，只想赶紧逃离这是非之地，回外门宿舍跟赵虎他们报个平安，也好好稳固一下刚突破的修为。叶云犹豫了片刻，终于鼓起勇气，小声开口，语气带着一丝小心翼翼：“师尊，若是没有其他吩咐，弟子就先告辞了。弟子回外门宿舍，还有一些修炼事务要处理，也想好好稳固一下刚突破的修为。”白玉雪抬眼看向他，清冷的凤眸中闪过一丝深意，语气平静，却说出了让叶云瞬间僵在原地的话：“慢着，我还有最后一条规矩，你必须遵守。从今日起，你每天都必须来这孤峰一趟，来我这竹屋见我，不得缺席，不得推诿，不得找任何借口不来。”轰！叶云的脑袋如同被惊雷炸响，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僵在原地，瞳孔放大，满脸的不可置信。每天都来？不是吧？我还以为昨夜的事情只是一次意外，一次就够了，怎么还要每天都来？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魅力，能让师尊一眼就看上我吧？他到底想干什么？一想到每天都要和白玉雪发生昨夜那般缠绵的事，叶云就觉得腰腹发酸，浑身发怵。虽然他是合欢道体，恢复力比常人强，可白玉雪可是武灵境的强者，修为差距天差地别，每天来一次，他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非得被彻底掏空不可。叶云愣了半晌，才猛地回过神，脸上挤出一抹讨好又小心翼翼的笑容，连忙开口婉拒：“师尊，这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弟子刚突破到大武士4重，还需要大量时间稳固修为，而且外门还有每日的修炼任务，每天都来孤峰的话，实在是抽不开身，时间上也来不及啊。要不师尊通融一下，3天来一次，3天一次，弟子一定准时赴约，绝不迟到，绝不缺席，绝对乖乖听师尊的话。”白玉雪脸色一沉，周身的气息瞬间冷了下来，语气变得无比强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不行，3天一次太久，没得商量，必须每天来，少一次都不行。”叶云见状，知道硬扛和讲道理都没用，只能放软姿态，使出浑身解数撒娇。他微微嘟起嘴，眼神湿漉漉的，像只可怜巴巴的小奶狗，轻轻拽了拽白玉雪的衣袖，声音软糯又委屈，带着十足的撒娇意味：“师尊求求您了，就通融一下嘛，每天一次，徒儿真的吃不消啊，徒儿的身体扛不住，修为也没法好好稳固，就2天来一次，好不好吗？师尊，徒儿保证2天一次，绝对乖乖过来，绝不偷懒，绝不缺席，一切都听师尊的安排。”叶云一边说，一边轻轻晃着白玉雪的衣袖，模样乖巧又可怜，委屈巴巴的，让人不忍心拒绝。白玉雪被他这副撒娇的模样逗得心头一颤，嘴角差点忍不住扬起来，笑意几乎要溢于言表。他连忙强行绷住脸，咬紧牙关，压下眼底的笑意，故作高冷的沉吟了片刻，最终才松口，淡淡应道：“罢了，拗不过你，那就2天一次。若是敢缺席，敢找借口不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听到没有？”叶云瞬间喜出望外，脸上绽放出灿烂无比的笑容，激动的差点跳起来，连忙躬身作揖，连连道谢：“多谢师尊，多谢师尊通融，弟子一定谨记，2天来一次，绝不缺席，绝不偷懒，绝对乖乖听话。”心底更是乐开了花，太好了，2天一次，完全能接受，总算不用每天被掏空了。嘿嘿，师尊还是心软的吗？竹屋内的暖香还萦绕在鼻尖，白玉雪与叶云的约定刚落，门外便传来一阵清浅而克制的脚步声，脚步声清脆，踏在竹屋外的青石板上，带着几分清冷的韵律，不用猜便知是韩清雪。叶云立刻收敛了眼底的雀跃，挺直脊背，垂手立在一旁，重新恢复了恭顺的弟子模样，不敢有半分逾矩。白玉雪则端起桌上的清茶，轻轻抿了一口，眼底方才的柔意与笑意瞬间敛去，重新披上了落雪宗内门长老的清冷外衣，神情淡然，看不出半分异样。吱呀一声，竹屋的门被轻轻推开，韩清雪一身素白长裙缓步走入，裙角不染纤尘，如同山间出绽的寒梅，清冷绝尘。她的发丝用一根玉簪简单束起，露出光洁的额头与纤细的脖颈，眉眼清冷，眸如寒潭，周身透着一股拒人千里的疏离气息，与屋内火色妖娆的白玉雪
形成了极致鲜明的对比。他本是修炼时遇到了经脉运转的疑难，特意前来向师尊白玉雪请教修行心法。可一踏入竹屋，便看到了站在师尊身侧的叶云，脚步瞬间顿住，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错愕，心口也莫名一紧。他怎么会在师尊的私宅竹屋里还待了这么久？昨天师尊把他单独留下，一夜未归，如今竟还在师尊身边。韩清雪压下心底翻涌的异样，躬身对着白玉雪行礼，声音清冷如玉石相击：“弟子清雪拜见师尊，今日修炼心法遇阻，特来向师尊请教。”白玉雪放下茶杯，抬眸看向韩清雪，语气平淡，却带着几分刻意的郑重：“清雪，修行之事稍后再议，我正好有要事与你说。”他伸手指了指身侧的叶云，凤眸扫过二人，缓缓开口：“这位是叶云，从今日起便是我白玉雪亲收的亲传弟子，是你的师弟。你们二人同为我门下弟子，往后在宗门之内要相互扶持，彼此照拂，好好相处，不得有半分嫌隙。”这话一出，韩清雪的身体骤然一僵，猛地抬眼看向叶云，清冷的眸子里满是震惊，心底掀起滔天巨浪。亲传弟子，师尊居然真的收他为亲传弟子了？难道真的是因为他的体质？可就算如此，也不必做到这般地步。韩清雪满心疑惑，却不敢忤逆师尊的话，只能强压下心底的震撼与酸涩，微微颔首。叶云抬眼看向韩清雪，目光落在她清冷绝美的容颜上，心头不禁暗叹：眼前的韩清雪素白淡雅，冰清玉洁，如同雪山之巅的千年雪莲，冷傲又纯净；而师尊白玉雪火红妖娆，媚骨天成，如同烈焰中盛放的牡丹，热辣又夺目。一冰一火，一冷一热，一洁一艳，皆是世间罕见的角色，各有风姿，各有韵味，让人移不开眼。叶云对着韩清雪拱手，脸上露出少年人爽朗的笑意，语气轻松欢快，没有半分拘谨，带着几分亲近：“清雪师姐，以后我就是你师弟了。师弟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往后在宗门里若是有不懂的地方，惹了麻烦，还得麻烦师姐多多关照，多多指点。师弟先谢过师姐了。”他的语气轻快，眉眼弯弯，带着几分少年的跳脱，打破了屋内的清冷沉寂。韩清雪看着他阳光灿烂的模样，脸颊微不可察的泛起一层薄红，耳根也悄悄染上粉色，心底的慌乱更甚，却依旧维持着清冷的矜持，轻轻点了点头，声音淡而柔和：“师弟客气了，同为师尊门下，相互照拂是应该的，你不必多礼。”他的话不多，却字字真切，没有半分高傲，只是骨子里的清冷让他无法像叶云那般外放热情。白玉雪看着二人互动，眼底闪过一丝深意，随即挥了挥手，语气淡然：“清雪，叶云刚入宗，外门诸多规矩，场所都不熟悉，你先带他下山，回外门安顿好，有什么需要的，你替他打点一二。”“是，师尊。”韩清雪躬身应道，没有半分迟疑。叶云也连忙对着白玉雪躬身行礼，语气恭敬：“弟子叶云告退师尊，师尊安心修炼，弟子2日之后必来赴约。”他特意提了2日之约。白玉雪凤眸微挑，眼底掠过一丝满意，微微颔首。叶云与韩清雪并肩转身，缓步走出竹屋，翠竹掩映的小路上，两道身影一前一后，渐渐远去。白玉雪站在竹屋门口，望着二人消失在竹林深处的背影，火红的裙摆在风中轻轻浮动，清冷的脸上渐渐泛起一抹柔意，心底暗自思忖：叶云，你就算回到外门，就算想凭自己的努力立足，也终究逃不出我的掌心。有清雪在中间照拂，你的一举一动都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的纯阳之体是我修复伤势、突破瓶颈的唯一希望，你只能是我的人，谁也抢不走。你自己也别想挣脱。清雪性子清冷，心思纯粹，让他看着叶云，再合适不过，也省了我不少心思。白玉雪收回目光，转身回到竹屋，指尖轻轻抚过丹田位置，感受着体内已然淡化不少的邪毒，嘴角勾起一抹笃定的笑意。孤峰的山路蜿蜒曲折，两侧翠竹成荫，偶有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环境清幽静谧。韩清雪走在前方，素白的身影亭亭玉立，叶云跟在他身后半步之遥。两人一路沉默，没有说话，只有脚步声在山间回荡。叶云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韩清雪的后背上，素白的长裙紧贴着她的身形，勾勒出流畅而完美的曲线。削瘦的肩线干净利落，纤腰盈盈一握，不盈一握，往下延伸，线条柔和又挺拔。清冷的气质配上这绝美的身姿，宛如遗世独立的仙子，让人不敢亵渎，却又忍不住心生向往。清雪师姐的身姿也太绝了，和师尊的火辣完全不同，是那种清冷干净的美，光是一个背影就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落雪宗果然是藏龙卧虎，随便一位长老的亲传弟子都是这般角色。要是能和清雪师姐……叶云想得入神，眼神直直地盯着韩清雪的后背，脚步不自觉地加快，完全没注意到前方的韩清雪突然停下了脚步。砰一声轻响，叶云的额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韩清雪的后背上，柔软的触感瞬间传来，带着淡淡的青梅冷香，萦绕在鼻尖，温软又细腻。叶云瞬间回过神，整个人都僵住了，脸颊唰的一下爆红，从额头红到脖颈，耳根烫得能煎鸡蛋。他连忙后退一步，双手慌乱地摆着，眼神躲闪，不敢看韩清雪。
语气满是尴尬与歉意，结结巴巴的道歉：“对不起，清雪师姐，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才走神了，没看到你停下，真的非常抱歉，有没有撞疼你？”他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挠着后脑勺，满脸的不自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自己居然撞在了师姐的后背上，还走神想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简直是太失礼了。韩清雪被撞的身体微微一颤，后背传来轻微的触感，温温的，带着少年人的温度。她的脸颊瞬间泛起一层绯红，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慌乱，心跳莫名加速，咚咚直跳，连呼吸都乱了几分。她缓缓转过身，素白的脸颊泛红，却依旧强装镇定，轻轻摇了摇头，声音柔了几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无妨，是我突然停步，不怪师弟。”他顿了顿，看着叶云窘迫慌张的模样，心底的慌乱渐渐平复，反而生出一丝柔软，清冷的眸子里多了几分温和。“你刚入外门，人生地不熟，若是在外门遇到有人故意刁难，或是修炼上遇到疑难，又或是生活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尽可以来孤峰西侧的竹屋找我，我平日里都在修炼，随时都在。”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对一个男子说出这般关照的话。说完之后，脸颊的红晕更浓，连忙别过脸，不敢看叶云的眼睛。叶云心里一暖，所有的尴尬瞬间消散，对着韩清雪深深拱手，语气真诚又感激：“多谢清雪师姐，师姐人真的太好了，师弟记下了，日后若是真的遇到麻烦，我一定厚着脸皮来找师姐帮忙，绝不跟师姐客气。”韩清雪轻轻颔首，没有再多言，继续迈步往前走，只是脚步比之前慢了些许，脸颊的绯红久久没有褪去。一路沉默，两人很快便走到了外门山门处。青石板铺旧的广场上，往来的外门弟子络绎不绝，大多是前往修炼场武技阁的弟子，人声渐起，与孤峰的清幽截然不同。韩清雪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叶云，清冷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平静：“外门弟子宿舍在东侧区域，沿着这条青石板路一直走，转过3个拐角便到，你自行过去即可，我便送你到这里，往后在宗门好自为之。”叶云对着韩清雪拱手作揖，脸上带着笑意：“多谢清雪师姐一路相送，麻烦师姐了，师姐慢走，改日师弟再去拜谢师姐。”韩清雪微微颔首，不再多言，素白的身影转身，朝着孤峰的方向缓步离去，很快便消失在竹林的尽头。叶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浅笑，随即收敛心神，转身朝着外门宿舍的方向走去。外门宿舍的拐角处种着几株低矮的灌木，孙浩正靠在灌木旁，双手背在身后，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脸上满是得意洋洋的神色，脚步轻快，心情好到了极点。他从早上醒来就一直盼着叶云的死讯，在他心里，叶云早已被大武师3重巅峰的凌霄收拾得干干净净，说不定早就抛尸荒野，再也回不来了。叶云啊叶云，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我，跟我抢床位，跟我作对，下场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你没了，宿舍里再也没人跟我作对，赵虎他们都是些憨货，不足为惧。孙浩越想越得意，嘴角的笑容都快咧到耳根了，正准备转身回宿舍，抬眼的瞬间，笑容瞬间僵在脸上，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只见叶云正缓步朝着宿舍走来，衣衫整齐，精神抖擞，面色红润，浑身透着一股意气风发的劲头，哪里有半分被人教训狼狈不堪的样子，完完整整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孙浩的瞳孔骤缩，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脚步不受控制的踉跄后退一步，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满眼的震惊与不可置信，声音都在发抖：“你怎么会在这里？”他的心底疯狂呐喊，几乎要崩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凌霄哥可是大武师3重巅峰，出手狠辣，从不留情，怎么可能收拾不了一个刚入宗的叶云？他居然毫发无损的回来了，还精神这么好，难道凌霄哥没动手？还是说叶云这小子有什么底牌，连凌霄哥都奈何不了他？叶云看着孙浩这复见了鬼一般的惊恐模样，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缓步走上前，目光直直地锁定孙浩，语气带着十足的戏谑与嘲讽：“孙浩，怎么了？看到我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很意外，很失望，是不是心里正盘算着我叶云最好永远别回来，永远消失在这座雪宗，你就能高枕无忧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直直戳中孙浩的心思。孙浩被他看得心慌意乱，眼神躲闪，不敢与叶云对视，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支支吾吾的辩解，话都说不利索：“我没有，你别胡说八道，我只是昨天一天没看到你，大家都很担心你，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没想到你回来了，我只是太惊讶了。”他的语气慌乱，眼底的恐惧与慌张都藏不住，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心虚。担心我？叶云嗤笑一声，步步紧逼，身上大武师4重的气息隐隐散发出来，压迫感瞬间笼罩孙浩。孙浩，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昨天唆使凌霄来找我麻烦，想借他的手除掉我的人就是你吧？你以为找个凌霄就能置我于死地？你太天真了。叶云的眼神骤然变冷，语气带着刺骨的寒意：“我今天能回来，就说明凌霄内合不了我，而你，孙浩，咱们之间的账慢慢算，不急。”感受到叶云身上骤然爆发的冷意与威压，孙浩吓得浑身一哆嗦，双腿发软，
几乎要瘫坐在地上。他知道叶云这是记恨上他了，以叶云现在的本事，想要收拾他易如反掌。孙浩再也不敢多留一秒，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转身就跑，慌不择路，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连滚带爬的朝着宿舍外冲去，狼狈不堪，头都不敢回一下。叶云看着孙浩落荒而逃的背影，嘴角的冷笑渐渐消失，眼神变得冰冷而凌厉，心底暗自冷哼：孙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我，从抢床位到借刀杀人，步步紧逼，想置我于死地。原本我不想跟你一般计较，可你偏偏不知好歹，得寸进尺，留着你终究是个祸患，迟早会在背后给我捅刀子。等明天解决了王鹏的生死战，站稳了脚跟，下一个就是你。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一次性跟你算清楚，让你知道惹到我叶云是什么下场。他收回目光，不再理会孙浩，转身走进了外门宿舍。外门宿舍内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赵虎、周文、李牧等人此刻都还在修炼场刻苦修炼，想要趁着年轻多提升几分修为。只有叶云一人回来。叶云走到自己的石床旁，盘膝坐下，双目紧闭，摒弃所有杂念，开始运转体内的太玄合欢经。浑厚的玄力如同奔腾的江河，顺着经脉缓缓流淌，从丹田出发，游走四肢百骸，不断冲刷着经脉，夯实着大武师4重的修为根基。昨夜突破带来的些许虚浮感，在玄力的不断运转下渐渐消失，修为愈发扎实稳固，玄力的掌控也愈发精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的玄力比之前浑厚了3倍不止，肉身强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每一寸肌肤，每一块筋骨都充满了力量，与大武师1重时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足足1个时辰，叶云才缓缓睁开双眼，眼底闪过一丝精芒，周身的气息平稳内敛，大武师4重的修为已然彻底稳固，没有半分虚浮。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骨骼发出咔咔的轻响，浑身充满了力量，神清气爽。随即叶云不再耽搁，开始演练昨夜系统奖励的已然达到圆满熟练度的残阳拳。他站在宿舍中央，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沉腰坐马，周身玄力运转，一拳打出，旋风呼啸，带着炽热的气息，气势刚猛霸道。残阳出生，落日融金，残阳气血，3式残阳拳被他信手拈来，每一招每一式都流畅自然，玄力与肉身完美契合，拳影重重，刚猛无愁，拳风席卷间，连屋内的空气都泛起阵阵涟漪。圆满熟练度的残阳拳威力远超之前，每一拳都蕴含着崩山裂石之力，就算是大武师5重的修士，硬接这一拳也要退避3舍。叶云一遍遍演练，将残阳拳的精髓彻底融入骨髓，感受着玄力的运转轨迹，熟悉着大武师4重的力量，不断打磨着自己的武技与战力。明天便是与王鹏的生死战，他必须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以绝对的实力碾压对手，站稳脚跟，让所有看不起他、针对他的人都知道他叶云的厉害。宿舍内拳风呼啸，少年的身影挺拔如松，在一遍遍的演练中，实力稳步攀升，等待着生死战的到来，也等待着与白玉雪的2日之约。几个时辰悄然流逝，夕阳斜坠，将落雪宗外门的屋舍镀上一层暖金，细碎的光缕透过石窗洒在宿舍的青石地面上。叶云刚收了残阳拳的权势，周身浮动的玄力缓缓归入丹田，宿舍门外便传来一阵急促又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压抑的激动。哐当一声，木门被猛地推开，赵虎、周文4人鱼贯而入，脸上还挂着修炼后的薄汗，粗布衣衫被汗水浸得微湿。4人一进门，目光便死死锁定在床榻上盘膝而坐的叶云，原本紧绷的脸庞瞬间炸开狂喜，脚步一顿后，齐刷刷冲了上去。叶云兄弟，你可算回来了！赵虎嗓门最大，一把攥住叶云的胳膊，力道大的几乎要将他拽起来，铜铃大的眼睛里满是后怕与欣喜。我们从修炼场回来没见你，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到处找都找不到，可把我们急坏了。周文扶了扶额头，长舒一口气，脸色依旧带着几分担忧。是啊，叶云，昨天早上你走后就彻底没了踪影，一天一夜都没回宿舍，孙浩还在一旁阴阳怪气，我们都快担心死了，生怕你被凌霄或者王鹏的人暗算了。李牧挠着后脑勺，憨厚的脸上满是庆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没事比什么都强。张元也连连点头，眼底的焦灼彻底散去。以后可别一声不吭就消失这么久了，我们几个真的扛不住担心。4人围着叶云，七嘴八舌的倾诉着担忧，没有半分虚情假意，全是实打实的同门情谊。叶云心头一暖，嘴角扬起温和的笑意，抬手拍了拍赵虎的胳膊，轻声安抚：让各位兄弟担心了，是我的不对，昨天因为有点事情，也没来得及跟你们说一声，我没事，毫发无损，大家尽管放心。他刻意隐去了白玉雪的事情，只含糊带过，毕竟那是关乎性命的秘密，绝不能透露半分。赵虎等人闻言，这才彻底放下心来，纷纷拍着胸口庆幸。可就在这时，赵虎盯着叶云的眼神骤然一变，眉头紧紧皱起，下意识地运转玄力，想要探查叶云的修为。可这一探，他却浑身一震，瞳孔猛地放大，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震惊与不可思议。他竟然看不透叶云的修为。叶云站在那里，周身玄力内敛，气息平稳的如同深潭，
明明就站在眼前，却仿佛与周遭的空气融为一体。别说看出具体境界，连一丝旋律波动都捕捉不到。要知道，几天前叶云入宗时，修为还只是明眼人都能看穿的50境10重，不过短短几天，居然能内敛到让他这个大52重的修士看不透。赵虎咽了咽口水，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试探着开口：“叶云兄弟，我怎么看不透你的修为了？你这几天难道修为突破了？”这话一出，周文、李牧、张元也纷纷凝神探查，结果和赵虎一样，皆是满脸震惊，看向叶云的目光如同看怪物一般。叶云勾了勾唇角，眼底闪过一丝自信的锋芒，没有直接回答修为的问题，反而迎着4人紧张的目光，淡淡开口，语气轻描淡写，却带着碾压一切的笃定：“你们放心，明天和王鹏的生死战，我有十足的把握。”把握？赵虎急得挠头，王鹏可是大52重巅峰，在外门混了2年，武技娴熟，心狠手辣，兄弟你可别硬撑啊！到底有几成把握？你跟我们说实话。叶云抬眼，目光扫过4人担忧的脸庞，薄唇轻启，吐出一句让全场瞬间死寂的话：“9一开，我9，他1，1分钟之内，我能杀他9次。”嗡！赵虎4人如同被惊雷劈中，齐刷刷僵在原地，嘴巴张得能塞下鸡蛋，满脸的难以置信，大脑一片空白。1分钟杀9次，这可不是切磋，是生死战。王鹏可是外门老牌强者，叶云一个刚入宗的新人，居然敢放此狂言。周文最先回过神，咽了咽口水，声音发颤：“叶云兄弟，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王鹏他的话没说完，却对上叶云认真无比的眼神。叶云的目光清澈而锐利，没有半分戏谑与虚浮，满满的都是势在必得的笃定，那是一种凌驾于对手之上的绝对自信，绝非口出狂言。4人看着叶云的眼神，心底的质疑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翻江倒海的震撼。他们突然意识到，眼前的叶云早已不是几天前那个刚入宗的普通新人了。落雪宗外门西侧，一处僻静的独门小院里，气氛肃杀。院内立着半人高的玄铁炼宫桩，桩身布满密密麻麻的拳印，深可见痕。王鹏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肌肤上汗水淋漓，每一拳砸出都带着呼啸的拳风，旋力炸裂间，炼宫桩微微震颤。他的修为已然稳固在大52重巅峰，距离3重只有1步之遥，在外门弟子中算得上是顶尖梯队的存在。砰！又是一记重拳砸下，玄铁炼宫桩应声裂开一道细纹。王鹏收拳，喘着粗气，眼底闪过一丝倨傲。明日的生死战，他势在必得，不仅要夺回武技，还要让叶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死在生死擂上，立威外门。就在这时，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翻进小院，脚步轻得如同狸猫，瞬间打断了王鹏的修炼。王鹏眉头猛地一皱，眼中闪过戾气，转身怒喝：“谁敢闯我的居所？活腻了！”来人正是孙浩，他连忙堆起谄媚的笑容，快步上前，对着王鹏躬身行礼：“王鹏哥，是我，孙浩。”王鹏看清来人，脸色稍缓，却依旧带着不耐：“你来做什么？我明日还要备战生死战，没空跟你闲聊。”孙浩连忙上前，压低声音，神色凝重：“王鹏哥，我是特意来提醒你的，明天的生死战，你千万要小心叶云，那小子绝对不简单。昨天凌霄哥去找他麻烦，结果非但没收拾了他，叶云还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实力深不可测。”他添油加醋的说着，试图让王鹏重视叶云，毕竟他还指望王鹏替他除掉这个眼中钉。可王鹏听完却嗤笑一声，满脸不屑，挥了挥手，如同驱赶苍蝇一般。一个刚入宗的毛头小子能有什么本事？凌霄那是大意了，真当我是凌霄那种蠢货？大51重的废物，就算有点机缘，又能翻起什么风浪？明天的生死擂，我一拳就能碾死他，何须小心？孙浩看着王鹏自负的模样，心底暗自摇头，暗骂王鹏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叶云连凌霄都奈何不了，岂是等闲之辈？可他脸上不敢表露半分，只能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枚割卵大小、通体血红的丹药，递到王鹏面前：“王鹏哥，我知道你实力强悍，这是我好不容易弄到的暴气丹，服用之后能临时提升1成修为，关键时刻能保命，你拿着以防万一。”孙浩凑到王鹏耳边，小声密语了几句，叮嘱他生死战关键时刻再服用，随即不敢多留，躬身告退，转身匆匆离去。王鹏看着掌心那颗血红的暴气丹，鼻尖哼出一声不屑，随手将丹药丢进储物袋，眼底满是轻蔑。暴气丹可笑，对付一个新人还需要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简直是多此一举。在他眼里，叶云依旧是那个随手可灭的蝼蚁，根本不配让他动用底牌。翌日清晨，天光大亮，内外门交界的生死擂台前早已人山人海。这座擂台通体由墨色玄铁铸造，长宽各10丈，擂台四壁刻满古朴的镇杀符文，能强行压制战斗余波，防止伤及观众。平日里生死战极少，擂台冷冷清清，可今日却被围得水泄不通，里3层外3层，挤得水泄不通。新入门的弟子满脸好奇，凑在最前排窃私语。外门老牌弟子抱着胳膊，等着看叶云这个新人的笑话，甚至还有不少内门弟子隐匿在暗处，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观望这场外门的生死博弈。擂台东侧的观景阁楼，雕梁画栋，轻纱漫帐，檀木桌椅上摆着精致的苓茶与点心，
熏香袅袅，环境雅致清幽，与下方喧闹的人群截然不同。阁楼内站着2位绝色女子，一娇一柔，风姿各异，堪称人间绝色。左侧的少女一身粉白罗裙，脸蛋圆圆，眼如杏核，睫毛细长卷曲，看起来娇萌可爱，宛若未成年的稚兔，可身材却火辣的惊人，曲线起伏夸张，胸前饱满挺拔，反差感十足。她正是内门弟子赵星月，天生娇憨，性子活泼。右侧的女子身着月白长裙，身姿修长纤细，腰肢如柳，眉眼温婉，肌肤胜雪，气质温柔如水，宛若江南水乡走出的大家闺秀，一颦一笑都带着治愈人心的温婉。她是内门有名的温柔仙子穆婉瑶，修为不俗，容貌绝美，是无数内门男弟子的白月光。赵星月扒着雕花栏杆，小脑袋探得老长，好奇地盯着下方的生死擂台，叽叽喳喳地拉着穆婉瑶的胳膊。婉瑶姐，婉瑶姐，你说今天这场生死战谁能赢啊？我听说那个叫叶云的才刚入宗没几天，就是个外门新人，居然敢跟王鹏打生死擂，也太可怜了吧。穆婉瑶端着一杯灵茶，轻抿一口，温婉的眉眼弯起，声音柔得像水。星月，生死战各凭本事，愿赌服输，谈不上可怜。王鹏是外门老牌弟子，修为稳固，叶云虽是新人，却敢应下生死擂，或许也有几分底气。他本是被赵星月硬拉来的，原本打算看完就走，对这场外门的小打小闹本无兴趣，能有什么底气啊？赵星月撅起小嘴，晃着穆婉瑶的胳膊撒娇。王鹏可是大武士2重巅峰，那新人顶多1重，肯定会被打死的。婉瑶姐，我们别走好吗？陪我看完吗？万一那新人真的要输了，我们还能出手救他一命呢。穆婉瑶被他晃得无奈，指尖轻点他的额头，眼底满是宠溺。你呀，就爱凑热闹。好好好，我陪你看完，不先走了。这下满意了吧？耶，婉瑶姐最好了。赵星月欢呼一声，重新把目光投向擂台，眼睛亮晶晶的。此时的生死擂台上，王鹏早已一袭劲装，负手而立，身姿挺拔，面色倨傲，目光扫过台下人群，却始终不见叶云的身影。太阳渐渐升高，王鹏的脸色越来越沉，眼底的不耐化作戾气。他冷哼一声，声音运起旋律，传遍全场。叶云，你个言而无信的缩头乌龟，既然敢因下生死战，却不敢来赴约，是怕了吗？是躲在哪个角落瑟瑟发抖，不敢出来受死了？这话一出，台下瞬间炸开了锅，议论声此起彼伏。看来这叶云是真的怕了，居然不敢来。刚入宗就敢狂言挑战王鹏，现在知道怕了，晚了。缩头乌龟，不配做修行之人。嘲讽声、鄙夷声不绝于耳。就在所有人都认定叶云不敢来的时候，一道清冷挺拔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人群尽头。叶云一袭青色外门长袍，身姿如松，步履从容，周身气息沉稳内敛。赵虎、周文4人紧随其后，快步走向擂台。叶云的脸上没有半分慌乱，更没有半分惧色，目光直直锁定擂台上的王鹏，薄唇轻启，声音清冷，带着十足的嘲讽，穿透全场的喧闹。王鹏，你这么急着上台，是急着去送死吗？我还没嫌早，你倒是先等不及了。声音落下，全场瞬间死寂。王鹏的脸色唰的一下黑如锅底，死死盯着叶云，咬牙切齿。叶云，你敢戏耍我？叶云缓步走上擂台，与王鹏遥遥相对，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意。戏耍你？你还不配。我只是没想到有人这么急着求死，既然如此，我便成全你。你！王鹏气得浑身发抖，旋力瞬间涌动，牙尖嘴利，等会儿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台下众人看着叶云，皆是满脸震惊，这新人也太狂了吧，面对王鹏还敢这么嚣张。奇怪，我怎么看不透他的修为？他到底是什么境界？年纪轻轻，气度倒是不凡，就是不知道实力配不配得上这份底气。观景阁楼上，赵星月看到叶云的瞬间，眼睛猛地一亮，小手捂住嘴巴，惊呼出声：哇，婉瑶姐，他好帅啊，比内门那些师兄好看100倍。这么帅的人要是死在擂台上，也太可惜了。婉瑶姐，我们一定要救他。穆婉瑶的目光也落在叶云身上，少年身姿挺拔，眉眼俊朗，气度从容，明明身处万众瞩目之中，却依旧淡定自若，这份气质远比内门那些眼高于顶的弟子出众。他的脸颊微微泛起一丝薄红，轻声道：确实，容貌气度皆是上乘。哟，赵星月眼珠子一转，凑到穆婉瑶耳边打趣：婉瑶姐，内门那么多天才弟子追你，你看都不看一眼，现在居然夸一个外门弟子帅，我看你是动心了吧？穆婉瑶的脸颊瞬间爆红，伸手轻拍他的额头，羞恼道：羞的胡言，我只是觉得他气质独特，并无其他心思。看着穆婉瑶娇羞的模样，赵星月捂嘴偷笑，眼底满是狡黠。擂台上，叶云与王鹏相对而立，旋律悄然涌动，一场关乎生死的博弈一触即发。叶云与王鹏遥遥对立，两人周身的气息形成极致鲜明的反差。王鹏双目赤红如血，眼底翻涌着刻骨的怨毒与狠戾，右手死死攥着柄玄铁大刀，指节因用力过度而泛白，手臂上青筋暴起，浑身散发着择人而逝的凶气。叶云则双手自然垂于身侧，脊背挺拔如苍松，眉眼平淡无波，连一丝一毫的紧张都没有，仿佛站在对面的不是要与他决生死的对手，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路人。
王鹏被叶云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彻底激怒，心底的戾气几乎要冲破胸膛。他咬牙切齿，声音如同淬了毒的刀锋，一字一句砸在擂台上。叶云，别在这给我装模作样！你以为躲得过一时就能躲得过生死？现在立刻跪在擂台上，给我磕3个响头赔罪，再把你私藏的武技双手奉上，我还能大发慈悲，取消这场生死战，留你一条全尸。若是再敢顽抗，今日这生死擂就是你的埋骨之地，我会将你碎尸万段，让你知道得罪我王鹏的下场。他的狠话掷地有声，旋律裹挟着声音传遍全场，台下的议论声瞬间小了大半。所有人都盯着擂台上的叶云，等着看他如何回应。叶云闻言，只是轻轻嗤笑一声，嘴角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弧度，连眼神都懒得往王鹏身上多放。道歉？就你也配？生死战是你3番5次逼迫我应下的，现在见我有恃无恐，就想反悔取消？晚了，今日这擂台，要么你躺下去，要么我走下去，没有第3条路可选。轻飘飘几句话，却带着碾压一切的笃定，彻底点燃了王鹏的怒火。王鹏气得浑身发抖，玄力在体内疯狂奔涌，玄铁大刀发出嗡嗡的嗡鸣，仿佛下一秒就要劈斩而出。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际，一道苍老而威严的身影骤然从人群中飞起，脚尖轻点擂台边缘，稳稳落在台中央。来人是落雪宗外门执法长老周通，一身灰布长袍，白发苍颜，面容肃穆，周身散发着大武师五重的浑厚气息，是专门负责主持外门生死战的长老。周通目光扫过叶云与王鹏，手中凭空出现一卷玄铁色的生死契约，卷轴展开，上面刻着宗门生死战的规矩，字迹泛着玄光。生死战，戾气为证，一旦落笔，生死各安天命，胜方无需担责，败方生死道消，宗门概不干预，事后任何一方亲友不得寻仇报复。他将契约递到两人面前，声音冷硬，最后问一次，你们2人确定要签此生死契？我确定。王鹏几乎是抢着开口，一把夺过周通手中的灵笔，手腕用力，在契约上狠狠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狰狞，透着不死不休的狠劲。叶云从容上前，指尖接过灵笔，手腕轻转，叶云2字落笔凌厉，一气呵成，没有半分迟疑。周通收回契约，目光落在叶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看着这张年轻到过分的脸庞，暗暗摇了摇头。在他看来，叶云不过是刚入宗的新人，修为顶多大武师一重，面对王鹏这等外门老牌强者，根本毫无胜算。这一笔下去，无异于自寻死路。他没再多言，收起契约，纵身飞下擂台，站在台侧，准备主持战斗。生死战正式开始。周通的话音刚落，王鹏便率先发难：“叶云，受死！”王鹏暴喝一声，双脚猛地蹬踏擂台，玄力灌注双腿，身形如离弦之箭般扑向叶云，手中玄铁大刀高举过头顶，青色玄力疯狂凝聚，化作一道半丈长的凌厉刀芒，带着劈山断石之势，狠狠朝着叶云的头顶劈斩而下。刀锋呼啸，刮得擂台表面的玄铁都发出刺耳的声响。台下弟子纷纷惊呼，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生怕被战斗于波波及。赵虎4人攥紧了拳头，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死死盯着擂台上的叶云。面对这是大力沉的一刀，叶云依旧面色平淡，脚步只是轻轻一错，施展出清风步，身形如同风中柳絮，轻飘飘地向左侧挪移半尺。砰！刀芒狠狠砸在擂台上，玄铁台面炸开一道细小的裂纹，碎石飞溅，被擂台符文瞬间压制。王鹏这志在必得的一刀，竟连叶云的衣角都没碰到。王鹏瞳孔骤缩，脸上闪过一丝不可置信。怎么可能？他不信邪，手腕翻转，大刀舞得密不透风，刀影重重叠叠，将叶云周身所有退路尽数封锁。青色刀芒如同暴雨般朝着叶云倾泻而去。狂风刀阵，给我碎！一时间，擂台上刀光闪烁，劲风肆虐。可叶云的身影却始终在刀影中闲庭信步，流云步施展到极致，身形飘忽不定，每一次躲避都精准到极致。无论王鹏的攻击如何迅猛，都始终差之毫厘，根本碰不到他分毫。数十招过后，王鹏已经气喘吁吁，额头上布满冷汗，玄力消耗巨大，握着大刀的手都开始微微发抖。他停住攻击，死死盯着叶云，脸上写满了震惊与荒谬，声音都开始发颤：“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我乃大52重巅峰，你的速度怎么可能比我还快？你明明只是个刚入宗的废物，怎么可能躲开我的所有攻击？”王鹏的内心彻底翻江倒海，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刚入宗的新人，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一定是巧合，是我大意了。叶云停下脚步，淡淡瞥了他一眼，语气轻描淡写，却带着极致的碾压：“你打够了，打够了，就该我出手了。”台下早已炸开了锅，赵虎4人瞪大了眼睛，满脸的狂喜与震撼。赵虎忍不住低吼出声：“叶云兄弟也太厉害了！王鹏的攻击连他边都碰不到。”周文喃喃自语：“我就知道，叶云兄弟没说大话，他真的有底气。”李牧和张远激动得浑身发抖，拼命为叶云加油。人群的角落，孙浩缩着脖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刚刚看到王鹏久攻不下，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可转念想到自己送给王鹏的爆气丹，又稍稍镇定下来，眼底闪过一丝阴狠。慌什么？王鹏还有爆气丹，
等他服丹，叶云必死无疑。外门弟子们更是议论纷纷，满脸惊愕，这新人也太变态了吧！王鹏的狂风刀阵居然伤不到他分毫，我怎么看不透他的修为？他到底藏了多少实力？难道王鹏今天真的要栽在一个新人手里？台侧的周通长老眉头紧锁，原本笃定的眼神渐渐变得凝重，死死盯着叶云，心中暗自思忖：这小子的身法精妙，气息沉稳，绝对不是大武士一众。难道我真的看走眼了？观景阁楼之上，赵新月扒着栏杆，小脸蛋长得通红，激动地拍手叫好：哇，婉瑶姐，她也太厉害了吧！轻轻松松就躲开了所有攻击，比内门的师兄都厉害。他身旁的穆婉瑶温婉的眉眼间第一次露出明显的意外，眸光紧紧锁定在擂台上的少年身上，素手轻轻攥着裙摆，内心泛起波澜。他的身法灵动飘逸，旋力运转，毫无滞色，气息内敛深沉，绝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这份从容，绝非大武士一众能拥有的。擂台上，叶云不再与王鹏周旋，他缓缓抬起右手，白色旋力在掌心凝聚，化作一道温润却浑厚的掌印，正是流云掌。对付比自己低2重境界的王鹏，他连残阳拳都无需施展，一招流云掌足矣。流云掌，叶云轻吐2字，掌印轻飘飘地朝着王鹏拍去，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王鹏见状，嗤笑一声，满脸不屑：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他举刀横挡，想要应接这一掌，我倒要看看你这花架子有什么用！砰！掌印与大刀轰然相撞，一股远超王鹏想象的巨力顺着刀身席卷而来，他只觉得虎口剧痛，仿佛被千斤巨石砸中，玄铁大刀瞬间脱手飞出，重重砸在擂台之下。噗！王鹏口吐鲜血，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狠狠砸在擂台边缘，连续翻滚数圈才停下，浑身骨头仿佛都散了架，挣扎了数次都没能爬起来。全场瞬间死寂，若真可闻。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擂台上吐血到地的王鹏，再看看依旧云淡风轻的叶云，大脑一片空白。台侧的周通长老瞳孔骤然收缩，浑身一震，压低声音，满脸震惊的呢喃：看走眼了，彻底看走眼了！这小子居然是大武士4重境界，刚入宗便达到大武士4重，这份天赋就算在内门弟子中也是顶尖存在。这小子是个妖孽！死寂过后，台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哗。大武士4重，我的天，他居然是大武士4重，刚入宗就4重，这是什么怪物天赋？王鹏输定了，差了2重境界，根本没得打。孙浩瘫软在地上，面如死灰，浑身瑟瑟发抖，眼底的最后一丝希冀彻底破灭。完了，全完了！大武士4重，连凌霄都不是对手。王鹏怎么可能赢叶云？居然这么强！观景阁楼之上，赵新月惊呼出声，小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大武士4重，婉瑶姐，他居然是大武士4重，太不可思议了！刚入宗就有这等修为，比我们内门的核心弟子都厉害。穆婉瑶的眸光彻底变了，紧紧盯着叶云挺拔的身影，温婉的脸庞上满是意外与探究，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大武士4重，他才刚入宗门几日，便有如此修为，这份天赋堪称逆天。落雪宗何时出了这等人物？他的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就在全场震惊之际，擂台另一侧的内门观景阁中却是另一番景象。3间相连的雅致阁楼里，3名身着内门弟子服饰的年轻男子负手而立，皆是满脸傲气，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的生死擂，眼神中满是不屑与鄙夷。为首的男子名叫慕容云，生得一副极好的皮囊，面容俊美，白衣胜雪，可眉眼间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柔之气，眼神狭长，给人一种阴质不喜的感觉。他乃是内门顶尖弟子，修为达到大武士8重，出身宗门世家，向来眼高于顶，从不把外门弟子放在眼里。他身旁的2名跟班李强和赵磊皆是大武士5重修为，对慕容云马首是瞻。李强嗤笑一声，满脸不屑：云哥，这外门的打斗也太无趣了，王鹏就是个废物，连个刚入宗的新人都搞不定，简直丢我们落雪宗的脸。赵磊连忙附和，随即话锋一转，凑到慕容云身边，满脸谄媚：就是云哥，别为这些垃圾浪费时间了。对了，小弟一直好奇，云哥你追求穆婉瑶仙子进展如何了？那可是我们内门第一温柔仙子，容貌绝世，性子温婉，多少内门弟子都惦记着呢。提起穆婉瑶，慕容云原本漫不经心，阴柔淡漠的脸色终于稍稍郑重了一分，嘴角勾起一抹自负的笑意，语气笃定无比：穆婉瑶不过是我囊中之物罢了，我数次为她寻来天才地宝，修炼时亲自指点她瓶颈，论容貌，论修为，论家世，我慕容云在内门皆是顶尖，她早已对我心生好感，不敢拒绝，追她不过是时间问题，10拿9稳，用不了多久，她便会乖乖做我的道侣。李强和赵磊连忙竖起大拇指，满脸奉承：云哥厉害，不愧是内门天才，穆仙子那般人物，也只有云哥你配得上。慕容云淡淡颔首，眼底满是志在必得，压根没把下方的叶云放在眼里，只当他是个侥幸崛起的外门跳梁小丑。擂台上变故陡生，原本到地不起的王鹏突然挣扎着用手撑着地面，一点点爬了起来。王鹏嘴角淌血，衣衫破烂，眼神却变得无比疯狂，如同濒死的饿狼，死死盯着叶云，怨毒几乎要溢出来。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
王鹏颤抖着伸进储物袋，摸出那枚孙浩送给他的通体血红的爆气丹，指尖攥得紧紧的，眼底闪过一丝决绝。叶云，我不甘心，我不可能输给你！他嘶吼一声，猛地将爆气丹塞进嘴里，狠狠咽下。那是爆气丹，是透支生命、临时提升修为的禁丹。王鹏疯了，台下瞬间爆发出惊恐的呼喊，所有人都没想到王鹏竟然会狠到这种地步。话音未落，擂台上的王鹏身上气息开始疯狂暴涨，大53重、大54重、大54重巅峰，仅仅瞬息之间，他的修为便冲破至骨，直接踏入了大55重初期。可与之相伴的是极致的惨状，他浑身血管紧绷凸起，如同青色的小蛇盘踞在皮肤表面，面部渗出血丝，皮肤开始开裂，渗出血珠，身体微微膨胀，周身散发着狂暴而混乱的旋律，整个人如同走火入魔的怪物，再也没有半分往日的模样。啊！王鹏发出痛苦而疯狂的嘶吼，声音嘶哑难听。他捡起地上的玄铁大刀，猩红的眼神死死锁定叶云，带着誓死不归的决绝。叶云，我要你陪葬，就算燃尽生命，我也要拉着你一起死，不惜透支生命也要拉着叶云同归于尽。崩山裂地刀，他倾尽所有力量，将爆气丹催生的玄力全部灌注于大刀之中，黑色刀芒暴涨至数10丈，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狠狠朝着叶云劈斩而下。刀锋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撕裂，发出刺耳的爆鸣，同归于尽的气势席卷全场。这一次，所有人都以为叶云必输无疑。叶云眉头骤然蹙起，脸色第一次变得凝重起来，内心暗道：爆气丹这等禁丹副作用极强，会彻底透支本源生机，他这是狗急跳墙，要同归于尽了。临时提升的修为虽虚，但威力不容小觑，必须小心应对。观景阁楼之上，赵新月小脸皱成一团，满是气愤。这个坏人太卑鄙了，居然用禁丹！婉瑶姐，叶云会不会有危险？穆婉瑶脸色微凝，温婉的眸子里泛起一丝担忧，紧紧盯着擂台。爆气丹会强行拔高修为，却会燃烧生命，威力霸道至极，叶云要小心了。擂台下面角落之中，孙浩眼中重新燃起希望，死死盯着擂台。慕容云在阁楼中嗤笑一声，满脸不屑。外门新人终究是不堪一击，这下死定了。台侧的周通长老眉头紧锁，已经做好了出手救人的准备。擂台上面，叶云脸色彻底凝重，他知道刘云长已经挡不住这一击，必须动用残阳拳。他不再保留，周身金色玄力冲天而起，如同烈日绽放，炽热刚猛的气息席卷整个擂台。他攥紧右拳，拳头上金光缭绕，大喝一声，声震四野。残阳拳，第一式，残阳出生。金色拳芒化作一轮出生的残阳，炽热霸道，无坚不摧，迎着那道黑色刀芒轰然相撞。轰！惊天巨响震彻云霄，擂台符文疯狂闪烁，抵挡着恐怖的冲击波。台下弟子被气浪掀得连连后退，尘土飞扬，遮蔽了视线。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烟尘弥漫的擂台。下一秒，金色拳芒势如破竹，直接碾碎黑色刀芒，于劲如同奔雷般狠狠砸在王鹏的胸口。噗！王鹏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直接飞出擂台，重重砸在数丈之外的地面上，再也爬不起来。更恐怖的是，爆气丹的副作用彻底爆发，他的黑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雪白，皮肤迅速褶皱苍老，肌肉萎缩，短短片刻便从壮年男子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生命气息飞速流逝，呼吸越来越弱，最终彻底归于平静。死了，王鹏彻底生死道消。烟尘散去，叶云挺拔的身影立于擂台中央，金色玄力缓缓收敛，衣衫整洁，毫发无损，全场死寂。周通长老飞身上前探查王鹏的气息，摇了摇头，语气复杂：爆气丹燃尽生命，自作自受，生死战，叶云胜。随即他转头看向叶云，眼中满是掩饰不住的赞赏。好小子，大54重，越阶斩杀为5重，天赋绝伦，未来不可限量。话音落下，台下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赵虎4人冲上前，围着叶云激动的欢呼雀跃。外门弟子们看向叶云的目光，从最初的质疑、嘲讽，变成了彻底的敬畏与崇拜。孙浩瘫在地上，面如死灰，知道自己彻底沦为了叶云的眼中钉，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观景阁楼之上，赵新月蹦跳着欢呼，小脸通红。赢了，叶云赢了，太帅了！婉瑶姐，他真的赢了。穆婉瑶站在栏杆旁，温婉的眸子里流转着奇异的光彩，紧紧盯着擂台上的少年，内心的好奇与经验愈发浓烈。大54重，越阶圣敌，还有如此精妙的拳法，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来历？落雪宗怕是要因他掀起波澜了。叶云立于擂台中央，目光缓缓落在台下王鹏那具苍老干瘪的尸体上，眉头微不可察的蹙了蹙，随即轻轻摇了摇头，心底没有半分怜悯，只有对修行界残酷的了然。弱肉强食本就是修行路上的铁律，王鹏从一开始咄咄逼人，抢武技，逼生死战，本就心存恶念，最后宁愿服用爆气丹燃尽生命，也要同归于尽，执念太深，最终落得这般下场，纯属自寻死路，怨不得旁人。叶云收回目光，
周身的玄力彻底归于平静，方才那股炽热霸道的权意消散无踪，又恢复了往日的从容淡然。周通长老缓步走到叶云身边，苍老的脸上满是赞许，抬手轻轻拍了拍叶云的肩膀，语气带着难得的亲和，全然没有执法长老的威严。好小子，年纪轻轻，心性实力皆是上佳，大武师4重越阶斩杀暴气丹加持的伪5重，这份天赋就算放在内门也是万里挑一。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关照之意。你刚入外门，根基未稳，往后在外门若是有人故意刁难，或是修炼上遇到瓶颈，需要资源相助，尽管来外门执法殿找我。我周通在外门待了数十年，些许小事还是能帮你摆平的。叶云闻言，心头猛地一喜，脸上立刻露出恭敬感激的神色，躬身对着周通行了一礼，语气真诚无比。多谢周长老厚爱关照，弟子叶云铭记长老恩情，日后若是真有难处，定不会跟长老客气。没想到一场生死战竟然能得到执法长老的青睐，有周长老在外门照拂，往后叶云在落雪宗外门就算不用依仗白玉雪，也能站稳脚跟，省去不少麻烦。周通笑着点了点头，不再多言，转身示意弟子处理王鹏的尸体。台下的人群渐渐开始散去，议论声依旧此起彼伏，所有人看向叶云的目光都充满了敬畏。赵虎、周文4人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围着叶云七嘴八舌的欢呼。赵虎拍着叶云的肩膀，嗓门洪亮：叶云兄弟，你太给我们长脸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外门的新传奇。走，兄弟，我们回宿舍好好庆祝一番。叶云笑着点头，跟着4人转身准备离开生死擂台。而此刻观景阁楼之上，赵新月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小手紧拽着穆婉瑶的衣袖，小脸蛋长得通红，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叶云的背影，满是崇拜与好感。婉瑶姐，婉瑶姐，我们快下去找他吗？我好想认识一下这个叶云，又帅又强，天赋还这么逆天，太厉害了。他晃着穆婉瑶的胳膊，撒娇似的蹭了蹭，语气满是期待。你看他刚才打王鹏的样子，又哭又洒，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外门弟子呢。我们下去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吗？穆婉瑶站在栏杆旁，温婉的眸子里依旧凝着对叶云的惊艳与好奇，脸颊微微泛着淡红，心底隐隐有一丝悸动，却又带着几分女子的羞涩与纠结。我与他素不相识，贸然前去会不会太过唐突？可他方才擂台上的模样确实与众不同，大武师4重的修为，精妙的残阳拳，实在让人好奇。穆婉瑶被赵新月缠得没办法，看着好友满眼期待的模样，终究是轻轻点了点头，声音柔柔软软：好，都听你的，不过我们过去不可太过唐突。耶，婉瑶姐最好了！赵新月欢呼一声，拉着穆婉瑶的手，快步朝着阁楼下方走去，裙摆飞扬，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另一侧的内门阁楼中，李强和赵磊看着擂台下叶云的身影，脸上满是吃惊，凑到慕容云身边开口：云哥，这小子还真有点东西，居然真的赢了，还越接杀了王鹏。是啊，云哥，大武师4重，刚入宗就有这实力，确实有点天赋。慕容云负手而立，阴柔的脸上依旧满是不屑，狭长的眼眸瞥了叶云一眼，语气轻慢无比：不过是大武师4重罢了，在我大武师6重的修为面前，依旧不堪一击。这点实力在我面前不够看，有一点天赋，但不多。在他看来，叶云不过是个侥幸崛起的外门小丑，根本不配入他的眼。画面一转，另一边，就在叶云跟着赵虎等人即将走出生死擂台的范围时，2道倩影快步上前，轻轻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叶云脚步一顿，抬眼望去，瞬间便被眼前的2道身影惊艳到，瞳孔微微一缩，心底泛起一阵赞叹。前方的少女一身粉白罗裙，娇萌可爱，身材却火辣夺目，胸前曲线饱满夸张，与稚嫩的脸蛋形成极致反差。她身后的女子身着月白长裙，身姿修长纤细，腰肢如柳，眉眼温婉，肌肤胜雪，气质温柔如水。2人皆是绝世容颜，一娇一柔，各有风姿，丝毫不逊于她的杨母柳如烟和苏婉清，与师姐韩清雪也在伯仲之间。在她的记忆里，也只有师尊白玉雪，还有那位神秘女子，能稳压这2位角色一头。叶云在心里面暗暗自想，这2位内门女弟子颜值也太绝了，若是能将她们拿下，成为双修伴侣，凭借太玄和欢金的暴击效果，我的修为绝对能1日千里，瞬间突破到大武师5重、6重都不在话下。赵新月率先走到叶云面前，仰着小脸，神采飞扬，一双杏眼弯成了月牙，满是欢喜的开口：你就是叶云吧？我叫赵新月，是内门弟子，刚才看你在擂台上打赢王鹏，真的太厉害了，又帅又强，天赋还这么好，我早就想认识你了。他侧身让出身后的穆婉瑶，笑着介绍：这位是穆婉瑶，也是内门的师姐，性子温柔，人超好的，以后你在落雪宗不管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能帮的一定帮你。穆婉瑶跟在赵新月身后，微微垂着眼帘，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温婉的眸子里带着一丝羞涩，轻轻对着叶云颔首，声音柔婉动听：叶云师弟，恭喜你赢得生死战，你的实力很出众。他的语气轻柔，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拘谨，指尖轻轻攥着裙摆，温柔的模样让人心头一软。叶云回过神，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对着2人拱手行礼，语气爽朗：多谢2位师姐夸赞，弟子叶云
见过星月师姐、婉瑶师姐，方才擂台之上让两位师姐见笑了。赵虎、周文四人站在叶云身后，早已彻底看呆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震惊与不可思议，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我的天，那是内门的赵星月和穆婉瑶师姐，整个落雪宗谁不知道他们俩？是内门顶尖的绝色美女，天赋高，名气大，无数内门弟子挤破头都追不到，居然主动来找叶云兄弟，也太羡慕了吧！叶云兄弟不光实力逆天，连桃花运都这么旺。周围还没散去的外门弟子看到这一幕，瞬间炸开了锅，一个个满脸羡慕嫉妒，议论声此起彼伏。那不是内门的赵星月和穆婉瑶仙子吗？他们怎么会主动找叶云？太离谱了！两大绝色仙子主动搭话，叶云也太有福气了，羡慕死了！要是我能被两位师姐看一眼，死都值了。而此刻，内门阁楼之上，慕容云正准备转身离去，李强突然拽了拽赵磊的衣袖，指着擂台下的方向，满脸吃惊地喊道：“云哥，你快看，那不是穆婉瑶师姐吗？她怎么在跟那个外门的叶云说话？”慕容云闻言，阴柔的脸色瞬间一沉，顺着李强指的方向望去，一眼便看到穆婉瑶站在叶云身边，脸颊微红，温婉动人。赵星月则拉着叶云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这一幕如同最锋利的刀，狠狠扎进慕容云的心里。他的脸色瞬间扭曲，狭长的眼眸中翻涌着滔天的怒火与戾气，阴鸷的气息席卷周身，双手死死攥紧，指节泛白，骨节咔咔作响。慕容云对穆婉瑶有着近乎变态的掌控欲，在他心里，穆婉瑶早已是他的痉挛，就算还没追到手，也绝不允许任何男人靠近他，更别说和他谈笑风生，让他露出这般羞涩动人的模样。叶云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也敢染指我的人？慕容云咬牙切齿，声音冰冷刺骨，带着彻骨的杀意，周身的玄力隐隐躁动。我数次为他寻来天才地宝，亲自指点他修炼，他是我慕容云预定的道侣，谁也碰不得。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暴怒，一挥衣袖，带着李强、赵磊两人快步朝着擂台下方走去。慕容云的脚步极快，周身的戾气扑面而来，所过之处，原本喧闹的弟子们纷纷噤声避让，满脸惊恐地看着这位内门顶尖的阴柔天才，生怕被卷入这场怒火之中。叶云正与赵星月、穆婉瑶交谈，突然感受到一股冰冷刺骨的戾气朝着这边袭来，眉头微微一皱，抬眼望去，便看到三道身着内门服饰的身影正快步朝着自己走来。为首的男子面容俊美却阴柔无比，眼神里的杀意与怒火几乎要溢出来。此人是谁？叶云突然有些好奇。慕容云脚步带风，阴柔的面庞附着一层画布开的寒霜，周身戾气如实质般炸开，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叶云面前，周遭的空气瞬间冷了几分。原本喧闹的弟子们下意识噤声，纷纷后退半步，连呼吸都放轻了。他狭长的眼眸像淬毒的毒蛇，死死定在叶云身上，目光里的杀意几乎要溢出来。转头看向穆婉瑶时，语气冷得结冰，带着偏执的质问：“婉瑶，你告诉我，你和这个外门杂碎到底是什么关系？”穆婉瑶温婉的眉眼瞬间染上一层疏离，脸颊微冷，上前半步轻轻挡在叶云身侧。他抬眼看向慕容云，声音清冷却坚定，没有半分退让。慕容云，我和谁说话，和谁相识都是我的自由，你没必要用这种语气来质问我。这是穆婉瑶第一次如此直白的顶撞慕容云。慕容云浑身一震，攥紧的拳头指节泛白，骨节发出咔咔的脆响。他阴柔的脸彻底扭曲，原本俊美的轮廓变得狰狞，心底的怒火如同火山喷发，烧得他理智尽失。他从未想过自己捧在手心的穆婉瑶会为了一个刚入宗的外门新人当众驳他的面子。赵星月皱起小巧的眉头，心里满是不满。慕容云也太霸道了，我和婉瑶姐只是想认识叶云，他凭什么管这么宽？把婉瑶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也太过分了。周围的弟子瞬间围拢成一圈，吃瓜的议论声炸开，压都压不住。惨了惨了，慕容云是真的发火了。整个落雪宗谁不知道慕容云追穆婉瑶追的疯魔，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痉挛了。叶云刚赢了生死战，风头正盛，这下直接撞在慕容云的枪口上了。慕容云在内门横着走，背景大得吓人，这新人怕是要倒大霉了。慕容云收回目光，再次看向叶云，眼神阴鸷的吓人，杀意毫不掩饰。外门的小子，我不管你用了什么下作手段接近婉瑶，我现在警告你，立刻离他远点。他那种身份的人，不是你这种低贱的外门弟子有资格沾染的。叶云抬眼，神色始终平淡，没有半分惧色，嘴角甚至勾起一抹淡淡的冷笑。他有系统在身，只要有足够的双修伴侣，修为提升的速度远超外人的想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轻松碾压慕容云。慕容云越是猖狂，叶云越是厌烦。原本他不想惹事，只想要安稳发育，可他非要送上门来，那就别怪他不客气。叶云开口，声音清朗，字字清晰，传遍全场。慕容师兄，说话放尊重些。星月师姐和婉瑶师姐主动与我相识，我一没招惹，二没强求，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穆婉瑶心头一暖，随即又被担忧填满，连忙开口护住叶云。慕容云，我的事不要牵扯无辜的人，你要找事冲我来，不要为难叶云师弟。这句话成了压垮慕容云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周身玄力瞬间暴涨，
大58重的浑厚气息轰然扑开，朝着叶云狠狠碾压而去。他抬手就想朝着叶云的胸口拍去，眼神里满是狠戾。不知死活的东西，我今天就废了你，让你知道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李强和赵磊吓得脸色发白，连忙冲上前，一左一右死死拉住慕容云的胳膊。云哥，不可，万万不可动手！这里是生死擂台，是宗门重地，当众对同门下手，执法长老会重罚的，到时候连累家族就麻烦了。慕容云动作猛地一顿，硬生生将怒火憋回胸腔，胸口剧烈起伏，脸色铁青，额角青筋暴起，显然已经怒到了极致。他盯着叶云，眼神怨毒，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算你走运，今天暂且饶你一命。他转头看向穆婉瑶，语气里带着偏执到变态的占有欲。婉瑶，你是我的，从始至终都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你别被这种小人物蒙蔽了双眼。说完，他再次看向叶云，一字一句冷冽刺骨，如同冰刀。不属于你的东西，永远别妄想。下次再让我看见你靠近婉瑶半步，我不管什么宗门规矩，定让你生不如死。话音落下，慕容云狠狠甩袖，带着李强和赵磊愤然离去，脚步踩在青石板上，咚咚作响，一路的戾气吓得周遭弟子纷纷避让。风波暂歇，穆婉瑶转过身，看向叶云，脸颊满是愧疚，温婉的眼眶微微泛红，声音轻柔，带着浓浓的歉意。叶云师弟，对不起，都怪我，若不是我一时冲动过来和你说话，也不会让你被慕容云记恨。他性子偏执，手段狠辣，又有滔天背景，往后他一定会千方百计找你麻烦。是我给你惹了大祸。叶云摆摆手，脸上挂着轻松的笑，毫不在意。婉瑶师姐不必愧疚，慕容云这种人本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就算没有今天的事，他看我不顺眼，也会找别的由头来找麻烦。我叶云从不惧这种无端的挑衅。赵新月瞪大双眼，满脸崇拜地看着叶云，小脸蛋长得通红。叶云，你也太勇敢了。慕容云那么凶，那么吓人，你居然一点都不怕，还敢跟他对着干，我太佩服你了。穆婉瑶看着叶云云淡风轻的模样，心头轻轻一动，眸光微微颤动。他明明只是一个刚入宗的外门弟子，修为也只是大54重，可面对内门顶尖的慕容云，却能如此从容，如此坦荡。这份胆识，这份气度，远比内门那些趋炎附势、胆小怕事的弟子强上太多。这下就算想和他撇清关系，也不可能了。慕容云的占有欲那么强，一定会把他当成最大的眼中钉。想到这里，穆婉瑶轻声开口，语气无比坚定，没有半分犹豫。叶云师弟，往后你在宗门，若是遇到慕容云刁难，或是任何解决不了的麻烦，尽管来内门找我，我拼尽全力也会护你周全。叶云心头一暖，对着两人拱手行礼，语气真诚。多谢婉瑶师姐，多谢新月师姐，今日之事我记下了。赵新月笑着摆手，拉着穆婉瑶的胳膊，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先走了，回头我再找你玩。两人转身离去，穆婉瑶走了几步，还频频回头看了叶云一眼，温婉的眸子里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周围弟子的议论声还在持续发酵。我的天，叶云居然敢硬刚慕容云，胆子也太大了。穆婉瑶仙子居然当众护着他，这待遇整个落雪宗找不出第二个。可惜了，得罪慕容云，往后在外门怕是寸步难行了。叶云转身看向赵虎、周文、李牧、张远四人立刻围了上来，脸上满是震撼、羡慕，还有浓浓的化不开的担忧。赵虎拉着叶云走到生死擂台旁的僻静角落，压低声音，神色无比凝重。叶云兄弟，你刚才也太冲动了，那慕容云可不是凌霄、王鹏之流，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周文连忙接话，脸色发白。是啊兄弟，你知道慕容云的修为有多高吗？他是大58重，比王鹏高了整整6个小境界，在内门弟子里排名前3，随手一招就能碾死我们这些外门弟子。叶云瞳孔微缩，心底终于泛起一丝郑重。大58重，难怪如此猖狂，原来修为远超我现在的境界。之前看他傲气，还以为只是6重，没想到居然到了8重。李牧挠着头，满脸焦急，声音都在发颤。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他的背景才是真的吓人。他的父亲是落雪宗的内门10权长老，和白玉雪长老同辈，手握重权。他的爷爷更是宗门的太上长老，那是活了200-300年的老怪物，手握宗门重权，连宗主都要给3分薄面。叶云心头一震，脸色终于彻底凝重起来。太上长老，父亲还是内门长老，这背景在落雪宗堪称一手遮天，难怪慕容云敢如此肆无忌惮，无视宗门规矩，横行霸道。他下意识在心底思忖，自己的师尊白玉雪在内门地位顶尖，实力强悍，不知以师尊的身份能否压过慕容云的家族。张远叹了口气，满脸担忧。兄弟，我们知道你实力强，能越阶杀敌，可慕容云的背景实在太硬了，动一动整个落雪宗都要抖3抖。往后你一定要躲着他走，千万不要和他正面冲突，不然真的会有性命之忧。叶云回过神，看着几人担忧到极致的模样，嘴角扬起一抹沉稳的笑。他抬手拍了拍赵虎的肩膀，语气笃定：各位师兄放心，我心里有数。慕容云虽强，虽有滔天背景，
但我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自有分寸。赵虎等人看着叶云笃定的模样，虽依旧满心担忧，却也只能重重点头。夕阳西下，将几人的身影拉得很长，生死擂台的喧嚣渐渐散去，墨色的玄铁台壁上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叶云站在晚风里，眸色深沉，他知道得罪慕容云，落雪宗的路注定不会平静，但他有系统，就算前路荆棘密布，他也能一步步踏平所有阻碍。夜色漫过落雪宗的外门宿舍，青石砌成的屋舍被月光裹上一层薄霜，屋内只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昏黄的光缕映得四壁安静柔和。叶云回到自己的床位前，盘膝端坐，双腿盘起，双目轻闭，直接进入了修炼状态。太玄合欢经在体内自动运转，周身的玄力如同温顺的溪流，顺着经脉缓缓游走，一遍遍地冲刷，夯实着大武师四重的根基。他周身气息平稳，玄力内敛，没有半分外泄，仿佛与这方简陋的宿舍融为一体，只剩下专注与沉静。白天生死战的喧嚣与慕容云的冲突，两位角色师姐的青睐，全都被他抛在脑后。此刻的叶云心无旁骛，只专注于自身修为的打磨。赵虎、周文几人紧随其后回到宿舍，一进门便看到叶云端坐不动，专心修炼的模样。四人脚步瞬间放轻，连呼吸都刻意压低，生怕惊扰了叶云。他们站在原地，看着叶云专注的侧脸，眼底不约而同地泛起敬佩。叶云今日刚赢下生死战，一鸣惊人，还得罪了慕容云那般恐怖的人物，换做旁人早就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他却能立刻沉下心来修炼，这份心性实在太过可怕。怪不得他年纪轻轻就能拥有大武师四重的修为，天赋是一部分，这份刻入骨髓的刻苦才是最关键的原因。四人相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坚定。赵虎轻轻点头，示意众人各自回位，没有多余的话语。周文、李牧、张远纷纷回到自己的床位，学着叶云的模样，盘膝而坐，运转功法，开始潜心修炼。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刻苦修行，提升实力，早日踏入内门，不拖叶云的后腿。一时间，小小的宿舍内只剩下均匀绵长的呼吸声，五人皆是沉浸在修炼之中，氛围安静又充满力量。内门深处，一处雕梁画栋、极尽奢华的独立院落，院内种满名贵的奇花异草，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灵力浓度远超外门数倍。这是慕容云的专属居所，只有内门顶尖弟子才有资格享用。此刻，院落内却一片狼藉，名贵的玉瓶被砸得粉碎，精致的檀木桌椅倒在地上，价值不菲的修炼典籍散落一地，一片混乱。慕容云站在院落中央，阴柔的脸庞扭曲狰狞，周身戾气翻涌，大武师八重的玄力肆意宣泄，席卷整个院落。他双目赤红，如同失去理智的凶兽，一脚将身前的石桌踹飞，石桌撞在廊柱上，轰然碎裂。叶云，一个卑贱的外门杂碎，也敢跟我抢人？穆婉瑶，我对你掏心掏肺，百般讨好，你却为了一个外人当众顶撞我，羞辱我，你们两个都该死，都该去死！他嘶吼着，声音嘶哑，满是怨毒与暴怒，每一个字都带着彻骨的含义。慕容云活了20年，从未受过这般屈辱，自己是座痉挛的女人，为了一个外门新人驳她的面子，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李强和赵磊站在角落，浑身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慕容云一眼。云哥这次是真的怒到极致了，穆婉瑶仙子是他的逆鳞，如今被叶云触碰，云哥绝对会不择手段除掉叶云。我们要是敢多说一句话，怕是会被迁怒，当场废掉都有可能。两人缩着脖子，心脏狂跳，只盼着这场怒火能尽快平息。足足半炷香的时间，慕容云宣泄完怒火，胸口剧烈起伏，周身的戾气渐渐收敛。他深吸一口气，阴柔的脸庞迅速恢复平静，刚才的暴怒与狰狞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只是那双狭长的眼眸里依旧藏着化不开的阴鸷与杀意。慕容云缓缓转过身，看向李强和赵磊，声音平静，却让两人浑身发寒。你们两个给我想个办法，除掉叶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杂碎出现在落雪宗，更不想他出现在婉瑶面前。李强心头一紧，上前一步，压低声音，眼底闪过一丝阴狠。云哥，宗门之内有执法长老看守，还有宗门规矩束缚，我们不能当众动手，不然会被重罚，还会连累家族。但是宗门之外就没人管了。每一批新入宗的外门弟子，在入宗7日之后，都会有一场宗门新人任务，需要前往落雪宗外围的黑风岭，猎杀妖兽，采集灵草。黑风岭地形复杂，妖兽横行，就算死在里面，也只会被当成任务意外，宗门根本不会深究。赵磊连忙附和：没错，云哥。李强上前一步，眼底淬着狠戾，与赵磊对视一眼，两人同时躬身，语气笃定无比：我与赵磊亲自出手，定能万无一失。我二人皆是大武师5重修为，比叶云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他不过是刚突破4重的新人，就算战力再强，也绝不是我们二人联手的对手。赵磊紧跟着开口，声音压得极低，满是势在必得。新人任务去往黑风岭，我们提前潜入岭中隐秘处埋伏，趁他落单时骤然突袭，一招便能将其格杀。事后将现场伪造成妖兽袭杀的痕迹。黑风岭本就凶兽遍地，宗门就算核查，
也只会认定是任务意外，谁也查不到我们头上，更牵连不到云哥你。慕容云听完，狭长的眼眸彻底眯起，阴鸷的眸子里迸出满意的寒光，嘴角那抹阴恻恻的笑意愈发浓烈，院落里的寒意更甚。他摩挲指尖的动作顿住，大武士八众的气息微微漾开，透着彻骨的冷意。亲自出手，甚好。2个大武士5重围杀1个4重的新人，根本没有任何变数。叶云，这一次你插翅难飞，黑风岭注定是你的葬身之所。等你灰飞烟灭，婉瑶身边再无蝼蚁聒噪，他只会乖乖依附于我，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掌控。你们亲自去，再好不过。慕容云开口，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指尖轻扣，出手务必狠绝，不要给他任何呼救反抗的机会。尸体处理干净，半点痕迹都不能留。此事办成，我会向父亲为你们请功，赏赐的灵草功法管够。李强与赵磊心中大喜，连忙躬身叩首，语气满是恭敬与决绝。谢云哥，我2人定不辱命，必将叶云斩杀于黑风岭，绝不留下任何后患。2人心底笃定，以2对1，境界还压过一头，杀叶云如同碾死一只蝼蚁。这场任务根本没有任何失败的可能。而画面一转，另一边，落雪宗孤峰之巅，竹屋内暖香袅袅，白玉雪一身火红抹胸长裙，裙摆曳地，火辣的剪裁她玲珑有致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肌肤胜雪与艳红的裙装形成极致反差，慵懒地倚靠在软榻上，青丝散落肩头，眉眼间带着几分慵懒魅惑，一举一动都透着勾魂夺魄的风情。韩清雪一身素白裙衫，身姿挺拔，站在软榻前，神色清冷恭敬，正向白玉雪汇报今日宗门内发生的一切。师尊，今日叶云师弟与外门弟子王鹏的生死战，叶云师弟胜了。他展露了大武士4重的修为，以残阳拳碾压对手，王鹏服用暴气丹燃尽生命，最终身死。后来内门的穆婉瑶和赵新月主动与叶云师弟相识，正好被慕容云撞见。慕容云当众刁难叶云师弟，言语威胁，2人结下仇怨。韩清雪的声音清冷平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全部汇报，没有半分隐瞒。白玉雪慵懒地抬了抬眼，纤手轻轻把玩着一缕青丝，漫不经心地听着，脸上没有半分波澜。直到韩清雪说完，她才轻启红唇，嘴角勾起一抹轻佻的笑意，语气带着几分玩味。倒是个惹事的小玩意，刚入宗没几天，又是生死战，又是得罪内门天才，倒是会给我找事。韩清雪看着师尊，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担忧，躬身问道：师尊，慕容云心胸狭隘，手段狠辣，背景又极深，他绝不会善罢甘休，要不要弟子出手提前解决掉这个麻烦，免得日后给师弟带来祸患？白玉雪轻轻摇了摇头，慵懒的神色渐渐收敛，眸子里闪过一丝深邃的金光。不必，宗门之内有规矩束缚，慕容云就算再狂，也不敢在宗门内明目张胆地对叶云下手。在这落雪宗里，叶云暂时不会有多大危险。他顿了顿，绝美的脸庞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慕容云那小子修为不过大58重，在我眼里不值一提，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他那位爷爷，宗门的太上长老慕容苍。那老东西修为深不可测，活了数百年，性子护短又霸道，手段阴狠，若是真的撕破脸，就算是我也要费一番手脚，太过麻烦。韩清雪心头一震，清冷的眸子里泛起一丝惊讶。他跟随师尊多年，从未见过师尊露出这般凝重的神色。慕容苍太上长老居然能让师尊都这般忌惮，看来慕容家的底蕴远比想象中还要恐怖。叶云师弟这次确实惹上了天大的麻烦。白玉雪深吸一口气，将心底的凝重压下，重新恢复了慵懒魅惑的模样，对着韩清雪挥了挥手：好了，这件事你不必放在心上，更不必插手。叶云那小子身上有底蕴，还有我在背后撑腰，这点麻烦还死不了。你安心回去修炼即可，稳固自己的境界，不要被这些琐事分心。是，师尊。韩清雪躬身应下，不再多言，转身缓步退出竹屋。竹屋内再次恢复安静，白玉雪慵懒地靠在软榻上，抬眼望向窗外的月色，火红的裙摆在月光下摇曳，她眼底金光闪烁，嘴角的笑意愈发深邃。慕容云、慕容苍，若是你们敢动我的人，就算是太上长老，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小鱼儿，你可不要让我失望，这点小麻烦你自己要能扛过去。孤峰之上，月色如水，暖香依旧。慕容云的拂纱之计已成，白玉雪的暗中护持暗藏，一场藏在黑风岭的生死劫正朝着叶云悄然逼近。第2日，晨曦穿透薄雾，洒落在落雪宗外门宿舍的青石地面上，晕开一片片暖融融的光斑。叶云依旧盘膝坐在床榻上，双目清和，周身旋力缓缓流转，太玄和欢经在经脉中匀速运转，每一次周天循环都在悄然夯实大武师4重的根基，气息沉稳的不见半分波澜。经过一夜苦修，他的修为愈发稳固，周身隐隐透着凝练的旋力波动。赵虎、周文4人早已收工，围坐在一旁，看着叶云专注苦修的模样，眼底满是敬佩。这般刻苦的心性远超同阶弟子，也难怪能在短短时间内拥有碾压外门的实力。赵虎轻手轻脚走上前，生怕惊扰了叶云，
压低声音开口：“叶云兄弟，先歇一歇吧，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咱们新入宗的弟子7日之后要执行宗门新人任务，前往黑风岭猎杀妖兽，采集灵草，这是外门弟子的必修课，可不能忘了。”叶云缓缓睁开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随即恢复温和。他起身对着赵虎拱手，语气真诚：“多谢虎哥提醒，我记下了。若不是你告知，我怕是真的会疏忽此事。都是兄弟，客气什么？”赵虎咧嘴一笑，摆了摆手：“你安心修炼，任务的事宜你也不要放在心里面，一般来说基本上都能过。”叶云点头，重新盘膝坐下，正要继续运转功法，宿舍门外突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呼喊声，指名道姓唤着他的名字。叶云眉头微蹙，心底泛起疑惑：我刚入宗不久，除了室友和2位内门师姐，并无其他相识之人，此刻会是谁来找我？他起身推门而出，门外站着一名身着外门弟子服饰的少年，面容陌生，叶云确定自己从未见过。少年见叶云出来，连忙躬身行礼，语气略微恭敬：“叶云，内门的穆婉瑶师姐托我传话，让你前往内门竹韵小住一叙，说是有要事相告。”叶云心头一动，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穆婉瑶的模样，温婉的眉眼，修长的身姿，月白长裙衬得她气质如兰，温柔的让人心生暖意。那副娇羞温婉的模样，与养母柳如烟有7分相似，只是柳如烟身段更为丰腴妖娆，穆婉瑶则是清隽温婉，各有风姿。叶云压下心底翻涌的思绪，脸上露出淡笑，对着少年拱手道谢：“劳烦兄弟跑这一趟，我即刻便过去。”少年连忙摆手，说了声不敢，转身快步离去。叶云回身跟赵虎4人打了声招呼，整理了一下衣袍，径直朝着内门走去。外门与内门交界之处设有宗门禁制，唯有持有内门传唤方能进入，守禁制的弟子验明传唤，当即放行。踏入内门，周遭环境瞬间变得雅致清幽，青石铺路，两侧种满灵竹仙草，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灵力清香。一座座精致的院落错落分布，远比外门的简陋屋舍气派数倍。叶云循着指引一路前行，不多时便来到一处翠竹环绕的小院前。院门虚掩，竹影婆娑，院内飘出淡淡的茶香，正是穆婉瑶的居所竹韵小筑。叶云抬手轻叩院门，温声开口：“婉瑶师姐，弟子叶云应约前来。”“叶云师弟来了，快请进。”一道温柔如水的声音从院内传来，清甜悦耳，让人听着心头舒畅。叶云推门而入，抬眼便看到了院中之人。穆婉瑶身着一袭月白色浅纱长裙，袖口与裙摆绣着淡青色的竹枝纹路，简约又雅致。乌黑的长发用一根羊脂玉簪轻轻挽起，几缕柔细的碎发垂在脸颊两侧，衬得肌肤银白如玉。她正坐在石桌旁煮茶，身姿修长挺拔，眉眼弯弯，温婉的气质如同春日暖阳，周身透着让人安心的柔和。这副模样像极了温柔娴静的柳如烟，只是柳如烟的身段更为饱满，妖娆风情更盛。穆婉瑶则是清隽温婉，身段修长纤细，少了几分妖娆，多了几分书卷气的温柔。穆婉瑶见叶云进来，连忙起身，快步走上前，温婉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意：“师弟不必多礼，快坐吧，我刚煮了灵茶，你尝尝看。”叶云依言在石凳上坐下，对着穆婉瑶拱手行礼：“劳师姐费心传唤，不知师姐找弟子有何吩咐？”穆婉瑶坐在对面，拿起玉制茶杯，为叶云斟上一杯清茶，指尖纤细，动作轻柔。她抬眼看向叶云，温婉的眸子里泛起一丝愧疚，语气带着歉意：“今日找师弟前来，并无其他要事，只是心中始终愧疚。昨日若不是我贸然上前与你相识，也不会让你得罪慕容云。他姓子英很偏执，背景又极深，必定会想方设法找你麻烦，我怕你在外门吃亏。”叶云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灵茶，茶香清冽，沁人心脾。他放下茶杯，脸上露出从容的笑意，语气笃定自信：“婉瑶师姐不必挂怀，慕容云虽狂，却也奈何不了我。我自有自保的手段，他若是敢来找事，我也不会任人拿捏。”穆婉瑶看着叶云从容不迫的模样，心头轻轻一动。眼前的少年不过刚入宗数日，修为却已至大武师4重，面对慕容云那般内门顶尖弟子，依旧淡定自若，没有半分惧色。这份胆识与气度，远比内门那些趋炎附势的弟子要出众太多。他心底的愧疚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莫名的悸动。穆婉瑶抬手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锦盒，锦盒以云锦制成，绣着精致的花纹。他将锦盒轻轻推到叶云面前，温婉的脸上带着期许：“师弟，这是我私藏的一枚黄级上等疗伤丹，药效极佳，若是在外遇到损伤，服下便能快速愈合伤势。你收下它，全当是我的一点心意，也好让我心安。”叶云打开锦盒，一股浓郁的丹香瞬间扑面而来，盒内躺着一枚通体银白的丹药，圆润饱满，丹纹清晰，正是实打实的黄级上等疗伤丹。这般品级的丹药，在外门弟子中堪称稀罕之物。穆婉瑶却毫不犹豫地赠予自己。叶云没有矫情推辞，收起锦盒，对着穆婉瑶郑重道谢：“既然师姐一番好意，那弟子便收下了。多谢师姐赠丹，这份情谊弟子记在心里。”见叶云收下丹药，穆婉瑶的眉眼瞬间弯成了月牙，温婉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意，如同绽放的兰花，温柔动人。她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脑海中
不断浮现出叶云的模样，俊朗的眉眼，从容的气度，擂台上的霸气，相处时的温和，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地印在心底。穆婉瑶抬手轻轻按住胸口，能清晰地感受到心脏在不受控制的快速跳动，心湖之中泛起一圈圈细碎的涟漪，久久无法平息。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对一名男子生出这般清晰的悸动。婉瑶姐，一道娇俏清脆的声音从小径尽头传来，带着几分活泼跳脱。穆婉瑶猛地回神，连忙收敛心底的情愫，抬手轻抚脸颊，压下那抹羞涩，转身朝着声音来源望去。只见赵新月一身粉白罗裙，如同灵动的小兔，蹦蹦跳跳地朝着这边跑来，圆圆的脸蛋上挂着甜笑，杏眼弯成月牙，身材娇萌却曲线惹眼，一路跑来，裙角飞扬，尽显娇憨可爱。赵新月几步跑到穆婉瑶面前，一眼就瞥见了她脸颊未退的红晕，顿时眼睛一亮，凑上前好奇地打量着她，小手轻轻戳了戳穆婉瑶的胳膊。婉瑶姐，你怎么站在门口发呆啊？脸还红红的，是不是偷偷藏了什么心事？快跟我说说。穆婉瑶被他戳得心头一跳，温婉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慌乱，连忙别过脸，轻咳一声，声音柔柔软软的，没有什么心事，只是刚吹了风，有些发热罢了。发热？才不是呢。赵新月叉着腰，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脸笃定。我看你是在想人吧，而且还是个男子。婉瑶姐，你老实交代，刚才是不是见谁了？穆婉瑶被他戳中心事，脸颊愈发滚烫，慌乱的摆手，想要转移话题。新月，别胡说，我只是在想宗门任务的事情。他越是掩饰，赵新月越是好奇，凑得更近，眨巴着大眼睛打趣：哟哟哟，还害羞了？整个落雪宗能让婉瑶姐你脸红发呆的可没几个，难道是昨天那个擂台上超厉害的叶云师弟？穆婉瑶浑身一僵，眸底闪过一丝惊惶，连忙开口：别乱说，没有的事情。新月你可不要乱说。看着穆婉瑶手足无措、羞涩难当的模样，赵新月捂嘴偷笑，也不再继续打趣。他知道穆婉瑶性子温柔腼腆，逼得太紧反倒会让他不好意思。笑了片刻，赵新月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小巧的眉头微微蹙起，拉着穆婉瑶的手走到院内的石桌旁坐下，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婉瑶姐，不逗你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跟你说。穆婉瑶顺着他的力道坐下，端起桌上的清茶，轻轻抿了一口，借此掩饰心底的羞涩，轻声问道：怎么了？是什么事让你这么严肃？赵新月咬了咬唇，眼底泛起一丝担忧，看向穆婉瑶，声音压低了几分。还不是因为慕容云，昨天他在生死擂台那边发那么大的火，对你的心思那么偏执，谁都看得出来。我担心他会因为叶云师弟的事迁怒于你，日后一直缠着你，骚扰你，那可怎么办？提到慕容云，穆婉瑶端着茶杯的指尖微微一顿，温婉的眉眼间悄然爬上一丝淡淡的愁容。她轻轻放下茶杯，眸底闪过一丝无奈，轻声叹了口气。慕容云的偏执与占有欲，他早已深有体会。这些年，慕容云对他步步紧逼，送灵草，赠功法，处处是好，言语间的占有欲从未掩饰，让他不堪其扰。昨日他又因叶云的事大发雷霆，那份阴鸷与狠戾更是让他心有余悸。可穆婉瑶也只能轻轻摇了摇头，声音带着几分无力的安抚：新月，不必太过担心。慕容云虽狂，却也忌惮宗门规矩，这是在落雪宗内有执法长老与宗门戒律约束，他就算心有不甘，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对我做什么，更不敢肆意骚扰。话虽如此，穆婉瑶心底依旧藏着一丝隐忧。她清楚慕容云的性子阴狠又护短，昨日受了屈辱，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只是她不愿让赵新月跟着担心，只能将这份愁绪悄悄藏在心底。赵新月看着穆婉瑶强装镇定的模样，心疼地握住她的手，小脸上满是愤愤不平。可是慕容云那个人太偏执了，根本不讲道理。他爷爷还是宗门太上长老，背景那么大，万一他不顾规矩，暗中使坏怎么办？婉瑶姐，你要是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我，我帮你一起对付他。穆婉瑶看着赵新月担忧的模样，心头一暖，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温婉的脸上挤出一抹浅笑。我知道你关心我，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真有事情，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清风再次拂过竹韵小筑，竹叶沙沙作响，茶香袅袅。穆婉瑶望着院外的翠竹，眸底的愁绪轻轻萦绕。她担心的从不是自己，而是那个从容自信的少年。慕容云的怒火终究会全部倾泻到叶云身上，而他却只能在这宗门之内默默担忧，束手无策。叶云辞别穆婉瑶，一路快步返回外门宿舍。推门而入时，屋内空荡荡的，赵虎几人早已前往修炼场苦修。他径直走到自己的石床前，盘膝端坐，双目清和，再次运转起太玄合欢经，旋力顺着经脉缓缓游走，如同细水漫流。每一次周天循环，丹田内的旋力都只增长微末一丝，慢得让人焦躁。叶云眉头微蹙，心底泛起无奈，修炼的进度慢得近乎停滞。太玄合欢经本就以双修为核心，合欢道体更是要靠阴阳交融才能触发急速增长，没有女子双修，单靠自身打坐苦修，效率简直低得可怜。昨日刚突破到大54重，本想借着修炼稳固根基，可照这个速度，怕是10天半个月都难有寸进。系统啊系统，你这是逼着我万花丛中过，
一刻都闲不下来。他咬着牙继续坚持，可无论如何凝神聚力，玄力的增长依旧缓慢如蜗牛，远不及那夜夜与白玉雪双修时那1日连破3重的逆天速度。差距之大，让叶云满心无力，却又无可奈何。不知过了多久，宿舍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隙，孙浩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他抬眼便看到盘膝端坐专注修炼的叶云，脚步瞬间顿住，眼底飞快闪过一丝阴鸷与嫉妒，却又立刻低下头，装作毫不在意的模样，慢慢挪向自己的床位。孙浩的心底早已翻江倒海，嫉妒得快要发狂。凭什么？叶云不过是个刚入宗的外门新人，无背景无靠山，凭什么能赢下生死战？一鸣惊人，凭什么能被穆婉瑶、赵新月那2位内门角色师姐主动青睐，甚至亲自邀约？我在落雪宗待了这么久，拼尽全力也只能缩在底层，连靠近2位师姐的资格都没有，他凭什么一飞冲天？嫉妒的火焰在胸腔里燃烧，可转念想到慕容云的怒火，孙浩的心底又涌起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就算你天赋再高，再受师姐青睐又如何？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得罪慕容云，那可是内门顶尖弟子，父亲是内门长老，爷爷是宗门太上长老，背景通天，手段狠辣。在这落雪宗，得罪慕容云的人就没有能活长久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嚣张几天，迟早死在慕容云的算计里。他偷瞄了叶云一眼，见对方依旧闭目修炼，仿佛没看到自己，这才松了口气，缩在自己的床位上，不敢发出半点声响，生怕惹得叶云不快，引来麻烦。一夜苦修，叶云的修为依旧没有明显进展。天刚蒙蒙亮，他便缓缓睁开眼，眼底带着一丝疲惫。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骨骼发出清脆的咔咔声响。一夜单修的滞涩感充斥全身。忽然，2日之约的记忆涌上心头，叶云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今日正是和师尊约定好前往孤峰赴约的日子，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白玉雪的模样，火红妖娆的裙衫，玲珑有致的身段，绝美的容颜，慵懒魅惑的气质，每一处都勾人心魄。想到那夜与师尊的缠绵，想到白玉雪火辣的身姿，叶云的心脏猛地一跳，下腹泛起一丝燥热，合欢道体不自觉地生出反应。他压下心底的悸动，快速整理好衣袍，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推门走出宿舍，朝着内门孤峰的方向走去。一路穿过内外门交界的竹林，晨风吹拂，竹叶沙沙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竹香。叶云脚步轻快，心底的期待越来越浓。画面一转，不多时便抵达了孤峰之巅白玉雪的竹屋外。清晨的阳光温柔洒落，铺在竹屋前的青草地与竹椅上，暖意融融。白玉雪正慵懒地躺在一张竹制躺椅上，闭目晒着太阳。她换了一身轻薄的火红纱裙，料子柔软贴身，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光洁的肩头与纤细的小腿裸露在外，肌肤在阳光下泛着银白的珠光。乌黑的长发随意散落在躺椅上，几缕碎发贴在脸颊旁，眉眼清和，长睫如蝶一般轻垂，没有了平日的威严与冷艳，只剩下慵懒恬静的温柔，魅惑与温婉交织，美得让人心间发颤。叶云站在不远处，瞬间看呆了，脚步僵在原地，心脏莫名地漏跳一拍。眼前的白玉雪褪去了长老的强势，像一只慵懒羞气的火狐，恬静又勾人，让他心底生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悸动。这是不同于对其他女子的经验，而是实打实的动情。师尊也太美了，这般慵懒的模样，比穆婉瑶、娇憨的赵新月还要勾人。明明是高高在上的长老，此刻却这般恬静，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来了，站在那里傻看什么？过来！一道慵懒柔媚的声音突然响起，打破了山间的宁静。叶云猛地回过神，吓了一大跳，浑身一僵，脸颊瞬间泛红，慌乱地低下头，连忙躬身行礼，语气带着几分手足无措的恭敬：“弟子叶云拜见师尊。弟子方才失礼了，还望师尊恕罪。”叶云没想到自己盯着师尊发呆，居然被当场抓包，心底又慌又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白玉雪缓缓睁开眼，凤眸含春，眼底带着一丝戏谑的笑意，瞥了他一眼，纤手轻轻撑着躺椅坐直了几分，语气随意：“无妨，不过是看几眼，又少不了一块肉。”他抬眸示意叶云靠近，声音慵懒：“站着做什么？过来坐。”话音落下，白玉雪纤手轻轻一挥，一道柔和的旋律闪过，竹屋旁的空地上凭空出现一张与他身下一模一样的竹制躺椅，椅子纹理细腻，打磨的光滑圆润，还带着新鲜的竹香，显然是刚做好不久。叶云满脸惊讶，他不敢违逆，快步走上前，躬身应道：“多谢师尊。”他小心翼翼地躺在竹椅上，身体刚一落下，便感受到极致的舒适，柔软又贴合身形，比宿舍坚硬的石床舒服100倍，连带着单修一夜的滞涩感都消散了不少。叶云忍不住在心底感慨，难怪师尊整日躺在这上面，这竹椅也太舒服了，简直是修行之于修气的绝佳之物。他全然不知，这张竹椅并非随手幻化，而是白玉雪这2日亲自上山砍竹、削制、打磨，一针一线亲手为他打造的。连他唯一的亲传弟子韩清雪都未曾享受过这般待遇。若是叶云知晓，这张满是竹香的座椅是师尊亲手为他所做，不知会震京城何种模样。白玉雪斜倚在躺椅上，目光落在叶云身上，看着他一脸舒适略带拘谨的模样，
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温柔笑意，快得让人捕捉不到。他轻启红唇，声音带着几分慵懒的询问：生死战赢了王鹏，倒是给我长脸。叶云连忙坐直几分，恭敬回道：回师尊，弟子只是侥幸取胜，王鹏实力不弱，只是太过自负，才会被弟子击败。自负是修行者的大忌，他死在自己的狂妄上，怨不得旁人。白玉雪淡淡开口，凤眸扫过叶云，不过你倒是藏得深，大武师4重的修为倒是瞒过了不少人。叶云心头一凛，连忙道：弟子并非有意隐瞒，只是刚入宗，不想太过张扬，惹来麻烦。麻烦？白玉雪嗤笑一声，眼底带着几分戏谑。你得罪慕容云，招惹内门顶尖弟子，这叫不想惹麻烦？你这小家伙简直是个惹事精。叶云脸颊一红，尴尬地挠了挠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看着他窘迫的模样，白玉雪眼底的笑意更浓，阳光洒在他的脸上，火红的裙衫与暖光交融，美得惊心动魄。他看着身旁崭新的竹椅，心底轻声呢喃：小鱼儿，这张竹椅只为你而做，你的命，你的人都只能是我的。慕容云也好，慕容苍也罢，谁也别想动你分毫。孤峰之上，阳光正好，竹香袅袅，一红一青2道身影躺在舒适的竹椅上，氛围静谧又温馨，没有师徒间的疏离，只有淡淡的暖意在空气中悄然流淌。叶云靠在温润的竹椅上，鼻尖萦绕着白玉雪身上的淡香与竹韵清芬，心底对落雪宗的格局始终存有疑惑，索性躬身开口询问：师尊，弟子初入宗门，对落雪宗的势力架构始终不甚明了，今日斗胆，想请师尊为弟子解惑。白玉雪斜倚在椅上，纤手轻托香腮，凤眸半眯，迎着暖阳慵懒颔首，嗓音柔媚如丝，但问无妨。这落雪宗的门道，你早该知晓。宗门明面上有宗主坐镇，可宗主早已闭关数十年，潜心冲击更高境界，宗门大小事务从不过问。真正执掌宗门权柄的是2位太上长老以及内门10位实权长老。叶云心头一紧，连忙凝神倾听。他知道，这便是落雪宗最核心的势力脉络。2位太上长老，一位你已然知晓，便是慕容云的祖父慕容苍。那老匹夫修为深不可测，性子阴质护短，一手撑起慕容家在宗门的权势，平日里深居简出，却能一言定宗门生死。白玉雪提及慕容苍时，绝美的脸庞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冷意，随即话锋一转，淡淡收口。另一位太上长老，你暂时无需知晓，时机未到，知道太多反倒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叶云乖乖点头，不敢多问，心底却暗自记下，落雪宗藏着的底牌远比他想象的更多。宗门弟子分3等，外门、内门、真传。外门弟子1000余，皆是入门新人，靠任务与修炼攒取晋升资格；内门弟子100余，皆是大武师境界以上的佼佼者，享有宗门资源倾斜。最顶尖的便是10位真传弟子。白玉雪的语气微微凝重，道出宗门最顶尖的战力。那10人个个都是大武师9重巅峰的修为，半只脚踏入武灵境界，天赋绝伦，是宗门重点培养的未来支柱。就连一些内门长老都要对他们礼让3分。叶云瞳孔骤然一缩，心底掀起惊涛骇浪。大武师9重巅峰，距离武灵只有1步之遥，那等实力在如今的他面前堪称遥不可及的高山。他如今不过大武师4重，与真传弟子的差距宛若天堑。好恐怖的实力，真传弟子竟全是9重巅峰，这落雪宗的底蕴果然深厚。可转念想到体内的系统与太玄合欢经，叶云心底的震撼转瞬化为淡然。若是没有系统，我穷尽一生或许都摸不到真传弟子的门槛，可现在有系统加持，有合欢道体，真传弟子的修为在我眼中也不过是沿途风景，迟早会被我甩在身后。他面上依旧恭敬，不显半分倨傲。白玉雪将他的神色变化看在眼里，凤眸泛起赞许的笑意，纤手轻拍他的肩头，语气带着笃定的期许：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心生畏惧。你有逆天天赋，又有我在身后倾力相助，辅以机缘努力，踏入真传之列，甚至压过那10人都并非不可能。叶云心头一暖，躬身行礼：弟子定不负师尊厚望，刻苦修行，早日登顶。白玉雪慵懒摆手，话题骤然一转，眸色微沉，语气带着郑重的叮嘱：对了，你7日之后的黑风岭新人任务务必多加小心。叶云抬眸，眼中闪过了然。师尊是指慕容云会在黑风岭对我下手，除了他再无旁人。白玉雪颔首，火红的裙角随风轻拂。慕容云阴狠歹毒，昨日受辱，必定会在任务途中设伏。他的2个手下李强、赵磊皆是大武师5重修为，会亲自出手截杀你。叶云眸底闪过一丝冷厉，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弟子知晓了，不过2个大武师5重还伤不到我，不可大意。白玉雪蹙眉提醒：黑风岭地形复杂，妖兽横行，他们会借地势偷袭，以2对1占尽先机。你且记着，遇事隐忍，实在不敌便捏碎我给你的传音玉符，我会即刻赶到。他指尖一弹，一枚银白的玉符落入叶云手中，玉符温润，透着他的玄力气息。叶云握紧玉符，心底暖意翻涌，郑重应下：弟子谨记师尊教诲，定会小心行事。叶云还想再问些黑风岭的妖兽详情，眼前的白玉雪却忽然脸色微变，
绝美的脸颊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自然，纤手悄然攥紧，呼吸也微微乱了半分，体内的气息在此刻悄然躁动。叶云一心想着任务事宜，并未察觉师尊的异样，刚要开，白玉雪忽然玉手轻挥，一道柔和却不容抗拒的旋力裹住叶云的腰身，瞬间将她从竹椅上拉至身前，两人距离骤然拉近，近在咫尺。白玉雪身上的淡香扑面而来，清冽又魅惑，钻入鼻腔，勾得人心神荡漾。叶云抬眼便撞进白玉雪含春的凤眸里，绝美的容颜近在眼前，肌肤银白胜雪，红唇娇艳欲滴，每一寸轮廓都美得惊心动魄。她的心跳猛地失控，砰砰狂跳，脸颊瞬间泛红，下意识屏住呼吸，连眼神都不知该往何处安放。白玉雪被她这般直白的目光盯着，绝美的脸庞上悄然爬上一抹羞红，平日里的慵懒强势褪去几分，多了几分少女般的娇羞。她轻咬红唇，避开叶云灼热的视线，嗓音柔得发颤，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既然所事已了，便该做正事了。正事二字入耳，叶云瞬间明白过来，眼底泛起炽热的期待。那夜双休时，她意识混沌，只记得浑身燥热与旋律暴涨的畅快，从未有过清醒的体验。此刻神志清明，面对着师尊绝世的容颜与火辣的身段，合欢道体早已按捺不住，心底的期待几乎要溢出来。叶云喉结滚动，声音带着几分沙哑的悸动，恭敬又期待，全凭师尊安排。白玉雪羞恼地瞪了他一眼，玉手再次一挥，两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在竹椅上，只余下两张温润的竹椅在阳光下静静伫立。下一瞬，身影已落入竹屋之内，竹屋内暖香袅袅，陈设简约雅致，中央摆着一张宽大的玉床，床幔垂落，透着暧昧的柔光。白玉雪玉臂轻揽，将叶云轻轻放在玉床之上，动作带着不容抗拒的主导力。叶云躺在玉床上，抬头望着俯身的白玉雪，心跳愈发急促。只见白玉雪玉指轻挑，肩头的火红纱裙缓缓滑落，顺着银白的肩头滑至腰际，光洁的肌肤在柔光下泛着温润的珠光，玲珑傲人的身段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叶云眼前，曲线玲珑，凹凸有致，每一处都勾勒得恰到好处，比他想象中还要惊艳万分。叶云瞬间看呆，瞳孔放大，呼吸骤然停滞，脑海中一片空白，只剩下眼前极致的惊艳。师尊竟美到这般地步，这等身段世间无人能及。白玉雪看着他呆愣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魅惑的笑意，纤手伸出，轻轻勾起叶云的下巴，俯下身，娇艳的红唇直接印了上去，柔软的触感传来，带着淡淡的馨香。叶云的大脑瞬间炸开，浑身如同过电一般，酥麻感蔓延至四肢百骸。他下意识的想要抬手反客为主，掌控主动权，可白玉雪的修为远胜他数倍，旋力轻轻一压，便将他的动作尽数禁锢，始终占据着主导之位。吻愈发深入，太玄合欢经在两人体内自动运转，合欢道体爆发出璀璨的光芒，阴阳旋力交融缠绕，形成一道玄奥的光阵，将两人包裹其中。叶云沉浸在这极致的温柔与悸动中，清醒的感知让每一丝触感都被无限放大，旋律如同奔腾的江河，在经脉中疯狂冲刷，丹田内的旋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大武师四重初期，大武师四重中期，境界在双修的加持下飞速攀升，远非独自苦修所能比拟。白玉雪的吻带着魅惑与温柔，却又透着强势的掌控，玉臂环住叶云的脖颈，将他紧紧拥在怀中。叶云能清晰地感受到师尊的温度与气息，心底的悸动与修行的畅快交织在一起，彻底沉浸在这场属于两人的合欢修持之中。竹屋内暖香弥漫，光阵流转，阴阳交融，太玄合欢经的奥义被彻底激发，系统面板在叶云心底悄然闪烁，修为进度条疯狂暴涨。叶云闭上眼，任由白玉雪主导，享受着这逆天的修行速度，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悸动与畅快。孤峰之巅，风轻云淡，竹屋内却春意盎然，旋律翻腾。一场关乎修为、关乎情愫的修持，在师徒二人之间缓缓展开，没有丝毫保留，只有极致的交融与提升。不知过了多久，竹屋内的暖香依旧袅袅，光阵缓缓消散，旋律的翻腾归于平静。窗棂外，夜色已深，月光透过轻薄的纱幔洒落进来，在玉床上铺开一层银白的柔光。叶云睁开眼，意识渐渐清明，他依旧躺在玉床上，呼吸微微急促，浑身仿佛被彻底重塑过一般，每一寸肌肤都充盈着澎湃的旋律，丹田之内旋律如同浩荡江河，奔涌不息。可此刻他的注意力全然不在修为之上，白玉雪依旧在上位，俯身在他身前，火红的纱裙早已散落床边，银白的肌肤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珠光，玲珑傲人的身段毫无遮拦地展现在他眼前。他微微喘息，绝美的脸颊上泛着诱人的红润，细密的汗珠挂在鼻尖与锁骨上，顺着肌肤滑落，没入身前的起伏之中。更让叶云心跳骤停的是，白玉雪身上遍布着深浅不一的痕迹，从脖颈到肩头，从腰肢到小腹，密密麻麻，触目惊心。这些全部都是他留下的，在清醒状态下，每一处痕迹都承载着方才的疯狂与悸动。此刻的白玉雪褪去了所有长老的威严与慵懒的魅惑，只剩下女子情动后的娇羞与慵懒，眉眼间带着化不开的春意，红唇微微红肿，眸光含水，
整个人散发着极致的妩媚与柔美，与平日高高在上的模样截然不同。这种反差让叶云的心底泛起前所未有的悸动。师尊竟能美到这般地步，而且只在我面前才会展现的模样，这份美只属于我。叶云看得吃了，眼底的情愫翻涌，再也压抑不住。他抬手想要触碰白玉雪的脸颊，声音沙哑而深情，带着少年人炽热的迷恋。师尊，你真美，美得让我移不开眼，美得让我只想永远这样看着你。白玉雪被他直白的话语弄得心头一颤，脸颊愈发滚烫，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却掩不住眼底的欢喜与羞涩。他轻咬红唇，别过脸，想要维持师尊的威严，声音却软得没有半分威慑力。胡说什么，没大没小。叶云看着他娇羞的模样，心底的悸动愈发浓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语气带着几分撒娇的期许：师尊，下一次能不能让我在上面？我想主动一次。这话一出，白玉雪的身体微微一僵，随即转头看向他，绝美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错愕，紧接着染上更深的羞红。白玉雪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底的慌乱，板起脸，恢复了几分清冷，语气却依旧带着掩饰不住的羞恼：等你什么时候修为超过我，再说这种话。他顿了顿，看着叶云眼底的失落，心底又泛起一丝不忍，可随即压下，玉手轻轻按住他的胸口，声音柔媚却坚定：现在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不能浪费时间，继续。话音落下，他俯下身，红唇再次印了上去，旋力再次涌动，太玄和欢金在两人体内疯狂运转，光阵重新将两人包裹。叶云闭上眼，任由白玉雪主导，沉浸在这极致的交融之中。叶云知道，想要翻身农奴把歌唱，唯有拼尽全力提升修为，早日超越师尊。到那时，他定要将这份悸动千百倍的还回去。月光透过纱幔，洒落在相拥的两人身上，主屋内暖香依旧，春意更浓。翌日清晨，天光大亮，叶云站在外门演武场的中央，身姿挺拔，青衣整洁，周身气息沉稳内敛，神清气爽，全然看不出昨夜经历过那般疯狂的羞耻。经过一整夜的双修，他的修为强大了不少，玄力浑厚精纯，连带着精神都格外饱满。演武场上300-400名新入宗的外门弟子黑压压地聚在一起，皆是本届新人，脸上带着或紧张或期待的神情。叶云目光扫过人群，很快便捕捉到了一道熟悉的粉色身影，王语嫣。王语嫣也看到了他，灵动的眸子里瞬间迸发出惊喜，小脸上满是激动，用力朝他挥了挥手。可惜两人相隔太远，中间隔着层层人群，无法靠近说话。叶云轻轻点头示意，便收回目光，心底泛起一丝暖意。从石云城一路同行，王语嫣也算是他在落雪宗为数不多的旧识。演武场前方的高台上，一名身着灰袍的外门长老负手而立，面容威严，周身散发着浑厚的后气息。他清了清嗓子，声音运起旋律，传遍全场。今日召集尔等，乃是执行宗门新人任务，所有新入宗的外门弟子皆需前往黑风岭猎杀妖兽，采集灵草。完成任务者可获得宗门贡献点与修炼资源。任务期限为3日，期间生死自负，望尔等谨慎行事。黑风岭地形复杂，妖兽横行，不乏大武师级别的凶兽，尔等可结伴而行，亦可单独行动，但切记不可深入核心区域，违者后果自负。长老说完，大手一挥，示意众人有序进入黑风岭。人群开始涌动，朝着演武场北侧的黑风岭入口涌去。叶云站在原地，目光望向远处连绵起伏的黑色山岭，眸底闪过一丝冷意。黑风岭，慕容云，你会在这里动手吗？叶云随着人流缓缓前行，刻意放慢了脚步，等到近一半的弟子进入黑风岭后，才不紧不慢地踏入入口。在他身后不远处，两道身影悄然混在人群中，同样穿着外门弟子服饰，周身气息却被刻意压制，隐隐透着诡异的沉稳。两人对视一眼，眼底闪过阴冷的杀意，脚步轻快地跟了上去。叶云踏入黑风岭的瞬间，身后那两道身影也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密林之中。一场蓄谋已久的伏杀已然拉开序幕，而叶云早已在心底为这场猎杀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黑风岭的入口处，林木渐密，光线被层层叠叠的枝叶切割成细碎的光斑，洒落在铺满枯叶的地面上。叶云踏入岭中，脚步放轻，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周身玄力悄然运转，感知延伸到方圆数10丈的范围。妖兽等级从1级到12级，对应人类武者从炼体到武皇的完整境界。这黑风岭不过是落雪宗用来历练新人的地方，最强的妖兽顶天也就3级初期，相当于人类大武师初期的水准。若是真有更高级别的妖兽，这些刚入宗的新人进来就是送死，哪里称得上磨练？叶云心底快速过了一遍关于妖兽的常识，脚步未停，径直朝着黑风岭深处走去。他刻意避开人群密集的区域，选了一条偏僻的小径，打算先寻些妖兽练手，顺便熟悉一下暴涨后的修为。不多时，前方灌木丛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一股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叶云脚步一顿，抬眼望去，只见一头体型壮硕的黑色妖狼从灌木中窜出，龇牙咧嘴，幽绿的眸子死死盯着他，周身散发着凶厉的气息。2级后期巅峰妖兽，相当于人类武师境巅峰的修为。叶云嘴角勾起一抹淡笑，右手按在腰间的粉雪剑上。这柄玄级中品的长剑，自从师尊赠于后，
还未曾真正出窍隐血，今日正好拿这头妖狼试剑。妖狼低吼一声，四蹄蹬地，化作一道黑影，朝着叶云猛扑而来，利爪撕破空气，带着凌厉的劲风直取咽喉。叶云身形未动，右手骤然拔出粉血剑，锵啷，清脆的剑鸣声响起，火红的剑光如同烈焰划破长空，快得让人根本看不清轨迹。剑光一闪而逝，叶云已经收剑归鞘，身形依旧站在原地，仿佛从未动过。妖狼扑至半空的身体骤然僵住，忧虑的眸子瞪得滚圆。下一秒，一道血线从额头蔓延至腹部，整个身躯轰然裂成两半，鲜血溅落一地，一剑秒杀。叶云看都未看地上的尸体，俯身用剑尖挑下妖狼的双耳，随手收入储物袋中。2级妖兽的耳朵是完成任务的信物，积攒足够数量，回宗后能换取贡献点。他没有丝毫停留，转身继续朝着深处走去。黑风岭另一侧，2道身影急速穿行在林间，脚步轻快，周身透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正是李强与赵磊。李强手中握着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盘，玉盘上刻着细密的纹路，此刻正微微泛着淡光。他盯着玉盘，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定位玉符显示，叶云已经进入黑风岭，正在朝着东侧深处移动。这小子倒是胆大，敢独自深入，省得我们费心寻找。赵磊舔了舔嘴唇，眼底满是兴奋与狠厉。一个刚入宗的新人，大武士4重也敢跟我们叫板？等会儿找到他，我先出手，你从旁略阵，务必一击必杀，不要给他任何求救的机会。2人脚步加快，循着玉盘的指引，朝着叶云所在的方向急速逼近。约莫半炷香的功夫，前方传来一阵低沉的兽吼与打斗的轰鸣。2人对视一眼，放轻脚步，悄然靠近，拨开茂密的枝叶。眼前的一幕让2人瞬间瞳孔骤缩。空地之上，一头体型庞大、浑身覆盖着暗红色鳞甲的妖兽正与一道青色身影疯狂对撞。那妖兽体长近3丈，脊背上隆起一排锋利的骨刺，粗壮的尾巴每一次甩动都砸出深坑，赫然是3级中期的赤灵犀，战力堪比人类大武士4重巅峰的武者。而与他对战的那道身影正是叶云。只见叶云双拳如雨，金色旋力在拳头上凝聚成璀璨的拳芒，每一拳都与赤灵犀的利爪獠牙硬汉，拳拳到肉的撞击声如同闷雷炸响，地面被踏出无数深坑，气浪翻涌，碎石飞溅。叶云非但没有落入下风，反而越战越勇，拳势愈发凌厉，压得赤灵犀节节后退，吼声中带着惊惧。最终，叶云一拳震退赤灵犀，右手拔出腰间的火红长剑，剑光如烈焰划破长空，一剑斩下妖兽的头颅，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李强和赵磊躲在树后，看着这一幕，脸上的兴奋与轻蔑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凝重与忌惮。2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底看到了震惊。3级中期的赤灵犀，肉身强悍，就算是我，也要费一番手脚才能拿下。李强压低声音，语气变得谨慎起来。叶云却能以纯粹的肉身力量硬汉，最后还一剑斩杀，这小子战力远超寻常大武士4重，甚至能威胁到5重。赵磊咽了咽口水，脸上的狠厉褪去，浮现出后怕。幸亏我们谨慎，先观察了一下，若是刚才贸然冲上去，以他这实力，我们虽然能赢，但绝对要付出不小代价，甚至可能被他临死反扑拉一个垫背。李强目光闪烁，沉默片刻，忽然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笑意，从怀中摸出一枚通体漆黑的丹药。丹药不过鸽卵大小，表面泛着诡异的血色纹路，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腥甜气息。既然硬碰硬不稳妥，那就用备用方案。李强压低声音，这枚血煞丹是我花大价钱从黑市弄来的，只要将它捏碎，散发的血气能吸引方圆10里的妖兽疯狂赶来，而且会优先攻击血气最浓的目标。赵磊眼睛一亮，瞬间明白了李强的意图。你的意思是让叶云成为妖兽围攻的目标？这小子再能打，也架不住成群的妖兽围攻，到时候玄力耗尽，必死无疑。李强点头，眼底闪过一丝残忍的笑意。没错，我们只需远远跟着他，等妖兽耗尽他的玄力，他精疲力竭之时，我们再出手补刀，到时候他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我们宰割。事后妖兽啃食尸体，连毁尸灭迹的功夫都省了。赵磊竖起大拇指，脸上满是兴奋与钦佩。妙啊！这样一来，既能除掉叶云，又不用我们冒风险，还能伪装成妖兽袭击，简直天衣无缝。2人对视一眼，皆是露出阴恻恻的邪笑，身形悄然引入密林深处，朝着叶云离去的方向远远跟了上去。日头西斜，黑风岭的密林被染上一层暖金色的余晖。叶云穿行在林间，脚步轻快，周身气息平稳，丝毫没有鏖战一整日的疲惫。从清晨踏入黑风岭开始，他一路深入，斩杀了不下20头妖兽，从2级初期到3级中期皆有。收集的妖兽耳朵装了小半袋，顺手还采了几株品相不错的灵草，收获不错。这些贡献点足够换一瓶修炼用的丹药了。叶云心底暗自盘算，抬眼看了看天色，夕阳已经沉到树梢之下，再过半个时辰，夜幕便会彻底笼罩黑风岭。他停下脚步，目光扫过四周，选了一处背靠山壁、视野开阔的平坦高地。这里地势略高，能看清周围动静，又有一块突出的岩壁遮挡夜风，是绝佳的灵石休憩之所。叶云在一块青石上盘膝坐下，从储物袋中取出干粮和水，慢慢吃着，同时运转太
太玄合欢经恢复玄力。夜色渐浓，黑风岭陷入一片幽暗，月光被茂密的枝叶切割成零碎的光斑，洒落在地面上。偶尔传来几声妖兽的嘶吼，回荡在寂静的山林间。叶云闭目养神，感知却始终外放，警惕着周遭的一切。约莫过了2个时辰，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夹杂着压低的人语声。叶云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冷意，抬眼望去，2道身影从树影中走出，径直朝着他这边而来。那是2名身着外门弟子服饰的青年男子，一个尖嘴猴腮，一个满脸横肉，修为都在大51重左右。2人看到叶云独自一人坐在青石上，对视一眼，眼底闪过贪婪与戏谑。哟呵，这儿还躲着一个。尖嘴猴腮的弟子率先开口，语气轻佻，抬手指着叶云：“小子，10香点，把储物袋交出来。妖兽耳朵、灵草、丹药，统统留下。爷爷们心情好，还能放你一条生路。”满脸横肉的弟子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看着叶云，嗤笑一声：“别想着反抗，我们2个都是一众，你一个人，识趣的赶紧拿出来，免得吃苦头。”叶云看着2人，眼神有些古怪，嘴角微微抽搐。他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衣袍上的尘土，淡淡开口：“你们不认识我？你他妈谁啊？我认识你。”尖嘴猴腮的弟子嗤笑出声，满脸不屑：“你以为自己是内门天骄？少废话，快把储物袋交出来，不然今天这黑风岭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叶云沉默了片刻，眸底的冷意渐渐凝聚，他轻轻叹了口气，声音平静却带着刺骨的寒意：“我本不想杀人，可你们非要逼我。”这话一出，2人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你听听，他说不想杀人，还要杀我们！”满脸横肉的弟子笑得前仰后合，指着叶云：“你一个单枪匹马的小子，还想1打2，脑子没病吧？”话还没说完，叶云动了，流云步施展到极致，他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瞬已经出现在尖嘴猴腮的弟子面前，右手成拳，金色玄力在拳头上凝聚，一拳轰出，带着崩山裂石之势。砰！尖嘴猴腮的弟子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胸口直接凹陷下去，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撞断身后一棵碗口粗的树木，落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便没了气息。满脸横肉的弟子脸上的狂笑瞬间僵住，瞳孔骤然放大，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双腿发软，下意识后退，嘴里结结巴巴：“你……”叶云看都未看他，脚步再动，残影掠过，一掌拍在他的天灵盖上，骨骼碎裂的脆响在夜色中格外清晰。满脸横肉的弟子瞪大双眼，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再也没能爬起来。2具尸体躺在枯叶之中，鲜血缓缓渗入泥土。叶云俯身从2人腰间解下储物袋，打开扫了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里面装了不少妖兽耳朵和几株灵草，加起来比他一天的收获还多，还是打劫道友来得快啊！叶云掂了掂储物袋，轻声感慨：果然杀人放火金腰带，古人诚不我欺，这打劫的营生值得好好钻研。他将储物袋收入怀中，随手挥出2道玄力，在地上轰出2个浅坑，将尸体踢入坑中，附上泥土和枯叶，算是简单处理。做完这一切，叶云重新回到青石上，闭目养神，等待天明。翌日清晨，阳光穿透枝叶，洒落在林间。叶云睁开眼，活动了一下筋骨，精神饱满。他没有急着继续深入，反而找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岔路口，悠闲地靠在一棵大树旁，双手抱胸，目光懒散地盯着来往的小径，守株待兔，等着猎物上门。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道身影从远处走来，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外门弟子，修为在50进10重左右，满脸警惕地四处张望。他看到靠在树下的叶云，脚步一顿，仔细打量了几眼，忽然脸色大变，身体微微一颤。叶云在生死擂台上一战成名，外门弟子中间有不认识他的。那弟子认出叶云后，眼底闪过惊慌，连忙低下头，假装没看见，加快脚步想要绕开。站住！叶云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那弟子耳中。那弟子浑身一僵，不敢再动，僵硬地转过身，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叶云师兄，你有什么吩咐？叶云抬手，语气随意：储物袋拿来。那弟子脸色瞬间垮了下来，咬着牙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乖乖解下储物袋，双手递上，声音带着哭腔：师兄，这是我好不容易攒的，您行行好。叶云接过储物袋，玄力探入一扫，眉头微皱，随手扔了回去，嘴里吐出2个字：穷逼，滚吧。那弟子接过储物袋，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消失在密林之中。叶云继续靠在树上，等待下一个。接下来大半天时间，他又拦下了7、8个路过的外门弟子，大部分人都认得叶云，乖乖交出储物袋。叶云挑挑拣拣，看不上眼的就扔回去，态度好的教训2句放走，遇上那些骂骂咧咧、态度恶劣的，直接一拳打死，搜刮干净。短短几个时辰，叶云的储物袋里又多了几10对妖兽耳朵和10几株灵草，收获颇丰。这些人抢起来真没意思，稍微有点骨气的都没有，全是软骨头。叶云心底摇头，看看天色，日头已经西斜，这条路上许久不见人影，估摸着该换地方了。他站起身，拍了拍衣袍，选了一条通往更深处的方向，
缓步离去。叶云沿着山势一路向东，穿过几片密林，忽然听到前方传来打斗声与女子的怒斥，他眉头一挑，放轻脚步，悄然靠近，拨开茂密的灌木，眼前的一幕让他眸光一凝。前方不远处的空地上，一名粉色衣裙的女子正被4名外门弟子围在中间，背靠着一块巨石，手持短剑，苦苦支撑。那女子衣衫凌乱，裙摆被刀剑划破数道口子，露出银白修长的小腿，肩头的布料也被撕开，隐约可见锁骨下光洁的肌肤。她身上遍布伤痕，血迹斑斑，脸色苍白，却依旧倔强地举着短剑，不愿倒下。正是王语嫣。围攻她的4名弟子修为都在大武士1众左右，比王语嫣的大武士2重略低，但仗着人多势众，将她逼得节节后退，毫无还手之力。4人脸上挂着淫邪的笑意，眼神在王语嫣裸露的肌肤上肆无忌惮地游走，嘴里污言秽语不断。小美人儿，别挣扎了，乖乖把储物袋交出来，让哥几个爽一爽，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一个麻子脸的弟子嘿嘿笑着，目光粘在王语嫣胸前。就是，这么漂亮的小妞死了多可惜，让我们快活，保证让你欲仙欲死。另一个满脸痘痕的弟子舔了舔嘴唇，伸手朝着王语嫣的胸口抓去。王语嫣侧身躲开，短剑横扫，逼退那人，可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剑势绵软无力，根本伤不到人。他眼眶泛红，眼底满是绝望与屈辱，声音嘶哑：你们别过来，再靠近我就自尽。自尽！麻子脸嗤笑一声，死了更好，尸体照样能玩，反正黑风岭妖兽多，玩完往山里一扔，谁知道是你。其他3人闻言，爆发出一阵更加猖狂的大笑。王语嫣的脸色彻底惨白，握着短剑的手微微颤抖，心底涌起无尽的绝望。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还要被这群畜生糟蹋？就在王语嫣万念俱灰，准备咬舌自尽之际，一道冷冽的声音骤然炸响，如同惊雷般在4人耳边响起：你们找死！4人大惊失色，齐刷刷转头，只见一道青色身影从灌木中缓步走出，身姿挺拔，面容冷峻，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寒意。正是叶云。麻子脸瞳孔骤缩，下意识后退半步，声音发颤：叶云。叶云生死擂台一战成名的事，外门弟子无人不知，那可是能斩杀服用暴气丹后达到大武师5重的狠人。他们4个大武士1众加起来都不够对方塞牙缝的。王语嫣看到叶云的瞬间，泪水夺眶而出，浑身一软，险些瘫倒。她颤抖着声音，带着哭腔喊道：叶云，救我！麻子脸4人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有半点停留，对视一眼，转身就要逃窜。叶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右手拔出粉血剑，火红的剑光一闪，剑芒横斩而出，瞬间追上跑在最前面的2人。剑光掠过，2颗头颅高高飞起，鲜血喷涌如泉。剩下的2人吓得肝胆俱裂，腿都软了，跌跌撞撞还想跑。叶云脚步一错，流云步施展，瞬间追上，剑光再闪，2颗人头再次落地，4具无头尸体倒在血泊之中，生机全无。叶云收剑归鞘，快步走到王语嫣身边。王语嫣靠在巨石上，浑身是伤，衣裙破碎，裸露的肌肤上血迹斑斑。最触目惊心的是，她胸口处一道深深的剑痕，从左肩斜划下，几乎贯穿到心口，鲜血还在往外渗。她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看到叶云走近，终于再也支撑不住，身子一软，朝着地面栽去。叶云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揽入怀中，温软的触感瞬间传来，隔着破碎的衣衫，能清晰感受到她身体的柔软与温热。叶云低头，目光不经意扫过王语嫣胸前裸露的肌肤，那道伤口触目惊心，却也隐约可见起伏的曲线。没想到这丫头看着身材纤细，抱起来还挺有料。叶云心底掠过一丝异样，却来不及多想，连忙查看她的伤势。王语嫣靠在她怀里，意识已经模糊，嘴里呢喃着：叶云，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话没说完，她便彻底昏了过去。叶云眉头紧皱，看着怀中昏迷的女子，再看看四周血迹斑斑的战场，深吸一口气，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给她疗伤。她伤得太重，不及时处理，怕是会留下隐患。她弯腰将王语嫣打横抱起，少女的身体轻盈柔软，紧紧贴着她的胸膛，淡淡的少女体香混着血腥味钻入鼻腔，让人心神微荡。叶云压下心底的杂念，抱着她快步离开这片血腥之地，朝着山势更隐蔽的方向疾行而去。叶云抱着王语嫣在山林间急速穿行，怀中的少女轻若无骨，温软的身躯紧紧贴着她的胸膛，淡淡的少女体香混着血腥味钻入鼻腔。她压下心底的杂念，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寻找隐蔽的藏身之所。约莫1炷香的功夫，她在一处陡峭的山壁下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洞口被密密麻麻的藤蔓遮掩，若非仔细查看，根本发现不了。叶云拨开藤蔓，抱着王语嫣钻了进去。洞内不大，约莫2-3丈见方，地面干燥，铺着一层厚厚的枯草，角落里还有几块平整的青石，显然是曾有野兽栖息的痕迹。叶云将王语嫣轻放在枯草上，借着洞口透进来的微光查看她的伤势。这一看，她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王语嫣身上的伤口不少，最严重的是胸口那道剑痕，从左肩斜滑下，几乎贯穿到心口，衣衫被鲜血浸透，粘在肌肤上，若不及时处理，感染溃烂事小，
失血过多危及性命才是大问题。可这伤的位置太过尴尬，想要清理包扎，必须把他的上衣褪去。叶云犹豫了片刻，看着王语嫣苍白如纸的脸色和微微起伏的胸口，深吸一口气，眸底闪过坚定。救人要紧，顾不得那么多了。再说我只是疗伤，问心无愧。他伸出手，指尖微微颤抖，轻轻解开王语嫣腰间的系带，外衫被缓缓褪下，露出里面染血的亵衣。亵衣紧贴着肌肤，勾勒出少女青涩却已初具规模的曲线。叶云定了定神，继续动手，将亵衣小心掀开。银白的肌肤映入眼帘，虽然沾满血迹，却依旧能看出原本的细腻光滑。那道剑痕触目惊心，从左肩斜斜而下，最深的地方几乎能看到隐隐的骨色。叶云瞳孔微缩，心底涌起一丝怜惜，连忙从储物袋中取出清水、布条和金疮药。他先用清水轻轻擦拭伤口周围的血迹，动作极尽轻柔，生怕弄疼昏迷中的少女。血迹一点点被洗净，露出更多的肌肤，浑着伤痕的雪白，在昏暗中泛着温润的光。叶云不敢多看，收敛心神，专注地清理伤口，撒上金疮药，再用干净的布条一圈卷包扎起来。整个过程，他的手始终很稳，没有半分逾矩。包扎完毕，叶云又检查了王语嫣身上的其他伤口，一一清理上药，这才长长松了口气。做完这一切，叶云在旁边的青石上盘膝坐下，闭目运转太玄合欢经，开始修炼。洞内安静下来，只剩下两人绵长的呼吸声。一夜无话。翌日清晨，阳光透过藤蔓的缝隙洒进山洞，在地面上铺开斑驳的光影。王语嫣的睫毛轻轻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双眼，入目是陌生的岩壁，鼻间萦绕着淡淡的药香和一股若有若无的男子气息。他瞳孔骤然一缩，身体瞬间紧绷，下意识想要坐起，可刚一动，浑身便传来剧烈的疼痛，尤其是胸口处被布条紧紧缠着，传来丝丝凉意。王语嫣低头一看，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她身上的外衫被褪去，亵衣也被解开，胸前被白色的布条层层包裹，裸露的肩头和锁骨上还能看到药粉的痕迹。她猛地抬头，目光落在不远处青石上盘膝而坐的青色身影上。叶云，是他救了自己。可这包扎的位置，王语嫣的脸颊瞬间滚烫，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脖颈。她咬着唇，心乱如麻，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怔怔地盯着叶云，似乎是察觉到他的目光。叶云睁开眼，转头看向他，嘴角勾起一抹温和的笑意。醒了，感觉怎么样？王语嫣张了张嘴，声音细若文瑞。我的伤。叶云知道他想问什么，神色坦然，语气平静。你伤在胸口，失血过多，若不及时包扎，会有性命之忧。事急从权，我只能抱歉。他顿了顿，补充道：你放心，我只是疗伤，绝无半分冒犯之意。王语嫣看着他坦荡的眼神，心底的慌乱与羞涩渐渐平复，取而代之的是复杂难言的情愫。他知道叶云说的是实情，那种情况下换了任何人也只能如此，可他毕竟是第一个看到自己的男子。王语嫣垂下眼帘，轻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羞意，更多的却是感激。谢谢你，叶云，若不是你，我昨天就死在那些人手里了。叶云摆摆手，不必客气，我们本是旧识，救你是应该的。你的伤势虽然处理过，但还需要时间恢复，这几天不要剧烈运动。王语嫣点点头，忽然想到什么，抬眼看着他，问道：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要对我动手？叶云眉头微挑，你不知道？王语嫣摇头，眸底闪过一丝愤恨。那几个人入门后就一直纠缠我，说什么喜欢我，要我做他们道侣，我没同意，他们便怀恨在心。没想到进了黑风岭，他们竟然做出这等下贱之事。叶云冷笑一声，畜生就是畜生，披着人皮也改不了本性。不过你放心，他们已经死了，再也不会来骚扰你。王语嫣闻言，心底涌起一阵快意，随即又泛起复杂的情绪。他看着叶云，犹豫了片刻，轻声问道：叶云，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要继续完成任务，不能就这样回去。叶云眉头微皱，目光在他身上扫过，语气带着几分无奈。你现在的状态，连一级妖兽都未必打得过，怎么完成任务？王语嫣咬着唇，眼眶微微泛红，声音带着几分哽咽。我知道，可我真的不能放弃。宗门规定，新人任务必须完成，否则会被直接清除出宗门。我承载着王家的希望，若被逐出宗门，父亲会失望，家族也会蒙羞。说完这些，王语嫣抬起头，看着叶云，眸底满是恳求与期盼，声音柔弱的让人心疼。叶云，你能带着我一起完成任务吗？我保证不拖你后腿，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这5个字落在叶云耳中，让他眸光微微一闪。他看着王语嫣楚楚可怜的模样，眼底闪过一丝促狭的笑意，故意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语气带着几分玩味。哦，做什么都可以。王语嫣被他看的脸颊更红，心跳如鼓，脑海中不受控制的浮现出各种画面。他不会提出那种要求吧？我该怎么办？可若是不答应，任务就完不成。他咬着唇，沉默了良久，最终闭上眼，用尽全身力气，轻轻点了点头，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可以。叶云看着他紧张的快要哭出来的模样，忍不住轻笑出声。行了，逗你玩的，我还没想好要你做什么，先欠着。走吧，我带你完成任务。王语嫣猛地睁开眼，眸底满是惊喜与感激，
泪光闪烁。真的？叶云站起身，拍了拍衣袍，看着他，还能自己走吗？能。王语嫣连忙点头，双手撑着枯草，努力想要站起来，可刚站起一半，双腿便软得如同灌了铅，身子一歪，朝着地面栽去。叶云眼疾手快，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他身边，长臂一捞，将他稳稳揽入怀中，温软的身躯再次贴紧胸膛，少女身上淡淡的馨香钻入鼻腔。叶云低头看着他泛红的脸颊，嘴角勾起一抹无奈的笑意。走吧，我抱着你。话音落下，他不再多言，抱着王语嫣大步走出山洞，拨开藤蔓，阳光洒落在两人身上。叶云身形一动，流云步施展，抱着他急速穿行在山林之间。王语嫣蜷缩在他怀里，脸颊紧紧贴着他的胸口，能清晰感受到他有力的心跳和温热的体温。他悄悄抬眼偷看叶云棱角分明的侧脸，心底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悸动与羞涩。他的怀抱好温暖。接下来的时间里，叶云抱着王语嫣，如同一道青色残影，穿行在黑风岭的密林之间。但凡遇到妖兽，他一剑斩杀，干脆利落；但凡遇到其他外门弟子，他二话不说，直接拦下，储物袋乖乖奉上。敢反抗的，一拳打死，搜刮干净。态度好的，教训两句，放走。短短1天时间，死在叶云手上的妖兽不计其数，被他抢过的弟子少说也有20-30人。到了第2天下午，叶云的储物袋里，1级妖兽耳朵足足300多对，2级妖兽200多对，3级妖兽也将近50对，灵草更是塞得满满当当，足够换一大笔贡献点。他分出一半，塞进王语嫣的储物袋里。王语嫣看着袋子里堆成小山的妖兽耳朵，眼眶再次泛红，抬眼看着叶云，声音哽咽：“叶云，你对我太好了，这么多，足够我轻松完成任务，甚至能排进前几名。”叶云淡淡一笑，顺手的事不用放在心上。王语嫣咬着唇，心底的感动几乎要溢出来。她看着叶云，目光愈发柔软，轻声呢喃：“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气氛在这一刻变得微妙起来，两人之间流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王语嫣脸颊微红，垂下眼帘，不敢再看叶云的眼睛。就在此时，叶云脸色骤变，猛地抬头望向远处的山岭，大地开始震颤，沉闷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如同万马奔腾，越来越近。山林间无数飞鸟惊起，妖兽的嘶吼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王语嫣脸色煞白，紧紧抓住叶云的衣襟，声音发颤：“这是什么？”叶云眸光一凝，脸色彻底凝重下来。他抱着王语嫣转身就要离开，可已经晚了。四面八方无数妖兽如同潮水般涌来，将两人团团围住。一头头狰狞的妖兽，猩红的眸子死死盯着他们，咸水顺着獠牙滴落。其中足足有10头3级妖兽，最弱的都是3级初期，最强的几头散发着让人心悸的威压。而最恐怖的是，兽巢后方，一头体型足有数丈高的黑色巨猿缓缓踏出，它周身散发着狂暴的气息，每一步落下，地面都狠狠震颤。那股威压远超寻常3级妖兽，3级后期，甚至可能是3级巅峰。叶云瞳孔骤缩，心底涌起前所未有的压力。这阵势绝非偶然，有人在背后搞鬼。远处密林深处，2道身影隐匿在树冠之中，正是李强与赵磊。两人看着被兽巢围困的叶云，脸上满是得意与阴狠的笑容。成了，李强低声笑道。血煞丹的威力果然惊人，引来了这么多妖兽，还有3级后期的存在。叶云就算有3头6臂，这次也必死无疑。赵磊舔了舔嘴唇，眼底满是兴奋。等他被妖兽撕碎，我们再去收拾残局，把他的储物袋捡回来。云哥那边也好交差了。两人对视一眼，得意的笑出声来。兽巢中央，王语嫣看着铺天盖地的妖兽，吓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如纸。她紧紧抓着叶云的衣襟，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叶云，我们是不是要死了？”叶云深吸一口气，将他抱得更紧，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让人安心的笃定：“别怕，一切交给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王语嫣抬头看着叶云冷峻的侧脸，感受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心底的恐惧奇迹般的被压了下去。他靠在他怀里，轻轻点了点头，眼眶中泛起一层薄薄的水雾。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兽巢越来越近，血腥与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叶云右手握住粉血剑，眸底寒光闪烁，周身玄力疯狂涌动，金色光芒隐隐浮现。一场血战即将爆发，兽巢如黑色的潮水般涌来，四面八方尽是狰狞的妖兽，猩红的眸子在昏暗的林间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叶云左手紧紧抱着王语嫣，右手握着粉血剑，剑身上火红的玄力吞吐不定，映照着他冷峻的面庞。抱紧我！叶云低沉开口，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王语嫣蜷缩在他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脸颊贴着他的胸口，能清晰感受到他有力的心跳。他轻轻点头，没有说话，只是将身体缩得更紧，生怕成为他的累赘。第一波妖兽扑了上来，10几头2级妖兽张着血盆大口，利爪撕破空气，朝着叶云狠狠抓来。叶云脚步一错，流云步施展到极致，身形在兽群中穿梭如鬼魅，粉血剑化作漫天火红的剑影，每一剑落下，必有一头妖兽身首异处。鲜血溅落，染红了他的衣袍，也染红了怀中的王语嫣。
可他始终将王语嫣护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所有飞溅的血肉与爪牙。吼！一头3级中期的赤焰虎从侧面扑来，利爪裹挟着炽热的火焰，直取叶云后心。叶云头也不回，左手依旧抱着王语嫣，右手粉血剑反手斩出，剑芒与虎爪轰然相撞，火焰炸裂，赤焰虎被震退数丈。叶云也闷哼一声，虎口微微发麻，他来不及喘息，又有3头3级妖兽同时扑来。叶云眸底寒光闪烁，粉血剑横扫，金色剑芒划出一道半圆弧光，将3头妖兽尽数逼退。可他怀里的王语嫣被震得微微一颤，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叶云，你放我下来吧。王语嫣虚弱的开口，声音里带着哭腔。你这样会死的。叶云低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平静却坚定。别说傻话，我说过，有我在，你不会有事。话音落下，他周身玄力再次暴涨，金色光芒冲天而起，粉血剑发出清越的剑鸣，剑身上的火焰纹路仿佛活了过来，熊熊燃烧。一头又一头妖兽倒在剑下，鲜血汇聚成溪流，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叶云浑身浴血，分不清是妖兽的血还是自己的血，可他始终没有停下，始终将王语嫣牢牢护在怀中。终于10头3级妖兽被他斩杀了7头，剩下的3头也受了重伤，畏缩不前。可叶云也到了极限，玄力消耗殆尽，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最深的一道从左肩斜滑到腰际，血肉翻卷，触目惊心。就在此时，兽巢后方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那头体型足有数丈高的黑色巨猿缓缓踏出，他每一步落下，地面都狠狠震颤，周围的妖兽纷纷退避，让出一条通道。巨猿走到叶云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猩红的眸子里满是暴虐与戏谑，那股威压铺天盖地般压下，让叶云几乎喘不过气来。3级后期，仅差一步便能踏入3级巅峰的恐怖存在，换算成人类武者的修为，相当于大58重。叶云瞳孔骤缩，脸色彻底凝重下来。大58重比我高出整整2个境界，难怪会有如此恐怖的压迫感。王语嫣感受到那股威压，脸色惨白如纸，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他抬头看着叶云，泪水夺眶而出。叶云，你别管我了，你自己逃吧，带着我，你逃不掉的。叶云没有回答，只是将他抱得更紧。他看着眼前的巨猿，深吸一口气，眼底的凝重渐渐化作决绝的战意。想杀我，那就来吧。话音落下，叶云周身的气息骤然暴涨，原本内敛的玄力如同火山般喷发，金色光芒冲天而起，照耀的整片林间都镀上一层金辉。那股气息浑厚、精纯、磅礴，远超大54重应有的水准。大56重，叶云一直在隐藏实力，从突破之后，他始终将修为压制在大54重，为的就是关键时刻给敌人致命一击。王语嫣感受到他暴涨的气息，猛地抬头，眸子里满是震惊与不可思议。叶云竟然是大56重！巨猿也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可随即他暴怒的咆哮一声，双拳捶打着胸膛，朝着叶云猛扑而来。巨大的拳头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狠狠砸下。叶云没有退缩，他将王语嫣轻轻放在身后的巨石旁，低声说了一句等我，随即转身迎着巨猿的拳头一拳轰出。残阳拳第一式，残阳出生。金色拳芒与巨猿的拳头轰然相撞，狂暴的气浪炸开，周围的地面被震出无数裂纹，树木齐根折断。叶云闷哼一声，倒飞出去，撞断了身后一棵大树，嘴角溢出血丝。巨猿也不好受，拳头上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痕，黑色的血液滴落。他怒吼一声，再次扑上。叶云抹去嘴角的血迹，眸底战意更盛。他拔出粉血剑，残阳拳第2式、第3式交替施展，配合粉血剑的锋芒，与巨猿缠斗在一起。一人一猿的身影在空地间疯狂碰撞，每一次撞击都激起惊天的轰鸣。叶云将毕生所学施展到极致，流云步、残阳拳、粉血剑，所有手段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10招、20招、50招，叶云浑身浴血，伤痕累累，可他始终没有倒下，剑势反而越来越凌厉，拳芒越来越炽热。终于在第73招时，他抓住了巨猿的一个破绽，粉血剑化作一道火红的流光，狠狠刺入巨猿的咽喉。巨猿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巨大的拳头砸在叶云胸口，将他轰飞出去。可那一剑也彻底斩断了他的生机。巨猿踉跄几步，庞大的身躯轰然到地，震得地面狠狠一颤。叶云躺在地上，大口喘息，浑身仿佛散了架一般，连动弹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可他看着巨猿倒下的尸体，嘴角勾起一抹虚弱的笑意。赢了！他挣扎着爬起身，踉跄着走到王语嫣身边，将她重新抱入怀中。王语嫣早已泪流满面，双手颤抖着抚摸她满身的伤痕，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叶云低头，额头抵着他的额头，轻声说：我说过，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王语嫣再也忍不住，双手环住他的脖颈，放声大哭。密林深处，2道隐匿在树冠中的身影死死盯着空地中央的场景，脸上的得意与狞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满满的震惊与难以置信。李强的手微微颤抖，差点握不住手中的玉盘，他瞪大双眼，死死盯着那道抱着王语嫣的青色身影，喉结滚动，声音沙哑的几乎发不出来。3、
3级后期的黑血魔猿，堪比大58重，他居然杀了。赵磊的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嘴唇哆嗦着。大56重，他藏得这么深？刚才在兽巢中，他一直在隐藏实力。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底看到了深深的恐惧与后怕。若是刚才他们贸然冲上去，此刻躺在地上的恐怕就是他们的尸体。怪不得云哥让我们务必谨慎。李强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底的惊惧，眸底闪过阴冷的寒光。此子太过危险，绝不能留。赵磊咽了咽口水，压低声音：现在怎么办？他重伤至此，正是下手的好时机。李强摇了摇头，目光死死盯着叶云，看着他浑身浴血，脚步踉跄的模样，眼底闪过一丝犹豫，随即又化作狠厉。不急，他虽然重伤，但那股拼命的狠劲还在。我们若是此刻出手，他临死反扑，未必不能拉一个垫背。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弧度。跟着他，等他彻底松懈，等他以为安全了，我们再动手，到时候让他死得不明不白。赵雷点点头，两人悄无声息地从树冠中滑落，远远坠在叶云身后，如同2条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时机。画面一转，叶云抱着王语嫣找到一处隐蔽的山洞，洞内不大，却干燥整洁，角落里铺着厚厚的干草，显然是曾有野兽栖息的痕迹。他将王语嫣轻轻放在干草上，自己也靠着石壁坐下，大口喘息，浑身的伤口传来阵阵剧痛，尤其是胸口被巨猿砸的那一拳，肋骨断了2根，每次呼吸都疼得钻心。叶云咬着牙，从储物袋中取出金疮药和布条，开始处理伤口。王语嫣躺在干草上，看着他艰难地给自己上药，眼眶又红了。他挣扎着坐起身，声音虚弱却坚定：我来帮你。叶云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王语嫣挪到他身边，接过他手里的布条和金疮药，小心翼翼地清理他背上的伤口。他的动作极尽轻柔，生怕弄疼了他。可每次碰到伤口，叶云的身体还是会微微颤抖。疼吗？王语嫣轻声问，声音里带着心疼。叶云笑了笑，不疼。骗人。王语嫣咬着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你为了我差点死掉，那么多伤，怎么可能不疼？他说着说着，声音哽咽起来，泪水滴落在叶云的背上，温柔而湿润。叶云转过身，抬手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痕，目光柔和。别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王语嫣抬起泪眼，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庞，心跳莫名加快。他的眉眼，他的鼻梁，他嘴角那抹温柔的笑意，每一处都让他心弦颤动。王语嫣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轻轻抚摸他脸上的伤痕，声音轻得如同梦呓。叶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叶云看着他泛红的眼眶，轻声说：因为你是我从石云城带来的，因为我答应过要照顾你，因为你是王语嫣。最后那句话让王语嫣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怔怔地看着他，脸颊渐渐泛起红晕，连耳根都染上了粉色。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近到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洞内安静的只剩下心跳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而暧昧的气息。王语嫣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声音细弱文锐：叶云，我……他话没说完，叶云忽然伸出手，轻轻捧住他的脸，拇指摩挲着他泛红的脸颊。王语嫣浑身一颤，抬眸对上他深邃的目光，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腔。叶云缓缓靠近，额头抵着他的额头，鼻尖碰着鼻尖，他的呼吸温热而灼人，带着淡淡的血腥味。可王语嫣却觉得那是世上最让人安心的气息。语嫣。叶云轻声唤他的名字，声音低沉而温柔。王语嫣闭上眼，睫毛颤得厉害，心底涌起无尽的期待与羞涩。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他不想躲，也舍不得躲。叶云的唇轻轻印在他的额头上，温柔而珍重，如同对待世间最珍贵的宝物。王语嫣浑身一颤，泪水再次涌出，却是喜悦的泪水。傻瓜，哭什么？叶云低声笑道，唇一下来，轻轻吻去他眼角的泪痕。王语嫣睁开眼，看着他，眸子里满是柔情与依赖。他伸出手环住他的脖颈，将脸埋在他怀里，轻声说：叶云，我喜欢你。叶云将他拥紧，下巴抵着他的发顶，轻声说：我知道，那你呢？王语嫣抬起头，期待地看着他：你喜欢我吗？叶云看着他，目光里满是温柔与宠溺，轻轻点了点头：喜欢。王语嫣笑了，笑得眉眼弯弯，如同绽放的花朵。他再次将脸埋进他怀里，双手紧紧环着他的腰，仿佛要将他融入自己的身体。两人就这样相拥着，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感受着彼此的温暖与心跳。洞外的夜色渐深，月光透过洞口洒进来，在地面上铺开一层银白的柔光。过了许久，王语嫣忽然抬起头，脸颊红红的，声音带着羞意：叶云，你身上还有伤，躺下休息吧，我帮你守着。叶云摇摇头：你伤还没好，需要休息。我没事，这点伤不算什么。不行。王语嫣倔强地看着他：你为我拼了命，现在轮到我照顾你，你要是不躺下，我就不理你了。叶云看着他认真的模样，无奈地笑了笑，顺从地躺了下来。王语嫣挪到他身边，轻轻靠在他肩上，小手握着他的手，十指相扣。睡吧，他轻声说，我在这里陪着你。叶云闭上眼，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暖与柔软，嘴角勾起一抹安心的笑意。很快他便沉沉睡去。王语嫣侧头看着他安静的睡颜，心底涌起无尽的柔情。他轻轻抬起头，
在他唇上印下一个蜻蜓点水的吻，随即羞得将脸埋进他怀里，再也不敢抬头。夜色渐深，月光透过洞口洒落，在地面上铺开一层银白的柔光，洞内静谧而温暖，两道相拥的身影沉浸在沉睡之中，呼吸绵长而平稳。王语嫣靠在叶云肩头，小手依旧握着他的手，十指相扣。他没有睡熟，只是轻轻闭着眼，嘴角还挂着一抹浅浅的笑意。方才那个蜻蜓点水的吻，让他的心跳到现在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他真的说喜欢我，不是骗我的。想到这里，王语嫣的脸颊又烫了起来，悄悄抬眼看了看叶云安静的睡颜，心底涌起无尽的甜蜜与满足。就在这时，洞外传来一丝极其细微的声响，窸窸窣窣，如同夜风拂过草丛，却又带着一丝不自然的刻意。王语嫣浑身一僵，猛地睁开眼，她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那细微的声响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脚步声，而且不止一人。她的心跳瞬间提到嗓子眼，下意识想要叫醒叶云，可刚一动，两道黑影已经闪电般窜入洞中。嘶！低沉的爆喝炸响，两道凌厉的掌风裹挟着大武师五重的浑厚旋律，狠狠朝着叶云的头颅拍去。王语嫣瞳孔骤缩，根本来不及思考，身体已经先于意识动了。她猛地扑到叶云身上，用自己的后背挡在那两道致命的掌风之前。砰！沉闷的撞击声在洞内炸开，王语嫣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重重撞在洞壁上，又跌落在地。语嫣，叶云瞬间惊醒，入目便是王语嫣吐血倒地的画面，她双目瞬间赤红，周身旋力如同火山爆发般轰然喷涌，大武师6重的狂暴气息席卷整个山洞。两道黑影正是李强与赵磊，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气息震得后退半步，脸上闪过惊惧，可随即又化作狠厉。他重伤未愈，撑不了多久，一起上，杀了他！李强厉喝一声，率先扑上，掌风如刀，直取叶云咽喉。赵磊紧随其后，双手成爪，旋力化作凌厉的爪影，朝着叶云周身要害狠狠抓去。两人皆是5重巅峰，联手之下威势惊人。叶云根本不闪不避，粉雪剑瞬间出鞘，火红剑芒撕裂黑暗，一剑斩向李强。枪！剑掌相撞，李强闷哼一声，被震退数步，掌心鲜血淋漓。他脸色大变，难以置信地看着叶云，重伤至此，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战力。赵磊趁机从侧面扑上，利爪狠狠撕向叶云后心。叶云头也不回，左手一拳轰出，残阳拳第一式，残阳出生。金色拳芒与爪影轰然相撞，赵磊惨叫一声，整条手臂骨骼碎裂，倒飞出去。怎么可能？李强惊骇欲绝，转身就逃。叶云脚步一错，流云步施展到极致，瞬间追上，粉雪剑横扫，火红剑芒斩过李强的腰际，鲜血喷涌，李强的身体拦腰断成2截，跌落在地，再也没能爬起来。赵磊刚挣扎着爬起，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朝着洞口逃去。叶云抬手，粉雪剑脱手飞出，化作一道火红流光，瞬间贯穿他的后心，将他狠狠钉在洞壁上。赵磊瞪大双眼，低头看着胸口透出的剑尖，嘴唇蠕动了2下，脑袋一歪，彻底没了气息。2具尸体倒在血泊中，洞内一片死寂。叶云没有多看他们一眼，转身冲向王语嫣，将她轻轻抱起。王语嫣脸色惨白如纸，嘴角不断溢出鲜血，胸口微弱的起伏着，气息奄奄。语嫣，语嫣！叶云声音发颤，唤着她的名字，双手都在颤抖。王语嫣艰难地睁开眼，看着他，嘴角努力挤出一抹笑，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你没事就好。话没说完，他眼睛一闭，彻底昏了过去。叶云心脏狠狠一缩，连忙探手查看他的伤势，那2掌结结实实拍在他后背上，震断了3根肋骨，5脏6腑都受了重创。若不是他修为已到大武师1重，此刻早已毙命。不行，不能让他死。叶云猛地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从储物袋中翻出一个玉瓶，正是穆婉瑶送给他的那瓶黄级上等疗伤丹。他倒出一枚丹药，丹药通体银白，散发着浓郁的丹香。叶云将王语嫣轻放在干草上，捏开他的嘴，将丹药喂了进去，又渡了一丝玄力，帮他化开药力。丹药入口即化，温热的药力顺着喉咙流入体内，迅速滋养着他受损的脏腑和经脉。王语嫣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一丝血色，呼吸也平稳了许多。叶云这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息，浑身的伤口再次崩裂，鲜血渗出。可他已经顾不上了，只是紧紧握着王语嫣的手，守在她身边。语嫣，你为我挡那2掌，这份情我叶云记一辈子。洞外月光依旧清冷，洞内2具尸体倒在血泊中，血腥味弥漫。叶云坐在王语嫣身边，目光落在她苍白的脸上，眸底满是心疼与后怕。过了许久，王语嫣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缓缓睁开眼。她看到叶云，看到自己还活着，眼眶瞬间红了。叶云，叶云连忙俯身将她轻轻扶起，靠在自己怀里，柔声问：感觉怎么样？还疼吗？王语嫣摇摇头，靠在他怀里，轻声说：不疼了，你的丹药救了我。叶云将她拥紧，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声音低沉而郑重：以后不许再这样，不许再替我挡刀挡掌，听到没有？王语嫣抬起眼看着他，眸子里满是柔情与倔强。
那你呢？你为我拼了那么多次命，我替你挡一次，又怎么了？叶云看着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王语嫣笑了笑，伸手抚摸他满是血迹的脸，轻声说：叶云，我愿意的，为你什么都愿意。叶云心头一颤，低下头，在他唇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月光静静洒落，为这对相拥的身影镀上一层温柔的荧光。洞内的血腥味渐渐散去，只剩下2颗紧紧相依的心，在夜色中越靠越近。第二天，叶云抱着王语嫣走出黑风岭，踏入了落雪宗外围的任务交付处。交付处是一座3层高的青石楼阁，飞檐斗拱，古朴庄重。门前早已排起了长队，数十名外门弟子正等待着交付任务、兑换贡献点。人声嘈杂，热闹非凡。当叶云抱着王语嫣走近时，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叶云身上血迹斑斑，衣袍破碎，浑身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血腥与煞气，那是经历过生死厮杀后留下的气息，浓得几乎化不开，让靠近的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他怀里抱着的王语嫣虽已服过丹药，脸色依旧苍白，虚弱地靠在他胸口，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让一下。叶云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排队的人群下意识地让开一条通道，没有一个人敢出声阻拦，甚至不敢与他对视。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老弟子，此刻纷纷低下头，侧身让路。叶云抱着王语嫣径直走到交付窗口前，他从储物袋中倒出此次任务的收获。哗啦，妖兽耳朵如同小山般倾泻而出，堆满了整个交付台。1级妖兽耳朵300余对，2级妖兽200余对，3级妖兽近50对，每一对耳朵都散发着或浓或淡的妖气，堆积在一起，形成一股令人心悸的压迫感。负责登记的执事弟子手一抖，毛笔差点掉落。他瞪大双眼盯着那堆成小山的妖兽耳朵，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却已经变了调。这些都是你一个人斩杀的？叶云点点头，神色平静。劳烦登记。执事弟子咽了咽口水，连忙埋头轻点，手指都在微微颤抖。周围排队的外门弟子彻底炸开了锅，议论声此起彼伏，压都压不住。我的天，300多对1级妖兽，200多对2级，还有将近50对3级，这得杀多少妖兽才能攒这么多？他是把黑风岭的妖兽窝给端了吗？叶云到底什么修为？这也太逆天了！听说他在黑风岭独占兽巢，杀了不知道多少妖兽，本来还以为是吹牛，没想到是真的。你看他那一身血迹和煞气，那是装得出来的吗？绝对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执事弟子清点完毕，颤抖着声音报出数字：1级妖兽347对，2级妖兽223对，3级妖兽47对，总计贡献点16200点。这个数字一出，全场死寂。16200贡献点足以兑换玄级下品功法，足以换取1整年的修炼资源，足以让任何一个外门弟子一跃成为外门最富有的人。寻常外门弟子完成一次新人任务，能拿到几百贡献点就已经是烧高香了。叶云这一笔抵得上别人几10次任务的总和。叶云却只是淡淡点头，神色没有丝毫波动。他将贡献点划了一半到王语嫣的令牌上，另一半留给自己。8100点足够王语嫣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需为资源发愁。他收起令牌，抱起王语嫣，转身离开交付处，只留下一地惊掉的下巴和满是的死寂。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般，瞬间传遍了整个外门。叶云活着回来了。叶云交付了海量妖兽耳朵。叶云获得了16200贡献点。叶云在黑风岭杀穿了兽巢。每一道消息都如同惊雷，炸得外门弟子目瞪口呆。当叶云抱着王语嫣走进外门区域时，沿途遇到的所有弟子纷纷停下脚步。他们看着那道浑身浴血却脊背挺拔的身影，目光里再也没有从前的质疑与轻蔑，只剩下满满的敬畏与崇拜。那些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老弟子，此刻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引起他的注意。那些曾经在背后议论他的新人，此刻满脸狂热，恨不得冲上去攀谈几句，却又不敢贸然上前。王语嫣被叶云放下，站在他身边，感受到周围投来的目光，脸颊微微泛红。他悄悄看了叶云一眼，眸子里满是骄傲与欢喜。就在这时，一名身着灰袍的女长老从人群中走出，目光落在王语嫣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微微颔首：“你叫王语嫣？”王语嫣一愣，连忙躬身行礼：“弟子王语嫣，见过长老。”女长老点点头，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乃内门长老周若云，你在黑风岭的表现，我已有所耳闻，能在那等绝境中活下来，且心性坚韧，是个可造之才。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周若云的记名弟子。稍后我会让人带你去内门办理手续。”这话一出，周围顿时一片哗然。内门长老亲自收徒，还是记名弟子，这是何等的荣耀！王语嫣也愣住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连忙躬身道谢：“多谢长老抬爱，弟子定当勤勉修行，不负长老厚望。”周若云点点头，又看了叶云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意味深长，随即转身离去。人群渐渐散去，王语嫣转身看向叶云，眼眶又红了。他知道自己能入内门，全是因为叶云，若不是他拼死相护，自己早就死在黑风岭了。叶云，王语嫣开口，声音哽咽。叶云抬手轻轻擦去她眼角的泪，柔声说：“傻丫头，这是你自己的造化，
跟我没关系。入了内门要好好修炼，别给我丢脸。王语嫣用力点头，忽然踮起脚尖，双手环住他的脖颈，红唇直接印了上去。叶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伸手环住他的腰，回应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吻。两人相拥而吻，旁若无人。周围路过的弟子纷纷侧目，窃窃私语。良久，唇分。王语嫣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埋在他怀里，不敢抬头。叶云低头，在他耳边轻声说：“进去以后，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事就来找我。”王语嫣点点头，声音细弱文瑞：“你也是我等你。”叶云笑了笑，揉了揉他的头发：“去吧。”王语嫣依依不舍地松开手，一步三回头地朝着内门方向走去，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叶云才收回目光，转身朝着外门宿舍走去。而此刻，外门宿舍的角落里，一道身影正透过窗户，死死盯着叶云离去的方向。孙浩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他亲眼看到叶云活着回来，亲眼看到王语嫣当众吻他，看到内门长老收他为徒，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叶云不仅没死，反而在黑风岭大杀四方，风光无限。完了，全完了！孙浩瘫坐在床上，满心绝望。慕容云应该出手了，怎么会这样？凌霄肯定也不是他的对手，我该怎么办？他猛地站起身，眼底闪过一丝疯狂。不行，我不能等死！凌霄不行，那就找更强的；外门不行，那就找内门。只要能杀了叶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他咬了咬牙，转身冲出宿舍，消失在夜色中。叶云回来不久之后，宗门里便传出了外门大比提前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般传遍了整个落雪宗。所有外门弟子都在疯狂修炼，争取在这最后几日再进一步，在大比中脱颖而出。叶云倒是不急，他依旧保持着原来的节奏，每日修炼，偶尔去演武场转转，看看有没有不长眼的送上门来。这一日，他刚从演武场回到宿舍，推开门便看到两道绝美的身影正坐在他的床铺旁。赵新月一身粉白罗裙，娇萌可爱，胸前饱满的曲线将衣料撑得紧绷绷的，一双杏眼弯成月牙，正笑嘻嘻地看着他。他身旁的穆婉瑶一袭月白长裙，身姿修长纤细，腰肢如柳，眉眼温婉如画，正端着茶杯轻抿，动作优雅的如同画中仙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两人身上，映得他们肌肤银白如玉，一个娇俏灵动，一个温婉如水，娇香辉映，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叶云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拱手：“新月师姐，婉瑶师姐，你们怎么来了？”赵新月跳了起来，蹦蹦跳跳地跑到他面前，仰着小脸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我们当然是来看你啊！听说你在黑风岭大杀四方太厉害了，我和婉瑶姐都好奇死了，想来看看你有没有受伤。”他说着围着他转了一圈，上下打量，嘴里啧啧称奇：“咦，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吗？果然是个怪物。”叶云哭笑不得：“新月师姐过奖了，只是运气好而已。”运气？赵新月撇撇嘴：“能让那么多人倒霉，就你一个人运气好？我才不信呢！”穆婉瑶放下茶杯，站起身，款款走到叶云面前，温婉的眸子里满是关切。她轻声开口，声音柔得如同春风拂面：“叶云师弟，你真的没事吗？我听说那一战很凶险，若是受了伤，千万不要硬撑。我这里有疗伤的丹药，你拿着。”他从袖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瓶，递到叶云面前。玉瓶温润，隐隐透着丹香，一看便知是上好的丹药。叶云看着眼前这张温婉绝美的脸庞，心底涌起一阵暖意。他接过玉瓶，郑重道谢：“多谢婉瑶师姐关心，我真的没事。这丹药我收下了。”穆婉瑶见他收下，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如同春日里绽放的兰花，温柔而动人。赵新月凑过来，眨巴着大眼睛，打趣道：“哟，婉瑶姐，你这丹药可是你珍藏的宝贝，平时连我都舍不得给，怎么一见到叶云师弟就主动送上门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啊？”穆婉瑶的脸颊瞬间泛起红晕，伸手轻拍赵新月的额头，羞恼道：“别胡说，我只是关心师弟而已。”关心？赵新月捂着嘴笑：“那你怎么不关心我啊？我也受伤了呢，你看，手指被纸割破了，好疼好疼。”他伸出白皙的手指，在穆婉瑶面前晃了晃，上面连个红印都没有。穆婉瑶被他逗得又羞又气，却拿他没办法，只能别过脸，不敢看叶云。叶云看着两人打闹，眼底满是笑意。不得不说，这两位师姐当真是人间绝色。赵新月娇萌可爱，身段却火辣的惊人，那张稚嫩的脸蛋配上饱满的曲线，反差感十足，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穆婉瑶温婉如水，身姿修长，气质如兰，一颦一笑都透着让人心安的温柔，仿佛能抚平所有疲惫与伤痛。这两个人若是能……叶云心底刚冒出这个念头，便连忙压了下去，暗自摇头：“想什么呢？他们是真心待我，我不能太过分。”赵新月闹够了，拉着穆婉瑶重新坐下，一本正经地说：“好了，不闹了。叶云师弟，我们这次来除了看你，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叶云神色一正：“师姐请说。”慕容云那个坏蛋最近又在搞事。赵新月皱着小眉头，他到处放话，说要在外门大比上废了你。虽然大比有规矩，不能下死手，但他肯定会想办法钻空子，你千万要小心。穆婉瑶也点点头，温婉的眸子里满是担忧。慕容云此人阴狠偏执，睚眦必报，
你杀了他的2个手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大比之上，他肯定会安排人对付你，甚至可能买通裁判，你一定要多加防备。叶云闻言，眼底闪过一丝冷意，随即化作淡然的笑意。多谢2位师姐提醒，我心中有数。慕容云想废我，那就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赵新月看着他自信从容的模样，眼睛又亮了，拍手道：“我就知道。”白玉雪懒懒地摆了摆手：“行了，别这么多礼，过来坐。”他先手一挥，那张熟悉的竹椅再次出现在叶云身旁。叶云依言坐下，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往他身上飘。白玉雪似乎毫无察觉，依旧慵懒地躺着，任由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这次你在黑风岭的表现倒是挺不错的，我真是小看你了。那头巨猿你杀的吧？白玉雪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倒是没给我丢脸。叶云连忙收敛心神，躬声道：“是的，弟子侥幸而已，若不是师尊平日指点，弟子绝无可能活下来。”白玉雪轻笑一声，凤眸里满是促狭，小嘴倒是越来越甜了。不过那巨猿的实力应该让你吃了不少苦头吧？叶云点头如实道：“确实艰难，弟子施展了所有手段，才勉强将其斩杀。”白玉雪坐起身，目光在他身上扫过，眉头微微蹙起：“伤好了吗？”叶云心头一暖：“已经无碍了，师尊不必担心。”白玉雪点点头，沉默了片刻，忽然开口：“叶云，你过来。”叶云一愣，依言起身走到他面前。白玉雪伸手轻轻拉住他的手腕，将他拉到竹椅上，与自己并肩躺着。两人距离极近，近到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白玉雪身上的幽香钻进鼻腔，叶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白玉雪侧头看着他，凤眸里水光潋滟，红唇微起，声音柔的如同呢喃：“小鱼儿，你知道吗？听到你在黑风岭遇险的消息，我差点直接冲过去。”叶云心头一震，抬眸对上他的目光，那双平日里总是慵懒清冷的眸子里，此刻满是柔情与担忧，还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师尊。”叶云开口，声音有些沙哑。白玉雪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脸颊，指尖温热而柔软，带着微微的颤抖。他的目光在他脸上流连，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进心底。“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在我心里变得这么重要。”白玉雪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脆弱。“我怕你出事，怕你受伤，怕你离开我。”叶云看着他，心底涌起无尽的感动与柔情。他抬手握住他抚摸自己脸颊的手，十指相扣，郑重地说：“师尊，我不会离开你，永远不会。”白玉雪眼眶微微泛红，却强忍着没有让泪水落下。她深吸一口气，恢复了平日的慵懒模样，可眼底的柔情却怎么也藏不住。“好了，不说这些了。”白玉雪轻咳一声，转移话题：“你的残阳拳练得怎么样了？”叶云知道他在掩饰情绪，也不点破，顺着他的话说：“前3式已经圆满，第4式还差些火候。”白玉雪点点头，起身从竹椅上站起，整理了一下衣裙，恢复了长老的威严。“来吧，今天我亲自指点你第4式残阳焚天。”接下来的时间，白玉雪耐心地讲解残阳拳第4式的精髓，一招一式亲自示范。叶云悟性惊人，不过半日便已掌握了7、8分。夜幕降临，月光洒落在孤峰之上，为竹屋披上一层银白的轻纱。白玉雪停下指点，看着叶云，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天黑了，该休息了。”她轻声说。叶云看着她，心跳又开始加快。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白玉雪转身朝着竹屋走去，走了几步，忽然停下，回头看了他一眼，红唇轻启：“还不跟上？”叶云深吸一口气，跟了上去。竹屋内暖香袅袅，月光透过纱幔洒落。白玉雪站在床边，背对着叶云，伸手轻轻解开腰间的系带，火红的纱裙滑落，露出里面银白的肌肤和玲珑的曲线。叶云站在她身后，看着这一幕，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白玉雪转过身，面对着他，身上只剩一件薄如蝉翼的亵衣。月光下，她的肌肤泛着温润的珠光，曲线起伏，凹凸有致，美得让人窒息。她走到叶云面前，伸手帮他解开衣袍，动作轻柔而自然，仿佛已经做过千百次。两人赤诚相对，白玉雪轻轻靠在他怀里，脸颊贴着他的胸口，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叶云环住他的腰，低头吻了吻他的发顶。良久，白玉雪抬起头看着他，凤眸里水光潋滟，红唇微起，轻声说：“小鱼儿，今晚你想在上面吗？”叶云一愣，随即心跳猛地加速，几乎要跳出胸腔。他看着白玉雪，看着她泛红的脸颊，看着她眼底的羞涩与纵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师尊，你……”叶云声音沙哑，带着难以置信。白玉雪别过脸，不敢看他，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你不是一直想吗？要是想的话就……”他话没说完，叶云已经低下头，狠狠吻住了他的唇。这一次他没有被压制，没有被禁锢，他反客为主，将白玉雪轻轻放倒在床上，俯身看着她，目光里满是炽热与柔情。白玉雪躺在床上，青丝散落，脸颊红得快要滴血，双手轻轻抵着他的胸口，却没有用力推开。他看着他，眼底满是羞涩与期待，还有一丝从未有过的纵容。“小鱼儿，轻点。”白玉雪轻声呢喃，声音柔得如同梦呓。叶云吻了吻他的额头，轻声说：“师尊，交给我。”这一夜，竹屋内春意盎然，旋律翻腾。
太玄和欢金在两人体内疯狂运转，阴阳交融，旋力奔涌如江河。叶云主导着一切，感受着从未有过的畅快与满足。每一次冲击都让两人的修为疯狂暴涨。不知过了多久，一切归于平静。叶云躺在床上，白玉雪靠在他怀里，两人像拥而眠。月光洒落在他们身上，为这幅画面镀上一层圣洁的光辉。就在此时，系统提示音在叶云脑海中炸响，叮！检测到宿主双修结束，触发暴击倍数5倍，高级暴击。恭喜宿主突破大57重触器，额外奖励肉身强度提升100%，旋力掌控精度提升200%，残阳拳第40熟练度圆满。叶云睁开眼，感受着体内奔涌的旋力，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意。大57重，距离内门顶尖弟子又近了一步。他低头看着怀里熟睡的白玉雪，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心底涌起无尽的柔情与决心。师尊，等我变得更强，换我来护你。月光静静洒落，孤峰之上一片静谧与温馨。第二日，晨光透过竹屋的窗棂洒落进来，在地面上铺开一层暖金色的光缕，万丈轻垂，暖香袅袅。玉床上的两人相拥而眠，呼吸绵长而均匀。叶云率先睁开眼，入目便是白玉雪熟睡的容颜。她靠在他怀里，青丝散落，眉眼舒展，褪去了所有威严与慵懒的魅惑，只剩下女子独有的温柔与恬静。晨光落在她脸上，映得肌肤银白如玉，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浅浅的阴影，美得让人心间发颤。叶云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目光柔和得如同春日的暖阳。昨夜的一切在脑海中回放，那些缠绵悸动，从未有过的畅快与满足，让他心底涌起无尽的柔情与眷恋。师尊，从今往后，你不仅是我的师尊，更是我叶云的女人。似乎是感受到他的目光，白玉雪的睫毛轻轻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眼，对上叶云那双含笑的眸子。白玉雪先是一愣，随即昨夜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瞬间让她的脸颊泛起一层诱人的红晕。她下意识想要别过脸，却被叶云轻轻捧住，拇指摩挲着她泛红的脸颊。白玉雪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和掩饰不住的羞涩。看什么看，还不起来？叶云非但没起来，反而将她拥得更紧，下巴抵着她的发顶，轻声笑道：师尊好看，多看一会儿。白玉雪被他这话弄得心跳漏了一拍，脸颊愈发滚烫，伸手想要推开他，可那力道软得根本推不动。他咬着唇，声音里带着几分羞恼和无奈：叶云，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叶云低头，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目光里满是柔情。都是师尊纵容的。白玉雪被他这直白的话语弄得手足无措，想要板起脸维持师尊的威严，可对上他那双含笑的眸子，那股威严怎么也端不起来。白玉雪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底的慌乱，故作冷淡的开口：行了，赶紧起来，天都亮了，让人看见像什么话。叶云笑着松开手，坐起身来。白玉雪也坐起，伸手去拿床边的衣裙，动作间露出光洁的肩头和锁骨，上面还残留着昨夜留下的淡淡痕迹。她察觉到叶云的目光，脸颊又红了，飞快地披上衣裙，遮掩住那片春光。两人穿戴整齐，白玉雪恢复了平日的慵懒模样，可眼底的柔情却怎么也藏不住。她坐在床边，看着叶云，神色渐渐认真起来，语气带着郑重的叮嘱：小鱼儿，有件事你要记住。叶云神色一正：师尊请说。慕容家族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白玉雪眸底闪过一丝冷意：你杀了慕容云的2个手下，他不会善罢甘休。在宗门里面有宗门规矩约束，有执法长老盯着，他不敢明目张胆对你下手，但是一旦你离开宗门，他必然会想尽办法除掉你。叶云点点头，神色平静，眼底却闪过一丝寒芒。弟子明白，慕容云想杀我，那就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白玉雪看着他自信从容的模样，心底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有欣慰、骄傲，也有一丝隐隐的担忧。他起身走到他面前，伸手轻轻整理了一下他的衣襟，柔声说：小心些，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来找我，不管他是慕容云还是慕容苍，我都不会让他们动你分毫。叶云心头一暖，握住他的手，郑重道：师尊放心，弟子心中有数。慕容云想杀我，没那么容易。白玉雪点点头，不再多言。叶云松开手，转身离开竹屋，走出几步，他忽然回头，看到白玉雪站在竹屋门口，火红的身影在晨光中格外醒目，正静静地看着他。四目相对，白玉雪微微别过脸，耳根泛起淡淡的粉色。叶云笑了笑，转身大步离去。白玉雪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竹林深处，良久才收回目光。他抬手按住胸口，能清晰感受到心脏的跳动，比平日里快了许多。他轻轻叹了口气，嘴角却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这小冤家。白玉雪转身回到竹屋，盘膝坐在玉床上，运转功法内视自身，丹田深处那道盘踞3年的阴毒邪伤，此刻已经淡化了大半，只剩下一层浅浅的阴影。按照这个速度，再有2、3次双修，便能彻底根除。白玉雪睁开眼，眸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她原本只是想利用叶云的纯阳之体压制伤势，保住性命和修为，可如今那份利用的心思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满心的牵挂与柔情。小鱼儿，你可知道
你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救命的药了。叶云沿着青石小径走下孤峰，穿过内外门交界的竹林，正准备朝外门方向行去。前方忽然出现一道素白的身影，静静站在路中央，仿佛专门在等他。韩清雪，她一袭素白长裙，身姿挺拔如寒梅，清冷的眉眼在晨光中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她站在那里，目光落在叶云身上，眸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欣慰、担忧，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叶云脚步一顿，随即笑着迎上前去，拱手行礼：“清雪师姐，你怎么在这里？”韩清雪看着他，沉默了片刻，才轻声开口，声音依旧清冷，却比往日多了几分柔和：“听说你在黑风岭的事，过来看看你。”叶云心头一暖，抬眼仔细打量着他。以前他境界低，看不透韩清雪的修为，只觉得深不可测。如今他已是大武师7重，终于能看清他的真实境界。大武师7重巅峰，比他高出半个小境界。清雪师姐的修为果然深厚，7重巅峰距离8重只有一步之遥。韩清雪见他盯着自己看，脸颊微微泛红，别过脸去，声音带着几分不自然：“看什么？”叶云回过神，笑着挠了挠头：“没什么，只是以前看不透师姐的修为，现在能看清了，有点感慨。”韩清雪闻言，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细细打量了他一番，眉头微微蹙起：“你的修为突破到大武师7重了？”叶云点点头，没有隐瞒：“昨夜刚突破的。”韩清雪沉默了，她记得清清楚楚，叶云刚入宗时不过大武师1重，这才短短半个月，就连破6重，达到了大武师7重，这等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放眼整个落雪宗，甚至整个天阳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他看着眼前这个眉眼带笑的少年，心底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有震惊、欣慰，最重要的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很快，韩清雪从袖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瓶，递到叶云面前。玉瓶通体银白，隐隐透着温润的光泽，一看便知不是凡品。这是固本培元的丹药，可以稳固修为。韩清雪开口，语气依旧清冷，却藏着一丝关切：“你突破太快，根基容易不稳，这丹药能帮你夯实根基，免得日后留下隐患。”叶云接过玉瓶，心头涌起一阵暖意。他看着韩清雪，郑重道谢：“多谢清雪师姐。”韩清雪别过脸，不去看他，声音淡淡：“你我师姐师弟，无需多礼。”叶云看着他清冷侧脸，心底忽然涌起一个念头。他收起玉瓶，笑着开口：“师姐特意在这里等我，就为了送丹药。”韩清雪身体微微一僵，脸颊悄悄泛起一丝红晕，却强撑着冷淡的语气：“只是顺路，师尊让我多关照你，我不过是照做罢了。”叶云看着他那副别扭的模样，心底觉得有趣，也不再追问，只是笑着拱手：“不管怎样，都多谢师姐，我先回去了，改日再去拜谢师姐。”韩清雪点点头，没有多言。叶云转身离去，身影很快消失在竹林尽头。韩清雪站在原地，望着他离去的方向，清冷的眸子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他抬手按住胸口，感受着比平日里快了许多的心跳，轻轻叹了口气：“我这是怎么了？”另一边，叶云回到外门宿舍，推开门的瞬间，眉头微微一皱。屋内空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的床位。往日里这个时候，赵虎、周文他们早就修炼回来了，可此刻却一个人影都没有。更奇怪的是，孙浩的床位空了，被褥衣物都不见了踪影。孙浩那小子倒是识相，知道我怕忍不住对他动手。叶云心底闪过一丝冷意，却也没放在心上。孙浩那种货色，还不值得他费太多心思。他走到自己床前，盘膝坐下，取出韩清雪送的丹药，倒出一枚服下。丹药入口即化，温热的药力顺着喉咙流入体内，迅速融入四肢百骸，滋养着经脉和丹田。原本因为突破太快而有些虚浮的根基，在这股药力的滋养下，渐渐变得扎实稳固。叶云闭上眼，运转太玄合欢经，引导药力在经脉中游走。一夜的疯狂让他的修为暴涨，但也留下了一丝虚浮。此刻借着药力，正好将根基夯实，为下一次突破做好准备。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压抑的交谈声。叶云睁开眼，目光落在门上，门被推开，赵虎、周文、李牧、张远4人鱼贯而入。他们看到盘膝坐在床上的叶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叶云兄弟，你回来了。”赵虎率先开口，嗓门依旧洪亮，可脚步却有些虚浮，走路的姿势也不太自然。叶云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扫过，眉头渐渐皱起。4人身上都带着伤，虽然不算太重，但明显是被人打的。赵虎嘴角淤青，周文手臂上缠着布条，李牧走路一瘸一拐，张远脸上还挂着未消的红肿。怎么回事？叶云站起身，声音沉了下来。赵虎连忙摆手，脸上挤出一丝笑：“没事没事，就是跟人切磋，不小心受了点伤，不碍事的。”周文也连忙附和：“对，就是切磋，正常的很。叶云兄弟你别多想。”李牧和张远也连连点头，可眼神却躲躲闪闪，不敢和叶云对视。叶云看着他们，心底涌起一股无名火。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情绪，目光直视赵虎，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赵虎，说实话，谁打的？”赵虎被他看得心里发虚，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周文几人也是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开口。叶云上前一步，盯着赵虎的眼睛，一字一句：“你们是我兄弟，
被人打了还要瞒着我，是觉得我没本事替你们出头，还是觉得我不配知道？这话一出，四人脸色都变了。赵虎连忙摆手，急道：不是，叶云兄弟，你别误会，我们只是……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脸上闪过复杂的情绪。犹豫了许久，赵虎终于叹了口气，苦笑道：罢了，瞒也瞒不住。他抬头看着叶云，眼神里带着一丝无奈和愧疚。室外门前识的那几个人，昨天我们去演武场修炼，遇上他们几个，他们故意找茬，说要跟我们切磋，我们本不想答应，可他们话里话外都是嘲讽，说我们跟你混在一起，还以为自己多厉害，我们气不过就答应了。周文接过话头，脸上满是苦涩。结果你也看到了，他们没下死手，但每一招都往疼的地方招呼，我们几个加起来，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住。李牧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打完以后，那个外门第二的周通还笑着说，让我转告你，说你在黑风岭杀在多妖兽也没用，在外门还得看他们这些老牌弟子的脸色。叶云听着，眸底的寒意越来越浓，他盯着赵虎，沉声问：外门第二叫什么？什么修为？赵虎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道：周通，大武师4重巅峰，还有外门第3的孙磊，大武师4重后期，外门第5的吴刚，大武师4重初期，就是他们3个动的手。叶云点点头，眼底寒光闪烁，他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声音平静的让人心悸：你们好好休息，这件事我来处理。赵虎脸色一变，连忙上前拉住他：叶云兄弟，你别冲动，他们3个都是外门前10，背后还有慕容云撑腰，你要是去找他们，正中慕容云的下怀，他巴不得你主动惹事，好借机废了你。周文也急道：是啊，叶云兄弟，我们这点伤不碍事的，养几天就好了，你可千万别冲动。叶云看着他们焦急的模样，心头一暖，拍了拍赵虎的肩膀，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放心，我不冲动，宗门内不能下死手，这个规矩我懂，但我叶云的兄弟不是谁都能打的，他们既然动了手，就得付出代价。他顿了顿，眸底闪过一丝冷冽的锋芒：外门第2，大武师4重巅峰，在我眼里不够看。话音落下，他松开手，转身走出宿舍。赵虎几人想要拦，却被他的目光止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去。叶云走出宿舍，沿着外门的青石道一路向北，外门排名靠前的弟子都住在北区的独立小院里，那是宗门给他们的优待。叶云脚步不快，周身气息内敛，可那股无形的压迫感却越来越浓。沿途遇到的外门弟子纷纷避让，连大气都不敢喘。叶云在黑风岭的壮举早已传遍外门，此刻他脸色阴沉，一看就是要去找事的架势，谁敢拦？片刻后，叶云停在一座精致的独立小院前，院门紧闭，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2个字：周通。叶云抬手一拳轰在院门上，轰！院门4分5裂，木屑飞溅。他抬脚踏入院内，目光扫过，落在院中3道身影上。周通，外门第2，大武师4重巅峰，身材魁梧，面容英质。孙磊，外门第3，大武师4重后期，瘦削精悍，眼神阴冷。吴刚，外门第5，大武师4重初期，满脸横肉，凶神恶煞。3人正在院中饮酒作乐，看到叶云破门而入，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玩味的笑意。周通放下酒杯，慢悠悠地站起身，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哟，这不是叶云大英雄吗？怎么有空来我这小院？是来感谢我帮你教训那几个废物兄弟的？孙磊和吴刚也站起身，一左一右站在周通身后，目光肆无忌惮地在叶云身上打量，满是轻蔑与戏谑。叶云看着他们，神色平静，眸底却翻涌着冰冷的杀意。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3人耳中：周通、孙磊、吴刚，你们动我兄弟，这笔账今天该算了。周通3人站在院中，看着破门而入的叶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玩味与轻蔑的笑意。周通慢悠悠地走上前，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叶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叶云，你胆子不小啊，敢砸我的门，真以为自己在外门可以横着走了？孙磊跟在他身后，阴冷的眼神在叶云身上扫过，嗤笑一声：周哥，人家可是在黑风岭杀了几百头妖兽的大英雄，当然觉得自己了不起，可惜啊，这里是外门，不是黑风岭。吴刚满脸横肉堆起狞笑，粗声粗气的附和：就是在宗门里面，你敢动我们？执法殿的规矩可不是摆上，我们就是打了你那几个废物兄弟，你能怎么样？咬我呀！3人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笑声里满是挑衅与得意。叶云神色平静地看着他们，等他们笑够了，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让人心悸的冷意：宗门规矩不能下死手，但教训你们几个还是可以的。周通笑容一僵，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哈哈大笑起来：教训我们就凭你？你以为你是谁？我们3个联手，就算你是大武师5重也得跪。孙磊上前一步，周身玄力涌动，大武师4重后期的气息轰然散开。周哥，别跟他废话，让他知道外门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吴刚也踏前一步，3人呈扇形将叶云围住。大武师4重初期、后期、巅峰的气息交织在一起，朝着叶云狠狠压去。在他们看来，叶云就算再强，也不过是刚入宗的新人，能强到哪里去？3人联手稳操胜券。
叶云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眼底却满是冷意。下一秒，他动了，流云步施展到极致，叶云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周通瞳孔骤缩，还没反应过来，一只拳头已经出现在他面前，砰！一拳砸在周通胸口，肋骨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周通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撞在院墙上，墙面上均裂出无数裂纹。他口吐鲜血，瘫软在地，双腿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再也爬不起来。孙磊和吴刚脸上的狞笑瞬间僵住，惊恐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们根本看不清叶云的动作，周通就已经废了。跑！孙磊嘶吼一声，转身就逃。叶云看都未看，抬手一掌拍出，隔空掌力狠狠印在孙磊后心。孙磊惨叫一声，扑倒在地，双腿骨骼尽碎，鲜血从嘴角涌出。吴刚吓得魂飞魄散，双腿发软，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嘴里哆嗦着：“饶命！饶命！”叶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底没有半分怜悯。他抬脚，一脚踩在吴刚的膝盖上，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在院中格外刺耳。吴刚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抱着腿在地上打滚，前后不过3息，外门第2、第3、第5全部废了双腿，瘫在地上如同3滩烂泥。叶云收脚，拍了拍衣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目光扫过3人，神色平静的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周通躺在地上，疼得满头大汗，可眼底的怨毒却浓得化不开。他死死盯着叶云，嘶声道：“叶云，你敢废我们慕容云，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你等着！”孙磊也咬牙切齿，声音里满是恨意：“叶云，你活不了多久，云哥一定会杀了你！”吴刚疼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怨毒的眼神盯着叶云。叶云低头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声音淡淡的，却让3人浑身发寒：“放心，你们的主子也逃不了，等我入了内门，会亲自去找他的。”说完，他转身离去，脚步从容，再未看3人一眼。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般，瞬间传遍了整个外门。叶云废了周通、孙磊、吴刚，外门第2、第3、第5全部双腿尽碎，躺在血泊中被人抬走，整个外门彻底炸开了锅。所有外门弟子，不管是新入宗的还是待了几年的老弟子，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反应都是不敢相信。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到周通的小院，看到那满地的血迹和3人凄惨的模样时，所有人都沉默了，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敬畏与恐惧。那些曾经对叶云不屑一顾的老弟子，此刻只觉得后背发凉。他们想起自己曾经在背后议论过叶云，想起自己曾经对他冷嘲热讽，只觉得双腿发软，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嘴巴。那些曾经和叶云有过节的人，比如凌霄，此刻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连门都不敢出。他比谁都清楚，叶云要收拾他，根本不需要动手，一句话就能让他在外门混不下去。叶云的名声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外门弟子见了他，无不躬身行礼，连大气都不敢喘。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老牌弟子，此刻见了他都得绕道走。另一边，内门慕容云的独立院落内，砰！又一只价值不菲的青花瓷瓶被狠狠砸碎。慕容云站在院中，脸色铁青，浑身散发着暴虐的气息。大武师8重的旋力疯狂涌动，压得院内花草尽折。叶云，叶云！他一字一顿，声音里满是怨毒与杀意。废了我的人，还敢放话要找我？好，很好。凌霄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他低着头，生怕慕容云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慕容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杀意，眼底的阴鸷愈发浓烈。他盯着外门的方向，一字一句如同从牙缝里挤出来：等叶云入了内门，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画面一转，叶云回到宿舍，推开门便看到赵虎4人正围坐在一起，脸上满是担忧与焦急。看到他进来，4人齐刷刷站起身，目光落在他身上，满是复杂。叶云兄弟，赵虎开口，声音有些发颤：你真的把周通他们废了？叶云点点头，神色平静：废了。4人沉默了片刻后，赵虎忽然冲上前，一把抱住叶云，眼眶通红。周文、李牧、张元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着，声音里满是激动与感动：叶云兄弟，你为我们出头，这份情我们记一辈子，以后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含糊。叶云哥，你就是我亲哥。叶云被他们弄得有些哭笑不得，拍了拍赵虎的肩膀，笑道：行了行了，都是兄弟，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4人这才松开手，可眼眶都红红的，显然是真的动了情。赵虎抹了把眼睛，忽然想起什么，神色变得有些不好意思，搓着手说：叶云兄弟，有件事我想求你帮个忙。叶云看着他说。赵虎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我接了个宗门任务，要去风云山脉斩杀一头3级妖兽极影妖狼，那畜生速度快得很，我一个人没把握，想请你跟我一起去。他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我知道你刚回来，应该好好休息，但实在是……叶云抬手打断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什么时候出发？赵虎一愣，随即大喜：你答应了？叶云点头，自家兄弟的事当然要帮，什么时候走？赵虎激动的语无伦次，
周文几人也满脸欢喜。赵虎连忙道：“明天一早出发。”叶云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行，明天一早，我跟你去风云山脉。”窗外，夕阳西斜，将宿舍染成暖金色。叶云站在窗前，目光望向远处连绵的山影，眸底闪过一丝锋芒。风云山脉正好，我也想试试大57重的实力到底有多强。翌日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两道人影便悄然离开了落雪宗山门。叶云一袭青色长袍，身姿挺拔，腰间悬着粉雪剑，周身气息内敛，看不出深浅。赵虎跟在他身侧，身上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包裹，脸上带着几分兴奋，又有几分紧张，不时回头张望，生怕被人发现。叶云兄弟，咱们这么早出发啊？应该没人注意吧？赵虎压低声音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做贼般的心虚。叶云笑了笑，脚步不停，放心，这个时辰守山门的弟子还没换岗，不会有人在意我们。再说，外门弟子接任务离宗本就是常事，就算被人看到也无妨。赵虎这才松了口气，挠了挠头，憨厚的笑道：“也是我太紧张了，主要这次请了你帮忙，要是让慕容云那边的人知道，怕是又会给你惹麻烦。”叶云眼底闪过一丝冷意，随即化作淡然。慕容云想找我麻烦，就算没有你的事也会找，不必放在心上。两人说话间，已经走出不知道多少距离。晨风拂过山道，带来草木的清香，远处连绵的山影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正是此行的目的地风云山脉。与此同时，内门慕容云的院落内，一道身影匆匆而入，正是凌霄。他躬身行礼，脸上带着一丝兴奋与阴狠：“云哥，有消息了。”叶云今早离开了宗门，看方向应该是往风云山脉去了。慕容云原本斜倚在软榻上，闻言猛地坐起身，狭长的眼眸中迸发出阴冷的寒光，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杀意：“风云山脉，好，很好。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影，一字一句道：“在宗门里有规矩护着他，我动不了；可出了宗门，他就是一只蝼蚁，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凌霄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问道：“云哥，这次派谁去？”慕容云转过身，目光落在凌霄身上，眼底闪过一丝满意。他走到案前，取出一张信笺，挥笔写下几个名字，递给凌霄：“去通知这3人，让他们立刻动身，前往风云山脉追杀叶云。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凌霄接过信笺，低头一看，瞳孔微微一缩，上面写着3个名字，每一个在内门都颇有分量：赵烈，大56重巅峰，擅长近身搏杀；孙寒，大56重中期，精通暗器与隐匿；周元，大57重初期，一手玄铁重剑，威力惊人。3人联手，足以碾压任何大57重以下的武者。叶云再强，也不过是个刚突破的新人，面对这3人，必死无疑。凌霄心头大定，连忙躬身：“云哥放心，我这就去办。”这一次，叶云插翅难飞。慕容云摆摆手，凌霄退下。他转身望向窗外，眼底满是怨毒与得意，嘴角的笑意愈发扭曲：“叶云，你以为躲过了黑风岭就赢了？这一次，我要让你死在风云山脉，尸骨无存。1日后，风云山脉入口，连绵的山脉如同一条匍匐的巨龙，横亘在天地之间。山峰高耸入云，云雾缭绕，山林茂密，隐约能听到深处传来的妖兽嘶吼声。山脚下立着一块斑驳的石碑，上面刻着风云山脉4个大字，字迹被风雨侵蚀的有些模糊。叶云和赵虎站在石碑前，目光望向山脉深处。赵虎深吸一口气，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开口向叶云介绍道：“叶云兄弟，这风云山脉可比黑风岭危险多了。黑风岭是宗门专门给新人历练的地方，妖兽等级最高也就3级后期，可这风云山脉不一样，这是真正的野生山脉，里面什么级别的妖兽都有。”他顿了顿，压低声音继续道：“在外围还好，一般只有2级、3级的妖兽，小心点都能应对。可要是深入山脉内部，据说有4级的妖兽出没，那可是相当于人类武灵境的恐怖存在。咱们落雪宗的长老也就是那个水平，要是遇上那种级别的，咱们这点修为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叶云闻言，瞳孔微微一缩，武灵境那是他目前还无法触及的境界，大武师之上便是武灵，那是一个全新的层次，玄力化灵，手段通玄，与武师境有着天壤之别。落雪宗的内门长老大多就是这个境界。叶云点点头，将这条信息记在心里：“我明白了，就在外围行动，不深入。”赵虎松了口气，又想起什么，继续道：“还有一件事得小心，这风云山脉除了妖兽，还有人类武者，其他3大宗门的人偶尔也会来这里历练，不过咱们运气好，应该碰不上。最麻烦的是那些散修和佣兵团，那些人没什么规矩，杀人夺宝的事干得多了。咱们穿着落雪宗的服饰，一般人不敢惹，但也保不齐有胆大包天的。”叶云眼底闪过一丝冷意，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放心，他们不来惹我们便罢，若是敢来，那就让他们知道，落雪宗的人也不是好惹的。”赵虎看着他从容自信的模样，心底涌起一阵安心，有叶云在，他什么都不怕。两人不再多言，抬脚踏入风云山脉。山脉外围林木茂密，阳光被层层枝叶切割成细碎的光斑，
洒落在铺满枯叶的地面上。叶云和赵虎穿行在林间，脚步放轻，警惕地扫视四周。沿途遇到不少人类武者，大多是散修打扮，三五成群，有的在猎杀妖兽，有的在采集灵草。他们看到叶云二人身上的落雪宗服饰，目光里闪过一丝忌惮，纷纷避开，不敢靠近。偶有几个胆大的，也只是远远打量几眼，便匆匆离去。叶云乐得清静，专心寻找极影妖狼的踪迹。不多时，前方传来一阵低沉的兽吼，一头体型壮硕的青纹豹从灌木丛中窜出，周身散发着3级初期的气息，龇牙咧嘴的朝两人扑来。赵虎脸色一变，下意识后退半步，叶云却已经迎了上去，粉雪剑出鞘，火红的剑光一闪而过。剑光收敛时，青纹豹已经倒在血泊中，额头一道剑痕贯穿头颅，死得不能再死，前后不过一息。赵虎瞪大了眼，嘴巴张得能塞下鸡蛋。他知道叶云强，可亲眼看到3级妖兽被一剑秒杀，还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叶云收剑归鞘，俯身割下青纹豹的耳朵，还有身上值钱的玩意，随手扔给赵虎。拿着。赵虎手忙脚乱地接住，愣了愣。叶云兄弟，这是你杀的，应该归你啊。叶云摆摆手，我这次来是帮你完成任务，这些东西都归你，别磨蹭，继续找。赵虎眼眶一热，想要说什么，却见叶云已经朝前走去，连忙跟了上去。接下来大半天时间，两人又遇到了几头妖兽，有3级初期的铁背熊，有3级中期的火焰蟒，每一头在赵虎看来都极其难缠，可在叶云手下，最多10招变成了尸体。叶云将所有的妖兽材料都塞给了赵虎，自己分文不取。赵虎的储物袋渐渐鼓了起来，眼眶也渐渐红了起来。叶云兄弟，赵虎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有些哽咽，你对我太好了，这些妖兽材料拿回宗门能换不少贡献点，你全都给我，你自己怎么办？叶云看了他一眼，淡淡道，你我兄弟，说这些做什么？再说这些妖兽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想要就拿着。赵虎用力点头，将这份情谊深深记在心里。与此同时，风云山脉外围的另一处密林中，一场追杀正在上演。一道纤细的身影踉跄着穿过灌木丛，裙摆被荆棘划破，露出银白的小腿。那是一个16、17岁的少女，容颜绝美，肌肤胜雪，一双杏眼此刻满是惊恐与绝望。她身上穿着落雪宗内门弟子的服饰，可此刻衣衫凌乱，多处破损，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肩头的布料被撕开，锁骨下光洁的肌肤上还带着几道血痕。身后5、6道身影紧追不舍，为首的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大武师7重修为，满脸淫邪与贪婪。小娘皮，别跑了！光头大汉狞笑着喊道：“把龙血草交出来，让哥几个爽一爽，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就是落雪宗的弟子又怎么样？杀了你往山里一扔，谁知道是我们干的？”另一个尖嘴猴腮的瘦子附和道，目光在少女裸露的肌肤上肆无忌惮地打量，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少女脸色惨白，咬着牙拼命往前跑，可身上的伤势太重，速度越来越慢。她回头看了一眼，追兵越来越近，心底涌起无尽的绝望。我是落雪宗内门弟子，你们敢动我，宗门不会放过你们的！她嘶声喊道，试图用宗门的名头吓退对方。光头大汉大笑起来，落雪宗，等我们杀了你，毁尸灭迹，落雪宗宗有天大的本事，也插不到我们头上。瘦子舔了舔嘴唇，淫笑道，大哥，这小娘皮长得真俊，皮肤白得跟雪似的，死了多可惜，咱们先玩够了再杀也不迟。其他人闻言纷纷发出淫邪的笑声。苏瑶听得浑身发寒，眼泪夺眶而出，他拼命跑，可脚下被树根一绊，整个人摔倒在地，膝盖和手掌被划破，鲜血渗出。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发现双腿已经软得使不上力气。完了！他闭上眼，泪水滑落，心底满是不甘与绝望。追兵越来越近，狞笑声近在咫尺。另一边，叶云和赵虎终于在一片灌木丛后发现了此行的目标——极影妖狼。那是一头通体银灰色的妖狼，体型比寻常妖狼大上1倍，四肢修长，肌肉线条流畅，一双幽绿的眸子闪烁着狡黠与凶残。他正趴在一块青石上休息，周身散发着3级中期的气息，锋利的爪子深深嵌入石面。赵虎眼睛一亮，压低声音道：“就是他，极影妖狼，速度快得惊人，3级中期，我正好需要他的妖丹完成任务。”叶云点点头，目光落在那头妖狼身上，淡淡开口：“你想试试手？”赵虎犹豫了一下，随即咬牙点头：“我想试试。叶云兄弟，你给我略阵，要是我撑不住了，你再出手。”叶云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去吧，小心点。”赵虎深吸一口气，握紧手中的长枪，从灌木丛后一跃而出，朝着极影妖狼猛扑过去。极影妖狼瞬间警觉，幽绿的眸子锁定赵虎，嘴角竟勾起一抹人性化的不屑。他轻巧地跃下青石，身形一晃，化作一道银灰色的残影，瞬间避开赵虎的枪尖，利爪同时朝着赵虎的后背狠狠抓去。赵虎大惊，连忙回身格挡，枪杆与利爪相撞，火星四溅，巨大的力量震得赵虎虎口发麻，整个人倒退数步。极影妖狼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速度发挥到极致，银灰色的身影在赵虎周围疯狂穿梭，利爪、獠牙从各个角度袭来，招招致命。赵虎拼尽全力抵挡，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摸不着，身上很快添了几道血痕，
狼狈不堪。该死！赵虎咬牙，额头上冷汗直冒。他知道极影妖狼速度快，却没想到快到这个地步，自己完全不是对手。极影妖狼似乎玩够了，停下身形，忧虑的眸子盯着赵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仿佛在嘲笑他的不自量力。就在他准备发动致命一击时，一道青色身影骤然出现在赵虎身前。叶云！极影妖狼瞳孔骤缩，浑身毛发炸起。他从眼前这个人类身上感受到了极其危险的气息，那股气息比他遇到过的任何妖兽都要恐怖。他转身就逃。叶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流云步施展，身形瞬间追上，粉雪剑出鞘，火红剑光横扫而出。极影妖狼嘶吼一声，拼尽全力闪避，可剑光太快，瞬间斩断他2条后腿。他惨叫着摔倒在地，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再也无法动弹。叶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底没有半分怜悯。剑光再闪，极影妖狼的头颅滚落在地，前后不过10招。赵虎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看着叶云的背影，眼底满是震撼与崇拜。他知道叶云强，却没想到强到这个地步。3级中期的极影妖狼在叶云面前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叶云收剑归鞘，俯身割下极影妖狼的耳朵和腰丹，随手扔给赵虎。收好，任务完成了。赵虎手忙脚乱地接住，看着手里的腰丹，眼眶又红了。他站起身，走到叶云面前，郑重地抱拳行礼，声音哽咽：叶云兄弟，大恩不言谢，以后有什么事，你一句话，我赵虎上刀山下火海，绝不皱一下眉头。叶云将腰丹和妖兽耳朵塞给赵虎，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望向山脉深处，眸底闪过一丝思索。赵虎捧着腰丹，激动的心情稍稍平复，抬头看到叶云的神情，试探着问道：叶云兄弟，怎么了？咱们任务完成了，是不是该回去了？叶云摇摇头，目光依旧落在远处若隐若现的山影上。你先回去，我打算再往里走走，深入山脉内围，找些更强的妖兽磨练一下。赵虎脸色一变，连忙道：内围？叶云兄弟，那可不行，内围太危险了，据说有4级的妖兽出没，那可是相当于武灵境的存在。你虽然强，但万一遇上了……叶云抬手打断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放心，我有分寸，就在内围边缘转转，不会深入。再说，我刚突破到大武17重，正好需要实战来稳固修为，磨练武技。外围这些3级初期的妖兽已经给不了我压力了。赵虎张了张嘴，想要再劝，可对上叶云那双平静却坚定的眸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叶云决定的事，谁也劝不动。那你千万小心。赵虎深吸一口气，郑重道：我在宗门等你，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叶云点点头，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简易传音玉符，递给赵虎，拿着，万一我遇到什么情况，会用这个联系你。你先回去，路上小心，别节外生枝。赵虎接过玉符，郑重收入怀中，又抬头看了叶云一眼，抱拳行礼：叶云兄弟保重。叶云摆了摆手，转身朝着山脉深处掠去，青色身影很快消失在密林之中。赵虎站在原地，望着他离去的方向，良久才收回目光，握紧手中的腰丹，转身朝着来路行去。密林深处，一道纤细的身影踉跄着奔逃，裙摆早已被荆棘划破，露出大片银白如玉的肌肤，肩头的布料撕开一道口子，锁骨下光洁的肌肤上带着几道血痕，狼狈中透着惊心动魄的美。少女紧咬着唇，拼尽全力朝前跑，可伤势太重，速度越来越慢，身后狞笑声越来越近，如同催命的魔音：小娘皮，跑啊，怎么不跑了？光头大汉的狞笑声从身后传来，得意而阴险。少女心头一紧，脚下被树根一绊，整个人朝前扑去，狠狠摔在地上。她挣扎着想爬起来，一只大脚已经踩在她后背上，狠狠一踏，砰！少女闷哼一声，整个人被踩趴在地上，后背剧痛袭来，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地面的枯叶。她想要反抗，可浑身使不上力气，只能任由那只脚踩着自己。光头大汉收回脚，蹲下身，一把揪住少女的头发，将她从地上拎起来，狠狠甩在一棵大树旁。少女的后背撞上树干，疼得眼泪直流，却死死咬着唇，不肯发出求饶的声音。还挺倔。光头大汉嗤笑一声，后退2步，抱着双臂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身后5个大汉围了上来，目光落在少女身上，满是淫邪与贪婪。少女背靠着树干，艰难的喘息，她身上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肩头、锁骨、小腿，甚至腰际都若隐若现，鲜血和泥土混在一起，却掩不住她绝美的容颜。肌肤胜雪，眉眼如画，一双杏眼此刻满是惊恐与绝望，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楚楚可怜的模样更添几分惊心动魄的美。大哥，这妞真俊啊！尖嘴猴腮的瘦子舔了舔嘴唇，目光在少女身上游走。落雪宗的内门弟子就是不一样，这皮肤，这脸蛋，比窑子里的那些强100倍。另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搓着手，嘿嘿笑道：不光脸蛋俊，这身段也绝了，你看那腰，那腿，玩起来肯定带劲。少女听着这些污言秽语，浑身颤抖，眼底满是绝望与恐惧。她想要咬舌自尽，可浑身绵软无力，连咬舌的力气都没有。光头大汉走上前，蹲下身，伸手捏住少女的下巴，
强迫她抬起头。少女的眼中满是愤恨与惊恐，却无法反抗。落雪宗的弟子确实水灵。光头大汉啧啧两声，松开手，站起身，眼底闪过一丝残忍的兴奋。不过光这样玩没意思，这妞性子烈，那就让她更烈一点。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撮淡粉色的粉末，散发着诡异的甜香。少女看到那粉末，瞳孔骤缩，浑身剧烈颤抖起来。她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看这些人的神情，也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吗？光头大汉晃了晃纸包，狞笑道：“春风散，可是好东西。再冷的女人用了这个，也会变成一匹烈马，主动求着要。等会儿你就会求这哥几个宠幸你，想想那场面。”啧啧。其他几人闻言，发出更加放肆的音效。少女拼命摇头，泪水夺眶而出，嘶声道：“不要，不要！你们杀了我，杀了我！”可没有人理会少女的哀求。光头大汉手一扬，淡粉色的粉末飘飘扬扬，落在少女周围，被他吸入鼻腔。瞬间，少女的身体僵住了，一股诡异的燥热从丹田升起，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她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潮红，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眼神渐渐迷离，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热，好热！少女呢喃着，声音里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没察觉的魅意。她的手不自觉地去扯自己的衣襟，想要缓解那股灼热，可仅存的理智又让她死死咬着唇，拼命压制。可那股燥热越来越强烈，如同万千蚂蚁在体内爬行，难受得让人发狂。少女的脸红得快要滴血，眼神彻底迷离，嘴里溢出细碎的呻吟，身体扭动着，衣衫被她自己扯得更开，露出更多银白的肌肤。光头大汉几人看得眼睛都直了，喉结滚动，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大哥，差不多了吧？瘦子急不可耐地问道。光头大汉舔了舔嘴唇，正要开口，余光看到了一个人。叶云穿过密林，正准备朝内围方向行去，忽然前方传来女子的呻吟和男人的淫笑。他身形一转，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掠去。拨开灌木，眼前的一幕让他眉头紧紧皱起。一个少女背靠着大树，衣衫凌乱，浑身泛着不正常的潮红，眼神迷离，嘴里溢出难耐的呻吟。6个大汉围在她身边，目光淫邪，正要伸手去碰她。叶云的目光在少女脸上扫过，微微一愣，即便此刻狼狈不堪，浑身是血，依旧掩不住那张绝美的容颜，眉眼如画，肌肤胜雪，楚楚可怜中透着惊心动魄的美。这般容貌，若是死在这里，确实可惜了。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看到了那破碎的衣袍一角，这少女落雪宗内门弟子的服饰。叶云脚步一顿，若是不认识的人，他或许真就转身离开了。可同门遇险，若视而不见，他叶云还做不到。他正要开口喝止，那几个大汉已经发现了他。光头大汉猛地转身，目光落在叶云身上，先是一惊，随即看到叶云身上的落雪宗外门弟子服饰，眼底闪过浓烈的杀意。落雪宗的人？光头大汉冷笑一声：“小子，你运气不好，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今天你也别想活着离开。”其他5人纷纷转身，呈扇形将叶云围住，周身玄力涌动。最弱的也有大武士5重，最强的光头大汉赫然是大武士7重。叶云眉头一挑，眼底闪过一丝冷意。他本想让这些人滚蛋，留他们一命，没想到他们倒先动杀心了。上，杀了他！光头大汉暴喝一声，率先扑上，双拳裹挟着浑厚的玄力，朝着叶云狠狠砸来。其余5人也同时出手，掌风、拳影、刀光从4面8方笼罩而下，要将叶云一击必杀。叶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粉雪剑瞬间出鞘，火红剑光横扫而出，枪！剑光与拳影相撞，光头大汉惨叫一声，双拳鲜血淋漓，整个人倒飞出去。叶云脚步不停，流云步施展到极致，身形在5人之间穿梭如鬼魅，粉雪剑化作漫天剑影，噗噗噗，剑光闪过，5颗人头旗齐飞起，鲜血喷涌如泉，5具无头尸体轰然到地，至死都没看清叶云的动作。光头大汉摔在地上，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他挣扎着爬起来，转身就逃，可刚跑出2步，一道火红剑光已经贯穿他的后心。光头大汉瞪大双眼，低头看着胸口透出的剑尖，嘴唇蠕动了2下，轰然到地。前后不过3息，6个大汉全部毙命。叶云收剑归鞘，看都未看那些尸体一眼，转身就要离去。等，一道虚弱而媚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叶云脚步一顿，回头看去，少女背靠着大树，浑身剧烈颤抖，脸颊红得快要滴血，眼神彻底迷离。她拼命想要保持清醒，可那药力实在太强，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衣衫被她自己扯得凌乱不堪，露出大片银白的肌肤。她看到叶云回头，眼底迸发出最后一丝求生的光芒。女孩用尽全身力气，双手撑着地面，一点一点朝着叶云爬去。破碎的裙摆拖在地上，露出修长银白的小腿，膝盖磨破了皮，渗出血迹。可她顾不上疼，只是拼命朝前爬。救我！少女的声音断断续续，带着哭腔和压抑不住的魅意。求你救我！叶云眉头微皱，目光在少女身上扫过。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极美的女子，即便此刻浑身是血，
狼狈不堪，依旧掩不住那绝美的容颜和玲珑的身段。叶云正要开口，脑海中骤然响起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特殊体质冰魄玄体。冰魄玄体，万中无一的顶级修炼体质，双修时可滋养宿主神魂，提升神识强度，大幅增加神魂类武技的修炼速度和威力。建议宿主立刻与之双修，可获得巨大收益。叶云瞳孔骤然一缩，即将出口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冰魄玄体，滋养神魂，提升神识。他如今修为提升极快，但神魂强度一直是个短板。若是能借此机会增强神魂，日后修炼更高深的武技，应对神识攻击都将事半功倍。叶云的目光再次落在少女身上，他已经爬到她脚边，伸出手紧紧抓住她的裤脚，仰起头看着她，泪眼朦胧，声音媚软的让人心颤：求你丢我好难受。叶云看着身下的少女，他向来是一个喜欢乐于助人的人，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不能坐视不管。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悸动，俯身将她抱起，入手一片滚烫柔软。少女的身体如同着了火，紧紧贴着他，双手环住他的脖颈，脸埋在他胸口，嘴里不断呢喃着难受。叶云从储物袋中取出2枚疗伤丹药，塞进少女嘴里，帮她化开药力。丹药入腹，少女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气息也平稳了几分。可那药力依旧在发作，她的身体依旧滚烫，眼神依旧迷离。叶云不再犹豫，抱着她身形一晃，消失在密林深处。片刻后，叶云在一处隐蔽的山壁上找到一个天然形成的洞穴，洞口被藤蔓遮掩，内部干燥宽敞，足以容纳2人。他抱着少女踏入洞中，将她轻轻放在地面上铺着的干草上。刚放下，少女便如同八爪鱼般缠了上来，双手紧紧环着他的脖颈，滚烫的唇胡乱亲着他的下巴、喉结，嘴里溢出破碎的呢喃：好热，帮我求你。叶云低头看着她，少女的衣衫早已被他自己扯得七零八落，此刻紧紧贴着她，胸前的柔软毫无保留地压在她身上。她脸颊潮红，眼神迷离，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楚楚可怜又媚态横生。之前浑身是血时还不觉得，此刻伤口愈合，血迹被汗水冲淡，少女绝美的容颜和玲珑的身段彻底展现在叶云眼前。肌肤胜雪，眉眼如画，身段纤细却玲珑有致，腰肢盈盈一握，双腿修长笔直，每一寸都透着惊心动魄的美。叶云的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他抬手轻轻抚过少女滚烫的脸颊，她如同触电般一颤，嘴里溢出更加媚软的呻吟，主动将脸贴在她掌心，轻轻蹭着。冰魄玄体能滋养神魂。叶云眸底闪过一丝暗喻，不再压抑自己，他俯身将少女轻轻压在地上，低头吻上她滚烫的唇。少女发出一声满足的呜咽，双手紧紧环着他的脖颈，热烈地回应着。衣衫飞舞，散落一地，洞内光线昏暗，却掩不住少女银白如玉的肌肤。月光透过藤蔓的缝隙洒落进来，为这幅画面镀上一层朦胧的光晕。少女躺在干草上，青丝散落，浑身泛着诱人的潮红，玲珑的曲线起伏有致，每一寸都完美的如同上天最精心的雕琢。叶云看着她，眸底翻涌着炽热的情愫，他俯身轻轻吻去她眼角的泪痕，声音低沉而温柔：别怕。少女紧紧抓着他的手臂，指甲嵌入肌肤，留下一道道红痕。她咬着唇，眼泪再次滑落，却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那克制不了的疼痛和随之而来的奇怪感觉。疼！少女呢喃着，声音带着哭腔。叶云放慢动作，轻轻吻着她的唇，安抚着她：不要怕，困难和疼痛是暂时的，忍一忍就好了，很快就会不一样的。一种莫名的快乐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将2人淹没。少女的意识彻底迷失在那奇异的感觉中，双手环着叶云的脖颈，嘴里溢出断断续续的呻吟，身体有一点点轻轻颤抖。月光静静洒落，洞内春意盎然，太玄和欢经在2人体内自动运转，玄力交融，阴阳相济。叶云能清晰感受到一股清凉的气息从少女体内涌入自己识海，滋养着神魂，让她的神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强。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2个小时，也许是3个小时，最终一切归于平静。少女瘫软在干草上，浑身香汗淋漓，脸颊潮红未退，呼吸依旧有些急促。她闭着眼，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叶云躺在女孩身边，轻轻将她拥入怀中，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她闭上眼，感受着识海中壮大了几分的神魂，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意。冰魄玄体果然名不虚传。月光透过藤蔓的缝隙洒落进来，为洞内铺上一层银白的柔光。2人相拥而眠，呼吸渐渐平稳，沉浸在这短暂的安宁之中。而远处山脉深处，3道身影正循着踪迹急速逼近。不知过了多久，洞外的天色渐渐透亮，晨光透过藤蔓的缝隙洒落进来，在地面上铺开一层柔和的光晕。叶云的睫毛轻轻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眼，入目是斑驳的岩壁，鼻尖萦绕着淡淡的幽香，还有一丝暧昧过后残留的气息。他低头便看到怀里蜷缩着的少女，慕容清月依旧沉沉睡着，青丝散落，脸颊上还残留着未褪尽的潮红，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浅浅的阴影。他的手轻轻搭在她胸口，整个身体蜷缩在她怀里，
温软而安宁。叶云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眸底泛起一丝复杂的柔情。少女身上遍布着深浅不一的痕迹，从脖颈到肩头，从锁骨到腰际，密密麻麻，触目惊心。那是昨夜留下的，在药力的催动和本能的主导下，她到底没有克制住自己。衣衫未履，春光尽露，月光下那巨银白如玉的身体，此刻安静地蜷缩在她怀里，如同一个精致的瓷娃娃。叶云抬手轻轻拂过她散落的发丝，动作极尽轻柔，生怕惊醒了她。不管怎么说，昨夜的事终究是我主动了。她中了药，身不由己，可我……叶云心底涌起一丝愧疚，可随即又被另一种情绪压下。可她是冰魄玄体，系统提示不会有错。若不是这次相遇，我也不会知道世间还有这般顶级的修炼体质。她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流连。睡着的时候，他褪去了所有的惊恐与媚态，只剩下少女独有的恬静与柔软。眉目如画，肌肤胜雪，美得让人心间发颤。不知过了多久，慕容清月的睫毛轻轻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眼。意识回笼的瞬间，身体的异样率先传来，浑身如同散了架一般，酸软无力，尤其是某个不可明说的地方，传来一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他眉头紧蹙，下意识地动了动身体，随即僵住了。他感受到一个温热的胸膛，一条有力的手臂正环着他的腰。他猛地抬头，对上一双深邃的眸子。叶云正看着他，四目相对的瞬间，慕容清月的大脑一片空白，随即昨夜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那些追杀，那些污言秽语，那诡异的粉末，那股无法忍受的燥热，还有眼前这个少年抱起自己时的温度，以及那疯狂的、失控的、让人脸红心跳的一切。慕容清月的脸颊瞬间长得通红，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脖颈，连裸露的肩头都染上了粉色。慕容清月下意识想要后退，想要挣脱这个怀抱，可身体刚一动，那股酸软和疼痛便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别动，叶云轻声开口，声音低沉而温和。你身上还有伤，虽然服了丹药，但还需要时间恢复。慕容清月浑身一僵，咬着唇看着他，眼底满是慌乱、羞涩，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这样怔怔地看着他。叶云看着他，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歉意。昨夜的事，你中了那些人的药，神志不清，我救了你，但后面的事是我没克制住，抱歉。慕容清月听着他的话，心底的慌乱渐渐平复了一些。昨夜的记忆虽然混乱，但他依稀记得，是自己主动爬向他，是自己求他救自己，是自己缠着他不放。慕容清月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声音细弱文锐，我知道，是我自己。话没说完，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低头看向自己，身上一丝不挂，那些暧昧的痕迹遍布全身，而眼前这个少年同样为着寸缕，自己正被他紧紧搂在怀里。他啊的一声轻呼，连忙别过脸，声音里带着羞恼和慌乱。你先放开我。叶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连忙松开手，身体微微后撤，给他腾出空间。慕容清月挣扎着坐起身，刚坐起一半，目光不经意扫过叶云的身体，那精壮的胸膛，流畅的肌肉线条，还有某些不该看的地方，让慕容清月瞬间涨红了脸，再次发出一声惊呼，连忙别过头去，双手捂住眼睛。你快穿上衣服。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叶云也意识到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连忙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套干净的衣袍，飞快地套在身上。穿好之后，他才轻咳一声，开口道：好了。慕容清月这才敢转过头，却依旧不敢看他，只是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身下的干草。他咬着唇，犹豫了许久，才鼓起勇气抬头看着叶云，声音里带着羞涩和窘迫。我的衣服。叶云看向地上，那些破碎的布料散落一地，早已不成样子。他眉头微皱，从储物袋中又取出一套自己的衣袍，递给慕容清月，先穿我的吧。他的声音平静，目光却移开，没有看他。慕容清月看着递过来的衣袍，咬了咬唇，伸出玉手轻轻接过，入手是柔软的布料，还带着一丝淡淡的温度和他身上特有的气息，让他的脸颊又红了红。你转过去。他小声说。叶云一眼转过身，背对着慕容清月，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声，过了许久，才听到一声轻轻的好了。叶云转过身，便看到慕容清月已经穿好了他的衣袍，那袍子对他来说太过宽大，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显得他愈发纤细娇小，袖口长出一截，遮住了他的手，下摆也拖在地上，却掩不住他那张绝美的脸庞和那双灵动的眸子。慕容清月站在那里，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袖口，脸颊依旧泛着红晕，整个人透着一种让人心软的娇羞与窘迫。叶云看着他，心底泛起一丝异样的柔软。他正要开口，慕容清月却先抬起头看着他，深吸一口气，脸上的羞涩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认真的神情。谢谢你。慕容清月开口，声音轻软却郑重。谢谢你救了我。叶云一愣，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他本以为他会哭会闹，会指责他趁人之危，甚至可能会寻死觅活，可他没有，他只是认真地向他道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慕容清月看着他惊讶的表情，轻轻咬了咬唇，
继续道：“我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也记得是我自己求你救我的。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在那群人手里了，或者比死更惨。你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的清白，我应该谢你。”他说着，眼眶微微泛红，却强忍着没有让眼泪落下。慕容清月不是不懂事的少女，她知道什么事是非对错。眼前这个少年是她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这一点不会改变。叶云看着他，心底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他沉默了片刻，轻声问：“你叫什么名字？”慕容清月抬眼看着他，眸底闪过一丝闪烁，随即轻声开口：“我叫慕容清月。”叶云闻言，眉头微微一挑：“慕容这个姓氏在落雪宗可不常见。”慕容清月，他低声重复了一遍，点点头：“好名字。”慕容清月脸颊微红，垂下眼帘，没有说话。叶云又问：“那些人为什么要追杀你？你一个落雪宗内门弟子，怎么会独自来这风云山脉？”慕容清月犹豫了一下，抬眼看着他，最终还是开了口：“我是来找一株灵草的，龙血草能增强肉身力量，对我修炼地功法有大用。我打听到风云山脉外围有龙血草出没，就独自来了。没想到刚找到龙血草，就遇上了那伙人。他们见我只有一个人，就起了歹心。”他说着，从储物戒指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玉盒，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一株通体赤红、散发着淡淡光晕的灵草。那灵草不过巴掌大小，叶片上隐隐有血色纹路流转，正是龙血草。叶云目光扫过那株灵草，眼底闪过一丝了然。龙血草确实是难得的天才地宝，对淬炼肉身有奇效，难怪他会冒险独自前来。叶云收回目光，淡淡道：“收起来吧，这是你用命换来的。”慕容清月看着他，犹豫了一下，将玉盒递到他面前：“给你。”叶云一愣，有些意外地看着他：“给我？”慕容清月点点头，认真道：“你救了我的命，又，这株龙血草就当是我的谢礼。”叶云看着他认真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摇了摇头：“不必，我救你不是为了这个，你收好。”慕容清月却不肯收回，固执地举着玉盒：“不行，你必须收下。我慕容清月不喜欢欠人情，尤其是欠你的。”他说着，脸颊又红了红，却依旧倔强地看着他。叶云看着他那双执拗的眸子，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接过玉盒，收入储物袋中。“好，我收下了。”他淡淡道。慕容清月这才松了口气，嘴角微微勾起一抹浅笑，如同春日的花朵，温柔而动人。就在这时，砰！洞口处的藤蔓骤然炸裂，3道黑色身影如同鬼魅般冲入洞中，凌厉的杀意瞬间充斥整个空间。3道掌风裹挟着浑厚的玄力，从3个方向同时朝着叶云狠狠拍下，分明是要一击必杀。小心！慕容清月脸色瞬间惨白，惊呼出声。叶云瞳孔骤缩，身形瞬间暴起，流云步施展到极致，险之又险地避开3道攻击。可对方早有准备，一击不中，立刻变招。3道身影如同复古之驹，再次扑上，招招致命，毫不留情。轰轰轰！洞内玄力激荡，碎石飞溅，叶云以1敌3，瞬间落入下风。这3人修为极高，2人大武师6重巅峰，1人大武师7重中期，配合默契，出手狠辣，显然训练有素。慕容清月被逼到角落，看着叶云被3人围攻，脸色惨白如纸，想要帮忙，可他修为不过大武师5重，此刻身上带伤，连站都站不稳，根本插不上手。别动！叶云百忙之中厉喝一声：“待在那里！”慕容清月咬着唇，死死看着他，眼眶泛红，却不敢再动。叶云一边抵挡3人的攻击，一边冷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杀我？”3人一言不发，只是攻击愈发凌厉，显然不想透露任何信息。叶云眼底闪过一丝冷冽的杀意，既然对方不说，那就不必再问了。他深吸一口气，不再隐藏，周身玄力轰然爆发，大武师7重巅峰的气息席卷整个山洞，比之前强横了数倍不止。他一直在压制修为，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给敌人致命一击。3人脸色骤变，大武师7重巅峰，情报有误，该死！快服用丹药！3人对视一眼，同时从怀中取出一枚血色丹药，塞入口中。瞬间，3人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那2名大武师6重巅峰的武者直接突破到大武师7重初期，那名大武师7重中期的武者更是冲破桎梏，达到了大武师8重初期。狂暴的气息在洞内肆虐，3人周身血管暴起，面目狰狞，显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杀了他！为首的黑衣人嘶吼一声，再次扑上。叶云神情凝重，粉血剑出鞘，火红剑光与3人的攻击轰然相撞。轰！整个山洞都在颤抖，碎石簌簌落下。叶云闷哼一声，倒退数步，嘴角溢出血丝。对方3人虽然靠丹药强行提升，但联手之下威力恐怖至极。可他来不及喘息，3人已经再次扑上。剑光、拳影、掌风交织在一起，叶云将毕生所学施展到极致，残阳拳、流云步、粉血剑，所有手段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10招、20招、50招，叶云身上添了数道伤口，鲜血染红了衣袍，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冷，剑势越来越凌厉。终于在第73招时，他抓住了对方的一个破绽，粉血剑化作一道火红流光，
贯穿那名大武师8中黑衣人的咽喉。黑衣人瞪大双眼，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提升了修为，竟然还是败了。剩下2人惊恐万分，转身就逃。叶云怎么可能让他们逃走？流云步施展到极致，瞬间追上，剑光再闪，2颗人头高高飞起，3具尸体轰然到地。叶云拄着剑，大口喘息，浑身浴血，伤口深可见骨。他艰难地转过身，看向角落里的慕容清月，嘴唇蠕动了一下，眼前一黑，直挺挺地朝后倒去。叶云！慕容清月惊呼一声，不知哪来的力气，踉跄着冲上前，在他倒地之前扶住了他。2人一起跌坐在地上，叶云倒在他怀里，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叶云，叶云，你醒醒！慕容清月抱着他，眼泪夺眶而出，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叶云眼皮微微颤动，艰难地睁开一条缝，看着他，断断续续地开口：补刀，他们可能没死透。慕容清月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咬着唇，轻轻将叶云放在地上，站起身，颤抖着拿起地上的一把长剑，走到那3具尸体前。第1具，他闭上眼，狠狠刺了1剑；第2具，2剑；第3具，3剑，直到确定3人都死透了，慕容清月才扔下剑，踉跄着跑回叶云身边，将他重新扶起，抱在怀里。叶云，叶云，你别睡，你别死！他哭着喊，声音里满是恐惧和无助。叶云看着他，嘴角微微勾起一抹虚弱的笑，随即眼睛一闭，彻底昏了过去。慕容清月抱着他，哭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翻找那3个人的储物袋，打开，里面果然有疗伤丹药。他倒出丹药，颤抖着塞进叶云嘴里，又渡了一丝玄力帮他化开药力。丹药入腹，叶云的脸色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呼吸也平稳了许多。慕容清月这才松了口气，整个人瘫软下来，却依旧紧紧抱着他，不肯松手。他就那样抱着他，坐在地上，眼泪无声地流。过了许久，慕容清月的目光落在叶云脸上，怔怔地看着他苍白的脸庞、紧闭的双眼，还有嘴角那抹未褪尽的笑意。他的脸颊渐渐泛起红晕，心跳莫名加快。他为了救我，差点死了。慕容清月就那样看着他，看着看着，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深，眼底的情绪越来越复杂。洞外天色渐亮，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而洞内，少女抱着昏迷的少年，静静守候，心底悄然泛起一丝从未有过的涟漪。阳光透过洞口的藤蔓洒落进来，在地面上铺开一层暖金色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却又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幽香，沁人心脾。叶云的睫毛轻轻颤动，意识渐渐回笼。他还没睁眼，便感觉到自己正靠在一片柔软之上，温热的触感透过衣料传来，带着淡淡的体温，鼻尖萦绕着一缕幽香，清甜而柔软，让人心神微荡。叶云缓缓睁开眼，入目便是慕容清月那张绝美的脸庞。他依旧保持着抱着她的姿势，让她靠在自己怀里，双手轻轻环着她。他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垂落，遮住了那双灵动的眸子，脸颊上还残留着未干的泪痕，却睡得香甜而安稳。叶云微微一怔，目光落在他脸上，心底泛起一丝复杂的柔软。这丫头守了我一夜。他轻轻动了一下，想要坐起身，可他刚一动，便感觉到后背传来一阵柔软的挤压，那股温软的触感瞬间变得清晰无比，紧紧贴着他的后背。慕容清月被他这一动惊醒，猛地睁开眼，低头便对上叶云那双刚刚苏醒的眸子：“叶云，你醒了！”他惊呼一声，脸上瞬间绽放出惊喜的光芒，下意识地抱紧了他。这一抱，那股柔软的挤压感更加明显，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叶云只觉得呼吸一滞，那温软的触感如同潮水般涌来，让他心跳都漏了一拍。咳，他轻咳2声，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和无奈：“清月，你先松一松，我快喘不过气了。”慕容清月一愣，随即意识到自己正紧紧抱着他，而他的脸正贴在自己胸口，他的脸颊瞬间长得通红，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脖颈，连露出的锁骨都染上了粉色。啊！慕容清月惊呼一声，手忙脚乱地松开他，整个人往后缩了缩，双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只能紧紧攥着衣角，低着头不敢看他。我不是故意的。他的声音细若文瑞，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叶云坐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四肢，看着他那副窘迫害羞的模样，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笑意。这丫头还挺可爱的。他轻笑着开口，声音温和：“没事，谢谢你守着我。”慕容清月这才敢抬起头，偷偷看了他一眼，又飞快地垂下眼帘，小声问：“你感觉怎么样？伤好些了吗？”叶云活动了一下手臂，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状况，虽然还有些虚弱，但服了丹药之后，伤势已经好了大半，再休养2日便能痊愈。没事了，死不了。他淡淡道，随即目光落在洞口那3具尸体上，眼底闪过一丝冷意。多亏你最后补了刀，不然让他们缓过气来，咱们都得死。慕容清月闻言，轻轻咬了咬唇，小声说：“是你让我补刀的，我只是听话而已。”叶云看着他，沉默了片刻，忽然开口：“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杀我吗？”慕容清月一愣，摇了摇头：“不知道，他们进来就对你出手，一句话都没说。”
叶云点点头，眸底闪过一丝金光。他得罪的人不多，青云城那边，林家和孙家虽然想杀他，但他们手伸不了这么长，更不可能调动大武师7重的杀手。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落雪宗内部的人了。而他在落雪宗只有一个仇人慕容云。慕容云，又是你！黑风岭派了2个不够，这次又派3个，还都是大武师6重7重，手笔倒是不小。叶云眼底杀意一闪而逝，随即被他压下。他没有再说什么，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看向慕容清月：“走吧，该回去了。你还能走吗？”慕容清月连忙点头，挣扎着站起身。刚站起，腿一软，险些摔倒。叶云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的手臂。慕容清月脸颊又红了，轻轻抽回手，小声道：“我可以的。”叶云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转身朝洞口走去。慕容清月跟在他身后，一瘸一拐地走着，却倔强的不肯开口让他帮忙。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山洞，阳光洒落在身上，暖意融融。叶云辨认了一下方向，带着慕容清月朝着落雪宗的方向行去。大半日后，两人终于走出风云山脉，远远看到了落雪宗巍峨的山门。慕容清月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叶云，眸子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愫。他咬了咬唇，轻声开口：“叶云，我要回去了。”叶云点点头，路上小心。慕容清月看着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犹豫了片刻，他终于鼓起勇气，轻声道：“我住在内门1号宿舍区，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叶云闻言，眉头微微一挑。1号宿舍区那可是内门最好的区域，住的都是核心弟子或者背景深厚的弟子。这丫头身份果然不简单。他点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好，我记住了。慕容清月见他应下，嘴角也微微勾起一抹浅笑，随即转身快步朝着内门方向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才消失在门内。叶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收回目光，转身朝着外门宿舍走去。推开宿舍的门，便看到赵虎正坐在床上，满脸愁容，唉声叹气。听到开门声，他猛地抬头，看到叶云的瞬间，整个人从床上跳了起来，3步并作2步冲到他面前。叶云兄弟，你可算回来了！赵虎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上下打量着他，眼眶都红了。你没事吧？受伤没有？担心死我了。叶云看着他这副模样，心头一暖，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没事，一点小伤，养2天就好了。”赵虎这才松了口气，抹了把眼角，絮絮叨叨地说：“你说在风云山脉再磨练一会，可没想到那么长时间。你要是再不来，我可都要担心死了。”叶云听着他唠叨，也不嫌烦，只是笑着点头。等他说完，才开口问：“对了，你说穆婉瑶师姐找我？”赵虎一拍脑门，连忙道：“对，穆师姐昨天来找过你，见你不在，就让我转告你，让你回来后去她那一趟，说是有事要跟你说。”叶云点点头，站起身：“行，我这就过去。”片刻后，叶云来到穆婉瑶的住处，竹韵小筑，院门虚掩，里面静悄悄的。叶云站在门外，轻轻扣了扣门，唤道：“婉瑶师姐，我是叶云。”里面没有回应，他又扣了2下，依旧没有声音。叶云眉头微皱，伸手轻轻一推，院门吱呀一声开了。他犹豫了一下，抬脚踏入院中。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竹叶的沙沙声。叶云目光扫过，没有看到穆婉瑶的身影，正要开口再唤，忽然听到后院传来细微的水声。他脚步一顿，犹豫了一下，还是朝着后院走去。穿过一道月洞门，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僵在原地。后院中央有一个小小的池子，池水清澈，热气袅袅，显然是引入的温泉水。而此刻池中正有一道纤细的身影背对着他，坐在池边，任由温热的水流冲刷着身体。那身影只露出光洁的后背，肌肤银白如玉，在氤氲的水汽中泛着温润的珠光。长发被高高挽起，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肩线流畅而精致，蝴蝶骨若隐若现，腰肢纤细，盈盈一握，再往下便没入水中，看不真切。水珠顺着光滑的脊背滑落，没入水中，激起细碎的涟漪。叶云瞳孔微缩，呼吸都停滞了一瞬。婉瑶师姐在洗澡。就在这时，池中的身影似乎察觉到什么，微微侧头，目光扫过，正好对上叶云那双呆滞的眼眸。四目相对的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穆婉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双温婉的眸子里先是闪过茫然，随即变成震惊，最后化作极致的慌乱与羞涩。他下意识想要尖叫，却在看清来人的瞬间，硬生生将尖叫声咽了回去。叶云师弟，他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脸颊瞬间长得通红，红晕从脸颊蔓延到耳根、脖颈，连露出的尖头都染上了粉色。他整个人猛地缩进水里，只露出一个脑袋，眼眶泛红，又羞又气地看着他。叶云也终于回过神来，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连忙转身背对着他，声音里带着歉意：“对不起，我敲门了，没人应，门又开着，我以为我这就走。”他说着，快步朝外走去，脚步都有些慌乱。身后传来穆婉瑶羞恼的声音：“你等等！”叶云脚步一顿，却没有回头。片刻后，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声。过了许久，才听到穆婉瑶的声音比之前小了许多，带着还未褪尽的羞涩：“好了，
你可以转过来了。叶云这才转过身，穆婉瑶已经穿好了衣裙，一袭月白色的长裙衬得她身姿愈发修长纤细。刚沐浴完，她的脸颊还泛着淡淡的红晕，发梢微湿，几缕碎发贴在脸颊旁，肌肤被热气蒸得银白透粉，整个人如同出水芙蓉，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穆婉瑶站在那里，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不敢看她那副羞涩窘迫的模样，与平日里温婉如水的穆婉瑶判若两人，却别有一番动人的风情。两人就这样站着，谁也没有说话，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又暧昧的气息。过了许久，穆婉瑶才鼓起勇气，抬眼看了他一眼，又飞快地垂下眼帘，小声问：“你怎么来了？”叶云轻咳一声，压下心底的悸动，解释道：“赵虎说你找我，我就过来了。敲门没人应，门又开着，我以为你在院子里，就进来了。没想到。”他说着，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穆婉瑶听着他的解释，脸颊更红了，却也知道不能怪他。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可那砰砰直跳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了。沉默了片刻，穆婉瑶终于开口，声音轻柔，带着一丝关切：“你这2天去哪了？我去找你，你不在。”叶云看着他，如实道：“陪赵虎去风云山脉做任务，完事后又往里走了走，磨练了一下武技，耽误了点时间。”穆婉瑶闻言，眸子里闪过一丝担忧：“风云山脉内围，那里很危险，你没事吧？”叶云摇摇头：“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穆婉瑶这才松了口气，随即想到什么，神色变得认真起来，温婉的眸子里满是郑重：“叶云，我来找你，是想提醒你，2天后就是外门大比了，慕容云那边肯定会在比试中做手脚，你一定要小心。”叶云看着他担忧的模样，心头一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多谢婉瑶师姐关心，我心中有数。慕容云想玩，我就陪他玩到底。”穆婉瑶看着他自信从容的模样，眸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愫，她轻轻咬了咬唇，小声说：“你小心些，我不想看到你出事。”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带着掩饰不住的关切与柔情。叶云看着他微微泛红的脸颊，看着他那双含着担忧与柔意的眸子，心底涌起一阵暖流。他点点头，郑重道：“好，我答应你，一定好好的。”穆婉瑶这才露出浅浅的笑意，如同春日里绽放的兰花，温柔而动人。两人又沉默了片刻，叶云拱手道：“师姐若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2天后的大比，我会全力以赴。”穆婉瑶点点头，轻声说：“好，你去吧。”叶云转身离去，走出几步，忽然听到身后传来穆婉瑶的声音：“叶云。”他回头便看到穆婉瑶站在院门口，阳光洒落在她身上，为她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他看着她，脸颊微红，轻声说：“保重。”叶云笑了笑，点了点头，转身大步离去。穆婉瑶站在院门口，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竹林深处，抬手轻轻按住胸口，感受着那砰砰直跳的心，脸颊又红了红。我这是怎么了？微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温泉气息，以及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叶云回到宿舍，在床铺上盘膝坐下，缓缓闭上双眼。他没有立刻开始修炼，而是静静回想这2日的经历：风云山脉的厮杀，那3个黑衣杀手的突袭，还有慕容清月那双含着泪光的眸子。每一个画面在脑海中闪过，最终定格在慕容云那张阴鸷的脸上。慕容云，你还真是阴魂不散。黑风岭派2个不够，这次又派3个，手笔倒是不小。叶云眼底闪过一丝冷冽的杀意，随即被他压下。2天后的外门大比，你一定会动手，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他深吸一口气，摒弃所有杂念，运转太玄合欢经，开始修炼。玄力在经脉中缓缓流淌，如同温顺的溪流，一遍遍冲刷着4肢百骸。虽然外门大比对如今的他已经构不成威胁，但叶云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强大的实力才是立身之本。慕容云能一次次派人暗杀，无非是仗着修为和背景。等他突破到大58重、9重，甚至武灵境，到时候谁杀谁还不一定。宿舍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绵长平稳的呼吸声。内门慕容云的独立院落内，砰！又一只价值不菲的青花瓷瓶被狠狠砸碎，碎片四溅。慕容云站在院中，脸色铁青，周身戾气翻涌，大58重的气息疯狂宣泄，压得院内的花草尽折。废物，全是废物！他咬牙切齿，声音里满是怨毒与暴怒。3个大56重7重，对付一个刚入宗的新人，竟然全军覆没，连1个都没能活着回来。凌霄站在角落，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他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墙缝里，生怕慕容云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慕容云发泄了好一阵，才稍稍平复下来，转身看向凌霄，阴鸷的眸子如同毒蛇般死死盯着他。凌霄，他的声音冷得如同九幽寒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2天后的外门大比，你必须杀了叶云。凌霄浑身一颤，脸色瞬间惨白，连忙道：“云哥，不是我不尽力，实在是叶云那小子太邪门了，他修为提升快得离谱，现在至少是大56重以上，我才大53重，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而且宗门大比有规矩，不能下死手，就算我想杀他也……”慕容云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当然不指望你这个废物能凭本事杀他，
他从怀中取出2个物件，随手扔给凌霄。凌霄手忙脚乱地接住，低头一看，瞳孔骤然放大，脸上满是震惊。那是一枚通体血红的丹药，以及一根泛着幽蓝寒光的细针。丹药散发着诡异的气息，正是暴血丹。服用后能强行提升修为，但代价极大。而那根细针分明是淬了剧毒的暗器，见血封喉。暴血丹能让你短时间内修为暴涨，至少能达到大武师5重以上。慕容云冷冷道：“这根针淬的是7步断肠散，只要刺破一点皮，3个呼吸内必死无疑。大比之上，你趁他不备，一针要他命。”凌霄双手颤抖，看着手里的2样东西，眼底闪过挣扎。这可是在宗门大比上当众杀人，若是被发现……慕容云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冷笑一声：“只要你杀了他，我自有办法保你。我父亲是内门长老，爷爷是太上长老，宗门里谁敢动我的人？可你若是不做……”他顿了顿，眼底杀意闪烁，一字一句道：“今日你便死在这里。”凌霄浑身剧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云哥饶命！云哥饶命！我做！我做！”慕容云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正要开口，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道清脆欢快的声音：“哥，我回来了！”慕容云神色一变，眼底的阴鸷和杀意瞬间收敛，脸上竟然浮现出一丝宠溺的笑意。他挥了挥手，示意凌霄滚蛋。凌霄如蒙大赦，连忙收起2样东西，连滚带爬的从侧门溜走。院门被推开，一道纤细的身影欢快地跑